老婆，给点钱，我要去泡妞。云城苏氏集团会议室里，总裁苏一雪正在召集股东开会，房门突然被老公叶凡推开，开口一句话，直接让现场众人呆住了。这就是苏总你结婚3年的二货老公吗？可不是吗？结婚3年了，啥都不干，天天就是抽烟、喝酒、泡妞，真不知道苏总是怎么忍受的了。关键是，人家苏总都快要将叶凡宠上天了。哦，是上次那个腿很长的，身材不错小姑娘。苏一雪放下手里的文件，拿起手机，一脸微笑地回应着叶凡，要多少钱？10万够不够？不够让财务再给你转点。够了，谢谢老婆，爱你。看着微信上收到的转款，叶凡对着苏一雪做了一个飞吻的手势，转身就要离开。等一下，苏一雪叫住了叶凡，起身将自己的车钥匙递给叶凡，开我的那辆法拉利出去，我的老公去泡妞，不能丢人。苏一雪的骚操作让下面那些股东都颠覆了3观，这是活久见啊，长这么大什么时候见到自己的老婆支持自己老公去泡妞的？还给泡妞资金。但苏一雪丝毫不在乎下面众人的表情，上前温柔地给叶凡整理好衣领，满脸柔情的道，老公，晚上早点回来，结婚3周年，我们怎么也要庆祝一下，好吗？温柔、小鸟依人，甚至卑微，这是涌现在所有人脑袋里的词语。眼前的苏总还是他们认识的苏总吗？平时的苏总可是雷厉风行、高冷不可靠近的啊，现在对一个窝囊的上门赘婿居然如此低架子，凭什么？看情况吧，如果忙完了就可以。说罢，叶凡对着苏一雪挥挥手，离开了大厅，留下苏一雪在原地发呆了好半天。唉，这些年真是苦了他啊。旁边的秘书唐倩实在忍不住了，苏总，您不能这么惯着叶凡，就他那窝囊的样子，这个月找您要钱都7、8次了。闭嘴！唐倩还想继续说，苏一雪直接将他打断，我自己的老公，我自己疼，轮得到你来多嘴？苏一雪眼神中闪过一抹狠厉，我现在宣布，唐倩，你被开除了，去财务那里结算工资，然后滚蛋。啊，苏总，我……下面上百股东也都傻眼了。唐倩就因为抱怨了叶凡一句，苏一雪居然就直接开除了。苏总，唐秘书好歹也是集团的高管，就这么开除了，不合适吧？下面公司的副总也是苏一雪的二叔苏明浩开口质疑着苏一雪的决定。苏一雪只是冷冷地看了他一眼，怎么，你也想和他一起被开除吗？一句话顿时让二叔乖乖闭嘴。你们谁还有意见？苏一雪扫了一眼在场的众人，大家都低下了头，再也没有人敢往枪口上撞，继续开会。你们讨论苏家的3个亿的资金缺口怎么办？我听着。苏一雪重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下面众人虽然开始在激烈讨论着，苏一雪的心却早就被叶凡勾走了。结婚3年了，那个死坏蛋一次都没碰过自己，最亲密的接触也就是拥抱。每次自己洗干净上床后，叶凡总是说自己只对钱感兴趣，他真的只对钱感兴趣吗？那为什么又天天泡在会所？是自己打扮得不够性感，还是不够开放？只是自己这个老公娶回家的都不玩，自己魅力不会这么差吧？今晚自己一定要主动点，甚至苏一雪都网购了男人都喜欢的那些羞耻的套装，无论如何要拿下你。叶凡从公司离开，开着苏一雪的那辆红色法拉利，直奔云城顶尖的天上人间会所赶去。会所门口，一个穿着背带裤的胖子早就在等待着叶凡。叶少，几天不见，你更加高大威猛，英气逼人，光彩夺目，太阳见了都黯然失色啊！那一副谄笑的模样，都恨不得将拍马屁3个字写在了脸上。这个胖子也是云城豪门王家的大少，名为王富贵。因为经常和叶凡混迹各大会所，一来二去，被叶凡魅力所吸引，并深深折服，天天跟在叶凡身边，发誓要做一个合格的狗腿子。行了，下次换点新鲜的台词，里面都安排好了。叶凡打断王富贵，踏步朝大门里面走去。老王办事，叶少放心，整个会所所有女的连刷厕所的大妈我都给你叫来了，万紫千红，总有一款叶少会满意。如果叶少对女的不感兴趣，那种肌肉猛男我也可以给你叫来。滚！看着王富贵那猥琐的样子，叶凡一脚踹在他屁股上。天上人间最大的帝王包间里，一排穿着清凉的姑娘恭敬地对叶凡鞠了一躬，叶少好，欢迎光临。胸前那白花花的风景，还有开叉到腰的旗袍裙摆，看得叶凡一阵燥热。麻蛋，若不是因为自己练功的原因，在玉龙诀大成之前不能碰女人，老子一定要好好拯救这些青春少女。不错，都有赏，老王见者有份，每人2000。叶凡将一沓现金丢给王富贵，记得不要忘记把照片发给他们，让他们留意照片上的人，谁若是发现了照片上女孩的踪迹，重重有赏。好脸！王富贵给那些女孩发钱的时候，叶凡打开手机，看着手机上一个仙子般的美女，有些出神。3年了，叶凡说是来泡妞，
但实际上来会所发钱根本不是为了泡妞，而是为了找人，找3年前失踪的小师妹。因为有人说在云城会所圈子里看到过小师妹，所以叶凡便挨着一家一家的逛。下一批，在天上人间将所有美女都见了一遍之后，叶凡没有停留，离开会所，在云城大药房买了一堆药材，然后直奔云城西郊而去。云城西郊一处幽静的别墅门外，一个悄声声的少女站在门口，看到叶凡出现，顿时笑靥如花。凡哥，你来了，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少女穿着一件白色的小吊带，胸前峰峦叠嶂都洒脱地要蹦出来，下面是一条卡其色的小短裤，将一双浑圆修长玉腿展现得一览无余。等叶凡下车，少女肆无忌惮地上前跳起来，将叶凡的脖子搂住，整个身体几乎都挂在了叶凡的身上，胸前2团饱满挤压着叶凡的胸膛。叶凡深深感受到了大海上航行时候波涛汹涌是什么样的感觉。这小丫头看起来娇小可爱，但资本不小啊，很有货嘛。走，先进去看看你父亲怎么样了。叶凡将少女从身上扒拉下来，踏步朝着房间里面走去。眼前的少女名叫李瑶，是云城4大豪门李家的千金。叶凡是来帮李瑶父亲治病的。几天前，李瑶的父亲李峰突然晕倒昏迷，找遍了所有的医生都查不出来任何原因，后面碰巧遇到了叶凡，鬼谷13针扎下去，李峰当场就醒了过来。叶凡今天来其实是做个收尾工作的，开几副药稳固一下就行了。叶神医，你来了，快请坐。别墅大厅里，李峰已经从床上起来了，站在大厅门口热情地迎接叶凡。叶凡上前抓住李峰的脉搏，仔细检查了一下，李总的身体已经没什么大问题了。我今天来就是给李总送几副固本培元的中药，熬制了之后喝完稳固一下就不会有问题了。说话的同时，叶凡将手里的中药递过去，旁边李峰的儿子李涛连忙伸手接住，谢谢叶神医，谢谢叶神医。几人分宾主坐下，闲聊了几句，确定李峰没问题之后，叶凡便想告辞离开。这几天是叶凡玉龙诀突破的关键时候，叶凡想抓紧时间突破，不然家里的娇妻只能看不能吃，太难受了。叶凡每次忽悠苏一雪说自己不喜欢女人，怎么可能？只是叶凡的师傅交代过，因为3年前那次受伤，叶凡的功夫全失，想要恢复功夫就必须要将玉龙诀修炼到第9重之上。可现在叶凡卡在了第8重巅峰，就差最后一点没能突破。如果在此之前叶凡碰了女人，不光功力恢复会前功尽弃，叶凡还会被反噬当场暴毙。所以现在就算10个女人脱光了朝叶凡怀里钻，叶凡也不敢有任何心思啊。李峰对李涛使了个眼色，李涛连忙起身将一张银行卡递给叶凡道：叶神医，您救了我父亲，就是我李家天大的恩人，这里面一点小小的意思，请你务必收下。叶凡淡淡一笑，将银行卡推了回去，我对钱不感兴趣。一句话让李峰和李涛都是发愣了几秒，目光不由朝旁边的李瑶看去。李瑶被几人看得脸色一阵羞红，扭捏了半天才开口道：凡哥，只要你喜欢，我是愿意的，走吧。说话的同时，李瑶满脸羞红地拉着叶凡朝外面走去，倒是将叶凡弄得一脸懵逼。走，去哪里？李瑶娇嗔一声，跺跺脚道：哎呀，你坏死了，去酒店啊，要不家里也行。听到李瑶的话，叶凡不由一阵无语，转头看了李峰和李涛等人的表情，顿时明白了，感情他们误会了，以为自己对钱不感兴趣，就是对人感兴趣，打算把李瑶送给自己。胡闹我叶凡岂是那样的人？要送也要等我功法修炼突破之后再说吗？嗨，李总，我想你们误会我的意思了。叶凡咳嗽了一声，继续开口道：我的意思是，医者父母心，救李家主本来就是顺手的事情罢了，就是想交李家这个朋友罢了，我们来日方长嘛，对吧？叶凡将来日方长几个字说得特别重，说话的时候还故意看了李瑶一眼。看见叶凡离开，李瑶脸上浮现一抹浓烈的失望神色。哼，爱什么爱？是人家哪里不够好吗？要凶有凶，要容貌有容貌，其他女人能做的我都能做啊，他们不能做的我也可以的。说话的同时，李瑶朝叶凡小腹看了一眼，然后嘴唇微动了动，自己应该能胜任吧。几人将叶凡送走之后，李峰连忙对李涛道：去查一下我们和苏家有没有什么可以合作的，从叶少这里无法入手，那么我们就从苏家入手。叶神医可是条筋大腿啊，一定要牢牢抱住了。李涛点点头，不用查了，我已经接到了苏家二叔的电话，说是苏氏集团现在资金缺口3个亿，还邀请我明天去参加苏家家宴，多半是因为这个事。苏家二叔是那个苏明浩吗？我可听说那人不咋的。李峰眉头一皱，但既然是叶少老婆的家族，我觉得明天你可以去看看情况。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也没打算和苏明浩谈，要谈也要和苏一雪总裁直接谈。李涛看了看进自己房间的小妹，长叹一口气道：只是小妹她，哎，
李峰也有些无奈，可惜叶神医已经结婚了，但愿小瑶不要陷入得太深。叶凡回家，在家里将御龙诀修炼了9个周天，时间已经到了下午5点。苏一雪的电话准时打了过来，老公，你忙完了吗？在哪里？我在家里，你来接我吧。叶凡还记得苏一雪说过，今天是结婚3周年的纪念日，苏一雪要一起庆祝一下的。好，苏一雪开车回家，接到叶凡之后，带着叶凡直接到了云城的皇家酒店8楼。一个包间里早就提前准备好了烛光晚餐。吃饭的时候，苏一雪格外活跃，一杯接一杯的给叶凡灌酒。叶凡倒不惧怕这点酒量，看着老婆好看的侧脸，叶凡配合着苏一雪演戏，假装自己醉醺醺的道：老婆，你不是说给我准备了礼物吗？礼物在哪里？叶凡装得很像，说话都有些含糊了。苏一雪一看时间差不多了，扶着叶凡朝旁边的套房走去，礼物就在旁边房间里，我们过去就知道了。苏一雪将叶凡扶进旁边的总统套房，让叶凡在沙发上坐下，然后自己则是钻到更衣室。你稍等一下，马上就好。更衣室里传来一阵悉悉索索的声响，当苏一雪再次走出来的时候，叶凡瞬间血脉膨胀，呼吸都为之医治。尼玛，这还是自己认识的老婆吗？此时的苏一雪已经褪去了全部的衣服，取而代之的是一套粉色的护士装，轻薄衣衫根本挡不住苏一雪绝美的身材，凹凸有致，曲线玲珑，下面还是一袭黑丝，刺激着叶凡的眼球。我就是今天送给你的礼物，老公，喜欢吗？苏一雪有些扭捏，妖娆的朝前走了2步，摆出了一个惹火的姿势，然后含情脉脉地朝叶凡怀里依偎过来。老公，3年了，今天我想真正做你女人。如此一个极品美女躺在你怀里，一副任君品尝的模样，哪个男人忍得住？关键这还是你合法的老婆。老婆，你这是在玩火？叶凡的呼吸都加重了几分，抓住苏一雪乱摸的小手道。苏一雪双眼迷离的开口道：来吧，让我感受你的火到底有多烫。这一句话彻底点燃了叶凡心中的烈火。叶凡再也不顾所有，翻身将苏一雪压在身下，大手肆无忌惮地在苏一雪身上索取。刚刚穿好的套装顷刻间被撕得粉碎，房间里衣衫乱飞，一片凌乱，房间的温度在急速上升，眼看2个人就要纠缠到了一起。咻咻咻，房间里突然响起一阵破空之声，一把飞刀突然贴着叶凡的小腹击射而来，狠狠地钉在墙壁上。刀锋若是再向下2公分，叶凡怕就要当场被阉割了。少主不可功亏一篑，你身上还肩负着天大的责任，好自为之。一道黑影在窗外一闪而过，同时一道冷酷的声音在窗外响起。叶凡低头看自己身下的苏一雪，已经被2颗黄豆击中了睡穴，已经昏睡了过去。韩卓，你要死啊！你都差点阉了老子，这个时候来打扰老子，没听过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吗？叶凡对着窗外破口大骂，但叶凡骂了好一阵子，外面却没有一点回应。3年前，叶凡功夫失去之后，师傅便将师门第一杀手韩卓派来，在暗中保护叶凡的安全。韩卓这个人狠话不多，但该出手的时候一点也不含糊。被韩卓这么一打断，叶凡也冷静了下来，想到自己若是破戒之后的后果，叶凡也惊出一身冷汗。23年前，叶凡才刚满周岁，就被送到师门学武。3年前，叶凡准备回归家族的时候，师门却遭到重创，2个师娘战死，师父重伤，2师叔被敌人切成了8段，3个师妹不知所踪。叶凡也被一个神秘高手重伤，一身功夫全失，成为了废人。叶凡和师父被迫从师门总部撤离，为了分散目标，师父安排叶凡入赘苏家。与此同时，云城叶家也遭到了袭击，爷爷对敌的时候身受重伤，父母下落不明，几个叔伯也都战死，叶家元气大伤，大夏第一家族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叶家产业被对手逐渐瓦解。虽然爷爷还咬牙坚持，但威慑力正在逐渐下降。叶凡知道情况之后，第一时间便想回家，但师父却拦住了叶凡。师门和叶家同时被偷袭，这绝对不是偶然。叶凡的师父古风嗅到了其中阴谋的味道，很显然是有人不想让你回去，所以在你功力彻底恢复之前，一定不能明着踏入叶家半步。此后，所有的资源、丹药几乎全部都给了叶凡。叶凡是整个师门兴盛的希望，是叶家再度辉煌的关键。若是自己破戒，自己死了倒无所谓，但辜负了师门的希望，那就罪过大了。叶凡是师娘从小养大的，不为师娘报仇，叶凡如何心安？小师妹和自己相依为命，情真意切，还没找到，叶凡怎么能死？怎么有资格去死？还有那些差点将叶家灭门的混蛋，叶凡怎么可能放过他们？在苏家一隐藏就是3年，所幸后面倒没什么意外。想到这里，叶凡长叹一口气，弯腰将苏一雪抱到床上，拉过被子，轻轻给苏一雪盖上。老婆，别急，最快3天，只需要3天，
等3天后，我玉龙诀彻底突破到第9重之后，再让你做我真正的老婆。看着眼前一直疼自己、宠自己的老婆，叶凡眼中也满是宠溺，不由低头朝着苏一雪脖子上吻去，在苏一雪脖子上种下了一颗深红的草莓。将老婆苏一雪安顿好之后，叶凡端坐在房间里，开始认真运转玉龙诀。瞬间，一道流光将叶凡包裹，顺着叶凡全身的经脉疯狂运行，一条隐约的龙形已经开始成型。叶凡闭着眼，能清晰地感受到自己丹田深处沉寂许久的那股庞大能量已经开始蠢蠢欲动，终于要突破了吗？叶凡清晰地触摸到了玉龙诀第9重的门槛，但就差最后一丝。叶凡修炼了半夜，将玉龙诀运行了10几个周天，最后都没有冲破那层桎梏，最后只能上床，搂着美娇妻在床上沉沉睡去。次日，苏一雪一觉醒来，感觉全身酸软，都快要散架了。看着自己不着一缕的躺在叶凡的臂弯里，苏一雪脸色一阵羞红。叶凡昨天晚上那么生猛吗？以后自己能不能招架得住？若实在不行，要不要喊自己闺蜜青若兰来帮忙？脑袋里浮现了这个邪恶的念头之后，苏一雪自己都吓了一大跳。呸！苏一雪，你宠老公就宠老公，怎么能有这么邪恶的想法？苏一雪在床上活动了一下之后，很快发现了问题，这个死坏蛋又没碰我。虽然没有经验，但苏一雪还是知道，自己虽然光着和叶凡躺在了一起，但叶凡除了在自己脖子上留下一点痕迹之外，并没有实质性的做什么。老公，醒醒，你昨天为什么没和我那样？人家都这样了，我是你老婆啊，你还要我怎样？苏一雪将叶凡摇醒，说话的同时眼眶都红了。苏一雪是谁？那可是云城第一美人，高冷总裁，冰清玉洁，在外人面前那可是挥斥方遒、雷厉风行的形象。但为了叶凡，低三下四就算了，还买了那么多套装，然后主动在叶凡面前摆出如此惹火的姿势，这已经到了苏一雪的极限。苏一雪已经快绷不住了。哦，那个啊，叶凡翻了个身，伸手帮苏一雪整理了一下凌乱的发丝。我这几天不方便。听到叶凡的话，苏一雪直接在原地僵化。不方便？难道男人也要来大姨妈吗？苏一雪气愤地用拳头在叶凡胸口捶了一下。这个死坏蛋，找理由也找个像样的啊！不是，我掐指一算，这2天扫把星当空，和我命格犯冲，不宜同房。下次找个天时地利人和，一定不放过你。噗嗤！听着叶凡的话，苏一雪不由一声直接笑了出来。什么鬼扯理由？做个运动还要讲究天时地利人和吗？但看着镜子里自己脖子上的吻痕，苏一雪已经很开心了。昨天2人之间除了最后一步亲也亲了，摸也摸了，3年来这可是第一次这么亲密的接触啊，这已经很不错了。事情需要慢慢来吗？叶凡是自己老公，早晚都是自己的人，还能跑了不成？好，听你的，我们赶紧起床吧。今天爷爷安排了家宴，奶奶都盼了你好久了，等你回去吃饭。苏一雪羞涩的起床穿衣服，一边提醒着叶凡道。叶凡虽然是入赘苏家，但也大部分女婿不一样。叶凡在苏家，除了二叔苏明浩一家人之外，苏家其他人都将叶凡当作宝贝一样宠，说是团宠一点都不为过。好，小凡来了，快坐奶奶身边来，这段时间过得怎么样？看看你都瘦了，一雪没弄好的给你吃吧。叶凡和苏一雪刚刚进苏家宅院大厅，奶奶宋梅便招呼着叶凡坐在自己身边。苏一雪都有些吃醋了，奶奶，哪有，看您跟叶凡亲的，我才是您的亲孙女啊。宋梅哈哈一笑，看着苏一雪红光满面的样子，眼睛中浮现一抹亮光。一雪，你们已经……作为过来人，宋梅一眼就看出了苏一雪不一样的地方。苏一雪脸色一红，奶奶，昨天我们庆祝3周年纪念日，喝了点酒，住在酒店里。好好，哈，小凡，你要加把劲啊，我们都等着抱重孙了。爷爷苏国华在微笑地摸着胡须，笑着打趣叶凡道。叶凡看了苏一雪一眼，放心，我一定努力，争取让一雪生一个足球队出来。苏家这种和谐的气氛，叶凡非常喜欢。这里虽然不是师门，但叶凡在这里生活了3年，却依旧能感受到师门的温暖。翠，我又不是母猪，怎么可能生那么多？苏一雪嘴里虽然娇嗔着，但眼中满是幸福。爷爷和奶奶一早晨都没几句话，但见到叶凡和苏一雪之后，脸都快笑开了花。坐在下方的二叔苏明浩和儿子苏东2人脸色越来越不好看。哼，一个上门女婿，神气什么？不过就是一个吃软饭的狗，丢人现眼。你说什么？苏东声音虽然很小，但爷爷苏国华却隐约听到了，脸色顿时一沉。苏东，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若是再嘀咕就滚出去。苏东脸上一片尴尬，但更多的是怨恨。在叶凡没入赘苏家之前，苏东可是爷爷奶奶的心头宝，但叶凡来了，苏东就跟捡来的一样。凭什么？
苏东还想辩解两句，父亲苏明浩却拦住了。李家大少爷李涛前来拜访。正在这时，门口响起一个洪亮的声音，李家大少李涛提着几大包礼物出现在大厅门口。这是我苏家家宴，李家大少来干什么？爷爷苏国华眉头一皱，扫了众人一圈。苏明浩连忙站起来开口道：爸，李少是我邀请来的，我们苏家不是最近有资金困难吗？李少有投资的意向，我想借着这个机会聊聊，不管成功不成功，总比某些吃软饭的垃圾强。苏明浩快步上前，朝李涛伸出了手，想要和李涛握手。李少，里面请。邀请到了云城4大豪门的李家大少，苏明浩此时感觉自己仿佛做了一件多么伟大的事情一样，走路腰板都直了起来。啪！李涛还没迈开步伐，一个茶杯直接砸在李涛面前。李少，这是我苏家家宴，李少请回吧。开口的正是苏家老爷子苏国华。本来老爷子对李涛没有什么意见，只是因为苏明浩骂了叶凡，所以老爷子瞬间发飙了。李涛顿住脚步，对着苏明浩冷笑一声，对于苏明浩伸出来的手根本都懒得多看一眼。你谁啊？我认识你吗？啊！苏明浩的手僵硬在空中，整个人都呆住了。李少，昨天我不是给您打电话了吗？昨天在股东会议上讨论公司资金缺口的时候，苏明浩站出来说自己有办法，随即第一时间联系了李少，想要请李少投资。之前李涛一直是拒绝的，但昨天李涛却破天荒地的答应过来看看。但今天李少人的确来了，却说根本不认识自己。我是谁？到底发生了什么？苏明浩只感觉头顶满是问号。当李涛转身看向苏国华等人的时候，脸上再次恢复成一脸笑容。老爷子，您误会了，我今天来是冲叶少老婆来的啊，不，我是来找叶少的，我可欠叶少一个天大的人情了。说话的同时，李涛快步朝叶凡走过去，伸出双手和叶凡握在一起。叶少，我们又见面了。李涛还对叶凡眨了眨眼睛。叶凡自然明白，李涛是想将这个人情送给自己。李涛的动作让在场众人全都一愣，苏明浩、苏东，包括三叔、爷爷、奶奶等人都愣住了。叶凡居然和4大豪门的李少如此熟悉，李少前来是冲着叶凡来的。爷爷眼神中闪过一抹金光，想到叶凡背后师门的力量，立马想通了。叶凡和李少认识，应该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这些年苏家能发展得如此迅速，多亏了叶凡背后师门力量的暗中支持。苏老爷子这一直认为自己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事情，就是将依雪嫁给了叶凡做老婆。啊，原来李少是小凡的朋友，快请上座，刚才老夫不是故意的，我是想砸那个镊子，李少不要见怪啊。爷爷苏国华脸变得比翻书还快，下面苏明浩的脸一片铁青，比绿萝的叶子还要绿。有这么区别对待的吗？自己的朋友就要砸出去，叶凡的朋友就上座。苏明浩很想直接离开，但他更想看看叶凡究竟在搞什么鬼。没事没事。李涛将礼物递给老爷子之后，随即在叶凡身边坐下。苏老爷子，听说苏氏集团最近需要一笔发展资金，我们李家非常想和苏氏集团合作啊，不知道苏氏集团现在需要多少资金？非常想和苏氏集团合作？狗屁！苏明浩不由翻了个白眼。苏氏集团最近资金快要断裂的情况下，几乎将所有的银行和各大机构都求遍了。所有人评估了苏氏集团的情况之后，没有一家想和苏氏集团合作，甚至有些人直接将苏一雪的手机拉黑了。李家又不傻，怎么可能真的想和苏氏集团合作？唯一能解释的就是看在叶凡的面子上，李家想救苏氏集团。叶凡到底有什么手段能让李家屈服？李涛朝老爷子询问的时候，同时也在看叶凡。在苏一雪一脸惊愕的神色中，叶凡转头对苏一雪询问道：老婆，我们现在资金缺口有多少？3个亿够吗？李涛在旁边补充道：只要苏小姐需要，叶少开口，别说3个亿，30个亿都是没问题的。在来之前，李峰就再三交代了李涛，要不惜一切代价牢牢抱紧叶凡这条金大腿。李峰自己的病症情况他非常清楚，连国际医院的专家都没办法，一般的医生根本不可能治好，但叶凡用银针就可以将李峰救活。叶凡必定是来自那个神秘地方的人，和叶凡做朋友，李家必定可以再跨越一个巨大的台阶，而且李家那些隐藏的对手以后想要动李家的时候，至少也要掂量掂量啊。苏一雪一脸诧异地看着叶凡，之前苏一雪不是没有找到李家谋求合作，只是凭借苏家的体量根本约不到李涛这些核心高层，但现在人家李少主动上门来求着投资，这个叶凡真是宝藏老公啊。不用那么多，3个亿足够了。苏一雪有些不确定地开口道。好，我这就安排财务打款，合同方面明天我们补上好了。李涛直接掏出手机吩咐下去。2-3分钟过后，苏一雪就接到了公司财务总监打来的电话。苏总，我们突然收到了李氏集团1笔3亿的款项，说是投资和您谈好了，投资我们苏氏集团的。这么快就到账了？
苏一雪更加惊讶了，连合同都不用签，直接转账。不正常，太不正常了。是的，这笔钱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能乱动。苏一雪挂断电话，对着李涛欠了欠身：“李少，谢谢你雪中送炭。”李涛摆摆手道：“苏小姐客气了，这些和叶少对我李家的帮助比较起来，完全是小意思。”闲聊了几句，李涛很识趣地站起来告辞道：“各位，我公司还有事情要忙，那就不打扰各位，先告辞了。”送走李涛，整个大厅里顿时炸锅了。叶凡好样，我就知道我这孙女婿很厉害。老爷子苏国华一脸微笑地看着叶凡。关于叶凡的身份，所有人都不知道，但苏国华大概是知道，他也清楚，叶凡现在虽然隐藏了锋芒，但早晚有一天叶凡会腾飞。我们一雪能嫁给小凡，那是他的福气。苏家的这些核心子弟，有感谢叶凡的，有震惊李涛气魄的。苏明浩和苏东被冷落在一边，眼神中闪过一抹阴沉。这个叶凡简直太可恶了，一定要想办法将他赶出苏家，不然我们父子在苏家永远没有出头之日了。爸，您还记得省城那个云飞扬吗？就是苏一雪的那个大学同学，上次还来找过苏一雪，要不我们请他来帮忙。苏东眼珠子一转，突然想到了一个主意，就这么办。家宴结束，叶凡之前勾搭的一个小妹突然给叶凡打来了电话：“叶少，我最近换工作了，您让我注意的那个人，我在新公司似乎看到了他，要不你过来看看。”小师妹有消息了。叶凡神色一凛，收拾了一下，将苏一雪那辆法拉利开着，直奔云城皇家1号会所而去。近3年以来，叶凡几乎是用地毯式搜索，将云城所有的厂子都光顾了一遍，而皇家1号是仅剩的最后几家。小芳，这里长肉喽！叶凡肆无忌惮地伸手在一个迎宾小姐的大腿上抓了一把，惹得那美女一阵娇嗔：“哎呀，叶少，你坏死了，每次占人家便宜，又不照顾人家生意。”叶凡微微一笑，伸手从口袋里掏出几张红票子塞到美女这 V 领之中：“谁说我没照顾了？你说看到了照片上那个姑娘，她现在在哪里？”小芳连忙反应过来：“上个月我们这里来了一个叫楚嫣的小妹，和照片上长得很像，但我不敢确定是不是你要找的人，我这里有偷偷拍的照片，你要不要看看？”说话的同时，小芳将手机里一张偷拍的照片找出来。叶凡只是看了一眼，整个人顿时僵住了。小师妹，消息是真的，小师妹真的到了云城，还出现在这种场所。虽然叶凡很喜欢去会所拯救那些少女，但却并不希望自己的小师妹出现在这里。曾经小师妹是多么清纯，多么天真无邪的，在这种地方叶凡只是想想脸都绿了。告诉你们老板，我今天就要他赔。叶凡再次将几张红票子塞给小芳。小芳高兴的嘴都合不拢了。叶少放心，我就让老板给你安排。带着叶凡上楼的时候，小芳满脸好奇的开口道：“叶少，照片上的美女是叶少的旧情人吗？叶少对他这么执着，发动那么多姐妹找他。”叶凡面色一冷，女人知道太多秘密不好。叶凡上2楼，在包间里坐下之后，心里不免有几分忐忑。在叶凡心里，叶凡希望出现在这里的是小师妹，但另外一方面，叶凡又不希望出现在这里的是小师妹。老板，有位客人点名要楚嫣作陪。皇家1号3楼，老板办公室里，主管正在对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女性汇报着。哦，办公桌后的中年女性抬头看了一眼主管：“我没跟你们说过吗？楚嫣姑娘在这里是另有安排的，不会陪客人。你们把我的话当耳边风。”主管一脸苦涩的道：“老板，我吩咐了，但也不知道今天这位客人点名要楚嫣姑娘作陪，而且这个叶少可是云城的大金主，在云城圈子里名气不小，可不好得罪啊。”中年女性还在犹豫，办公室侧面一扇房门打开，一个穿着白衣长裙的少女从里面走出来：“云姐，没关系，我看看也没事的。若是客人安分还好说，若是不安分，你知道我手段的。”白裙少女正是皇家1号会所最近才来小妹楚嫣。云姐眉头皱了一下，最后无奈开口道：“好吧，那你自己小心点，有什么事随时叫我们，我安排2个保镖就在门口。”看着主管带着楚嫣离开办公室，许云眼神中闪过一抹复杂的神色，也不知道我们还能顶多久。2楼帝王包间里，叶凡刚刚端起茶杯，房门吱呀一声打开：“帅哥，你好，我是001号楚嫣。”白裙少女推门而入，清纯的不像样子的模样展现在叶凡面前，叶凡整个人如遭雷击，哐当，叶凡手里的茶杯掉在地上，碎裂成了好几块。苏婵，小师妹，真的是你，我找了你3年啊，师妹。叶凡平时都嬉皮笑脸的，但此时一脸心疼，眼眶都红了，难得正经起来。进门的自然就是楚嫣，听到叶凡的叫唤，楚嫣的身体也瞬间呆住了。若是仔细观察，少女的身体都在微微颤抖，但只是几秒，少女瞬间将情绪调整了过来，眼神中闪过一抹茫然道：“帅哥，什么小师妹？
你认错人了吧？已经走到楚嫣身边的叶凡身体陡然愣住。认错人？怎么会？叶凡上下打量了楚嫣一番。小师妹，我们一起生活了10年，我怎么可能认错你？对了，你小腹上还有一颗红痣了，不信你掀起衣服给我看。说话的同时，叶凡便想将楚嫣的衣服掀开，但楚嫣直接连忙后退了几步，有些慌张的将衣服捂住。帅哥，请自重，我们这里只是陪喝酒做游戏，请不要动手动脚。还有，帅哥，你认错了人了，我叫楚嫣，不是什么苏婵。楚嫣皱眉解释着，眼神中的神色有些躲闪。楚嫣，小婵，你明明就是苏婵啊！那年我们在山里采药的时候掉落了悬崖，是你将我背回来的，脚都磨破，看到骨头了，休养了好几个月才好，你忘了吗？还有，那年我生病了，你半夜偷偷溜到我房间，用身体给我温暖被窝。叶凡一脸不解地看着眼前的少女，心中怎么也想不通，明明眼前就是小师妹，为什么小师妹不认识自己？小师妹，是不是有什么人在威胁你？如果有，你眨眼，在云城，有我在，没有人可以欺负你的。叶凡上前抓着楚嫣的手臂，对楚嫣解释道。但楚嫣只是摇摇头，从叶凡的手里挣扎出来。帅哥，你认错人了，我身体有点不舒服，你喊其他人来陪你吧。楚嫣将叶凡手腕推开的时候，手指不经意间在叶凡的手背上敲打了2下，然后一溜烟朝门外跑去，直到跑到走廊尽头一个休息室里，将房门反锁之后，楚嫣再也忍不住，眼泪顺着脸颊哗啦啦流了下来。凡哥哥，见到你真的太开心了，他们都说你死了，没想到你还活着。楚嫣蹲在墙角呜呜地哭着，可是现在周围到处都是眼线，我怎么和你相认？当年宗门被袭击，苏婵并没有死，也不是真的失踪，而是在杀手打算动手的时候，另外一伙人阻止了杀手的动作，然后将苏婵带走了。杀手方面的头领和苏婵背后的人似乎相熟，所以苏婵安然无恙，只是从叶凡身边离开了。苏婵本来打算认命，就这样浑浑噩噩地过下去，却没想到在云城再次遇到了师兄叶凡。叶凡在包间房间里瞬间意兴阑珊，皱眉思考着小师妹到底遇到了什么问题。刚才小师妹离开的时候，在自己手背上敲打了2下，又是什么意思？看着地上掉落的一张房卡，总经理办公室。叶凡脑袋飞速运转，眨眼间便想明白了其中的缘故，瞬间展颜一笑，原来如此吗？晚上2点，总经理办公室里见。哼，办公室里最好有床，分别3年，小师妹肯定想念自己的味道了，之前没来得及做的步骤，最好今晚就补上，让小师妹彻底离不开自己。叶凡从会所离开，回头看了一眼会所，心中总算松了一口气。虽然没和小师妹相认，但至少知道小师妹就在这里，后面不管什么难题都可以想办法解决。皇家1号会所老板办公室里，之前是许云坐在老板的位置上，但此刻坐在老板位置上的居然是刚才在包间里和叶凡见面的楚嫣。办公室里除了许云之外，还站着一大群会所的高管。吩咐下去，今天叶凡来找过的消息一点都不准走漏，若是谁走漏了消息，我饶不了他。楚嫣对着众人呵斥着，声音冷酷，甚至带有几分杀气，而之前柔弱的形象判若两样。是，所以皇家1号真正的老板不是许云，而是楚嫣。等众人都离开之后，许云关上房门，眼神复杂地对着楚嫣道：小婵，刚才那位就是你一直念叨的师兄吧？他终于还是找到你了吗？你为什么不和他相认？苏婵摇摇头道：云姐，我现在的情况你非常清楚，都已经自身难保了，这个时候招惹叶凡实在不明智啊。而且叶凡还活着的消息一旦泄露，那么他们必然会不惜一切代价追杀叶凡，那样会害了师兄的。许云长叹一口气道：小婵，我可听说这个叶少在云城各大会所都发钱发了好几年了，目的就为了找你，说明他对你是真心的，你就真的忍心看他这样？忍心吗？苏婵神情有一瞬间的恍惚，分别3年，每个夜晚苏婵脑子里何尝不是叶凡的影子？从小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而且还是战场上背靠背的生死依靠，苏婵怎么可能不想叶凡？但是光想有什么用？上京苏家的人当年将自己从那场袭击中救了回去，但爷爷病重之后，自己再次被当作弃子，已经被大哥和二哥逼迫到生死地步了。他们若是知道了叶凡的身份，一定会用将这个消息告诉当年那些动手的人，他们怎么会放过师兄？自己一定不能拖累师兄。云姐，大哥派的武道高手明天就会来云城，若是我们不交最后的这点产业，他们绝对不会手软。苏婵咬牙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对了，我今晚要去一趟省城，我房间的保险柜里有些重要的东西，今晚你就住在我房间里吧。苏婵作为皇家1号会所的真正老板，在这里是有自己独立的房间的。好。叶凡刚刚上车，苏一雪的电话打了过来，老公太谢谢你，
有了你从李家拉的这笔投资，我们苏氏集团终于可以熬过去了。你是我老婆，咱们之间说什么谢？要谢，后面多学点姿势不就行了吗？对于自己这个美娇妻，叶凡还是很满意的。入赘苏家3年了，老婆苏一雪最开始还有点生分，到后面随着逐渐相处，苏一雪对叶凡是真的宠爱，不然也不可能都愿意拿钱让叶凡去泡妞。哎呀，你坏死了，大晚上你又不碰人家，到底什么时候才是天时地利人和的时候吗？苏氏集团里，苏一雪拿着电话，满脸羞红的朝叶凡询问着，但神色中很是期待。相处3年，叶凡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放浪不羁，但苏一雪却一直看不透叶凡。从爷爷那里只言片语中，苏一雪知道叶凡是一条潜龙，早晚要腾飞的。现在苏一雪有些担心，怕叶凡腾飞了不要自己了，所以一直想着尽快成叶凡的女人。很快，真的很快，最多还有3天。叶凡也被苏一雪的撩拨得心痒痒的，昨天修炼的时候，体内的气息隐约已经化成了龙形。晚上有个商务宴会，你能陪我一起去吗？有几只苍蝇一直在缠着我，有你在，他们应该不会太过于放肆。好。叶凡眼神中闪过一抹狠厉。这些年，叶凡因为功力尽失的原因，一直很低调，对于那些纠缠老婆苏一雪的垃圾没怎么理会，在外界落了一个窝囊废物的称号。现在是时候该摘掉这顶帽子的时候了。和老婆挂断电话，叶凡启动车辆，打算回家继续修炼。一想到小师妹现在极有可能被胁迫，还有师门和叶家当年的惨案，叶凡心里就堵得慌。特别是叶家，叶凡可听说有另外一个强悍的家族都已经公然对叶家开战了。爷爷年纪大了，太爷爷身受重伤，若是自己再不出面，都不知道他们能否顶得住。嘎吱，车辆在刚进入一片废弃的拆迁区的时候，一个穿着白色长裙的少女突然拦在叶凡车辆前面。大哥，快救救我！少女看起来不到20岁，肌肤红润，长裙里面玲珑曼妙的身材若隐若现，特别是胸前的波涛和腰身下的翘臀，那凹凸有致的身材对男人完全就是致命诱惑。少女一脸惊慌地从车窗口看着叶凡，而此时在少女身后7、8个壮汉拖着钢棍、砍刀，正急速朝少女这边包抄而来。叶凡看了一眼那7、8个壮汉，身上并没有武道气息波动，也就是一般的普通人罢了。叶凡现在御龙诀已经修炼到了第8层，当年的实力虽然没恢复到巅峰时期，但对付这些小混混还是问题不大。小子，我劝你最好不要多管闲事，否则连你一起修理。领头的刀疤男凶狠地对着叶凡挥舞了一下砍刀，伸手就要抓那白裙少女。叶凡眉头一皱，身体急速闪身下车，一拳凶猛对着那男子的砍刀轰击而去。咔嚓咔嚓，强大的气劲从叶凡拳头上流转，瞬间直接将那男子手里的战刀轰击碎裂，掉落在地上，化作了一片碎屑。卧槽！叶凡如此霸气的动作，直接让在场的那些混混全部都震惊的眼珠子都快掉了出来。妈呀！一群混混被吓得疯狂想要逃跑，但叶凡出手如电，身影化作一道幽灵，快速在这群混混中间来回穿梭。砰砰砰！不过几秒的功夫，那些混混便全部躺在了地上哀嚎。走，我先带你离开这里。叶凡看了一眼躺在地上的那些混混，心里有些感叹，实力还是没有彻底恢复啊。以往叶凡实力在巅峰的时候，对付这些混混一拳就足够了，现在居然用了这么长时间。若是当年残害叶家和师门的那些仇人找上门来了，那自己该怎么办？好，少女乖巧地跟着叶凡上车，看叶凡的眼神中充满了欣喜。车辆离开这片拆迁区，到了一片繁华的商业区之后，少女这才对叶凡道：帅哥，刚才谢谢你救了我，接我人已经来了，你把我放在路边就行了。车辆在路边停下，少女在下车之前突然将脖子上的项链解下来。帅哥，救命之恩无以为报，我母亲留给我的这根项链就送给你吧，你是修炼之人，这根项链肯定对你有。不用吧？叶凡还在迟疑，少女把项链塞到叶凡手里的时候，突然伸手勾住叶凡的脖子，在叶凡的嘴上亲了一口。啪嗒，这是人家初吻。未来的夫君，你要努力哦，人家等你来娶我，你一定要尽快变强大才行啊，我能帮你的也就这么多了。感受着唇间的芳香，叶凡有些懵逼，这什么情况？自己刚刚救了个美女，美女送了自己一根项链，还说要等自己去娶她。叶凡还想说什么，但少女已经下车，转身没入人群中，已经不见了踪迹。而叶凡将项链拿在手里感受了一下，脸色瞬间凝重起来。4品元气丹。叶凡眼灼灼地朝项链上看去，此时在项链下面的一个黑色吊坠中间散发的正是一枚4品元气丹的气味，这不正是辅助自己突破的绝佳丹药吗？刚才那个极品美女说是自己未来的老婆，是专门来给自己送丹药的，还顺带送个美女老婆。虽然叶凡心中有百般疑惑，
但叶凡知道现在不是调查这些疑惑的时候。没有任何迟疑，叶凡开车飞速朝家里赶去。目前当务之急就是尽快将功力恢复，这样不管是解救小师妹，还是对付当年那些仇家，叶凡才有底气。在叶凡车辆离开之后，长裙少女从人群之后闪身出来，灼灼地看着叶凡离开的方向，嘴里喃喃自语道：“夫君，你可不要让我儿失望啊！”在少女身边，另外一个牛仔裤美女开口道：“小姐，我们真的要将所有的宝压在她身上吗？她真的有那么厉害？”少女点点头：“当然，你不要忘了，她是北洛师门500年以来第一个将御龙诀修炼到7层之上，还妖孽天才。一旦她彻底突破御龙诀第9层，那一定就是站在这个世界巅峰的男人。到那个时候，所有人都有跪她脚下颤抖的份。”牛仔裤美女撇撇嘴：“但愿吧。小姐，你将仅有的一颗元气丹送给了他，回去福伯又要说你了。”白裙少女却不以为然：“我自己选中的夫君，一定是我家族复兴的希望。不如我们打个赌，如果我赢了，你就跟我一起嫁给他如何？”哎呀，小姐，你又在逗我。君临天下，这是叶凡和苏一雪别墅所在的小区。叶凡回到家之后，火速将院落的大门、客厅大门全部反锁，然后进入2楼卧室，端坐在地上，一拳项链下面的吊坠击碎。在吊坠里面，一颗乳白色的丹药出现在叶凡手里。丹药只有指头大小，但吊坠碎裂的瞬间，一股浓烈香味在房间里肆意。只是嗅了一下，叶凡就感觉神清气爽，上面激荡的能量和古朴气息更是让叶凡激动不已。4品丹药啊，在整个武道界都是稀有物件，可遇而不可求的。普通的武道修炼者有这么一颗丹药，就足够突破到宗师级别以上，而宗师之后晋升武尊，乃至武尊晋升到武圣，都是有莫大的帮助的。今天那个神秘的漂亮小妞，算是帮了自己一个天大的忙。没有任何迟疑，叶凡直接将丹药吞服。丹药入口即化，化作一道暖流进入叶凡的身体，瞬间一道磅礴的力量在叶凡全身经脉中肆意激荡开来，感觉要将身体撑爆一般。叶凡不敢有任何大意，飞速运转御龙诀，开始吸收丹药带给自己的庞大能量，不断聚集能量，不断攀升，一道道流光在叶凡体外不断流转，从最开始慢慢的，然后加速，再加速，最后越来越快。叶凡整个身体都被卷入到一团圣光之中。此时，以叶凡所在的房间为中心，周围的天地都开始黯然失色。本来是大晴天，瞬间开始狂风大作，上空开始风起云涌，形成一道磅礴的巨大漩涡，看起来仿佛是末日到来临一般。强大的压迫力让周围方圆3公里范围内的生灵都不敢肆意动弹。与此同时，云城镇五司总部监控室里，警报声开始刺耳的响起。部长，不好了！云城突然出现巨大能量波动，在监控屏幕上，一道惊天的能量波动图案剧烈波动着。云城镇五司部长莫中震惊地上前查看，眼神中浮现一抹凝重。按照能量波动，这至少是宗师级别以上的高手在突破啊！云城什么时候有这么强大的高手了？看方向在云城西郊，我们过去看看，看来不来得及。云城出现了这么强大的高手，我们必须要慎重，最好能教好，不然若是变了敌人的话，可就麻烦了。修炼一道，突破化境是很多人终身无法突破的障碍，成功者千里挑一，而化境之后到掌控，想要突破宗师，那又是一道鸿沟。放眼整个大夏，突破宗师级别的高手绝对都是有头有脸的，说得出名号的大人物，得罪一个宗师高手绝对不是一个明智的事情。叶凡的别墅里，随着叶凡身上的流转运转速度越来越快，叶凡感觉丹田深处某个沉寂许久的东西终于出现了一道道裂痕。咔嚓咔嚓，当叶凡将御龙诀运行到了第10个周天之后，叶凡感觉到自己丹田里像是有个蛋壳破碎了一般，一股奥妙古朴的强大力量在叶凡体内苏醒，似乎是一头凶猛的猛兽，又似乎一道来自地狱的狂魔。哦！一声龙吟从叶凡身体里传出，叶凡周身的那些金光在瞬间化作了一条9爪金龙，围绕着叶凡盘旋了3圈，最后悠然没入到了叶凡体内。而别墅周围刚才还狂风大作，天地异象，那激荡的气息瞬间朝房间里聚拢，随着金龙消失，瞬间再次恢复到了正常。阳光普照，风和日丽，仿佛什么都没发生。房间里，叶凡感觉全身充满了无穷的力量，武道气境的力量比之前强大了数十倍，感知力比之前强大了数十倍。此时，叶凡几乎能清晰感知到500米之外地下一只蚂蚁的动静。御龙诀第9重突破了。叶凡的实力在受伤之前就是宗师巅峰，但此时叶凡非常清楚自己的实力早就超越了宗师好几个层次，武尊巅峰之上是肯定的，是否已经突破了武圣，叶凡目前还不清楚。但叶凡敢肯定的是，若是此时当年那些覆灭师门和叶家的那些仇人再站在叶凡面前，叶凡一个人就可以将他们彻底屠了。
恭喜少主，突破了御龙诀第9层。叶凡刚刚站起来，韩卓闪身出现在房间里。根据掌门安排，少主突破御龙诀第9重的之后，便由少主来决定什么时候启动天杀计划，展开全面复仇。说话的同时，韩卓将一块令牌恭敬地递给叶凡。这块令牌是北洛师门最高权力的象征，令牌交到叶凡手里，叶凡知道师父也就正式将北洛师门交给了自己。当年师门遭到袭击之后，师父便下令让北洛师门旗下所有附庸力量全部隐藏，等待时机。天杀计划立即启动，那些当年灭我师门的人该付出代价了。叶凡脸上闪过一抹阴沉。另外，韩卓马上去调查一下叶家现在的情况如何。自己既然已经彻底恢复了实力，还超越了之前宗师巅峰的实力，那么也是该考虑回归叶家了。作为叶家3代单传，叶凡不能让叶家就此没落。大夏第一家族必须继续辉煌。是。韩卓闪身退下，迅速开始向北洛师门在全球隐藏的力量下达指令。一瞬间，全球都开始沸腾起来。欧罗巴、罗斯尔德家族家主弗兰克看到手机上收到的指令，激动的老泪纵横。少主终于觉醒了吗？太好了 ！FUCK， 那些混蛋，干他丫的！西非战场上，一头黑熊一样的男人，实际上是国际上让人闻风丧胆的旋风杀神。同样因为一条指令而抬头看向东方，帝君果然还活着，老子又有了此生追随的目标。漂亮国某处庄园里，一个漂亮的女人刚将一个富豪的脖子拧断，看到手机上的指令，脸上的肌肉抽动了2下。该死的混蛋，赚了老娘多少眼泪，这次等老娘回来，看我不将你按在床上，让你好好补偿回来。话说，老娘已经很长时间不知道男人的滋味了，没良心的，你给我等着。说话的同时，美女还邪魅地舔了舔性感的嘴唇。大夏不列颠东瀛。随着叶凡一条指令下达，全球都开始沸腾起来。天杀计划启动。所有人都知道北洛师门没有覆灭，北洛师门当年那第一妖孽天才没有陨落，而是再次崛起。这次轮到那些仇人开始颤抖了吧。云城，叶凡将卧室房间收拾了一下，开车朝着自己朝思暮想叶家大院而去。当时自己在师门修炼的时候，爷爷和太爷爷还经常偷偷去山上看叶凡。现在一晃3年了，也不知道那2位老人又如何了。在云城蛰伏3年，叶凡曾经无数次从叶家大院门口经过，但因为功力尽失，还有师父的叮嘱，怕仇家发现蛛丝马迹，叶凡硬是一次都没踏入过。而现在，叶凡实力终于彻底恢复，并且超越了巅峰，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回去了。不过，为了计划顺利执行，叶凡暂时还不打算在爷爷面前暴露实力。叶凡开车抵达叶家大院的时候，发现门口居然停了好几辆豪车，看那牌照，似乎是大夏另外一大家族宣家的车牌。宣家和叶家同为大夏6大豪门，之前和叶家关系一直很友好，但自从3年叶家遭受袭击之后，宣家就和叶家来往越来越少。今天怎么来了？叶凡将车停下，在门口对着看门的保镖道：“劳烦各位让一下，叶家大少爷叶凡回来了。”叶凡以为这些保镖都会一脸激动地迎接自己，但让叶凡没想到的是，那些保镖一脸淡定：“小子，看你有手有脚，干嘛要来行骗？告诉你，这个月已经是第13批想过来假扮少爷的人，滚滚滚，不要比我们动粗。”叶凡瞬间呆住了，居然还有人想要假扮自己。叶凡一想，瞬间明白了，自己从1周岁就离开家族外出修炼，20多年没有回来了。中间爷爷和太爷爷虽然去看过自己，但那都是绝对保密的存在，家里的那些保镖自然不认识叶凡。而叶家现在有些没落，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依旧是大夏的庞然大物，若是能进入叶家，至少衣食无忧是没问题的。我真是叶家大少爷。叶凡想要开口证明自己的身份，却突然发现自己不知道该如何开口。不信让我爷爷过来，我们做 DNA 比对。你以为叶家闲得蛋疼，陪你胡闹？滚！再不滚，我们真就动手了。说话的同时，门口几个保镖都开始将身上的钢棍掏出来，似乎真的打算对叶凡动手。叶凡无奈长叹一口气，自己想回家都这么苦难吗？叶凡正在思考是否要硬闯进去，从房间里一个头发发白的老头突然现身：“住手！他真的是少爷，快让他进来。”“少爷，您终于回来了，老爷和老太爷可想死你，快进来，今天正在讨论你的大事了。”钟伯，那些保镖一脸恭敬地对老头鞠了一躬，任由老头带着叶凡进入叶家大院。一路朝大厅走去的时候，经过钟伯一番介绍，叶凡也知道了，眼前这个钟伯是叶家的管家，名叫王忠，跟随爷爷多年。其实3年前叶凡入赘苏家的时候，叶家就已经知道了叶凡的身份，只是怕叶凡师傅这边有另外的安排，所以也就没来打扰叶凡，但对于叶凡这几年的行为却了解得一清二楚。“少爷，
您这几年的行为，老爷都知道。老爷若是脾气不好，您就多担待啊。麻蛋，堂堂叶家弟子，居然整天泡在会所里，叶家老爷的脸都快丢光了，能不发火吗？叶凡有些讪讪，跟着钟伯还没靠近大厅，就听到大厅里传来一阵争吵声。叶老爷子，不是我宣家不讲道理，当年我们两家的确有婚约不假，但到现在为止，叶家那孙子死活都清楚，让我们家雨飞就这样干耗着吗？万一你那孙子已经死了，我们雨飞难道还要守寡不成？不行，今天这婚必须要退。开口的是宣雨飞的二叔宣正国，也是宣家现任家主。多年之前，叶家和宣家关系好的跟穿一条裤子的时候，宣家老太爷和叶家老太爷便给自己的重孙和重孙女定了一门婚约。而现在叶家遭到袭击，叶凡所在的师门也遭受袭击，叶凡生死不明，宣家就上门来准备退婚。放屁，谁说我孙子死了？他妈的，只是叶家老爷子叶长风想到自己那孙子最近几年的动作，也恨得牙齿痒痒的。3年前的确是受伤了，但天天混在会所里，老子是女人，不愿意嫁给这样的混蛋啊。不过在现在这个时候，叶家老爷子自然不能输了气势。宣家退婚，若是叶长风就这样答应了，那叶家的脸往哪里放？再说现在叶家正被其他几大势力联合围剿，若是宣家再次脱离，叶家面对的压力就要更大，不知道叶家还能扛多久。叶老爷子，叶家当年被偷袭的情况我们都知道，这3年了，我们宣家也没有落井下石，明里暗里帮了叶家多少，您心中也都有数。今天就算我求您如何？雨飞不能这么担得下去了，若是您孙子还活着，就让您孙子来让大家见见。宣正国作为宣家的家主，自然不是省油的灯，从道理、情义上多方面分析，让叶长风无从反驳。叶长风长叹一口气，宣家这些年的帮衬，他自然知道，若不是宣家暗中支援帮衬，说不定现在叶家的情况要更糟。叶长风刚想继续开口，叶凡突然大步进入大厅，朝宣正国等人看了一眼道：我叶家第4代嫡孙叶凡回来了，你们不是要退婚吗？我同意，但叶凡话语顿了顿，不过这婚不是你们来退，而是我叶凡休了他。叶凡说话的时候，手指朝宣雨飞一指，唰，现场所有目光瞬间朝叶凡看过去，大厅里一片寂静。霸气威武，果然有老子当年的风范。这是叶家老爷子叶长风脑袋里浮现的第一感觉，但瞬间又有些担心起来。尼玛，你小子装逼的确是装到了，但后面怎么收场？对面可是宣家啊，是实力和叶家旗鼓相当的家族。你宣雨飞听到叶凡的话，首先是气愤，自己堂堂宣家千金，多少人排队要求着自己嫁给他，而叶家这个不知好歹的混蛋居然要先休了自己，这传出去自己的脸往哪里放？但等宣雨飞看清楚叶凡的脸之后，更加愤怒。这不是云城最近有名的会所常客叶凡吗？每次去会所都要找10来个姑娘，据说那些姑娘出来好多路都走不稳了。这个叶凡有那么厉害吗？雨飞，你认识他？宣正国毕竟是家主，虽然心里也很愤怒，但还能控制自己的情绪，转身疑惑地朝宣雨飞道：哼，云城谁不认识他？这3年叶大少不是在会所，就是在去会所的路上，都快要把云城的会所当家了。这样的人，我宣雨飞死也不会嫁。宣雨飞说的无比气愤，仿佛叶凡将他怎么样了一样。叶凡摸了摸鼻子，自己明明就是在拯救万千少女，这是对人类有利的好事，怎么宣雨飞就如此反感？你真的不嫁，以后千万别后悔哦！告诉你，哥将是你高攀不起的男人。叶凡灼灼地看着宣雨飞，似笑非笑的道。现在叶凡已经突破了玉龙绝地9重，已经是站在世界巅峰的男人，说这话真没吹牛逼。宣雨飞一阵无语，还没开口，在旁边另外一个青年忙不迭地开口道：后悔鸡毛！你以为你是谁啊？天天泡会所的垃圾，你根本就配不上雨飞。啪！那个青年还在叨叨，叶凡二话没说，上前就是一耳光，狠狠抽在他脸上。麻蛋，老子跟你说话了吗？再逼逼，老子剁碎了你喂狗信不信？叶凡丝毫没有惯着那青年，刚看那青年的眼神就不对劲。大家说话的时候，那青年眼睛就一直在宣雨飞身上搜刮着，恨不得将宣雨飞的衣服拨开一般。麻蛋，那是老子的未婚妻，就算老子不要，岂是你能随便看的？老子是林家的人，你居然敢打我！你凭什么？那青年捂着自己浮肿的脸，跳起来呵斥道：凭老子是叶家大少！咋的？你想打我？你敢吗？叶凡将一个嚣张大少的形象展示得淋漓尽致，将自己的脸朝那青年面前伸展过去。哎，有种你打，谁不打谁是孙子！那青年看了看坐在上面阴沉着脸，但实际内心笑开了花的叶家老爷子，嘴里嘀咕了几句，哪里敢动手？这里是叶家，
叶家老爷子又以护短著称，若是自己真的动手了，哪怕自己是林家的大少，怕也很难完好的从这里走出去。行了，林少，你不要说话。宣正国开口拦住了林少，转身朝叶长风道：叶老爷子，这个叶凡我也有所耳闻，会所的问题就先不说，但他已经是苏家的赘婿，都结婚了，还想娶雨妃，这不合适吧？有什么不可？武道高手，谁还在乎这些破规矩？你家老太爷不也是如此？叶老爷子对叶凡的情况比任何人都要清楚，虽然叶凡入赘苏家极有可能是叶凡师门这边的安排，但在外人面前，大家总归是会有想法的，更何况还是宣家这样的豪门。不过宣家老爷子也的确和叶长风说的一样，并不只有一个老婆，这让宣正国也不好回话，只好再转移话题。叶老爷子就算如此，但眼前这个叶凡真的是叶家的子弟吗？怎么证明？宣正国这一句话让林少再次忍不住了。对啊，叶老爷子，您怎么敢肯定眼前的这个家伙就真的是叶家的子弟？说不定什么阿猫阿狗都来假扮叶家子弟，您岂不是要被欺骗了？叶长风不由翻了个白眼，叶凡是不是叶家子弟，他还不清楚吗？这20多年，老爷子和太爷都会悄悄去师门看叶凡，这不过3年没见罢了，难道他们还会认错人吗？而且叶凡师傅安排这个事的时候，也大概通知叶家老爷子配合，叶凡的身份怎么可能弄错？不然凭叶老爷子的脾气，还能让叶凡在这里说那么多话？麻蛋，你听不懂人话，让你不要避避，不要避避。叶凡听到林少开口就来气，上前一脚将他踹翻在地上，一脚接一脚的朝林少的裤裆里踹去。扑哧扑哧，是蛋碎的声音，林少终于疼得晕死了过去。旁边薛雨菲看不下去了，伸手拦住叶凡：叶凡，你不要太过分，告诉你，就算你今天说破大天来，我都不会嫁给你的，你死了这条心吧。我也没说要娶你啊，强扭的瓜虽然解渴，但我更喜欢甜的。叶凡邪魅的看了薛雨菲一眼，不得不说，薛雨菲凹凸有致的身材的确是极品，和之前那个给自己送丹药的小妞有的一拼。希望你不要后悔，婚书拿来。叶凡左右看了一眼，看到旁边桌子上的婚书，一把拿过来，拿笔刷刷在上面写了一个大大的休，随即签上自己的名字，将婚书丢给了宣雨菲，拿好，以后我们再无瓜葛了。看着婚书上叶凡签的名字，薛雨菲瞬间有些发懵。在薛雨菲的想象中，现在叶家的情况，叶凡不应该是死缠着自己，求自己嫁给他吗？怎么叶凡就这么轻易的就同意了？而且关键是叶凡看自己那眼神，似乎还有几分不屑，看不上自己。本小姐哪里差了，还入不了他的法眼。特别是看到那个休字，伤害性不大，但侮辱性极强，薛雨菲感觉自己像是没人要的玩具一样。怎么还不走？再不走，咱俩要不直接去洞房？叶凡看着发呆的薛雨菲，邪魅的上下打量着薛雨菲，让薛雨菲浑身有些不自在。无耻！说罢，薛雨菲对着叶长风微微弯腰鞠躬道：叶爷爷，对不起，我先走了。目的达到，宣正国也告辞离开。几人离开叶家大院，在上车的时候，薛雨菲突然顿住脚步，对宣正国道：二叔，我们这么做真的对吗？我总感觉今天的情况和我想象的有些不一样。那个叶凡我有点看不透。宣正国并不是傻子，从叶凡刚才对林少动手的情景，他也看出了一些端倪。你是说叶凡在藏拙？当年那件事对叶凡并没造成什么影响？薛雨菲摇摇头，我也说不清楚，但刚才叶凡签字的那一瞬间，我感觉像是有什么东西渐行渐远了一样。别多想了，就算叶凡回来，当年的事情对他没什么影响，但叶家现在面对的困境也很难度过这一劫啊。宗师巅峰级别的高手上门追杀，叶家老太爷重伤未愈，叶家后代人丁凋零，谁能挡得住？希望他们能扛过去吧。宣正国看了一眼身后的叶家宅院，随即踏步上车，迅速离去。叶家宅院所有人都离开之后，老爷子叶长风左右看了一眼，连忙一把拉住叶凡，飞快朝后院里走去。你这个龟孙叶，你这个时候回来干什么？你不知道昨天一个宗师高手已经盯上了叶家，说2天之内要来灭我们叶家满门。你现在回来不是送死吗？叶长风没好气地对叶凡抱怨道。去见你太爷，然后我马上安排飞机送你们出国，不然我们叶家真的绝后了。出国？为什么要出国？叶家不是还有太爷吗？太爷也是宗师级别的高手，还怕他们来挑衅？叶家之所以能成为大夏6大豪门之一，正是因为叶家太爷。叶家太爷不到30岁就踏入宗师级别，亲手创立了天龙军，以80万大军镇守大夏西南50年。自从天龙9军镇守开始，西南边境再无任何战事。唉，别提了，1个月前你太爷被一个神秘高手打了重伤，现在实力都还没有恢复，而你姐姐在边境镇守，根本无法抽身回来。叶家现在情况非常紧急啊！听着叶长风的叙述，叶凡眉头紧锁。
当年那些袭击叶家的人再次动手了吗？连宗师级别的太爷爷都被打成了重伤，看来对方来头不小啊。对了，你师父安排你在苏家3年，怎么现在突然让你回来了？是你的实力恢复了吗？爷爷叶长风一脸期待地看着叶凡。对于自己这个孙子，叶长风还是很自信的。当年不到20岁就踏入到了宗师，若不是3年前那场大战，叶凡被人破坏了根骨，只怕叶凡现在都是5尊级别的强者了吧？没有，叶凡回应了一句：“先去看太爷爷吧。”唉，这都是命。那些该死王八蛋都巴不得我叶家倒台，但他们又哪里知道我叶家倒台了，他们又怎么会好过？叶凡和爷爷一起朝后院走去的时候，突然转头看着爷爷道：“对了，爷爷，你知道是什么人要对付我们叶家吗？”叶长风摇摇头，具体的我们调查了这么多年也没什么证据，但有一点老夫敢肯定，这是肯定和林家脱不了干系。林家也是大夏6大豪门之一，他们也掌握着大夏另外一支猛虎军，镇守东南，只是威望和影响力比叶家要弱不少罢了。不过这么多年来，林家从来都没放弃过和叶家争夺第一家族的位置。不需要证据，只要知道和林家有关就行，大不了直接灭了就是。叶凡眼神中闪过一抹狠厉，北洛师门的力量有多恐怖，其他人不清楚，但叶凡是知道的。当年若不是那些神秘高手突然袭击，根本不可能有任何人撼动得了北洛师门。叶长风一愣，自己这个大孙子似乎和之前不一样了。之前就很嚣张，入赘苏家3年，似乎更嚣张了。这是被憋坏了吗？我可怜的孙子。在后院里，叶凡看到太爷爷叶乾坤的样子，本能的想要出手的，但想到自己现在的实力还不好暴露，只好硬生生忍住了没有出手。太爷爷放心，我一定会找医生帮您治好。自己不好出手，那只能找个牛逼的医生，让他代替自己出手好了。叮咚，叶凡的手机突然收到了韩卓发来的消息：少主，查到了，最近有个叫天魁的宗师高手，说屠了叶家满门。那家伙没有宗门，经常在云城黑市出现。看着手机上的信息，叶凡嘴角一翘。天魁妖，敢对我叶家动手，那就从你开刀吧，顺便也看看本少的实力有多强大。旁边叶长风看到叶凡的样子，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直跳。叶凡，你什么意思？你不打算走吗？走。为什么要走？爷爷放心吧，不过就一个宗师高手，我可以轻松斩杀的。叶凡一时口快，将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说了出来。现在叶凡突破了御龙诀第9层，实力凌驾在5尊之上，叶凡一时间还想不出来有谁是自己的对手。或许4大圣地的那些大佬可与自己一战。别胡闹了，爸，叶凡不懂事，您就别倔了啊。叶长风还想劝，但叶乾坤却直接打断了叶长风。当逃兵算什么本事？不就是死吗？大不忍死掉朝天。你看看叶凡，这才是我叶家儿郎。别看老子现在受伤了，只要他们敢来，哪怕是宗师高手，老子照样撕他一块肉下来。叶乾坤虽然是躺在床上，但说话间露出的霸气让叶凡都不由受到了感染。这才是叶家儿郎燃烧的血脉。叶长风见劝不动一老一小，只能无奈长叹一口气。哎，我已经朝上京那边请求了支援，还有天龙军那边，您的几个旧部听到消息后也都在朝云城这边赶，希望能扛过去吧。那个，爷爷、太爷，你们先休息，我去处理点事情，晚点来看你们。既然知道了是天魁想对叶家动手，那最好的办法就是在他动手之前将天魁先干掉。离开叶家宅院，叶凡便按照韩卓给的地址朝云城黑市赶去。林家大院里，林东裤裆里缠着纱布，双腿岔开，斜靠在椅子上，而林家高层几乎全部都在，脸色都有些凝重。林东，你的意思是说叶家那个孽种没死，还回来了？开口的是林家的家主林华，也是天南省总督，位高权重。是啊，二叔，我亲眼所见，而且那个叶凡我们都熟悉，他是苏家的赘婿，在云城都生活了3年，我们居然都不知道。林华阴沉着脸，他这是跟我们玩灯下黑。3年了，没想到叶家那孽种没死，还在我们眼皮底下生活了3年，但我一点搞不明白，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突然回来。是啊，现在叶家明明都要覆灭了，叶凡这个时候回来不是送死吗？林家一群人纷纷开口，七嘴八舌发表着自己心中的想法。既然他敢回来，肯定是有什么底牌的。要知道北洛师门当年可是武道界第一宗派，叶凡作为北洛师门的第一妖孽天才，我们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听着大家的分析，林华点点头，大家说的都没错。不过我们现阶段第一要务就是让林东和轩家那丫头尽快结婚，有了轩家的支持，我们林家才能更进一步。可是二叔，我的蛋都被叶凡那王八蛋废了，结婚了我看着那么漂亮的轩雨飞也不能做什么啊。林东在旁边双眼都快要喷火了，那个可恶的叶凡居然敢将自己废了。林华淡淡看了一眼林东，
这都是小事，大不了过几天让医生给你接一个泰迪的牙签上去，一样能用。云城黑市位于云城东郊，在一处废弃的工厂地下室里。因为背后有宗门支持，所以就算是官方也不敢轻易动这里。这里是24小时营业的，所以哪怕是下午3点，黑市外面的停车场里也停满各种豪车。既然不打算这么快暴露实力，叶凡就没打算用自己的真实面目。将车停好之后，叶凡对着镜子将自己脸随便捏了一下，于是另外一张帅气而陌生的脸出现在眼前。易容术，这是叶凡师门中经典的一门术法。我这该死的容颜怎么捏都是一个字，帅。叶君天。在登记的地方，叶凡随便报了一个名字。至于宝物验证，叶凡身上的那些丹药随便拿一颗都足够进入的资格了。毕竟这些年为了叶凡尽快恢复，师门将所有的修炼资源基本都砸在了叶凡身上。虽然4品的丹药不容易弄到，但叶凡身上还是有好几颗的。这些丹药对武尊级别以下的武道高手还是有着莫大的吸引力的。地下室的黑市场地很空旷，大概有一个最大的足球场那么巨大，被划分成了不少的摊位和走廊。进入黑市的人可以自己摆摊，也可以自由交易，只是灯光有些昏暗，看起来充满了神秘。叶凡大概扫了一眼，里面密密麻麻的人不在少数，至少有上千人。在这么昏暗的灯光下想要找天魁，就算叶凡有魔瞳辅助，但难度依旧太大。按照韩卓给的信息，这个天魁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贪婪。在这个黑市里，天魁做的最多的事就是杀人越货，悄悄将一些有宝贝的人骗出去，然后杀掉抢夺宝贝。虽然这坏了道义上的规矩，可天魁很聪明，从来不在黑市里面闹事。黑市背后的宗门拿天魁也没有办法。各位看过来啊，我这里有上好的丹药，可以辅助修炼，也可以帮大家突破疗伤，最高3品的丹药，只换不卖啊。各位有好宝贝的可以过来跟我换啊。叶凡将几颗丹药拿出来，故意在众人面前显摆着。按照江湖上的经验，在外面特别是在这样的黑市里，最好是财不外露的，但叶凡却故意要这么做，就是想要引蛇出洞，将那个天魁引出来。3品丹药，这可是好东西啊，在市面上至少要买1000万一颗了吧？还真是，这香味真浓郁。兄弟，我可提醒你啊，你不该一下将这么多好东西拿出来的。在黑市里面还好，等会出了这个黑市，若是你东西没卖掉的话，那你就麻烦了。周围不断围过来的人，有感叹惊讶的，也有好心劝叶凡的，但叶凡只是微微一笑。抢！现在老子的实力，还有谁敢来抢本手？若是他们敢来抢本手，我一定将他们连皮都扒了。好几个人想过来用功法武技以及一些药材跟叶凡交换，但他们根本不是叶凡要找的人，叶凡自然不会鸟他们。叶凡一路走一路吆喝，在转了小半圈之后，一个穿着唐装的老头微笑着朝叶凡走来。看到叶凡手里的丹药，老头丝毫没有掩盖自己眼神中的贪婪。他来了。韩卓给的资料很齐全，上面有天魁的照片，正是眼前这个老头。兄弟，你这些丹药是都打算换吗？天魁上前2步，仔细看了2眼叶凡手里的丹药，的确是3品丹药。最近天魁感觉自己修炼遇到了瓶颈，卡在宗师级别好多年了，但实力却一直无法突破。若是一下有这些3品丹药辅助，说不定自己的实力可以一举突破武尊也都可能。对啊，老哥，你有什么好宝贝吗？若是你有宝贝的话，我这里还有很多丹药的。你看，说话的同时，叶凡从身上再次掏出好几个盒子，里面大大小小的全部都是丹药。这一下，叶凡手里都已经摆放了10几个丹药盒子，这么多丹药，看得天魁眼睛都直了。今天遇到了冤大头啊！周围还有好几个老哥一脸惋惜地看着叶凡，想要开口提醒叶凡，但天魁眼神犀利地看了一眼周围那些人，警告的神色不言而喻。今天这货是老子的，你们谁敢跟我抢，老子跟你们拼命！太好了，我家里真还藏有非常多的宝贝，有武技功法，还有其他的一些藏宝图，以及一些珍贵药材。要不兄弟跟我出去，到家里去看看。天魁一脸期待地看着叶凡，生怕叶凡不答应。去了我家里，兄弟看上什么宝贝，随便挑，哥哥绝对大方。天魁说话的同时，眼神灼热地上前，亲昵的一把将叶凡的肩膀搂住。不知道的还以为叶凡和天魁是多年没见面的兄弟。叶凡心中冷笑一声，这个天魁演技都可以去拿奥斯卡影帝，估计也是这样杀人越货的事情干的次数太多了，流程都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真的吗？那我们现在就走。叶凡装作一脸惊喜的样子道，不过哥哥你不能骗我啊，告诉你，我也是武道高手，实力不弱的，你若骗了我，我不会客气的。叶凡故意将自己的气息控制在掌控阶段左右，这样的实力在俗世界里的确不算低了，但对于宗师级别的天魁来说却不值一提，完全可以控制。当然，快走吧，咱们快点交易，晚上我还有其他的事要办。
天魁有些着急，答应了那个大人物的事，大人物都催促了好几次了，今晚必须要对叶家动手了。叶凡自然也能猜到，天魁说的办事就是对叶家动手。哼，想对叶家动手，那本少就先送你上路。随着叶凡和天魁两人一起朝出口方向走去，后面的人群开始惋惜的感叹：唉，可惜啊，多好的一个小伙，又要吃亏了。那老混蛋这个月已经搞了7、8起了吧，也没人敢管，谁让他是宗师级别的高手了，真是丢武道高手的脸。叶凡跟着天魁从黑市里出来，在天魁的热情邀请下，叶凡没有开自己的车，而是跟着天魁上了他的车，一路离开云城黑市，飞速离开。但天魁开车的方向却并不是朝市区里，而是朝着云城之外的方向开去。天魁开得很快，不到10分钟，已经走了10几公里。天魁最后将车停在一处山林旁边，山林一侧是荒地，而另外一侧则是万丈悬崖。大哥，这就到了，这不太像家的样子啊。叶凡跟着下车，其实早就知道了天魁的想法，但却故意询问道：家？呵呵，年轻人，这是给你选的目的，怎么样？这里风水不错吧？有山有水，乖乖把东西交出来，老夫给你一个痛快。天魁一脸淡定地看着叶凡，狐狸尾巴终于露了出来。目的？大哥，你搞错了吧？我们不是来进行交易的吗？你不是说你有很多宝贝要和我交换？我这里这么多丹药，我们完全可以好好合作啊。叶凡嘴角浮现一抹冷笑，完全没有小白般的任何惊慌。只是天魁却没注意到这些，此时他眼里只有叶凡手里的那些丹药。交易？做梦吧！年轻人，你太天真了，我天魁从来都没有和别人交易的习惯，老夫看上的东西一般就用拳头去拿。说话的同时，天魁一步步才朝叶凡走过去。小子，你也别想对我动手，我早就试探了，你不过掌控级别的实力，我一掌都拍死你了。乖乖把东西交出来，有什么遗言说出来，当然你说了，我也不会帮你去做。坏，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但我想试试。叶凡一脸收起脸上的笑容，一脸阴沉地盯着天魁。是你妹啊，浪费时间。天魁已经走到距离叶凡不到2米的位置，对于叶凡做法有些不耐烦，伸手一巴掌朝着叶凡的肩膀上拍去，打算先将叶凡打晕，将他身上的宝贝搜刮干净之后，然后扔到悬崖下面喂鹰。之前天魁都是这么干的。轰隆，强大的气劲从天魁手掌上涌动，带着凛冽的杀气轰击在叶凡的肩膀上。不得不说，宗师级别的实力还是很恐怖的。强大的气场朝着四周剧烈激荡波动，将周围的树木都切割了一大片倒下。但一掌之后，天魁预料中的情景却没有出现。叶凡站在原地，身体动都没动一下，连呼吸都没变。你没吃饭药，就这么一点力气？叶凡似笑非笑地盯着天魁，眼神中满是嘲讽。卧槽！天魁眼神中满是疑惑，这怎么回事？自己刚才你一掌是假的吗？怎么拍出去，这个家伙一点反应都没有？去死！天魁不信邪地再次挥动拳头，一拳朝着叶凡的胸口砸去。轰隆，轰隆！这一次，天魁动用全部的实力，将空气都撕裂，发出一阵哀鸣。宗师高手全力一拳，足够将一栋楼房毁灭。眼前这个小子看起来最多20出头，实力再强，应该不可能达到宗师级别吧？老子就不信一拳还砸不死他。但事实就是，天魁一拳砸出去之后，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拳头在叶凡胸前3寸的地方停下，在叶凡身体周围出现了一道目光可见的气劲，像一堵墙一样将自己的拳头死死阻挡住，任凭天魁如何全力催动功力，却丝毫不能前进分毫。罡气，你居然练出了罡气，这不可能！此时的天魁终于发现了不对劲，眼前的叶凡哪是什么掌控境界？据说只有5尊巅峰，甚至5圣级别的实力才能形成这样强悍的护体罡气啊！但叶凡明明才20出头的年纪，怎么可能有如此强悍的实力？哼，不可能，只是你没见过罢了。叶凡淡淡的看了天魁一眼，现在该轮到本少动手了。唰，没有任何迟疑，叶凡一巴掌朝天魁脑袋上拍去。噗嗤，叶凡的力道控制得很好，轰击在天魁的脑袋上，没有让天魁的脑袋开花，但力道却顺着天魁的身体贯穿下去，就像打桩机一样，将天魁硬生生拍的半截陷入到了泥土之中。咔嚓，咔嚓，叶凡再度出手，2拳将天魁的丹田废掉，手臂砸断，大腿砸断，天魁瘫软在地上，一脸恐惧地看着叶凡。大佬饶命，我错了，我有眼不识泰山，求您饶我一条狗命。天魁说话的声音都在颤抖。从刚才叶凡的动作中，天魁看出来了，叶凡的实力高出自己绝对不止一个层次，完全碾压自己。可笑的是，自己还在叶凡面前上蹿下跳，无限装逼，这不是自己找不痛快吗？叶凡没有理会天魁，
而是从旁边找到一块石头，随即在天魁身边蹲下，冷冷地看着天魁道：“我问你几个问题，回答的我满意，我给你一个痛快；若是不满意，错一个，我敲掉你一颗牙齿。”啊，大佬，为什么啊？我可以给你钱的，也可以给你很多宝贝，就算我想抢你的东西，你也可以不杀我啊！闭嘴！是老子问你，还是你问我？咔嚓，没有任何迟疑，叶凡直接将天魁的门牙敲掉了一颗，疼得天魁龇牙咧嘴，但也看出来了，叶凡是个狠人。说吧，是谁让你来灭叶家的？叶凡今天来找天魁，就是为了解决叶家隐患的，而天魁就是线索。啊，你是叶家请来的帮手？你到底是谁？天魁话说了一半，陡然发现自己好像又错了，不该问的。咔嚓，果然又被叶凡敲掉了一颗牙齿。是你自己主动说，还是我继续敲牙齿？若是敲掉牙齿你还不说，我可以考虑牙签插进你手指，或者老虎凳、点天灯，至少有100种方法可以让你生不如死。听着叶凡的话，天魁知道叶凡是真的说到做到。我说，是省城的一位大佬，他让我动手的，但我们都是电话联系，我也没见过他本人。不过我大概听说，好像他也是受林家委托。哼，林家，又是林家吗？现在叶凡都有所怀疑，当年袭击围攻叶家的时候，林家是不是也直接参与了？叶凡又问了其他几个问题，但天魁并没有给出什么有用的信息。大佬，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我把我所有的财富和宝贝都给你，求你饶我一命好不好？天魁在地上蠕动着身体，一脸卑微地求着叶凡。叶凡嘴角动了动，先把你的钱转给我吧，我看看够不够买你一条命。叶凡将卡号报给天魁，然后将天魁的手机拿出来，人脸识别转账。结果叶凡发现这家伙居然有好几10亿的现金。除此之外，天魁还在密码箱里存有钻石、功法，但要天魁乖乖地将所有的宝贝都给了叶凡，密码箱密码，还有自己别墅大门的钥匙、密码都告诉了叶凡之后，一脸期待地看着叶凡。大佬，现在够了吗？可以，上路了。叶凡冷冷一笑，一脚朝着天魁的脖子上踩去。咔嚓，天魁脖子断裂，当场毙命，去见了阎王。这样的人渣，叶凡怎么可能会留着？不过天魁别墅里居然还藏有那么多宝贝，看来必须要抽空过去拿回来。简单收拾了一下现场，叶凡开着天魁的车迅速回城。眼看已经到了下班的时间，晚上叶凡还要陪老婆去参加宴会，叶凡要尽快回去接老婆。在黑市停车场，之前在黑市见过叶凡的几个老哥看到叶凡居然从天魁的车上下来，全都像见鬼了一样看着叶凡。小兄弟，还活着天魁他人了？叶凡一脸淡定的道，那个老混蛋想抢我丹药，被我一拳打死了。打死了？周围几个人看叶凡的眼神瞬间变了，面面相觑，完全一副不可思议的模样。天魁的是什么实力？他们太清楚了，宗师级别的强者居然被这个兄弟一拳打死了。那眼前这个兄弟看起来没有任何受伤的样子，那岂不是说明他的实力远在天魁之上？兄弟，我叫张涛，请问兄弟叫什么名字？几个男人迅速围了过来，看叶凡的眼神充满炙热。叶凡这次出手也算是为民除害了，关键是这样一条金大腿，若是能抱住，那将来岂不是多了一个靠山？叶君天。叶凡冷冷地回应了一句，然后上了另外一辆车，拨通了王富贵的电话，在黑市停车场这边有一辆车，你过来开走，然后处理一下。挂断电话，叶凡开车朝苏氏集团赶去。而此时在苏氏集团楼下，一个戴着金丝眼镜的青年正抱着一束花，满脸春风地站在门口，似乎在等什么人。这家伙不是别人，正是从省城来的云飞扬，也是苏一雪的大学同学，追求了苏一雪4、5年了，连苏一雪结婚了都还在不断骚扰。看到苏一雪从办公楼里出来，云飞扬连忙上前，微笑地将花递到苏一雪面前道：一雪，你终于下班了，我都在这里等了你好半天了，送给你的，你喜欢吗？苏一雪眉头一皱，云飞扬，你来干什么？我跟你说过很多回了，不要给我送这些东西，我已经结婚了，有老公了，我对你没兴趣。其实苏一雪每次拒绝云飞扬都很干脆直接，但不知道为什么云飞扬就跟牛皮糖一样，死活缠着苏一雪，就是不放手。呵呵，我知道啊，不就是那个窝囊的赘婿吗？我可听说过，他跟你结婚之后天天游手好闲，不上班，还天天去会所乱混，你就跟这样的垃圾在一起。一雪，你太糟践自己了。云飞扬一脸心疼地看着苏一雪，继续道：跟着我有什么不好？我云家乃是雄霸西南的庞大家族，而且我对你是真心的啊，一雪，我自己的老公我自己疼。云飞扬，你再这样说我老公，别怪我不客气了。苏一雪绕过云飞扬，朝远处张望着，等着叶凡前来接自己。云飞扬了拦住苏一雪，眉梢间闪过一抹阴沉。一雪，考虑一下。一雪，你也知道
你们苏氏集团的珠宝行业原材料也是我云家提供的，我们强强联合，苏家肯定能继续发扬光大啊。说话的同时，云飞扬将鲜花硬朝苏一雪手里塞，言语中显然也带有一些威胁了。考虑鸡毛啊！突然一只大手伸了过来，一把将云飞扬手里的鲜花抢过来，狠狠砸在地面上。麻蛋，老子还没死就来挖自己墙角，你找死吗？听到这熟悉的声音，苏一雪一颗揪着的心瞬间松了下来。老公，你来了。苏一雪微笑的上前挽着叶凡的手臂，一脸亲昵的样子。这个家伙都纠缠了我好长时间了，太烦人了。你就是那个垃圾赘婿叶凡，一个吃软饭的小白脸，有什么可嘚瑟的？云飞扬上下打量了叶凡一眼，心里也不得不承认，叶凡真的要比他帅气得多。啪！叶凡丝毫没有惯着云飞扬，扬手一巴掌狠狠抽在云飞扬脸上，一口一个垃圾。你这样礼貌吗？你爹妈不管教你，那爸爸就来教你做人啊！卧槽！哎呦！云飞扬嘴里一连变化了3个语气词，被扇得双眼冒金星，身体在原地转了好几圈才勉强稳住，半边脸瞬间浮肿了起来。你居然敢打我！你知道我是谁吗？云飞扬作为云家大少，从小含着金钥匙出生，长这么大还没有人敢对他说重话，更别说挨打。麻蛋，老子管你是谁，敢抢我老婆，我见一次打一次。叶凡之前就不是低调的主，只是因为师门被袭击，所以蛰伏了3年，现在功力恢复了，回归了家族。背后有北洛师门，有叶家这个大夏第一家族支持，叶凡还低调鸡毛，生死看淡，不服就干。你粗鄙！云飞扬捂着自己浮肿的脸，一脸怨恨地看着叶凡道：就你这样的垃圾，你怎么配得上一雪？天天不上班，看到我那辆进口的宝马没有？100万，你踏马去当保安，一辈子也挣不到吧？还有老子戴的款手表，300万，你看到过吗？武力上，云飞扬不敢对叶凡动手，便想在财力上碾压叶凡。苏一雪在叶凡旁边淡淡一笑，心中不由暗自感叹：这个云飞扬当真是自讨没趣啊！叶凡是什么人？云城4大豪门的李家大少，李涛可是亲自上门讨好叶凡，给苏氏集团可以投资30个亿的存在。虽然苏一雪不太清楚叶凡真正的背景，但苏一雪知道叶凡肯定不是一般人。老公，你若是喜欢豪车，明天我就带你去买好不好？苏一雪将如何宠老公的攻略发挥到了极致，只要是老公需要的都是对的。云飞扬在旁边看的脸色一片铁青，对自己爱理不理，对一个小白脸却如此宠溺，叶凡到底有什么好？轰隆！叶凡还没开口，不远处一辆黑色的悍马突然一个加速，直接朝着云飞扬的宝马车撞去。改装的悍马强度可以和坦克媲美，这么一阵冲击，瞬间将云飞扬的那辆宝马撞得凹陷进去，整个车都变形了。傻逼！现在你这车还能开动？老子把信倒过来写！王富贵一脸嚣张地从车上跳下来，快步朝叶凡走过来。大哥，我早就看这傻逼玩意不顺眼了。干得漂亮！叶凡不由对王富贵比了一个大拇指。啊！老子的车！卧槽！云飞扬看到自己刚买的新车几乎直接报废了，心疼的嚎叫着朝自己的车辆冲过去，伸手在车辆表面抚摸着。你们这群强盗！云飞扬看着叶凡和王富贵的样子，立马明白了，两人是一伙的。老子的车好几百万，今天不给个说法，你们别想离开这里！云飞扬冷冷对着王富贵和叶凡呵斥道，同时对后面一辆黑色的商务车挥了挥手，6个黑色西装保镖飞速下车，朝着叶凡和苏一雪围过来。要么赔钱，要么一雪，今晚你陪我吃一顿晚饭，这车我也可以不用要他们赔。啪！你什么档次？居然想跟嫂子吃饭，想屁吃吧！叶凡还没动手，王富贵先动手了，一巴掌将云飞扬扇飞，还不停地上前对着云飞扬就是一顿猛踹。其他那几个保镖还想对王富贵动手，但王富贵虽然是个胖子，但动作却格外灵活，蒲扇大的拳头，3拳2拳便将那几个保镖撩翻在地。如此一幕，看得叶凡眼神不由金光一闪。胖子，你居然会功夫，之前我怎么不知道啊？王富贵一脸贱笑道：大哥，我也没想到啊，你爷爷和我爷爷居然是多年的老友，大哥居然是叶家那个神秘的大少，早知道我应该更早来舔大哥的。王富贵一脸贱笑的模样，让叶凡有些无奈。滚！晚上我要陪一雪去参加一场宴会，这里你处理一下。好嘞。叶凡带着苏一雪离开的时候，后面还传来王富贵嚣张的声音：你知道我大哥谁吗？大夏第一家族叶家大少，你居然敢招惹我大哥，老子直接废了你！别忘了，这里是云城。车上，苏一雪看着后视镜里王富贵的身影，有些担忧的道：老公，这样真的好吗？云家在西南地区影响力不小，若是这样，他们要来报复怎么办？报复？叶凡现在的力量还怕一个小小的云家报复？先不说北洛师门的力量，就只是一个叶家，虽然现在没落了，但依旧不是云家敢招惹的。
放心，老婆，天塌下来有老公顶着，不会有事的。叶凡淡淡一笑，我们先回去换衣服，然后安心去参加宴会好了。你保护了老公3年，从今天开始，换老公保护你了。叶凡一脸深情地看着眼前的苏一雪，对这个老婆，叶凡是真心喜欢入赘苏家3年。苏一雪从来没有对叶凡甩过一个脸色，把叶凡几乎是放在手心里宠爱。苏氏集团楼下，云飞扬被王富贵又狠狠收拾了一顿，脸都被打成了猪头，裤裆里也挨了好几脚。看着扬长而去的王富贵和叶凡的方向，云飞扬阴沉地嘀咕着：这2个王八蛋，你们给老子等着！一想到苏一雪，云飞扬眼神中又是一片灼热。麻蛋，苏一雪这个臭婊子，若不是看在你母亲背后的力量，老子才不会这么低三下四的来求你。等老子把你弄上床了，看老子不玩死你！稍微迟疑了一下，云飞扬拨通了一个电话：喂，林少，晚上的商务宴会你要去吗？听说有很多美女啊。什么？你被揍了？是谁揍的？又是叶凡。靠，那个王八蛋好像也要陪着苏一雪去宴会。今天是你的主场，绝对不能让他好过。2个难兄难弟接通电话就是一阵抱怨。电话那头不是别人，正是在叶家被叶凡一顿收拾的林东。哼，这个叶凡不是仗着有叶家吗？反正今晚叶家就要完蛋，你居然还敢来宴会，那么老子就让你有来无回。这场商务宴会正是云城林家发起的，主题是联合西南地区的商业大佬，共同打造西南地区良好的营商环境，但其实就是商业互吹，然后给大佬相互联络提供一个平台罢了。晚上7点，叶凡和苏一雪一起准时出现在林家宴会大厅门口。刚进门就看到了林东和云飞扬以及其他几个大少在大门口等着。这不是叶家大少吗？叶家的人都快死光了，叶少这是准备回来整整齐齐好一起上路。开口的是林东，在叶家被叶凡将他男人的标志给废了，林东现在看到轩宇飞几乎都没什么感觉了。一想到后面二叔打算用泰迪的牙签给自己接上，林东心里就跟吃了苍蝇一样难受。他妈的，接上来泰迪之后，将来自己的儿子到底是狗嗷的还是自己的？叶凡看到林东和云飞扬2个猪头，嘴角不由一翘。怎么，之前你们挨揍还不够，以为2个脓包加一起就能大于2个脓包吗？在我看来，你们2个脓包加一起也不过是更大一个脓包而已。叶凡身上5道气轻微一阵波动，就让林东和云飞扬2人身体不由一颤，不由朝后撤退了2步。现在云飞扬也知道了叶凡的身份，没想到叶凡居然是大夏第一家族叶家的大少，这有点难搞啊。算了，林少，我们先忍一忍，等会还有计划。云飞扬劝阻着林东，林东这才强行将一口气压制下去，将叶凡让了进去，然后转身从身后的服务员手里拿过2杯香槟，递给叶凡1杯，然后深呼吸一口，尽量微笑地对叶凡开口道：叶少，之前在叶家是我冲动了，造成了一些误会，这杯酒算是我给你的道歉，叶少能喝吗？叶凡将酒杯拿过来，只是淡淡扫了一眼，心头不由冷笑一声：就你们这群垃圾，跟本少玩这一套。叶凡天生魔童，可以看到很多普通人看不到的东西，而林东递给叶凡的这杯酒里就很有问题。叶凡刚才辨别了一下，这杯香槟里至少有5个人吐的浓痰。林东在叶家丢了面子，居然想要用这种方式找回面子。叶凡看了林东一眼，心里顿时有了想法。但就在这个时候，一道倩影快速闪身过来，同时对着叶凡娇喝道：叶凡，那杯酒不能喝。叶凡抬头一看，顿时愣住了，因为眼前的女孩不是别人，居然是找自己退婚的轩宇飞。此时的轩宇飞一袭黑色的晚礼服，白皙的肩膀在灯光下熠熠生辉，苗条的身材，高贵的气质，都快要成为全场的焦点了。这个小妞不是找自己退婚了吗？突然又提醒自己，这是几个意思？轩宇飞之所以提醒叶凡，自然是他之前发现了一些猫腻。在叶凡到来之前，轩宇飞就发现林东和云飞扬以及其他几个大少聚集在一起鬼鬼祟祟的，然后端着一个杯子悄悄朝里面自吐痰。当时轩宇飞还不知道林东想要干什么，但当轩宇飞发现林东要请叶凡喝酒的时候，轩宇飞终于明白了，林东这是要报复叶凡，让叶凡喝下他们浓痰的那杯酒。伤害性不大，但侮辱性极强。轩宇飞也不知道为什么，看到林东想要陷害叶凡，直接就主动站了出来，想要提醒叶凡。按理说叶凡直接休了自己，轩宇飞应该要非常恨叶凡才是，但轩宇飞发现自己却丝毫恨不起来，反而对叶凡有些格外的好奇，甚至轩宇飞都有些后悔跟着二叔一起去退婚了。宇飞，你干什么啊？林东看到轩宇飞突然站出来，眼神有些慌乱，同时还有些不解，因为在轩家和林家2大家族的安排下，今晚除了正常的商务宴会之外，还有一项重大的节目，那就是要确定林家和轩家的订婚仪式的。也就是说，从今晚之后，轩宇飞都要成为林东的未婚妻。轩宇飞就算发现了什么，也应该站在自己这边啊。
我干什么和你有关系吗？轩宇飞本来对林东也没什么好感，当时之所以同意和叶家退婚，完全只是因为他不想自己的命运被安排罢了。大家族的婚姻，轩宇飞知道自己根本做不了主，所以在家族的安排下，轩宇飞才勉强同意出席今天的宴会。本来已经平静的心情，在看到叶凡的那一刻，轩宇飞发现自己又开始躁动了。反正这杯酒不能喝。说话的同时，轩宇飞伸手便想要从叶凡手里将酒杯拿走，然后把里面的香槟倒掉。不过轩宇飞拿了一下，叶凡却抓着酒杯并没有松开，而是饶有兴趣地看着轩宇飞道：“我曾经的老婆，看来你还有点意思啊。”叶凡上下打量了轩宇飞一眼，如果你不那么着急退婚，或许这个瓜会很甜哦。叶凡对着轩宇飞眨了眨眼睛，凑到轩宇飞的耳边道：“你的好意我心领了，放心吧，我知道分寸。”一股热气吹到轩宇飞的耳边，弄得轩宇飞心头一阵燥热，满脸羞红。这家伙知道。轩宇飞还在疑惑，叶凡已经开始行动了。叶凡端着酒杯上前一步，伸手勾住林东的脖子道：“林少果然大气，被我踢碎了蛋蛋，还如此善解人意，愿意和本少和解，就冲这份豪情，我们必须喝一杯。”叶凡的一番话，每一句都戳在林东的伤口上，但听到叶凡最后一句话，林东还是开心的。不管怎么样，只要叶凡将这杯酒喝下去，林东心里的恨就可以减少80%。对，林东端着酒杯和叶凡碰了一下，一脸期待地看着叶凡。只要等叶凡喝下这杯香槟，林东就会说明真相。但让林东万万没想到的是，在他张嘴的瞬间，叶凡却突然端起酒杯，抬手就将叶凡手里的那杯香槟朝着林东的嘴里倒过来。林东的嘴巴张开的老大，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叶凡还体贴地在林东胸口拍了拍，方便那一杯香槟全部滑进林东的肚子里。林少，干了，我们之前恩怨一笔勾销喽。叶凡说话的同时，将林东手里那一杯干净的酒喝下去，还故意将酒杯翻过来展示了一番。卧槽！过了2秒之后，林东终于反应了过来，自己刚才干了什么？叶凡那王八蛋居然将有浓痰的那杯香槟喂到了自己嘴里。自己刚才喝下的那杯香槟里面有自己和云飞扬以及其他几个大少吐下去的浓痰啊！尼玛，怪不得自己刚才喝出有香辣、蒜蓉还有韭菜的味道。云飞扬说了，他中午才去吃了火锅哦。林东瞬间感觉自己整个人要炸了。我靠你大爷啊！林东都要疯了，捂着嘴巴疯狂朝卫生间冲去。在我卫生间里，林东一阵狂吐，几乎都要将3天前的东西都吐了出来，吐到最后都呈现是黑色的条状物了，那本来应该是从另外一个口出来的。林东都恶心到了极点，恨不得将自己的胃都翻过来用高压水龙头清洗一遍。叶凡，你这个王八蛋，老子跟你没完！林东此时才反应过来，叶凡其实早就发现了酒杯里的端倪，所有的一切顺从都是在做铺垫，最后关键时候阴了自己一回。宴会大厅里，看着林东狼狈离开的模样，轩宇飞嘴角都不由浮现了一抹淡淡的微笑。这个叶凡太坏了，原来你早知道，还害我那么担心。哼！轩宇飞难得在叶凡面前娇嗔一声，那模样就像是小女朋友在男友面前撒娇一样。叶凡心里咯噔了一下，这个轩宇飞都已经和自己退婚了，该不会爱上了自己吧？我这该死的魅力，看来要好好控制一下了啊！关键是自己的正牌老婆苏一雪就还在旁边。叶凡朝旁边看了一眼，苏一雪一身紫色的长裙，也同样雍容华贵，气质非凡，身材高挑，身材苗条，两人放在一起都是那种100分非极品美女，是全场最耀眼的存在，很难分出高下。你好，我是苏一雪，叶凡的老婆。苏一雪率先开口，优雅的朝轩宇飞伸出了自己的手。轩宇飞听到苏一雪的介绍，不知道如何，突然感到心一阵刺痛。叶凡的老婆吗？若自己不去做，那么自己才是叶凡的老婆吧。你好，轩宇飞是叶家也轩家订婚多年的未婚妻。轩宇飞很显然不想在交锋中落入下风，只说了一半的真相。他的确是叶家和轩家定好的未婚妻人选，但问题是下午的时候你就一定退婚了啊。轩小姐，叶凡想解释2句，他不想让老婆苏一雪误会，但轩宇飞却根本不给叶凡解释的机会。苏小姐，等会我想邀请叶少陪我跳一支舞，苏小姐一定不会在意的对吧？卧槽！叶凡感受到了空气中浓烈的火药味道，战争这就开始了吗？我当然不会介意，男人嘛，偶尔换个口味，我当然支持，反正吃亏的也不是我老公。苏一雪面上依旧带着微笑，但言语中的挑衅却一点也不输。叶凡心中一个卧槽，心中暗道：老婆，你要拒绝他啊！这个轩宇飞明明都已经和自己退婚了，现在却突然来邀请自己跳舞，肯定是看上了自己的美色。哥哥，苏小姐还真会开玩笑，不过这个先来后到的顺序我还是懂的，那就等会见了喽。说话的同时，轩宇飞对着叶凡抛了个媚眼，
随即优雅转身离开。先来后到的顺序，叶凡自然明白这其中话语的意思，这是在点醒苏一雪，若是论和叶凡的关系，他轩宇飞才是最先的。是轩宇飞和叶凡没成，所以苏一雪才有机会。叶凡现在好歹也是站在世界巅峰的男人，却突然发现自己面对2个女人的时候，比面对一个武尊高手还要吃力。这怎么是我叶少的风格？哼，看来下次这些小妞在自己面前再如此的话，那就要打屁股才行。老婆，这个轩宇飞是家里安排的婚姻对象，但是因为我多年没回去，所以就退婚了。叶凡还想解释，但苏一雪直接仰头在叶凡的唇上亲了一口。老公，你不用跟我解释的，我心里只有你，对你，我可以承受所有一切。你想，连你去会所泡妞，我都能接受，又怎么会怕再多一个？说话的同时，苏一雪娇媚的在叶凡怀里扭动了一下身体。老公，今天晚上要不天时地利人和一下？看着苏一雪那娇羞的模样，叶凡想到自己御龙诀也已经彻底突破，的确可以人和一下。好，我掐指一算，今晚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对了，我昨天看到了一个新的姿势，你可以学一下。叶凡勾住苏一雪的小蛮腰，眼神中浮现一抹灼灼的神色，看得苏一雪脸色一阵羞红。老公，你坏死了！看着老婆如此这样，叶凡也无奈长叹一口气。师妹，我还是爱你的，只是如此盛情，我实在难去啊。叶凡也忘记了究竟是哪位高人说的，宝贝是宝贝，宝宝是宝宝，亲爱的是亲爱的，心肝是心肝，人生的真情怎么能辜负？各位来宾，欢迎各位来参加由我林家主持的宴会，这是对我林家的重视。今天我们就一个目的，吃好喝好玩好，等会我们还有神秘惊喜活动，各位敬请期待啊。宴会正式开始，上台主持宴会的是林家家主林华。这个中年男子八面玲珑，一番话说的大家都很舒服，感觉自己受到了莫大的重视。但叶凡盯着林华，脑袋里却在想该怎么弄死他。因为从天魁以及爷爷等人多方面叶凡得知的消息，就是叶家当年被袭击都和林家脱不了干系。那么对林家动手就根本不需要证据，只要我知道你林家动手了，那就灭了吧。下面我们第一个活动，自由之舞，大家可以自由邀请舞伴随意跳舞。说是随意跳舞，但灯光开启之后，房间里的聚光灯瞬间便射向了一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林东。刚才林东因为在厕所呕吐了将近半个小时，此时脸色有些苍白，特别是裤裆昨天被叶凡收拾了一顿之后，现在还包扎着纱布，看起来鼓鼓囊囊的一大块，格外臃肿。但林东也知道今天的活动对林家和轩家都非常重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我林家第3代的精英，名叫林东，年纪轻轻已经掌管了2家上市公司，去年盈利高达上100亿。林华在旁边还拿着话筒介绍着林东的情况，很显然这是在给林东造势。林家在第3代中是打算将林东正式推出来了，如果不出什么意外，林东将来是要接管整个林家的。亲爱的轩宇飞小姐，我可以邀请你来跳一支舞吗？林东优雅地朝坐在旁边椅子上的轩宇飞发起了邀请。这位美丽的小姐是轩家千金轩宇飞，大夏美人榜上都赫赫有名的，想必大家都认识。轩小姐和我家林东认识多年，是非常要好的朋友，说是青梅竹马也不为过，让我们大家祝福他们。林华介绍的时候，大厅里的聚光灯还朝另外一桌照了过去，在那边轩家几个高层居然也赫然在列，轩家家主下轩正国，还有轩家其他几个高层都在。看到聚光灯过来，轩正国还对大家挥了挥手。这意思就很值得探究了。林华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介绍林东也就算了，还介绍林东和轩宇飞的关系，关键是轩家这些高层不光出席了今天的宴会，而且并没有反对，这岂不是说轩家要林家联姻？同时作为大夏6的豪门的轩家和林家，若是联合，那对整个大夏局势都是天大的影响啊。叶家作为大夏第1家族，随着3年前那场袭击，这次怕是地位不保了吧。轩宇飞坐在座椅上，面对林东的邀请，脸上的表情飞速变化着，一直没有开口。林东着急了，轩小姐，你愿意吗？这都是今晚排练好的剧本，林东和轩宇飞一起跳舞是一场首秀，也是为后面2人订婚做铺垫。关键时候轩宇飞居然犹豫了。林东不由看了看叶凡所在的方向，该死的，轩宇飞该不会还因为叶凡而拒绝自己吧？我不愿意。在这么多人看着的情况下，轩宇飞居然直接拒绝了林东，而是快步朝叶凡所在的方向走去。我已经有约好人了，就是叶家大少叶凡。轩宇飞走到叶凡身边，不由分说直接抓起叶凡的手臂，将叶凡拉了起来。如此一幕让现场所有人都惊呆了。什么情况？这些豪门的安排套路其实大家都知道的差不多，既然开始这么宣布的时候，不都已经安排好了吗？大家都以为林家和轩家联姻，这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轩宇飞突然拒绝了林东的邀请不说，还将另外一个男人的手举起来，
这什么意思？打脸？赤果果的打脸啊！唰，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轩宇飞身上，同时也朝林华和林东身上扫去。他们都很好奇，接下来林东和林华将会怎么处理这件事。林华的脸色瞬间阴沉了下去，手里拿着话筒，好几次想要开口，但却不知道该怎么说。这让他怎么说？明明已经安排的2个年轻人今晚举行订婚典礼，结果女孩跟另外男人跑了，还是和林家有生死之仇的叶家儿郎。轩宇飞，你搞什么飞机？我们不是说好了，你怎么突然找这个垃圾？找他！林东快步朝叶凡和轩宇飞所在的地方走来，本能的想要骂叶凡，但想到叶凡嚣张的手段，乖乖的将后面的话收了回去。谁跟你说好了？一直都是你们林家说话了，我轩宇飞同意了吗？就算我二叔也没完全同意你们林家的计划吧。哼！轩宇飞挽着叶凡的手臂，继续对林东道：再说，我和叶凡本来就有婚约在先，请你让开，不要挡着我们跳舞。叶凡淡淡一笑，本来对于轩宇飞的邀请，叶凡是不想理会的，但只要让林家不爽，叶凡就很感兴趣。宇飞说的没错，就算宇飞这个老婆我不要，那也轮不到你来舔，滚开！没有任何迟疑，叶凡一脚将林东踹飞。叶凡的声音不大，但无奈此时现场鸦雀无声，叶凡的话语大部分人都听得清清楚楚。什么？轩家和叶家本来就有婚约？可不是吗？只是叶家的那个大少据说一直在外面练武，没有回来。现在难道这个叶凡就是叶家的那个大少？看样子多半是啊，当年叶家的袭击对叶家造成了很大创伤，现在叶家大少归来是要崛起的意思吗？不过我听说这个叶凡已经入赘苏家了，现在又有轩宇飞，有点意思啊。众人七嘴八舌，现场的气氛有些诡异。林华看着下面这些宾客的反应，将目光转向宣正国，想要看看宣正国的态度，但此时宣正国却是饶有兴趣地看着叶凡和林东的交锋。其实在今天白天和叶家退婚的时候，发现叶家大少就隐藏在云城之后，宣正国就发现了事情不正常。叶家本来在3年前遭受袭击，应该就要从第一家族的位置上掉下来的，但却坚持了这么长时间，最近又一个宗师高手想对叶家动手，而叶凡在这个时候高调回归，叶凡肯定有自己的底牌。之前和轩宇飞交谈的时候，两人就在考虑今天退婚的行动是否正确。家主，叶家那边有消息了，根据黑市那边的人传回来的消息说，那个准备对叶家动手的宗师高手被一个叫叶君天的年轻人杀了。宗师高手被杀了。宣正国眉头跳动了2下，云城之内有哪些宗师高手，其实大家都非常清楚的，而想要不动声色地斩杀宗师高手，那实力就必须要完全凌驾在宗师之上。一个年轻人在这个关键时候将天魁杀了，而且还姓叶。宣正国看叶凡的神情有了几分复杂，叶家这小子若真的是你的话，那叶家怕是要出一条龙啊。我宣家这次做错了吗？希望还没错得太远。得知了这个消息之后，宣正国对于林华投来的目光视而不见，意思很明显了，不打算阻止轩宇飞的动作。你这丢人的事情自然就只有林家来背了。哈哈，年轻人之间有自己的想法很正常哈。大家都跳起来，我们等会的神秘活动还是要继续啊。林华说话的同时，眼神不由朝宣正国这边看来。林家和宣家联姻，这是双方高层共同商量的结果，总不可能就因为跳舞这件事而取消吧。舞池里，叶凡搂着轩宇飞的小蛮腰，已经随着音乐的节奏开始跳了起来。钱老婆，你怎么回事？今晚不是你们安排好的活动吗？怎么突然变卦，不打算嫁给那个傻逼了？叶凡似笑非笑地看着轩宇飞，轩宇飞神色一阵暗淡，看向叶凡的眼神充满了一抹迷茫。叶凡，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善变？我其实并不喜欢林东，只是不想听从家族的安排，嫁给一个从来没见过的男人罢了。但见到你之后，我发现我怎样？太帅了是不是？然后就深深爱上不能自拔，然后就想以身相许，不惜得罪林家。叶凡看着面前的轩宇飞，嘴角微微一翘。这些大家族的千金可不光只是长得好看，他们的智商同样也不是一般人所能比拟的。轩宇飞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肯定是深思熟虑过的，而轩家高层更是没有出面制止，这就是说明，这代表轩家高层的态度很微妙，并没有彻底站队林家。也正是因为这点，让叶凡对轩宇飞的感觉要稍微好不少。不要脸！轩宇飞娇嗔一声，在叶凡的怀里扭动了一下，再次打量叶凡的时候，发现叶凡其实真的很好看，天生有一双桃花眼，眼神中似乎有一道钩子，能将人的魂勾走一样。自己真的喜欢上了叶凡。轩宇飞都被自己心中这一想法吓了一大跳，怎么可能自己是亲自去找他退婚的？而且那家伙还写了一个大大的休字，自己跟叶凡之间已经没有任何瓜葛了，而且基本也不可能在一起了。两人随着音乐跳舞的时候，
宾客位置上，林华有些怒意地找到宣正国：“宣兄，这怎么回事？怎么安排的事情？宣雨菲这丫头突然变卦，这不是打我林家的脸吗？”表面上是宣雨菲拒绝，但实际上却代表了宣家的态度啊。宣正国作为执掌如此庞大家族的家主，自然也不是省油的灯，避重就轻地开口道：“林家主，有个事情你可能还不知道吧？今晚打算去血洗叶家的那个宗师高手已经被杀了。”什么？听到这个消息，林华的反应有些超常的巨大。那个宗师高手死了？我怎么不知道？林华和宣正国招呼了一声，也顾不得和宣正国继续说话，快速离开大厅，回到后台的房间里拨通了一个电话。当消息了解清楚之后，林华眉头紧锁起来。叶君天，这又是哪里杀出的混蛋？叶家又侥幸逃过一劫，事情有点麻烦啊。宣正国这个老狐狸，哼，今天你既然来了，想下船就没那么容易了。大厅里，叶凡和宣雨菲正在跳舞，看到苏一雪坐在椅子上，脸上失落的表情，叶凡心里突然有些不忍心，但此时放开宣雨菲似乎也不合适。想到这里，叶凡对身边的宣雨菲道：“宣小姐，我突然有个想法，我们来一段3人舞蹈如何？”啊！不容宣雨菲反应，叶凡搂着宣雨菲已经闪身到了苏一雪身边：“亲爱的老婆，我能邀请你一起来共舞吗？”苏一雪开始一愣，但看到叶凡那真诚的眼神，没有任何迟疑，果断答应：“好。”苏一雪对叶凡的宠是真的宠，连他泡妞，苏一雪都主动给钱，那么跳舞又算什么？于是众人便看到了惊艳四座的一幕。硕大的舞池中间，叶凡一人左拥右抱，将全场最亮眼的2大美女搂在怀里。随着音乐起舞，时而如天女散花，时而如百花争春，时而如韶光绽放，惊艳，惊艳都不足以形容。所有的目光都被叶凡和苏一雪、宣雨菲吸引过去了。舞池中本来还有几个人在跳舞，但此时却全都将地方让了出来，让给叶凡的宣雨菲、苏一雪3人。因为其他所有人无论所舞姿多么优美，在叶凡3人面前都日月无光，黯然失色。大家都沉浸在这一种奇妙氛围内，似乎觉得他们3人就理应如此，是浑然天成一般。在人群之外，一个熟悉的身影快速朝大厅里走来，正是苏一雪的堂弟苏东。看到云飞扬和林东的时候，苏东连忙开口道：“云少，可算找到你，怎么样，你将我姐拿下了没？”此时云飞扬鼻青脸肿的看着场的情况正来气，听到苏东的话，没好气的一脚踹在苏东的屁股上：“你眼瞎啊！”苏东朝场中看去的时候，看到叶凡不光是搂着苏一雪，居然还搂着云城第一美人宣雨菲，顿时惊讶的叫唤了出来：“卧槽，牛逼啊！”林东和云飞扬听到苏东的话，两人怒气冲冲的目光瞬间朝苏东盯过来，吓得苏东缩了缩脖子，一脸讪笑。起飞！场中临近音乐结束了，叶凡嘴里轻喝一声，突然左右抱着苏一雪和宣雨菲，将2人同时高高抛起。随即叶凡双臂展开，单脚站立，一副金鸡独立的模样。而苏一雪和宣雨菲2大美女则是稳稳地落在叶凡左右手掌心，叶凡抓着2人的脚腕，让2人的身体在空中稳如泰山，似双凤展翅，又似瑶台仙女。3人就这样形成一幅无比和谐的画面，定格在音乐最后一个节拍上。好，跳得好，太棒了，我似乎都被带入到一场梦境之中，太美了，郎才女貌啊！这就是天生的一对，不对，这算是2对吗？还是怎么算？现场所有的宾客情绪都被调动了起来，纷纷开始咆哮喝彩，手掌都快要被拍红了。林东站在人群之外，愤怒地将手里的杯子砸在地上。靠，叶凡这个畜生怎么不去死？麻蛋！今天明明是老子的主场，而叶凡居然活成了主角。惊艳4座不说，宣雨菲居然还和苏一雪一起陪叶凡共舞。趁着所有的人目光都聚集在自己身上，叶凡就这样举着2大美女，朝扫了一眼在场所有宾客道：“各位，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就是大夏第一家族叶家第4代唯一独苗大少叶凡。现在我回来了，我这个人脾气不好，之前若是欺负过我叶家的，最好主动来认错，否则等我找上门，我会用推土机将把你们家族推平。”霸气威武，叶凡的一番话让在场众人不由都是一愣。叶家？哪个叶家？我靠，就是大夏第一家族那个叶家。叶家第4代那个神秘大少，不是说在3年前那场袭击中殒命了，现在如此高调归来，怪不得此子如何有气魄，原来是叶家大少。在场所有人此刻都记住了叶凡的名字，而此时站在叶凡手臂上的2大美女早就快要从心脏里跳出来了。这个坏蛋搞这么极致浪漫，让人家怎么受的了？确认过眼神，那是自己心动的人。苏一雪和宣雨菲几乎同时朝下面的叶凡看去，随即又同时收回目光，相互对视了一眼。
又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叶凡将两大美女放下来之后，苏一雪娇柔地扑到叶凡的怀里，老公，你太棒了，爱死你了。旁边的薛雨菲也没有松开叶凡的手臂，哼，他曾经也是我老公。叶凡淡淡一笑，轩小姐，别了，就在上午，你不还气势汹汹的上门找我退婚吗？现在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人家后悔了不行吗？女人都是善变的，你不知道吗？轩雨菲有些委屈地嘟着嘴巴，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但叶凡没有理会轩雨菲，而是搂着苏一雪朝自己的座位上走去。轩雨菲看着叶凡离开的背影，嘴角浮现一抹狡黠的弧度，哼，死坏蛋，撩了人家就想走，这辈子我缠定你了。轩雨菲思想的变化注定了接下来林家的活动是一个天大的笑话。只是林华和林东还抱有幻想，以为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轩雨菲不会不考虑林家和轩家的面子。他们还想继续推进林家和轩家的订婚典礼，想要强行将轩家和林家绑在一起。林华和轩正国确认了一下眼神，等大家情绪平静了之后，继续拿着话筒开口道：轩小姐果然是好舞姿，谢谢叶少配合表演。今晚还有属于轩小姐另外一件好事，那就是我们林家和轩家两大家族共同决定，打算让林东和轩雨菲小姐举行订婚仪式，大家说好不好？啊！众人一时有些没反应过来，下面没有一个宾客回应林华。林华在舞台上尴尬的脚趾都快扣出30一听了。好，几个林家的资深舔狗明白之后，慌忙帮着喝彩，现场才开始热闹了一点。但大多数宾客都抱有迟疑的态度，刚才轩雨菲都拒绝林东跳舞了，林家还想让两人订婚，怕不是脑子有病吧？下面有请林东、轩雨菲小姐上台。林华根本不管是否尴尬，强行推动流程，反正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林东上来了，但轩雨菲却坐在座椅上，并没有动身的意思。雨菲，怎么了？轩雨菲身边，二叔轩正国朝轩雨菲询问道。其实轩雨菲的意思，轩正国当然清楚，但此时的情况，轩正国并不能将态度表现得太过明显。叶家虽然暂时没死，但谁也不能保证后面叶家还会遇到什么问题。再说，林家背后可是有神秘力量支持的，轩家现在夹在中间，两边都不好得罪。二叔，我不想嫁。轩雨菲一脸正色地说出了内心的想法。不想嫁，那就跟随自己的内心。轩正国说话的同时，朝叶凡所在的方向看了一眼。今天这局面，你和二叔都没办法破局的。如此话语，轩正国其实将意思说得很明确。他们轩家无法破局，那么现场敢和林家刚的，那就只有叶凡了。我明白了，谢谢二叔。轩雨菲脸上浮现一抹微笑，快步朝叶凡走过去。叶凡刚将一块芒果塞到嘴里，看到轩雨菲又走了过来，不由得有些头疼。老婆，我看宴会也没啥意思，要我们回家吧。对于叶凡来说，轩雨菲和林东订不订婚对叶凡没啥影响，因为过2天之后，北洛师门旗下的那些人马抵达之后，叶凡是打算将林家直接推平的。但轩雨菲此时看叶凡的眼神都充满了别样的情愫，过来找叶凡自然是要请叶凡帮忙。叶凡，我不想嫁。你，轩雨菲还没开口，叶凡直接打断了轩雨菲，要我帮忙就算了，再帮我怕你真的爱上我了。本来以为这样对轩雨菲之后，轩雨菲会知难而退，但没想到轩雨菲丝毫没有回避。爱上你又怎么了？我乐意不行吗？一雪姐姐，你不会介意叶凡多一个老婆吧？说话的同时，轩雨菲将求助的目光看向苏一雪。苏一雪自然也看出来了今天的局面，林家想要强行撮合轩雨菲和林东的订婚典礼，可轩雨菲不想嫁，又无可奈何，似乎现在破局的只有自己的老公叶凡。可是看叶凡的表情，并不打算帮轩雨菲。虽然苏一雪想叶凡帮轩雨菲，但苏一雪更尊重叶凡的意思。轩小姐，我听我老公的，只要他愿意，别说1个老婆，10个老婆我都不介意，还可以伺候他们坐月子都行。嗨嗨，叶凡在旁边听的内心好一阵卧槽，自己这宝藏老婆也太生猛了吧，拿钱让自己出去泡妞就算了，居然还如此开放，看来自己有福了。见轩雨菲眼巴巴地看着自己，叶凡正在思考该怎么处理这个事情。主席台上已经等不及的林东看到轩雨菲又朝叶凡那边走过去，有些忍耐不住了，快步冲了过来，一脸怨恨地看着叶凡道：叶凡，其他的事情本少就不跟你计较了，但今天是我订婚的重要日子，你敢捣乱，我林家一定和你不死不休。叶凡翻了个白眼，心中暗道：林家参与了当年袭击叶家的行动，你不找我不死不休，我还要找你林家不死不休了。林少说笑了，今天是你的大好日子，我应该好好和你喝一杯酒庆祝你才对吗？哈哈，最好这酒有味道才行，什么酸辣口味的，火锅味道的，林少，你说是不是？其他人有些听不懂叶凡在说什么，但林东知道叶凡是在嘲讽他之前将自己的痰吞了进去。哦，听到叶凡再次将那件事提起，林东感觉一阵恶心，都快要呕吐了。叶凡，你不要太过分，不要以为我林家怕你，之前不怕，
现在更不会怕，惹毛了我，直接让你们……林东话说了一半，没有继续往下说。林东很聪明，知道此时和叶凡纠缠不是明智的选择，所以将目光转向了不远处端坐的宣正国道。二叔，您看，我都下场来邀请雨飞了，要不您开个口，让雨飞上去先把仪式走完。林东这是在借势，借林家事来压宣正国，借宣正国的事来压宣雨飞，又想利用现场这么多人来压宣家，让宣家顾及面子，从而催促宣雨飞上台。但林东哪里知道，之前宣正国的态度其实就很明朗了，怎么可能被林东引着鼻子走？林少，你们年轻人的事，我这个老家伙就不插手了。据说林少也是哄女孩子才高手，若是连雨飞都哄不好，古人说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将来林家这么大的产业，也不敢交给林少啊，对吧？不就是泡妞，怎么跟家族管理扯上关系了？林东脸色都青了，宣正国这个老家伙，这是将自己架在火上烤啊！似乎自己若是今天不能将宣雨飞搞定，自己就是垃圾一样。都是这个叶凡，若叶凡不在场的话，那宣雨飞岂不是早就任由自己摆布了？想到这里，林东都打算让保镖过来将叶凡赶出去。但林东还没出手，宣正国又开口了。不过我倒是有个建议，吵归吵，闹归闹，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若是动手动脚的话，好像还是不体面。林东都无语了，这个老东西，这是故意针对自己吧？但林东没注意到，宣正国说这话的时候，目光却是盯着叶凡。叶凡刚本来不打算管宣雨飞的事情，但看到林东那欠揍的表情，叶凡决定不让他好过。对于叶凡来说，武力值已经基本无敌，一拳将林东砸飞就可以轻松解决问题。但显然这不是最好的解决方法。看到宣正国看自己的眼神，还有说出的话，叶凡抬头一看头顶那颗巨大吊灯，心中瞬间有了主意。宣家目前不可以阻止订婚进行，光宣雨飞不答应，无法改变不了结果。但如果咱就是说，如果林东突然被头顶掉落的吊灯掉下来，砸晕死了过去，那订婚典礼还举行个鸡毛？而且林东是被吊灯砸晕死的，完全不关我的事啊！就这么办。可林东根本不知道，接下来他又要倒霉了。见从宣正国那里得不到帮助，重新将目光转到了宣雨飞身上。雨飞这么多宾客都看走了，若是今天闹出了什么笑话，那损失的可不光是我林家的面子。宣雨飞一脸期待地看向叶凡，但叶凡此时却将脑袋高高扬起，似乎在盯着头顶的吊灯发呆，根本没有理会宣雨飞的意思。唉，这个死坏蛋，还是自己伤到了他，早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退婚。宣雨飞失落地看了一眼周围，虽然自己是宣家大小姐，但此时却没有一个人能帮自己。宣雨飞都准备认命了，打算踏步跟着林东朝主席台上走去，但他知道自己一旦踏上这一步，后半辈子的人生就决定了。他内心是抗拒的，但又能怎么办？叶凡，此时只要你开口说一句话，我宣雨飞就一定会对你死心塌地。可叶凡还是盯着头顶的吊灯，什么都不做，这是几个意思？吊灯有我好看吗？宣雨飞突然没来由的有些气愤，这个叶凡怎么这么没良心？好歹自己也是他之前有婚约的未婚妻啊，眼见自己有困难了，居然这么无动于衷。既然你不主动，那本小姐就主动好了。宣雨飞眼神里突然闪过一抹决然，林家不是要面子吗？那么本小姐就偏偏不给。你们不是要订婚吗？若是本小姐上前抱着叶凡狠狠亲一口，你们林家还好意思继续订婚典礼？若这样还好意思，那晚上自己就脱光了爬到叶凡床上去。这一顶绿帽子都送到了家，还是顺丰包邮。林家若是这样都能接受，那宣雨飞就真认命了。宣雨飞刚刚踏出一步，一直没动的叶凡突然开口了，小心。下一刻，叶凡突然闪身出来，一边搂着苏一雪，另外一边搂着宣雨飞，飞速朝侧面闪身了2米的距离。林东看着宣雨飞表情的变化，以为宣雨飞已经妥协了的时候，却突然发现叶凡又将宣雨飞抱走了。叶凡，你他妈有病啊！明明是老子内定的老婆了，你怎么老是喜欢抱别人的老婆？你与曹贼何异？林东嘴里还在呵斥，突然脑袋似乎遭到了火车头撞击一样，砰！一阵沉闷而又清脆的响声，林东头顶上一颗直径快2米的巨大吊灯不偏不倚，狠狠砸在了林东脑袋上。林东脑袋直接砸开了花，鲜血顺着脸颊流了一脸。林东身体晃动了几下，似乎才反应过来，我头好晕，我看到了好多小星星。林东嘴里嘀咕了一句，下一刻身体摇晃了一下，直接朝地上倒了下去。静！现场一片安静，几乎一根针掉在地上，大家都能听到。这要巧合吗？林东快要带着宣雨飞上台的时候，突然被头顶的吊灯砸晕死了过去。所有宾客不由自主地抬头朝头顶看了一眼，一些眼尖的宾客瞬间发现了不对劲，吊灯的位置垂直下来，距离林东至少还有1米的位置。按照正常情况下，吊灯就算掉下来也砸不到林东啊。再说这是林家大厅，所有的东西都要认真检查一遍又一遍，
怎么可能出现这么低级的问题？吊灯的螺丝松动，这不可能的事啊！还有，叶凡是如何能够预判吊灯会掉下来，还能在关键时候将薛雨菲和苏一雪救走的？不正常，非常不正常。现在，那些精明的宾客再次看叶凡，眼神则是充满了惊愕。他们敢肯定，这件事肯定是叶凡搞鬼。但证据呢？证据在哪里？而且，从大家所看到的情况来看，轩家还应该好好感谢叶凡，因为如果不是叶凡，那么被砸晕过去的就不光只是林东一人了。可以想象，如果轩雨菲那样漂亮的美女，若是被吊灯砸一下，那说不定都要毁容。这些宾客能看明白的是，林华和林家高层自然能看明白，肯定是叶凡那个王八蛋搞鬼。但同样的问题，他们找不到证据。宣正国欣慰地看了叶凡一眼，站起来朝林华道：“林家主，林东现在已经昏迷了，我看订婚典礼就取消了吧。你们都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救人啊！”宣正国对林华招呼了一声，还不忘指挥林家的那些保镖行动。宣正国微笑地从人群中朝叶凡和轩雨菲走过来：“雨菲，今天宴会也基本结束了，我们回家吧。”啊，好。轩雨菲都忘记了叶凡还搂着自己，不知道为何，刚才自己被叶凡那样搂着，轩雨菲感到从未有过的安宁。本来这个怀抱是完全属于自己的，而现在自己却亲手将他推走了。刚才大厅里发生的一切，轩雨菲感觉自己像是在做梦一样。自己都准备行动了，吊灯恰好掉了下来，这世界上哪有那么巧合的事情？轩雨菲也是冰雪聪明的女孩，稍微一思考，轩雨菲就知道还是叶凡出手帮了自己，只是帮自己的手法更高明罢了。叶凡，谢谢你。轩雨菲温柔地对叶凡道谢，有些恋恋不舍地从叶凡的怀里离开，然后对着叶凡翘了一下鼻子：“叶凡，之前的事是我对不起你，但我要告诉你的是，我不会放弃的，我要将你再追回来。”啊，这小妞如此狂野的吗？自己正牌老婆还在旁边，就这么公然说要抢别人的老公。但薛雨菲马上补充了一句：“一雪姐姐，你放心，我不会将他抢走，还会留一半的。”嗨，要不你们干脆拿刀将我劈成两半得了，你一半我一半。林家的那些保镖快速上前，将晕死过去的林东抬走。现场的订婚典礼连正主都晕死了过去，自然就取消了。至于后面还有没有机会，只要不是傻逼，大家都看出来了，后面林家没有机会了。今天叶凡虽然什么都没做，但却是绝对的赢家，轩雨菲高兴了，叶凡心情也不错。但林家的家主林华此时却郁闷的要抓狂，不过是叶家的一个毛头小孩，居然将林家耍得团团转。看到叶凡还没离开，林华迟疑了一下，决定过去会一会叶凡。如果有必要，林华都决定将除掉叶凡作为林家最高优先级的目标。叶凡，你从小流落在外，你爸妈也死早，有妈生没妈教。今天你在林家会场上做的事情，我很不高兴。如此嚣张，小心短命啊！林华开口说话就无比狠毒，林华是要故意激怒叶凡动手，只要叶凡动手，林华便有对叶凡动手的理由。林华很有自信，自己的实力就算不能让叶凡当场毙命，至少也可以将他废了。啪！叶凡没有任何迟疑，挥手猛然一巴掌抽在林华脸上：“你嘴巴怎么这么臭？刚才在厕所吃粪了，还是啃了我7天没洗臭袜子？”林华被抽得双眼冒金星，整个人完全是懵逼的。叶凡居然打了自己耳光。本来林华就是抱着去试探叶凡的心思而去的，结果自己被叶凡打了，还一点感觉都没有，根本没看清楚叶凡是如何行动的。自己这么多年的修炼都练到狗身上去了吗？叶凡一巴掌将林华抽得在原地转了好几圈，也将让在场所有宾客都惊呆了。霸气，威武，这年轻人果然年轻气盛，不气盛还叫年轻人吗？叶凡看到林华的老婆抱着一条泰迪走了过来，手上一道气劲弹射而出，恰好击打在泰迪的穴位上。混账！叶凡，你这个没教养的东西，居然打老人！你爹妈没教过你要尊重长辈吗？你以为你叶家还是3年前的叶家吗？哼，老夫警告你，你最好安分点，否则小心马上去见你爸妈。这威胁的意思已经明显不过了，但也让叶凡肯定了一点：3年袭击叶家的人中一定有林家。汪汪！众人都看向叶凡，等待着叶凡反应的时候，林华老婆怀里的泰迪突然发疯一般狂叫起来，然后一个箭步从主人怀里弹跳而出，朝着林华扑过去，然后对准林华的嘴唇狠狠咬下。卧槽！看吧，我就说你这嘴果然是吃粪了的，你看，你家狗都闻到了味道。叶凡故意夸张的叫声再次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那些已经走到门口的宾客都被叶凡的话语吸引的朝这边看来，看到林华自己养的狗居然扑上去咬林华的嘴，都感到非常好奇和惊讶。宠物攻击自己的主人，这情况本来就不多，而且还是专门盯着林华的嘴去咬。难道和叶凡说的一样，林华真的吃稀了？这不太可能吧？畜生，找死！
林华也会功夫，被泰迪咬了一口，气急败坏，直接一把将泰迪抓住，当场捏爆，狠狠砸在地上。但虽然林华反应快，可嘴唇还是被泰迪咬破了1寸多上的一条口子，肉也被撕掉了一块，看起来像兔唇一样。这点伤对林华来说的确不算什么，但关键是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啊！被狗咬了一口，一想到叶凡说狗是吃翔的，林华自己似乎都觉得嘴里有那味了。尼玛，该死的混账！林华朝叶凡看去的时候，叶凡正一脸惋惜地看着地上被砸死的泰迪道：“哎，林家主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啊！你就这么杀了他，你良心不会不安吗？”林华还没开口，林华的老婆在一旁来了一个神助攻：“啊，我的儿子，你怎么就被摔死了？林华，你这个狗东西，你就这么对我儿子的？你也是他爸爸？”噗嗤，如此滑稽的一幕，让在场有些宾客都忍不住笑出了声。原谅我真的不厚道的笑了。有些主人对宠物的确非常宠爱，私地下称呼狗儿子、猫闺女都没啥问题。但此时在这样的场合下，林华的老婆称呼狗儿子，还说林华是他爸爸，似乎太应景了啊！众人脑海里不由开始想起刚才叶凡说的那句话：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特别是林华的脑海里都开始循环这句话了。该死的叶凡，今天老子不教训你一番，就对不起自己的良心。林华全身杀气波动，一步步朝叶凡靠过去，便打算对叶凡动手。但突然宣正国突然挡在前面：“老林，算了算了，都是小孩子，你说你好歹也是林家的家主，和一个小辈计较，传出去不好听。”宣正国说话的同时伸手拉着林华的手臂，同时宣正国手上也有气劲波动，看起来宣正国是在劝架，但大家都心知肚明，宣正国这是在拉偏架，是在护着叶凡。当然现在叶凡的实力根本不用宣正国护着，只要林华敢对叶凡动手，叶凡保证会将林华打的翔兜出来。叶凡，你给我等着，宣正国都出面了，而且现场还有这么多人，林华自然不好直接动手。现在叶家还没倒，若是自己当着这么多人真的将叶凡怎么样的话，叶家那2个老东西怕真的会拖着刀将自己砍死。宴会自然是无法继续了。叶凡和苏一雪从林家宅院里出来，叶凡冷冷地看了一眼身后的林家大院，麻蛋，一定要找100台推土机了，将这凡人院子给推了。叶凡，谢谢你。轩宇飞和叶凡分别的时候，再次深深看着叶凡：“叶凡，我说过我不会放弃的，从明天开始我会尽力将你追回来。”叶凡摸了摸鼻子：“轩小姐，我知道我很帅，但俗话都说好马不吃回头草，你这是何苦了？”叶凡看向旁边的宣正国，关键是作为宣家的家主，宣正国今天的态度其实就已经说明了问题。宣家并不是一定要站队林家，既然如此，那有何必要闹一出退婚宣宇飞离开？叶凡开车带着苏一雪也离开林家宅院，但去的却不是君临天下的住处。老公，我们这是去哪里？叶凡今天给苏一雪的震撼太多了，叶凡居然是大夏第一家族叶家的大少，而且还和宣家有婚约。关键是叶凡如此嚣张地对林家动手，那林家若是报复起来怎么办？去叶家，我们都结婚3年了，丑媳妇总得见公婆吧，也是时候带你去见见我爷爷和太爷了。叶凡一边开车一边回应着苏一雪：“翠，人家哪里丑了？哎呀，你怎么不早说？我都没准备什么礼物，都这么晚了，要不改天吧？”苏一雪有些娇羞，但又有几分欣喜。毕竟一个男人愿意带女孩子去见自己的家人，那说明他已经将你当做了他最重要的人。礼物我已经准备了，就放在后备箱里，等会随便提上去就行。哦，听到叶凡将这些都安排好了，苏一雪稍微安定了一点。啊，林家大院，等众人都离开之后，林华跟疯了一样在院子里疯狂咆哮，手上的武道气劲没有任何保留，疯狂砸在院子里的阁楼还有各种摆件上，将本来很雅致的院落砸得稀巴烂。叶凡，你个小杂种，老子跟你没完！今天林家的脸可是丢大发了，本来说好的轩宇飞和林东共舞，到头来却成了叶凡的秀场，最后的订婚典礼也成了笑话。那个吊灯居然诡异地掉落了下来，来人，吊灯掉下来的原因调查清楚了没完？究竟是谁动了手脚？林华狂躁对着周围远远站着的保镖呵斥道：“家主，我们刚才仔细检查了吊灯断裂的情况，断裂的地方似乎是被什么锋利的工具切割了，然后才掉下来的。”听着手下的汇报，林华眉头皱成了麻花。被锋利的工具切割断裂，林华敢肯定这绝对不是偶然，但若是叶凡动的手脚，那就说明叶凡的实力已经到了一个非常恐怖的境界。以气化境，想要利用气劲当作工具来切割东西的话，那至少到了宗师级别才行吧。想到今晚去血洗叶家的那个宗师高手都被干掉了，林华突然有一个大胆的猜想：天魁那倒霉的混蛋该不会是被叶凡杀掉的吧？
但黑市那边传来的消息非常确定，天魁是被一个叫叶君天的人杀掉的。叶君天和叶凡又是什么关系？林华还在思考，脑袋包成粽子的林东在几个保镖的搀扶下突然出现在大院里。二叔啊，你要给我报仇啊，都是叶凡搞的鬼。林东本来打算还对林华一阵哭诉的，但看到二叔裂开的嘴巴，瞬间也愣住了。二叔，您的嘴，这是？之前林华被狗咬的时候，林东已经昏迷了过去，所以并没有看到。都是叶凡那个杂种，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手段，让泰迪咬了我一口，想到自己被叶凡当众扇了一耳光，林东心里就更窝火。好歹林华也是武道掌控层级的实力，居然根本察觉不到叶凡动手的动作。凭林家本身的实力，怕对付不了叶凡了。啊，二叔，请血衣门出手吧。叶凡在这个时候回来，对我们林家影响太大了，若是让坏了我们后面的计划，那后果就更严重了。林东气的身体都在颤抖，狠狠地用脚跺着地面。叶凡不死，我死不瞑目。林华点点头，看来只有请血衣门动手了，我这就联系他们。3天之内，叶凡必须死。叶家大院，此时虽然已经深夜了，但却灯火辉煌，从院落外面开始就布满了保镖护卫。刚停车下来的叶凡看到眼前的景象，不由一愣，但随即马上明白了。毕竟白天的时候爷爷就说过，一个宗师级的高手要来血洗叶家。都散了吧。叶凡带着苏一雪朝大门走来的时候，对着门口的钟伯和保镖道：少爷，您怎么又回来了？老爷说了，这可不能散啊，那个宗师高手今晚要来血洗叶家，我们一定要做好防御。钟伯从人群中走了出来，一脸警惕地打量着叶凡身后的情况。今天叶家几乎所有能调动的力量都已经调动了，你们还不知道吗？那个宗师高手据说在云城黑市被人杀了。叶凡淡定地开口道，因为是叶凡自己亲手干掉天魁的，这消息自然错不了。被杀了。钟伯还在疑惑，几个保镖突然冲了过来，对着钟伯一番汇报。钟伯立马兴奋起来，那个宗师高手真的被杀了，这要巧吗？太好了，太好了！叶家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大厅里，叶家老爷子叶长风感叹道，如果有机会，我们一定要好好感谢那个叶君天啊。不行，明天我一定要找个机会去黑市一趟，要好好感谢一番。能击杀宗师级高手，那实力至少在宗师之上，说不定都已经达到了5尊级别。在俗世界里，能达到5尊级别的实力已经是非常恐怖的存在了。爷爷，这个还是算了吧，人家说不定有自己的事，哪能总在黑市出现。叶凡有些心虚地劝阻着爷爷，若是爷爷真的去黑市找那个叶君天的话，自己岂不是还要过去客串一把？若是爷爷一时高兴，还要拉着自己拜把子称兄道弟，自己该怎么办？给自己亲爷爷喊大哥，这是闹的。那怎么行？他帮了我们叶家这么大一个忙，我们叶家若不有所表示，就太说不过去了。叶长风非常有自己的想法，我会想尽一切办法找到那位叶先生。看到爷爷如此坚持，叶凡也很无奈，看来只能客串一把才行了。不过爷爷的话也给叶凡提供了一个思路，现在叶家对林家还没有直接动手理由，但那个叶君天可以啊。麻蛋！叶凡看到林华那些人的嘴脸，心里就来气。等韩卓那边调查的信息就结果了，叶凡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将林家给推平了。叶家再次受到宗师级高手袭击，云城所有的豪门都避之不及，但唯独有一家却没有逃避，那便是云城王家。王家老爷子也就是王富贵的爷爷，更是亲自带人坐镇叶家。老王，你看现在没什么事了，要不你先回去吧。叶长风起身招呼着王家老爷子，送他离开。王家老爷子上下打量着叶凡，欣慰的点点头道：老爷，你看你这孙子天庭饱满，满脸红光，一看就人中龙凤，将来成就肯定在你之上，我得让我家那小子多跟你孙子混。叶长风没好气的看了叶凡一眼，跟着我这龟孙混，天天会所嫩模，像什么样子？送走王老爷子，叶长风这才将目光转向叶凡身边的苏一雪道：这位就是我孙媳妇一雪姑娘吧？叶长风上下打量着苏一雪。苏一雪一身长裙，看起来端庄秀丽，气质出众，的确是极品美女。唉，多好的姑娘啊，一颗好白菜被猪拱了。叶老爷子前面的话还算正常，突然的一句话让苏一雪都愣住了。啊，爷爷，有这样说你自己孙子的吗？夸人家姑娘就夸人家姑娘，干嘛说自己孙子是一头猪？爷爷，我是猪，那您是猪什么？猪爷爷，哈哈。叶凡突然哈哈一阵大笑，让叶长风一阵哑然。好你个小子，看我不打你！苏一雪看着爷俩大闹的样子，有些哭笑不得。这大夏第一豪门家族里的相处方式和自己想象中的不一样啊。爷孙俩正在打闹，一个戴着金丝眼镜的青年快步从后院里走了出来。爷爷，听说那个宗师高手突然被人杀了，真是太好了。那青年嘴里虽然说着好，
但眼神中却有一抹不易察觉的阴沉。特别是看到叶长风和叶凡之前如此温情的互动，眼神中的阴狠就更加明显。见青年出来，叶长风也懒得追叶凡了，对叶凡和苏一雪介绍一下：叶凡、一雪，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你们大哥，名叫叶修，3岁的时候就被我收养了，现在帮忙管理林氏集团的一些事务。话语顿了顿，叶长风继续道：叶凡，你要尽快努力啊，将来叶家还指望你接管，若是你还这么颓废，叶家就只能交给叶修了。听到叶长风的话，叶修眼神中凶光一闪而过：爷爷千万别这样说，我只是帮小凡打理叶家罢了，整个叶家不管什么时候都是小凡的，我很清楚自己的位置，不会想那么多的。你能这么想最好，不过你放心，我也不会亏待你的。叶长风一脸欣慰地看着叶修，甚是满意。但叶修嘴上虽然这样说着，内心里却对叶长风怨恨到了极点，老不死的，心里果然还是只有叶凡。都到这个时候了，叶凡明明表现得那么垃圾窝囊，居然还想着将叶家交给叶凡，那自己这么多年当牛做马，为叶凡卖命，图什么？大哥好。叶凡听到爷爷的介绍，叶凡微笑着上前，伸手和叶修握在了一起。大哥这么多年为叶家操劳，的确辛苦了，但丑话说在前面，大哥若是真的为叶家好，我自然感激，可如果大哥吃里扒外，做了什么有损叶家的事情，那就别怪我不客气。这3年，叶凡虽然入赘苏家，但却没有停止对当年袭击事件的调查，特别是关于叶家被袭击的事件，毕竟叶家背后有80万天龙军，想要悄无声息地袭击叶家，必定要内应才能做到。当时叶凡还一直疑惑，究竟是谁能如此精准地获取叶家内部的情报，当这个内应。但看到叶修的时候，叶凡心中瞬间明白了，若是自己的直觉没有错，那叶修必定就是那个内奸。这家伙虽然装扮得人模狗样的，但150斤体重，149斤都是反骨。说话的同时，叶凡全身杀气没有保留，肆无忌惮地释放出来。叶修瞬间感觉掉入到冰窖一样，浑身都打了一个冷战，眼神中则充满了疑惑。不对啊，自己下午得到的情报，叶凡不是一个天天泡会所的垃圾吗？怎么有这么强悍的实力？嗨，弟弟说笑了，当年若不是爷爷收留，我早就饿死在街头了，怎么可能做对不起叶家的事情？叶修讪讪地陪笑着，但其实内心慌的一批。难道自己做的那些事情被叶凡发现了？不可能啊，不会就最好。你继续帮忙管理叶家，也方便我好继续泡妞。叶凡收起自己全身的杀气，一脸邪魅地对叶修道：大哥，我听说云城新开了一家霸王会所，那里的妹子都很嫩哦，要不我明天请你去开荤？啊，这样不合适，还是算了吧。说话的同时，叶修转头朝苏一雪看去，真不知道叶凡是怎么想的，自己老婆都还在旁边啊，公然这样说去泡妞，真的好吗？关键是苏一雪真的和外界所说的一样，对叶凡的行为似乎丝毫不管。叶凡究竟是怎么做到的？跟弟弟客气什么？明天中午12点，咱们不见不散。叶凡看似不经意的开口，但眼神中却闪过一抹邪魅。叶凡是故意的。现在叶家嫡系大少高调归来，这就代表着叶家还没倒，还有希望。3年前那一场袭击没弄死叶家大少，现在叶凡回来，肯定很多人是不希望叶凡活着的。叶凡故意暴露自己的位置行踪，就是想要试探一下叶修。如果叶修是他们的人，和他们一起内应的话，那一定会通知他们，他们一定会采取行动。叶凡看着叶修一副老实的样子，叶凡心中冷笑，这家伙装的还很像，但叶凡心里也在琢磨，若是将这个叶修给弄死了，也需要尽快找一批人来代替叶修管理整个叶家集团啊。毕竟爷爷和太爷年纪都大了，叶凡自己肯定是没什么心思去管理家族企业的。众人一起闲聊，正在考虑要不要了一点夜宵的时候，苏一雪突然接到了公司的电话。什么？我们的货源突然被断掉了。我知道了，我马上来一趟公司。苏一雪挂断电话，满脸焦急地对叶长风和叶凡等人道：爷，老公，公司那边有点事，我需要过去处理一下，不好意思啊，我要先走一步了。叶凡关切地道：需要我去帮忙吗？苏一雪摇摇头：不用，我一个人去就可以了，你多陪陪爷爷吧。叶凡的确还有一些事情要跟爷爷聊，之前都没有机会，趁着现在刚好可以仔细聊聊。那好吧，路上注意安全。苏一雪离开，叶修也识趣地告辞离开。当房间里只剩下叶长风和叶凡的时候，叶凡难得正经起来。爷爷，当年叶家那晚遭到袭击，具体的情况您知道多少？叶长风摇摇头，当时那场袭击发生的太突然了，你2叔、3叔都战死了，你父母失踪，北洛师门同样遭受袭击，传言你已经殒命。当时的情况是叶家所有男丁，除了我和你太爷2人，全部死绝。过后一场大雨，所有的蛛丝马迹全部消失。这些年我一直在调查，但却基本没什么有用的信息。叶长风提到当年的事情，就一阵唏嘘，有些语重心长地看着叶凡道：
我叶家人丁雕落，所有的希望都在你身上了啊！爷爷也不说你了，泡妞就泡妞吧，多多给叶家生崽也是可以的。听着爷爷的话，叶凡一阵无语。什么情况？听爷爷这意思是不对自己抱什么希望了，所以让自己当重马，多生产后代，把希望寄托在后一代身上。叶凡很想告诉爷爷，其实现在自己无敌了，但叶凡知道，现在自己隐藏实力才是最好的选择。若是自己表现得太强悍了，那之前对付叶家的那些仇人，他都不敢再次冒头了。不过有一点肯定的是，林家肯定有份，而且我怀疑龙主应该或多或少的也参与了当年的计划。西南边境80万天龙军都被打上了叶家军的标签，这会让很多人睡不着觉啊！哎，如果你实力能恢复，叶自其不倒，谁敢藐视我叶家？听着爷爷的一番分析，叶凡心中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轮廓。放心，在我叶凡手里，叶家不会倒。和爷爷告辞，叶凡刚出门就见到叶家旁边的马路上清一色停了几十辆黑色的奥迪。一个穿着衬衫的中年男子见到叶凡，立马恭敬跪下道：“属下李虎，拜见教官。教官，你还活着，简直太好了！原谅属下这才知道消息。”叶凡看了一眼眼前的李虎，不怪你，之前是我故意隐藏身份，这些年混得不错啊。李虎，云城地下4大教父之一，8年前白手起家，逐渐形成了一股自己的力量和产业，在云城地面上有不小的影响力。而实际上，李虎当时在境外雇佣兵战队的时候，当时就是叶凡担任教官训练的他们。所以知道叶凡回云城的消息之后，李虎第一时间上门前来拜访。教官过奖了，属下所有的一切都是教官赐予的，教官若是有任何需求，属下随时待命。李虎今天来就是来表明自己忠心的。其他人不知道，但李虎却清楚教官的实力有多恐怖。大家都说3年前教官在那场袭击中殒命，功力尽失，但李虎却深信教官肯定不会就那么陨落。行吧，有需要我会找你，让兄弟们都撤了吧。叶凡淡淡挥挥手，倒没有拒绝李虎的好意。虽然叶凡手下有韩卓以及北洛师门的力量，但有些事情北洛师门这边也不一定能面面俱到，李虎从中做一些补充，未尝不是好事。在叶家一耽搁，叶凡回到君兰天下别墅，都已经是1个小时后了。刚进别墅大门，叶凡就听到卫生间里哗啦啦的流水声。苏一雪这么快就回来，开始洗白白了，嘿嘿。叶凡现在实力已经突破了玉龙诀第9层，终于可以碰女人了，都已经跟苏一雪约好了，今晚要人和一下。这个小妞果然还是懂事。老婆，我来喽。叶凡快步朝卫生间房门走去，一边走一边脱自己的衣服，和自己老婆一起洗鸳鸯浴，玩一点情调怎么了？进入洗澡间，叶凡就看到一个曼妙的身姿在洗澡间里悄然而立。水雾之间，那美妙的动体虽然之前已经欣赏过了，但此情此景又是一番滋味。叶凡一脸柔情的上前，伸手将老婆搂在怀里，朝着苏一雪的唇上吻去。嘤咛。苏一雪在叶凡怀里发出一阵嘤咛，身体一僵，但却任由叶凡的大手在身上摩擦。只是叶凡动手动嘴的时候有几分疑惑，怎么手感和昨天晚上的有些不一样，似乎更加青涩，更加嫩了。卫生间里开始干柴烈火，叶凡在考虑是否有进一步的时候，别墅外突然响起一阵轿车发动机的声音，同时还有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老公，我回来了。”听到这声音，叶凡全身汗毛瞬间炸了起来。老婆苏一雪这才回来，那自己怀里现在热火朝天的是谁？叶凡连忙将怀里的人推开，而怀里的家人对着叶凡狡黠一笑：“嘿嘿，姐夫，现在我也是你的人喽，哥哥。”苏清柔，苏一雪一母同胞的妹妹，两姐妹虽然相差3、4岁，但却长得几乎一个模子刻出来一样。自己刚才把小姨子亲了尼玛，关键是苏清柔一点也没反抗。你，叶凡虽然平时放浪不羁，但此刻却也有些发懵。自己这小姨子是几个意思？这是我和姐夫的秘密哦。苏清柔对着叶凡邪魅一笑，裹上浴袍，快速离开卫生间，朝2楼卧室走去。此时，叶凡突然听到外面似乎传了争吵声，连忙将衣服穿好出门。门外居然又是云飞扬拦着苏一雪：“一雪，你公司现在突然被断货，我感到很抱歉，但你也知道，那是商业行为，我也不能帮一个外人和家族作对啊。要不这样，你答应做我女朋友，我马上打电话让家族那边恢复供货。”为了得到苏一雪，云飞扬也是用尽了心思。知道苏家主营珠宝需要大量的翡翠原石货源，而最主要的货源就是来自云家，所以云飞扬直接动用家族力量终止了对苏氏集团供货，就是想以此为要挟，让苏一雪答应做云飞扬的女人。云飞扬，你无耻，这样做只会让我更加看不起你，为了让我就范，居然用这么卑鄙的手段。苏一雪气愤地在地上直跺脚，但却又有些无可奈何。大夏大部分的翡翠原石来源都来自于缅国，
而云家恰好就是缅国最大供应商松帕将军在大夏的总代理。苏家只要还想做珠宝生意，就绕不过云家。无耻吗？我觉得好像也有一点，但没关系，这样的手段好用就行，知道能达到目的，我管不了什么无耻与否。云飞扬淡淡一笑，一雪，你只有1天的考虑时间，1天之后，如果你还不答应的话，云家不光是会断货，而且还会在天南省封杀苏氏集团，你考虑一下，你们是否抗得住？云飞扬一副吃定了苏一雪的样子，相反，只要你答应做我女朋友，我云家一定全力支持苏氏集团成为天南省乃至整个西南的珠宝霸主。怎么样？该怎么选？一雪，你应该很清楚吧？不要跟着叶凡那个垃圾了，他除了泡妞之外什么都不会，你是何苦了？说话的同时，云飞扬伸手过来，便想要趁机搂苏一雪的腰身，但手刚刚伸出去，便被一把铁钳抓住。看来白天的警告没用吗？来的人自然是叶凡，伸手将云飞扬的手臂抓住之后，没有任何迟疑，叶凡手上气劲一阵波动，直接将云飞扬的手腕折断。咔嚓，一阵脆响之后，云飞扬手臂上顿时传来一阵钻心的疼痛。卧槽，我的手！下午的时候，云飞扬被叶凡扇了一巴掌，更是差点被王富贵打的爹妈都不认识。而现在，叶凡居然直接动手将自己一只手给打断了。他怎么敢？叶凡，你他妈疯了，敢对本少动手？你敢惹我云家吗？云飞扬捂着手，一边后退，一边对叶凡呵斥道：“来人，给我往死里揍！”叶凡淡淡一笑：“云家，老子大夏第一家族叶家唯一的嫡系大少，你一个垃圾云家，在我眼里算狗屁！来，有种你们动我一根汗毛试试！”看着云飞扬身后几个冲出来的保镖，叶凡冷冷一笑：“真以为大夏第一家族叶家是说着玩的吗？叶家现在虽然没落，但叶家老爷子还有太爷在大夏的影响力却依旧在。加上现在叶凡高调归来，家族看到了新的希望，很多观望的人对叶家的态度必然会再次发生改变。因为对于大家族来说，本身的实力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而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方面是注重对后代的培养。一个家族若是没有后代继续发展，那这个家族不管多么兴盛，总归要落幕的。这也是这3年叶家遭受袭击之后，很多家族疏远叶家的原因。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得到的消息是叶凡已经殒命，这云飞扬的那些保镖瞬间全部停下了手上的动作，纷纷朝云飞扬看去。而云飞扬也想起来了，林家宴会上叶凡已经宣布他叶家大少的身份，现在叶家还没倒台的情况下，云飞扬还真不敢对叶凡怎么样。叶凡，你就只会动拳头吗？我们和苏家的事情是商业行为，你就算将我打死也改变不了现在的情况。哼，你以为叶家还是之前的叶家吗？云飞扬虽然心中不爽，但也没有继续让手下保镖动手。叶凡，你太贪心了，明明已经有了轩宇飞，为什么还要和我抢苏一雪？叶凡还没开口，苏一雪却先开口了，你管得着吗？那我老公有人格魅力，人家轩小姐自己愿意跟着我老公，关你什么事？苏一雪对叶凡的宠真的到了无条件的地步。叶凡看着苏一雪，想到自己刚才卫生间里对苏清柔做的事情，心中有些讪讪。看到云飞扬的样子，叶凡冷冷一笑，不是商业行为吗？行，那就用商业行为解决好了。你云家之所以嚣张，不就是因为松帕将军将代理权给了你云家吗？我一个电话，你云家马上就失去了代理权。叶凡说话的同时掏出手机便准备打电话。听到叶凡的话，云飞扬都不由哈哈笑了起来。一个电话，哈哈，叶凡，你太狂妄了，叶家现在自己都要死了，你还一个电话能调动松帕将军？人家会鸟你吗？来，打电话，马上打给我听。如果你能让松帕将军马上拿掉云家的代理权，我喊你爸爸。云家和松帕将军合作多年了，而且云家老爷子和松帕将军关系非常好，双方的利益分配，云家为了能持续拿到总代理的权限，都让利了很多。在大夏，估计没有任何一家能有这么大的利益让给松帕将军了。云飞扬100%相信松帕将军绝对不会因为一个快陨落的家族而和云家撕破脸皮。另外一边，叶凡已经拨通了松帕将军的电话，帝君能终于现身了，知道您没事简直太好了。您不知道，得知您出事之后，我眼泪都流了一大桶。电话接通，松帕将军就在电话里隆重表示了自己对叶凡的思念。行了，打电话是通知你一个事，我老婆是云城苏氏珠宝的总裁，现在想拿你在大夏的总代理权，有问题吗？哦，对了，云家有个傻逼，还想用代理权的事情来要挟我，想抢我老婆，你看着办吧。啊，云家敢抢帝君老婆？我知道，我马上中断和他们所有的合作，明天一早，不今晚我就坐飞机来云城，明天早上肯定准时将合同送到苏小姐的桌子上。松帕在电话里一脸恭敬，当年松帕差点被人害死，关键时候
可是叶凡出面救了他，还教了他功夫，辅助他在缅国崛起。没有叶凡，就没有现在的松帕将军。叶凡有任何需求，松帕将军怎么会拒绝？叶凡电话挂断不到1分钟，云飞扬的电话就响了起来，是父亲云伯天打来的。松帕将军突然宣布和我们云家中断一切合作，说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啊！云飞扬瞬间懵逼了，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叶凡。叶家不是没落了吗？怎么还能遥控缅国的松帕将军真的和云家中断了合作？叶凡嘴角一翘，邪魅地看着云飞扬道：来吧，叫爸爸。你……云飞扬一脸惊愕看着眼前的叶凡，联想到叶凡在林家宴会上做的事情。叶凡连林东都敢收拾，最后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还将林家家主林华给打了，如此嚣张，难道叶凡真的有什么手段和底牌？但根据自己的调查，叶凡这3年不就是一直在云城会所里泡妞吗？之前叶凡的确是北洛师门的天才妖孽弟子，但当年北洛师门遭受袭击的时候，叶凡修炼的根骨据说被破坏了，而且肾脏也被挖去了一个，怎么现在叶凡完全跟没事人一样？不过不管如何，苏一雪体质特殊，老子是一定要得到的。叶凡，你给我等着，你嘚瑟不了2天了。哼！云飞扬对叶凡冷哼一声，连滚带爬的离开君兰天下别墅大院。叶凡看着云飞扬狼狈逃窜的云飞扬，冷冷的开口道：云飞扬，事不过3，这是最后一次警告你了，若是下次你胆敢还骚扰我老婆，老子一定会用推土机将你云家推平。说到做到。叶凡眼神中闪过一抹狠厉，老子都已经宣布苏一雪是我老婆了，总还有这么一些垃圾过来捣乱，若是不杀鸡儆猴，没完没了了。老公，你刚才联系的这是松帕将军吗？他打算将缅国翡翠原石代理权给我们苏氏集团。苏一雪有些不敢相信的朝叶凡询问道。短短1天的时间，苏一雪发现自己老公似乎和之前有些不一样了，已经给了她太多的惊喜。大夏第一家族的嫡系大少爷啊！苏一雪从来没想过自己那个喜欢泡妞的老公居然有这么强悍的背景。苏氏集团不过是云城一个3流家族，和叶家相比，完全是自己高攀了。当然，老婆，从明天开始，缅国在大夏的翡翠原石代理权将是苏氏集团的。叶凡搂着苏一雪朝别墅里走去，苏一雪在旁边看着叶凡的侧脸，心中暗暗决定，今晚自己一定要全力将老公伺候好。姐夫，你们回来了。2人一进入房间，苏清柔穿着一身清凉的睡衣，微笑着弯腰迎接着2人。弯腰的那一瞬间，苏清柔面前的沟壑顿时在叶凡面前一览无余。联想到刚才在浴室里的亲密接触，叶凡不由有些发愣。清柔，你怎么来了？苏一雪看到苏清柔突然出现在房间里，有些诧异。今天学校放假了吗？苏清柔才刚满18岁，现在还在上大学。今天周4，按理说苏清柔应该是在学校啊。我这不是想姐姐和姐夫了吗？苏清柔说话的时候特意将姐夫2个字咬得特别重。其实从叶凡进入苏家开始，苏清柔这个小姨子对叶凡就格外上心。那个时候苏清柔还在高中，就经常缠着叶凡，让叶凡陪她逛街，陪她旅游，出去吃饭啥的。叶凡现在陡然想到，这个小姨子今天肯定是故意的，是谋划了很久的，肯定是早就垂涎本少的美色。唉，大意失荆州啊！明天学校恰好有活动，上午没课，所以就过来了。苏清柔挽着苏一雪的手臂道：姐姐，说好了，今晚我要跟你一起睡，不准赶我。啊！苏清柔的这一番话让叶凡和苏一雪2人都愣住了。2人可是计划着今天晚上要人和的，苏清柔突然要跟苏一雪睡，那活动还怎么继续？啊！清柔，都这么大的人，还跟你姐姐一起睡算什么事？听话，大人都是自己一个人睡的。你姐是我老婆，晚上你和她睡，我睡哪里？叶凡义正言辞的想要申诉自己的权利，但苏清柔只是一吐舌头道：哥哥，姐夫若是怕，可以来大家一起啊。翠，清柔，你胡说什么了？那是你姐夫，怎么能？苏一雪连忙伸手在苏清柔脑袋上敲打了2下，但却不知道其实刚才2人之间已经发生了某些不可言说的事情。苏一雪有些歉然的看着叶凡，等会我给你姐夫重新在楼下铺床。苏清柔自然也只是说说。几人洗漱完毕，在沙发上吃着水果的时候，苏清柔挽着苏一雪的手臂道：姐姐，其实我今天回来是下午借用一下姐夫的。不借。不等苏一雪开口，叶凡直接开口拒绝这小妮子肯定没安什么好心。这家伙将自己借出去1个小时，若是那样，自己到底该如何是好？禽兽，还是禽兽不如？借你姐夫？你想借他去干什么？苏一雪有些好奇的招苏清柔询问道。明天下午的时候，学校有一场舞会，老师要求我也要参加，但需要1名舞伴，我想请姐夫陪我一起去。苏清柔一脸迷离的看着叶凡，那眼睛里
都快要滴出水来了。让你姐夫去陪你跳舞，这个你姐夫倒是擅长。苏一雪不由想到了几个小时前在林家的时候，自己和轩宇飞同时跟叶凡共舞的情景，那可是惊艳四座啊。老公，明天你若是没事，要不陪轻柔去一趟？苏一雪开口朝叶凡道，其实内心也有小九九。昨天叶凡都可以和轩宇飞跳舞，那自己的亲妹妹为什么不可以？肥水不流外人田，就算叶凡占了一点什么便宜，那也是自己一家人，总比其他的那些臭男人占便宜要好得多。这苏一雪都开口了，对于这个对自己一直那么好的老婆，叶凡很难拒绝。好不好吗？姐夫，你就答应嘛。苏清柔上前挽着叶凡的手臂使劲摇晃着，宽松的睡袍都快要从苏清柔的肩膀上滑落。苏清柔也丝毫不忌惮自己春光乍现，一脸期待。好吧，我去还不行吗？叶凡无奈长叹一口气，自己在苏家这么多年，苏家两姐妹对自己其实都很不错的。苏清柔这个小妮子，那个时候吃根香蕉都还要给自己带一根，和苏一雪一样，从来没有嫌弃自己什么都不干，吃闲饭。午夜，等苏一雪、苏清柔都睡着之后，叶凡从床上爬起来，穿好衣服，悄悄离开君兰天下，朝着皇家1号会所赶去。这次叶凡不是去泡妞，而是赴约。白天叶凡追查到那个楚嫣姑娘的时候，虽然楚嫣没有承认自己就是小师妹，但却在叶凡的手背上敲打了2下，留下了总经理办公室的房卡。不是约好了晚上2点见面吗？而与此同时，皇家1号总经理办公室里，许云也脱光了衣服，穿着一身清凉的睡衣在床上躺下。皇家1号已经基本歇业了，除了门口的保安室之外，大楼一片漆黑，大门也被锁着。如果想要进去，正常的方式就是喊保安，不过这点楼层高度自然是难不到叶凡的。叶凡在大楼背后找了个没人的地方，脚腕在地上一蹬，直接几个跳跃，已经上了8楼总经理办公室的窗户边上。翻身进入房间，叶凡便察觉到了床上躺着一个人。叶凡心中微微一笑，小师妹还跟自己玩点情调吗？叶凡悄悄靠近床边，伸手一把将床上的人搂住，大手开始勇攀高峰，而嘴则是朝床上的美女亲吻过去。小师妹白天居然还不承认，看今晚师兄不生米煮成熟饭。叶凡心中已经认定了眼前就是小师妹苏婵，因为若不是苏婵的话，那小师妹为什么又要让自己晚上2点来找她？还给总经理办公室的房卡。英宁，床上的美女发出一阵轻轻的叫唤声，嘴唇也回应了一下，但听到这声音，叶凡瞬间炸毛了。这声音不是小师妹。叶凡迅速从床上弹跳开来，心中则是一阵诧异，不会吧，今天本少都2次认错人了。谁？你要干什么？床上的美女已经察觉到了不对劲，迅速翻身起来，将床边的灯打开。此时床上的美女不是别人，正是皇家1号明面上的老板许云。许云身上的睡裙都被叶凡扯掉了一大半，胸前的丘壑在叶凡面前展现得一览无余。看到房间里突然出现了一个男人，关键自己唇上还有叶凡的口水，许云瞬间明白刚才发生了什么。流氓来人啊！许云瞬间尖叫起来，伸手用被子挡住自己的风光，一脸警惕地朝后面退去。美女别叫，我不是故意的。叶凡真的不是故意的，自己来是为了见小师妹的。结果叶凡哪里想到床上躺着的居然不是小师妹。见许云还在叫，叶凡没有办法，只能快步冲上去，将许云压在下面，然后捂住许云的嘴巴。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是来找小师妹的，小师妹给了我房卡，哪知道房间里不是她。说话的同时，叶凡将总经理办公室房卡拿出来，在许云面前晃动了一下。此时许云也冷静了下来，仔细看了叶凡2眼，顿时认出来了，眼前这个男人不正是苏婵所说到那个师兄吗？白天还来找过苏婵。只是许云有些不明白，苏婵既然给叶凡留下了房卡，为什么自己又不等他，而是让自己睡在办公室里？现在好了，老娘的清白都便宜这个叶凡了，那是人家的初吻啊。许云点点头，表示自己不会叫了。叶凡松了口气，刚准备松开许云，神色突然一凛，有人来了，不要作声。说话的同时，叶凡将房间的灯关掉，然后眼睛盯着房门的方向。这么晚了，还有人来总经理办公室？若是1个人就算了，居然来了5个人，其中2个还是武道化境高手。黑暗中，许云被叶凡压在身下，感受着叶凡身上的男性气息，脸色一片羞红，轻声道：你弄疼我了。许云扭动了一下身体，想要避开叶凡腿脚，叶凡这才发现自己的姿势实在不太合适，关键是一个大男人在面对这样一个美女之后，某些自然的反应。叶凡连忙从许云身上下来，翻身藏在床上的墙角里，将自己的气息隐藏。咔嚓，房门突然打开，几个男人迅速进入房间。周少，直接动手吗？其中一个男人掏出了明晃晃的匕首，
在床边比划着，这样会不会不好？弄死了那贱人，上面不会找我们的麻烦吧？怕什么？少爷都明确说了，必须要弄死他，还要将他身上的东西找到。老爷子肯定将那东西给了这贱人。领头的周少有些不耐烦地催促着手下，赶紧动手，免得夜长梦多。今晚若弄不死他，明天还要多费口舌。是。那个拿着匕首的男人快步朝许云靠近来。此时的许云躺在床上，都紧张到了极点。他完全想不到，上面的那些人居然这么等不及，都敢直接冲进办公室里杀人了。怎么办？许云知道苏禅的那个师兄肯定是会功夫的，但他一个人能是他们几个人的对手吗？杀！眼看那个杀手都将匕首挥舞起来，许云都快要叫出声来了。叶凡这才从墙角弹射出来，一把抓住杀手的手腕，将杀手手里的匕首轰击碎裂的同时，将杀手的手腕直接折断，找死！叶凡冷哼一声，将杀手抡起来，宛若一根木棒一样，狠狠砸在地上。房间里的灯打开，叶凡和许云从床上下来，看着眼前领头的男子，许云惊愕的同时，更是满脸愤怒。周涛，你太过分了！你一个附庸家族，居然敢杀小姐，你不怕家族要你命吗？周涛看到床上下来的不是苏禅，而是许云，略微有点诧异。哼，家族要我的命，那要看家族现在是谁当家。呵呵，老爷子昏迷，家里还不是大少爷说了算。那个贱人居然没在这里，侥幸躲过了一劫，但你们以为还能躲得了几天？周涛是聪明人，刚才叶凡将自己的保镖一招拿下，周涛就看出来了，叶凡的实力不弱，此地不宜久留。走！周涛招呼了几个手下一声，然后对着许云道：许云，我看你还有几分姿色，我劝你最好识趣一点，若是早点爬上我的床，或许我在大少爷面前可以保你一命。你看着周涛嚣张的嘴脸，许云气的胸口一颤一颤的，但深更半夜，她一个女孩子又能怎么办？眼看周涛便准备踏步离开，叶凡突然沉声开口道：站住！我让你走了吗？说话的同时，叶凡闪身到周涛面前，冷冷地盯着周涛，那眼神就像毒蛇一样，让周涛浑身不由一僵。你想干什么？小子，告诉你，刚才你坏我的好事，我就不跟你计较了。你最好不要多管闲事，省城周家是你惹不起的人。不知道为何，周涛看着叶凡的眼神就有些发怵，本能的想要避开。想干什么？本少想杀你。下一刻，叶凡从旁边保镖手里抢过一把匕首，没有任何迟疑，直接将插入了周涛的心脏上。如此一幕，直接将许云和周涛其他几个保镖都看得惊呆了。卧槽，这么生猛吗？一言不合就直接杀了我。周涛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自己胸口的匕首，感觉到全身的生机力量正在急速流失，看叶凡的眼神充满了哀怨。你怎么敢杀我？你到底是谁？这和正常剧情不一样啊。正常剧情，两人之间不是应该还要打一番嘴炮，然后放狠话，最多将周涛打一顿，然后下一次再杀吗？现在就杀了，那后面剧情还怎么发展？老子叶家大少叶凡，苏禅的师兄。叶凡一脚将周涛踹翻在地上，冷冷地开口道：既然你们想杀我师妹，那我就只能先送你们上路了。你就是叶凡？这怎么可能？根据周涛这边得到的消息，叶凡的确回归了，但却经常混迹在会所，都被女人掏空了身子，怎么可能有这么强大的实力？但不管周涛相信还是不相信，现在就是叶凡出手，直接将周涛杀了。周涛带来的其他那些杀手还想从现场溜走，但叶凡身体在原地化作一道幻影，随即所有的杀手全部倒在地上，没有了生机力量。许云在旁边看着叶凡的动作，都惊呆在原地。你把他们全部杀了？许云之前听苏禅说过叶凡，知道这个师兄肯定实力非同一般，但苏禅也说过，在当时那一战中，叶凡被人破坏了根骨，实力尽失，据说肾脏都被挖走了，怎么现在所表现的实力这么强悍？他们该死！叶凡淡淡的看了周涛等人的尸体一眼，然后眼灼灼的盯着许云道：你又是谁？小师妹人在哪里？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刚才因为周涛等人突然出现，打断了叶凡的思维，此刻叶凡才有空想清楚一些事情。按照小师妹给自己的房卡，还有在自己手背上拍打的那2下，不是约自己凌晨2点来见面吗？但为什么现在出现在办公室里却不是小师妹？我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这是我办公室，我是皇家1号会所的老板，我为什么不能出现在这里？许云从震惊中回过神来，有些没好气地回应着叶凡：不对啊，小师妹不是约好了晚上见面吗？难道是我理解错了？叶凡眉头皱了一下，可是自己白天看到小师妹，无论从容貌还是气息上，那都是小师妹啊。许小姐，正好你在这里，那你给我详细说说，你们这里那个楚烟姑娘到底是什么来头？叶凡盯着许云，想从许云脸上看出些什么端倪，但许云早就知道苏禅的意思，现在不敢暴露和叶凡的关系，所以表现得非常自然的道：
我想起来了，白天叶少就让人安排楚烟姑娘陪你了吧？不好意思，可能要让叶少失望了。那位楚烟姑娘只是一个普通的姑娘，从小跟着奶奶一起长大，到我们这里来是为了给奶奶赚钱治病。听着许云的解释，叶凡心中瞬间感觉有些空荡荡的，难道真的是自己认错了？可当时自己看到的那明明就是小师妹啊，难道小师妹还有什么苦衷？看来等北洛师门那些高手聚齐之后，自己要好好调查一番皇家1号才行了。若真的知道那个楚烟就是小师妹，那叶凡一定会将那些威胁小师妹的人全部铲除。既然不是小师妹，叶凡也就没有留下的必要，转身便准备从房间离开。但许云却伸手拦住了叶凡，怎么吃干抹净就想走了？许云想到刚才叶凡在床上对自己的轻薄，脸色就是一阵羞红。虽然许云是在管理这么一家会所不假，但许云却一直都洁身自好，本身还是厨，就这么莫名其妙的被叶凡夺了初吻，还摸了那里。叶凡顿住脚步，转身一脸邪魅的看着许云道，怎么许老板还想我对你负责？想到负责也不是不可以，不过我们就需要更深入的交流了，我才会认账哦。叶凡眼灼灼的盯着许云，眼神肆无忌惮的在许云身上游走着。不得不说，许云身材丰满，凹凸有致，特别是刚才叶凡感受到惊人弹性，的确也是极品。如果许云愿意，叶凡并不介意。看着叶凡那勾人的目光，许云感觉浑身都有些发软。你想干什么？告诉你，不要乱来。许云的心情很复杂。叶凡长得非常帅气，剑眉星目，身材心长，脸庞轮廓分明，格外有男人味。而且接吻的时候，那动作几乎挑拨的许云心动不要不要的。这样的男人，没有女人不喜欢。但许云也知道，叶凡可是苏禅心里的白月光，自己染指了算怎么回事？我是想说，楚烟姑娘不是你的小师妹，你愿意帮我们一个忙吗？许云突然鬼使神差的说了这样一句话，让叶凡神色顿时一愣。如果你帮我们保住皇家1号的话，我愿意随你的意。不是小师妹，还愿意随自己的意。叶凡歪着脑袋看着许云，这个许老板有点意思啊。叶凡脑袋飞速思考着，总感觉其中有什么关键信息缺失了，很多信息一时间连不起来。但叶凡有一点敢肯定，皇家1号会所有问题，那个楚烟姑娘有问题。虽然今天晚上没有见到小师妹，但叶凡直觉还是确定那个楚烟就是小师妹。既然是小师妹的会所遇到了问题，叶凡当然不会拒绝帮忙。哦，这个条件很诱人啊，说说看，现在皇家1号会所到底遇到了什么麻烦？叶凡在原地站定，一脸正色地看着许云。还是周家，上京家族总部那边派周家前来，是想要强行将我们手里的皇家1号会所抢走，而且还要将楚烟身上一件祖传的东西抢走。明天周家那边的人就会约我们谈判，我想请你到时候帮忙坐镇，震慑一下他们。原来是这样吗？没问题，时间地点告诉我，明天一定准时到。叶凡淡淡一笑，一个小小的周家，叶凡连他们大少都敢杀，还会惧怕他们什么谈判代表吗？许云看着叶凡离开的背影，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一种格外的安宁。难道就因为他刚才亲了自己，摸了自己？许云脑袋里刚浮现这些乱七八糟的想法，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是苏禅打来的。云姐，办公室晚上没什么事吧？没什么事。许云心里居然有点愧疚，像是偷情突然被抓住了一样，很刺激，但又有些说不出来的感觉。没事就好，办公室里的那些资料很重要，我明天一早就会回来和周家谈判。电话那头，苏禅似乎很疲惫，但同时似乎又是松了一口气。许云心里突然也冒出了一个想法，或许苏禅是真的约了叶凡，只是在最后关头他自己又逃避了。说是逃避，但其实上也不是完全逃避，又让自己守在办公室被叶凡欺负了，这算怎么回事？不过许云倒也没有继续多想，而是朝苏禅汇报道，小禅，有个事情我要跟你说一下，那个叶绍刚才来过办公室了。啊！电话那边苏禅一声惊呼，一颗心都快要跳了出来。师兄果然还是明白了自己的想法，现在他走了吗？许云点点头，叶少已经走了，我没有暴露你的身份，不过明天叶凡已经杀了周家大少周涛，而且我已经邀请叶凡明天帮我们一起坐镇镇场和周家谈判。啊，杀了周家的人，师兄怎么敢？他明明实力都还没恢复。苏禅语气很焦急，叶凡的情况他非常清楚，当时被人破坏了根骨，肾脏被挖，心脏被破坏。虽然叶凡是武者，现在的实力对付一些普通的小毛贼可以，但叶凡一旦暴露，叶凡要对付的可是那些凶狠之人啊。这样吧，明天谈判我就不去了，你代表我全权处理好了。苏禅怕自己再次见到叶凡真的会忍不住，自己在叶凡面前暴露，那就意味着叶凡的身份暴露，无数人会马上对叶凡动手。只是苏禅不知道的是，叶凡已经在林家宴会上彻底暴露了自己叶家大少的身份。
唯一隐藏的就只有自己的实力。叶凡在云城混迹会所3年，当所有人知道叶凡就是叶家大少之后，所有人都还只知道叶凡只是那个在会所瞎混的纨绔，只有极少数人知道，其实叶凡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叶凡了，他是站在这个世界巅峰的男人。不过叶凡现在还有另外一个可以利用的身份，那就是妖孽天才叶君天。如果必要的时候，叶凡可以利用叶大师的身份出面解决问题。比如明天在帮助皇家1号会所谈判的时候，叶凡并没有打算利用叶凡的真容出现，而打算以叶君天的容貌出现，而身份就是叶凡的朋友。午夜，叶凡朝君兰天下别墅回家的时候，从叶家大院里一个身影鬼鬼祟祟的悄悄离开，然后在大街上拦了一辆车，朝着林家大院赶去。林家主，怎么回事？叶凡那个贱种不是已经死了吗？突然回来了。叶修一脸恼恨，在林家大院对林华道：你问我，我怎么知道？林华的嘴上都缠上了绷带，看起来有些滑稽。而且那个混账搅黄了林家和轩家的订婚典礼，还敢当众打我耳光，简直岂有此理。叶凡在林家宴会上的表现，叶修大概也听说过了。这次林家的面子可是丢到家了，叶凡必须死。刚才我叶长风和我谈话了，那老东西的意思很明确，不管我怎么努力，叶家还是要交给叶凡的。叶凡若是不死，我就无法掌握整个叶家，而那件东西我们永远就无法得到。叶修脸上浮现一抹阴沉，怨恨的开口：闭嘴！林华对叶修呵斥了一声，有些事情你知道就行，不要乱说，坏了老板的好事，你我都吃不了兜着走。叶修也知道自己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林家主，现在有一个机会，叶凡约我明天去霸王会所开婚，我答应他了，明天我将他引到霸王会所，林家主安排人在霸王会所将他弄死吧，免得夜长梦多。林华点点头，的确是个不错的机会。血衣门的人明天一早就会抵达，我会安排，到时候你将房间开好之后给我消息。林华一拳砸在桌子上。昨天晚上从得知那个袭击叶家的宗师高手被杀之后，林华的感觉就很不好，因为那个宗师高手死得太巧合了，就死叶凡回来的时候，死在林家要和轩家联姻的时候。林华可是花费了好大的代价才让轩家有所松动，同意和叶家退婚，答应和林家联手。昨天晚上被叶凡这么一破坏，那后面的机会就更渺茫了。哼，不管那个杀死宗师强者的叶君天是不是叶凡，明天血衣门出手，不管死活，叶凡都不会有好下场。血衣门是最近10年兴起的一个杀手组织，里面高手云厉，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他们对于雇主的指令和要求会严格执行，不死不休。只要血衣门答应了这一次任务，那么除非血衣门覆灭，否则就算是追杀到天涯海角，血衣门都会不惜一切代价追杀目标。只是林华和叶修都不知道，这是叶凡给两人挖下的一个坑，就等着他们往里面跳。叶凡回来就像在一颗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一颗石子一样，引起了一连串的涟漪。关键叶凡搞事情的行动从来都没停过，比如周家这次来和许云、苏禅谈判的队伍，虽然周涛作为周家大少是跟着一起来的，但实际上主要的负责人还是周家总管林天。都这么半夜了，周少怎么还不回来？在周家代表团落脚处，林天披着衣服站在窗前，看着外面的灯火万家，皱眉对身边的助手道：林总管，我们得到的消息，周少去了会所，应该是看上了那里的姑娘，留在那边过夜了吧。周少终究还是靠不住，这次谈判主要还是您出面。助手顺便拍了林天一记马屁，但林天对此似乎并不感冒。闭嘴！周少是周家将来的接班人，谁胆敢对周少不敬，别怪我不客气。只是林天不知道是周涛此时都已经见了阎王。虽然苏一雪昨晚就知道消息，说松帕将军将亲自过来和苏氏集团签订总代理合约，但第二天一早接到松帕将军亲自打来电话的时候，苏一雪还是非常兴奋。老公，松帕将军说已经抵达云城了，要到别墅来和我们签合同。我觉得在家里还是不太合适，所以约好了去公司。我们快点走吧。叶凡还在睡回笼觉，就直接被苏一雪从床上搂着抱了起来，接连亲了3口，还被叶凡占尽了便宜，穿好的衣服都弄得凌乱。叶凡这才起床，开车和苏一雪一起朝苏氏集团公司赶去。苏氏集团办公室里，松帕将军坐在沙发上，眼神不停地朝门口方向看去，嘴里还在不停地对身边副官道：哎，我就应该亲自去别墅那边等帝君的，这样太不礼貌了，太不尊重帝君了。松帕身边的手下还没开口，在松帕旁边恭敬站立的云伯天和云飞扬一脸客气的道：松帕将军，您真的不再考虑一下继续和我们云家合作吗？我们云家在大夏有最完善的销售渠道啊，或者我们可以再让利的，只要松帕将军愿意继续和我们云家合作，我们云家只要1成的利润。云伯天昨天在省城那边得到了松帕将军通知停止合作的消息后，也是连夜打听松帕将军的行程，
然后也来到云城苏氏集团来找松帕将军做最后的争取，一成利润。这个说的对，我怎么没想到？幸好啊，幸好我想到了，之前还想要3成的利润，简直太贪心了。松帕接着云伯天的话继续往下说着，而云伯天听到松帕将军的话，眼睛不由一亮。松帕将军，您是答应了吗？云伯天心中满是肉疼，之前和松帕将军之间的协议，云家是要拿3成的利润的，现在只要1成的利润，那一年损失至少上千亿啊！但就算是1成的利润，只要能继续和松帕将军合作，后面的好处还是天大的，大不了再从分销商身上拔毛罢了。答应？答应什么？你们怎么还不滚出去？我是在说我和苏氏集团的合作，我只要1成的利润，关你什么事？松帕将军皱眉看着云伯天道，我跟你们说得很清楚了，我们之间的合作已经结束了，本来也就只剩下1个月不到的期限，不就是1个亿的违约金吗？我马上让人打给你就是。啊！云伯天听着松帕将军的话，都以为自己听错了。和苏氏集团合作，松帕将军只要1成的利润。要知道，松帕将军之前和云家合作都要7成的利润，为什么和苏氏集团合作只要1成的利润，似乎都要多了一样？这是有多卑微啊！还不滚！昆泰，将他们都丢出去，不然等会帝君看到他们会很烦心。松帕将军对云伯天和云飞扬非常厌烦，直接让自己的手下推搡着，就要将云伯天和云飞扬2人扔出去。松帕将军，您……云伯天和云飞扬2人嘴里叫唤着，但心里却是一点也不甘心。爸，肯定是叶凡。昨天叶凡打了个电话之后，松帕将军就要和我们中断合作。云飞扬对着身边的云伯天道：“闭嘴，这还要你说？”云伯天都恨不得给云飞扬2巴掌，这不是明摆的事吗？还需要你多嘴去说？都是这个云飞扬，非要去招惹苏一雪干什么？叶凡所在的叶家虽然没落了，但云家要招惹也要掂量掂量才行啊！谁能想到苏一雪的老公叶凡居然是叶家大少？叶少，您来，快这边请。云伯天和云飞扬还在郁闷，松帕将军已经快步起身，朝着门口迎接而去。原来是叶凡和苏一雪已经踏步朝着会议室走了进来。松帕恭敬的样子，亲自给叶凡将椅子拉开。叶少，您看这样坐着舒服吗？要不我给您捏一下肩膀？说话的同时，松帕当真将袖子撸起来，恭敬的给叶凡开始揉捏肩膀。如此一幕，将云伯天和云飞扬等人看得都惊呆了。这松帕将军是什么人？那可是缅国地区最大的武装头子啊，手下几万人马，平时都是杀人如麻的存在，号称人屠，对人动辄就是枪毙。而现在在叶凡面前，居然温顺的跟一条摇尾巴的狗一样，自己眼睛是看错了吗？虽然叶凡是叶家大少，但3年来叶凡在云城都是泡在会所里，什么时候都能影响到缅国了。但松帕将军的那些手下却对此一点也不诧异，他们都知道当年叶凡对松帕将军有多么重要。别说是伺候叶凡，就算叶凡要睡他老婆，松帕将军都会亲自洗干净了送到叶凡的床上，手法进步了不少哦。叶凡淡淡回应了一句，眼神这才转到云飞扬和云伯天身上。哟，这不是云大少爷吗？怎么昨天没叫爸爸，今天专门来补齐？叶凡冷冷地盯着云飞扬，眼神中满是戏谑。昆泰，赶紧行动啊，直接丢出去，还客气什么？松帕看到叶凡的态度，瞬间急了，慌忙对着自己的手下呵斥着，生怕惹得叶凡不高兴了。昆泰立马亲自动手，抓着云飞扬和云伯天等人的手脚，直接将2人抓起来，狠狠地朝走廊上砸过去。啊！身体和瓷砖地面狠狠再砸在一起，走廊上传来云伯天和云飞扬惨烈的叫声：“叶凡，你给我等着，老子一定跟你没完！你想绕开我们云家，在大夏做翡翠生意，没门！”云飞扬一边连滚带爬的朝大楼外面走去，嘴里还在咆哮。松帕眉头一皱，对叶凡道：“帝君是否要属下动手将他们云家灭了？”叶凡轻轻摆摆手：“不用，这里是大夏，你动手的话会有些麻烦。我警告过他们，若是他们胆敢再骚扰我老婆，我会将整个云家推平。”话语顿了顿，叶凡对着松帕和苏一雪道：“你们开始准备签合同吧。”松帕一听，连忙让手下将合同拿出来，亲自递给苏一雪道：“苏小姐，我是这么想的，能和苏氏集团合作，那是我们翡翠集团莫大荣幸，所以我们决定利润方面，我们只要1成，您看可以吗？”说话的同时，松帕将军还一脸小心翼翼地看着叶凡的神色变化。啊，1成！苏一雪听到松帕将军的话，顿时惊讶地叫了出来。而松帕将军看到苏一雪的反应，顿时被吓了一跳。苏小姐，1成是不是太多了？这样0.5成也是可以的，不能为帝君效劳，我怎么想着要利润？我该死！说话的同时，松帕对着自己脸颊就是狠狠一巴掌。松帕将军，快住手！您误会了，我不是那个意思。
苏一雪看了看坐在旁边淡定喝茶的叶凡，心中对自己这个宝藏老公崇拜的五体投地。苏一雪当然知道，松帕将军之所以对自己如此恭敬，当然是因为叶凡的缘故。苏一雪可知道，就算省城的云家和松帕将军合作，松帕将军都是拿的70%的利润，苏氏集团的规模、影响力和云家比较起来，差的不是一星半点。而松帕将军职接送了自己60%的利润，这哪里是做生意，完全就是送财童子啊！我是说，您给的利润太多了，我们实在不好意思。苏一雪赶忙将话解释清楚，这才让松帕将军稍微安心一点，转头看向叶凡道：“叶少，您看这样的安排合理吗？”叶凡嘴角一翘：“松帕，我知道你是好意，但做生意嘛，讲究大家都要一起发财。这样吧，你也不能太吃亏了，利润方面5-5分就可以了。1年之内，我保证你的收益和跟云家合作比起来，至少翻3倍之上。”叶凡说的云淡风轻，但却是非常自信。之前叶凡因为功夫没有恢复，只能蛰伏，就算想要帮苏家，也只能暗地里帮忙。但现在叶凡实力恢复，而且超越了巅峰，那么苏氏集团必然也要跟着一起水涨船高。叶凡心中有机会，叶氏家族要恢复到第1家族巅峰，而苏氏集团就做个第2吧。多谢帝君。松帕心中暗暗松了一口气，恭敬地对叶凡鞠了一躬。叶凡点点头，具体的合同细节你们商量吧，我去泡妞了。叶凡跟苏一雪打个招呼，开车离开了苏氏集团。今天叶凡和叶修约好了，要去霸王会所开荤的。如果叶凡不去，叶修怎么有机会对叶凡动手了？霸王会所大门，叶凡抵达的时候，叶修戴着帽子，还架着一副墨镜，也恰好抵达。大哥，不就是来泡个妞吗？看你装扮的跟搞地下工作一样，至于吗？叶凡看到叶修的装扮，心里不由有些鄙夷。叶修一脸讪讪：“凡弟，还是注意一点比较好。我和凡弟不一样，我平时还要去参加一些商务宴会，若是被人看到出入这样的场合，还是有些不好。”其实叶修内心里是非常想来这种地方的，只是因为太爱惜自己的羽毛了，生怕自己表现不好，在叶家老爷子面前失去了形象，所以只好一直绷着。装就是装。叶凡看到叶修那模样，到前台的时候故意大声介绍道：“这位是我大哥叶修，今天一定给他安排2个漂亮的美女啊！”叶凡的话引起周围不少人朝这边看来，叶修更是浑身不自在。在这里办理好房间，叶凡和叶修2人分别进入到了各自的房间。当看到叶凡又点了10个姑娘之后，叶修都郁闷到抓狂：“你个狗东西，一次点那么多姑娘，怎么不累死你？哼，今天就是你最后的狂欢吧。”进入到自己房间里之后，叶修立马掏出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林家主，我们已经抵达霸王会所了，叶凡在308号房间，让他们开始行动吧。”电话那头正是林家家主林华。“好，不过叶修，你最好马上将电话卡销毁，不要让人知道我们联系过，还是小心为好。”从那个宗师高手被杀之后，林华就越来越谨慎了。霸王会所，叶凡躺在房间的圆形沙发上，身边10个美女分别使出浑身解数，给叶凡喂葡萄、剥香蕉，叶凡享受得不亦乐乎。突然，一股凛冽的杀气从房间外面传来，叶凡嘴角一翘：“终于来了吗？美女们，你们都先睡会吧。”叶凡手掌一挥，一道气劲涌动而出，眨眼间便将10个美女身上的穴位封锁住，让这些美女直接昏死了过去。不然，有些事情，若是他们看到或者听到了，那就只有一个下场，那就只能死了。咔嚓，房门被打开，一个戴着鸭舌帽的男子踏步进入，手上一把明晃晃的匕首在灯光下闪烁着光芒。自我介绍一下，黑衣门杀手黑龙。小子，有人要买你的命，别怪我。那男子嘴里呵斥了一声，快速朝叶凡闪身冲了过来，手里的匕首对着叶凡的心脏狠狠刺来。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而且身上波动的武道气息显示，这男子实力应该达到了掌控境界，在普通俗世界里已经算是顶尖的高手了。这男子正是血衣门内部排名13的首杀手黑龙，出手狠毒，动作迅速，做事从来不拖泥带水。黑龙的匕首捅出去了，但距离叶凡还有3寸的时候，发现自己匕首再也不能朝前推进分毫，刀锋被骨头卡住了。黑龙再用力推了推，却发现还是无法动弹，低头一看，这才发现叶凡2根手指轻松将刀锋夹住，淡定地看着自己，说吧，谁要买我的命？你只要说出幕后是谁要我的命，我就饶你一命。叶凡今天到霸王会所来，本来就是钓鱼的，凭借叶凡现在的实力，还没有几个人是叶凡的对手。黑龙是聪明人，看到叶凡如此娴熟的手段，2根手指都能夹住自己掌控境界的全力一击，知道自己今天碰到了硬点子，当下没有任何迟疑，脚腕在地上一蹬，便想要朝门外逃窜而去。黑龙动作很快，但叶凡的动作更快。黑龙刚刚起身，
叶凡一拳就已经砸了出来。轰隆！黑龙被叶凡狂暴的一拳直接砸得倒了地上，胸腔塌陷下去了一大块，嘴里鲜血溢出，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叶凡：“你隐藏了实力。”血衣们在动手之前都会详细调查目标的情况，叶凡的背景他们自然调查清楚了，知道叶凡是叶家大少，但他们也知道叶凡在3年前被人破坏了修炼根骨，甚至还挖走了心脏、肾脏，虽然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活了下，还隐藏在云城玩了一出灯下黑，可所有的情报显示叶凡就是一个废物，就是一个靠老婆吃软饭的纨绔大少，天天泡会所，失去的功夫没有一点恢复的迹象。但现在黑龙才发现这一切都是假的。给你最后一个机会，说吧，是谁让你来杀我的？叶凡一脚踩在黑龙脸上，居高临下的看着黑龙，无可奉告。咔嚓，黑龙话还没说完，叶凡直接一脚将黑龙的脖子踩断。既然不说背后的雇主，那就没有活的价值，只要知道动手的是血衣门的人就够了。不就一个血衣门吗？找个时间将他们屠了，也算是为民除害了。看着倒在地上的黑龙，叶凡嘴角浮现一抹邪魅的微笑。叶凡之所以如此干脆地杀了黑龙，因为叶凡还有另外一个计划。叶凡将黑龙的脸翻过来，仔细看了2眼之后，然后迅速在自己脸上一阵揉捏，下一刻叶凡的容貌就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此时的叶凡和黑龙不能说像，那完全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的。将鸭舌帽朝身上一戴，估计黑龙爹妈来了都看着迷糊。叶凡在黑龙身上迅速一阵翻腾，除了一个简单的联络手机之外，叶凡只找到了一个小瓶子，里面装着一些粉末。叶凡放在鼻子前闻了一下，化尸粉。叶凡刚才还在思考该怎么处理黑龙的尸体，有这化尸粉刚好。叶凡轻轻朝黑龙的尸体上倾倒了一点化尸粉，下一刻在化尸粉的腐蚀下，黑龙的尸体瞬间化作了一团水泽液。凡用拖把简单将房间里处理了一下，戴上鸭舌帽，从窗户翻了出去，朝着隔壁叶修房间里翻过去。旁边房间里，叶修宛若发狂的野兽一样，不停地折磨着2个陪他的女孩子，用狗链拴着女孩，在后面用皮鞭抽打着女孩，让她学狗叫，在地上爬行，似乎要将自己这么多年的憋屈全部发泄一般。女孩身上都被鞭打得满是血痕。大哥，求求你不要这样了。这2个女孩子原本以为今天自己是傍到了大款，进来只要好好伺候大哥就可以拿到一笔不小的小费，结果没想到叶修居然如此变态，喜欢玩这一套。不准停下，给我继续爬，老子是花钱了的。叶修歇斯底里的挥动鞭子，准备继续抽的时候，一只有力的大手死死抓住了叶修的手腕。你们2个出去。来的不是别人，正是从窗子里进来的叶凡。只是此时叶凡已经换成了黑龙的面孔。那2个女孩听到叶凡的话，如蒙大赦，慌忙爬起来离开了房间。叶修看到是黑龙出现，脸上的怒气似乎瞬间消减了不少。黑龙大哥，那边叶凡已经弄死了。叶凡不可置否地回应了一句：我有点好奇，你作为叶凡的大哥，为什么非要弄死他？听到叶凡已经死了，叶修似乎觉得空气都要舒畅不少。大哥，开什么玩笑，我辛辛苦苦为叶家卖命，他们什么时候将我当成叶家子弟过？特别是叶家那老东西，老子辛苦了这么多年，他居然还想将叶家交给叶凡那脓包。叶凡不死，我怎么掌控叶家？这样吗？你想掌控叶家，可以有很多其他的方法，不一定要杀叶凡吗？我听说叶凡已经入赘苏家，而且对掌控叶家也没多少兴趣啊，做人真的不留一线。叶凡继续引导着叶修开口。叶修摇摇头，如果叶凡不回来，或者还只是那么脓包的话，或许叶凡可以不死。但叶凡回来，居然在林家宴会上搅黄了林家与轩家联姻，那么叶凡就必须要死了。叶凡不死，有些人睡不着觉。那么这次暗杀叶凡是林家的意思？叶凡眉头一皱，还想深挖一点有用的消息。3年前袭击叶家，你知道有哪些家族参与了？当年袭击叶家有林家、云城的周家，当时就应该不能留情，应该将叶家那2个老东西全部弄死，就没有现在这么多事了。叶修话说了一半，突然顿住了，一脸警惕看着叶凡道：黑龙，你只是血衣门的杀手，你问这么多干什么？叶修也发现了自己刚才话说的太多了，有些秘密是应该一直烂在心里，永远不要说出来的。叶凡知道叶修肯定还知道一些东西，但估计光凭黑龙应该是炸不出来了，伸手在脸上一阵揉捏，叶凡恢复成了本来自己的真面目。叶修，你果然是我的好大哥啊！爷爷当年收留你，你就是这么报答爷爷的啊！你不是黑龙他？叶修一脸震惊地看着叶凡，满脸不可思议。你实力已经恢复了，你在骗我们？叶修瞬间想明白了，叶凡能化作黑龙的样子出现在自己面前，那黑龙多半已经死了。叶凡冷冷一笑，你本来这么聪明，若是他是辅助叶家，
将来本少将叶家交给你也不是不可能。叶凡背后有北洛师门，还有那么多其他的事情要做，一个小小的叶家，那不过只是叶凡的起点而已。叶凡还真的不会花太多心思在叶家的管理上。察觉到黑龙已经死了，叶修慌乱了几秒之后，立马镇定。哼，让本少像一条狗一样，对着你们叶家摇尾巴吗？本少做不到。说话的同时，叶修一便朝着窗子边上退去，想要找机会逃窜。叶凡嘴角一抽，大哥，看在你对叶家兢兢业业这么多年的份上，给你一个机会，你出面指证林家袭击叶家，我饶你一命。之前跟黑龙说叶凡可能还有忽悠的成分，但现在对叶修，叶凡还真有几分真心，打算留叶修一条性命。毕竟叶修是爷爷收留长大的，一条狗养的时间长了，多少也是有感情的。饶我一命。呵呵，叶凡，你还是想着怎么顾好你自己吧。就算你实力恢复了又如何？3年前他们敢对叶家动手，3年后你们叶家依旧逃不掉。话说到一半，叶修突然从身上掏出一把沙漠之鹰，对着叶凡扣动了扳机，去死吧！砰！子弹朝叶凡射来的同时，叶修身体一翻，飞速朝着窗子外面逃去。叶修知道，叶凡若是实力恢复了，这么近的距离，自己的子弹根本威胁不到叶凡，所以叶修刚才开枪，不过是在给自己争取逃命的机会罢了。可是叶修还是小看了叶凡。叶凡侧身轻松避开叶修的子弹，身体一闪，急速朝叶修闪身而来，从后面一把将叶修的脖子抓住，就像抓小鸡一样将叶修提了回来。给你机会你不中用，还想走？你觉得有可能吗？叶凡昨天专门告诉叶修来一起泡妞，就是给叶修动手的机会。叶凡在叶修面前都暴露了实力，也就决定了叶凡今天动手就没有打算放过叶修的意思。叶修被叶凡抓住，还想催动气劲对叶凡动手，但叶凡只是一巴掌便将叶修所有的修为全部废除，将叶修像死狗一样丢在地上。既然你也参与了3年前对叶家的袭击，那么本少会让你生不如死。叶凡冷冷地盯着叶修，随即拨通了李虎的号码，过来帮我关押一个人，今晚还要策划一场好戏。叶凡没有立马杀掉叶修，而是打算将叶修交给李虎，看能否再得到一些有用的消息。同时叶凡还会故意将消息放出去，让人知道叶修还活着，还会故意暴露关押地点。叶凡倒要看看林家和周家，他们知道叶修还活着，会不会来救人，或者是来杀人灭口。等李虎亲自带人过来，将昏死的叶修从方面里带走之后，叶凡重新从窗子回到自己的房间。叶凡这样做的意思很明显，尽量不暴露自己。片刻之后，当叶凡从房间里出来的时候，包间里叶凡带进去的那10个女孩子全部衣衫凌乱，横七竖八的躺在沙发上或者床上，依旧全部都是昏迷状态。叶凡离开之后，几个工作人员进去看到如此的场景，顿时惊呆了。卧槽，叶家大少这么生猛吗？10个女孩都能招架住不说，还将他们都弄得晕死了过去。我天，甘拜下风，就算是驴也扛不住啊！下次若是有机会，一定好好跟叶少学习一下。黑龙失联，叶修失踪，而叶凡却完好无损地从霸王会所出来。消息行快就传到了林华这边，到现在还是联系不上叶修吗？黑龙也联系不上。是的，守林家大院里，手下有些无奈地会报道，我们的人清楚地看到叶凡离开了霸王会所，但却没看到叶修出来。林华有些慌乱的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完了，黑龙多半已经死了，马上联系血衣门那边，让他们赶紧继续想办法，必须要尽快杀了叶凡。林华是真的慌了。当时在林家宴会上，叶凡突然动手扇了他一耳光，那个时候林华还只是怀疑叶凡实力恢复了，但现在血衣门的黑龙出手，叶凡都活了下来，那就只能说明叶凡的实力至少是在黑龙之上。林华揉了揉额头，还没缓过神来，手下再次汇报道：家主，刚才得到的最新消息，叶修没有死，而是被叶凡抓起来了，准备审讯，据说是要调查当年叶家被袭击的事情。啊！林华又一阵头疼，叶修的确就是当年袭击叶家重要的内应。虽然叶修对于大的计划知道的不多，但叶修却清楚的知道林家的却出手了。若是叶修活着指证林家的话，那叶家必定会全力对付林家。虽然上面在安排对叶家继续动手，但叶家在覆灭之前完全有能力先将林家灭了。快，马上发动所有力量调查叶修被关在什么地方，务必要在他开口之前将他救出来，若是无法救走，那就让他开不了口。林华说话的同时对着手下比划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林华身边林东点点头，二叔，这件事我负责吧。我的人刚才汇报消息说看见叶修被李虎带走了，应该很快就知道被关押的地点了，我一定让他开不了口。离开霸王会所，叶凡的心情有些沉重。3年前袭击叶家的事情终于有了一些线索，
但事情似乎比自己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叶凡之前以为只是林家一个家族动手，但现在看来，除了林家之外，还有周家。而从叶修的言语中看，除了这2个家族之外，显然还有其他人。能同时调动力量对北洛师门和叶家动手的势力，肯定不是普通人。但究竟是谁？同时对叶家和北洛师门动手，他们究竟想干什么？回到自己的车上，叶凡看了一眼手机短信。中午1点，云城大酒店8楼包间。这是许云给叶凡发的短信。昨天晚上许云请叶凡出面震慑，现在看看时间也差不多了。叶凡开车迅速朝云城大酒店赶去。叶凡昨晚将周涛杀了，那完全是因为周涛想杀小师妹。叶凡也没想到周家居然也是对叶家动手的一份子之一，那么周涛就死的一点也不冤。云城大酒店8楼的包间里，许云坐在沙发的一侧，而对面坐着一个灰袍老头，正是周家的管家林天。许云，情况你也知道，不是我们周家想对付你们，是苏家大少爷下了死命令，不会给你们留活路。林天一副假仁假义的模样，所以不要让老夫为难，签了吧，将云城你们所有的产业转让给大少爷，我可以给你们1天的时间逃命离开云城。许云有些焦急地看着林天。许云虽然不会功夫，但许云知道周家的这个管家实力非常厉害，据说都已经半步宗师了。周家这次派林天出面，是下定了决定要抢夺苏禅手里最后一点产业了。这可是苏禅母亲留给苏禅最后一点保命的产业，若是这点东西都被他们抢走了，那苏禅就真的没有活路了。林天，这是苏家内部的事情，我劝你还是不要插手的好。不管大少爷和苏禅怎么闹，他们都是兄妹，你确定你最好有好下场吗？许云时不时地朝房门口看去，昨天叶凡不是答应了要来震慑的吗？怎么到现在还没来？兄妹，许云，你自己不觉得搞笑吗？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罢了，大少爷对苏禅的态度你也知道，恨不得早点弄死他才好。大少爷都给所有人放话了，谁能弄死苏禅，奖励500万。你说苏禅还能活多久？林天一脸邪魅地看着许云，既然苏禅让你全权代理，你是签还是不签？说话的同时，林天将面前的合同推到许云面前。你们这是硬抢，我不会签的。许云看着合同上的款项都要气疯了。250块。许云有些想不通，大少爷为什么一定要赶尽杀绝？许云，你这是敬酒不吃罚酒。来人，帮许云小姐一把。林天对身边几个手下呵斥了一声，几个壮汉立马上前，伸手抓住许云，准备将许云按在桌子上，强行让许云签字。周家这次来云城，本来就只是打算走一个过场罢了，当然不会正常和许云等人进行谈判。你们，许云想要呵斥，但一个弱女子面对这些壮汉根本无能为力。你们这是找死！一声冷喝突然从房门口传了，一个青年踏步进入房间，没有任何迟疑，2拳砸在许云身边那2个高手胸口上。砰砰，2声沉闷的响声之后，那2个壮汉立马横飞了出去，砸在墙壁上，将墙壁都砸出了一个凹槽，像是照片镶嵌在墙壁上一样。那2个壮汉嘴里吐了2口鲜血，随即顺着墙壁缓缓朝地上滑落下去。来的不是别人，正是叶凡。只是此时叶凡已经将容貌改变成了黑市叶君天的模样。当叶凡将许云扶起来的时候，许云一脸疑惑，你是？叶凡淡淡一笑，自我介绍一下，本少叶君天，是叶凡的朋友，今天是叶凡请我来帮忙的。说话的同时，叶凡眼神肆无忌惮地打量着眼前的林天，一个半步宗师的垃圾在这里嘚瑟。你就是叶君天？林天听到叶君天的名字，脸上不由浮现一抹警惕。叶君天在云城黑市将宗师高手天魁击杀，这个消息已经在云城传开了。而且最关键的是，林天非常清楚，天魁之所以要袭击叶家，背后推波助澜的正是林家，当然周家也脱不了干系。林家和周家的力量还在全力调查叶君天是谁的时候，林天完全没想到叶君天已经站到了自己面前。看来你已经认识我，那事情就好办了。叶凡邪魅地盯着林天道，许云和黄家1号我保了，你跪下，从这里学狗叫爬出去。你放肆！林天脸色大变，一脸凝重地盯着叶凡道，小子，都听说你杀了宗师高手天魁，但你要知道，现在不是单打独斗的时代了。你一个人再怎么能打，你难道还能打得过10个、100个吗？你以为老夫今天赶来云城就一点准备没有？啪啪！林天对着门口拍了一下手掌，哗啦啦。下一刻，从房门外突然涌进来无数个壮汉，手里都端着加强版的钢弩，而箭头则是死死锁定着叶凡。小子，没尝试过万箭穿心的感觉吧？现在只要你乱动一下，我保证你不可能站着从这里离开。林天一脸得意地盯着叶凡，这些加强版的钢弩是经过高人改装过的，虽然对于5尊级别之上的高手无效，
但就算是宗师高手，在没练出罡气之前，对他们依旧有致命的威胁。一只还能躲开，2只、4、5只都没大问题，但同时上百只钢弩射击，眼前的叶君天不太可能挡得住吧？凌天在赌，燕双鹰赌你枪里没有子弹一样。凌天赌的是叶凡小小年纪，实力在宗师级别都已经妖孽逆天了，完全不可能晋升到5尊之上。现在你有2个选择。凌天走上前，伸手在叶凡的脸颊上拍打了一下。第一，继续和许云一伙，那么老夫立马就下令让你们万箭穿心，到时候皇家1号还是我们的。第二个嘛，小伙子，你年纪轻轻，实力就如此恐怖，不如加入我们，我一定替你给上面的人引荐，给你一个让你足够满意的职位，还可以拿到非常丰厚的修炼资源，让你修炼的速度再进一步，如何？叶凡眉头一挑，从凌天的话中，叶凡听到一个关键词：上面。也就是说，周家上面是还有人的。哦，凌管家，你说的上面是上京的苏家吗？凌天冷冷一笑，苏家，呵呵，苏家虽然厉害，但他们还不够资格指挥我周家以及凌家这种级别的豪门，老夫说的上面比他们要厉害100倍。怎么样，叶少，考虑一下。见叶凡似乎有兴趣，凌天眼神中闪过一抹兴奋。若是自己将这样的天才妖孽拉拢过来的话，那上面一定会给自己丰厚的奖励。若是有足够的丹药以及其他5级功法的辅助，自己肯定可以一举突破宗师这道坎。叶凡目光一冷，不用考虑了，小孩子才做选择。那叶少是什么意思？凌天很谨慎，说话的同时，身体已经退到那一群壮汉身后。我的意思很简单，杀了你们所有人。叶凡杀气肆无忌惮地开始翻腾，以自己为中心，朝周围激荡开来。动手，杀了他！察觉到叶凡的动作，凌天立马对着身边所有弓箭手呵斥了一声。咻咻咻！无数的弩箭在距离叶凡不到10米的距离激射而出。叶凡没有任何慌张，给我破！叶凡嘴里狂喝一声，一拳带着惊天的气劲对着虚空砸出。强大的气劲将空气似乎都撕裂了，在空中发出一阵哀鸣。眼看那些加强版的弩箭就要射到许云和叶凡身上了，许云眼神里闪过一抹绝望，小心！许云没想到凌天居然做了这么多后手，提前布置了这么多弓箭手。早知道这样，自己就不应该请叶凡出手，现在叶凡的朋友都要跟着遭殃。但下一刻，在叶凡和许云面前2米的位置出现了一道目光可见的空气屏障，似乎有无穷的力量在里面波动一般，硬生生将所有弩箭挡在前面。因为强大的阻力阻挡，那些弩箭箭尾都发出一阵剧烈的颤抖，消耗着自身的冲击力道。足足过了3秒，所有的弩箭才完全停顿下来。此时眼前的一幕看起来有些诡异，无数的弩箭箭头全部指向叶凡和许云，但却像是被无形的手抓住了一样，就那样悬空的房间里无法前进也不掉落。罡气，老天，你居然练出了罡气，你实力在5尊之上，这怎么可能？不可能啊！凌天看着叶凡面前的空气屏障，惊讶的瞳孔都放大了，此时根本忘记了应该马上跑路才对。武道一途，想要练出罡气，至少要突破到5尊之上，到那个境界，对力量、气劲的把控就领悟到了一个全新的领域。普通的钢弩对5尊高手根本无法造成任何伤害，甚至连子弹若是距离远了都无法有任何伤害。哼，不可能，那是因为你没见到罢了。叶凡鼻孔里冷哼一声，手上气劲一阵狂暴涌动，那些停留在空中的弩箭瞬间原路返回，激射朝着那些弓箭手射去。扑哧扑哧，无一例外，那些弓箭手要么是当场毙命，要么是重伤倒地。不过几秒的功夫，那些杀气腾腾的弓箭手已经全部趴下了。整个房间里站得着就只剩下叶凡、许云以及凌天。许云捂着小嘴巴，一脸惊愕地看着叶凡。叶凡的这个朋友叶君天居然这么厉害吗？一人将那么多人全部打得趴下不说，似乎还没用全力。这凌天感觉双腿都在打颤了。若这个叶君天只是宗师境界之上的实力，凌天认为自己还有一战的实力。但现在叶凡所表现出了5尊之上的威力，凌天连逃走的想法都没有了。逃？自己宗师都没达到的实力，根本不可能从一个5尊高手手里逃走。大佬，我错了。扑通，没有任何迟疑，凌天对着叶凡直接跪了下去。好汉不吃眼前亏，凌天很鸡贼，无论如何先将眼前这一关先度过再说，留一条狗命总比直接死了要好得多。呵呵，那皇家1号的合同还要签吗？叶凡在沙发上坐下，淡淡的看着凌天。这个凌天心里有点货，得要好好询问一番。不签了，不签了。凌天忙不迭的摆手，是我有眼不识泰山，我给许小姐道歉，许小姐，我错了。凌天一边道歉，还一边不停的磕头。他妈的，这合同谁爱签谁签，
反正老子绝对不会来做这掉脑袋的事情了。我会问你几个问题，你若回答的让我满意，我会考虑放你一马。叶凡灼灼地盯着林天，之前从叶修嘴里没得到完全的信息，叶凡想要从林天这里多了解一点。大佬您问，我知道的一定全说。林天有些喜出望外，自己还有活命的希望吗？但他不知道的是，在叶凡心里早就判定了他们的死刑，因为3年前他们居然敢围剿叶家，造成叶凡的叔伯全部战亡，几乎灭门，这样的仇人叶凡怎么可能放过？3年前除了周家和林家之外，还有谁参与了袭击叶家？叶凡的第一个问题差点让林天跳了起来。啊，大佬，你怎么突然问这个问题？林天一脸疑惑地看着叶凡，此时叶凡的容貌是叶君天，林天很好奇，叶君天不过是叶凡的朋友，怎么对叶家的事情这么感兴趣？关键是关于叶家的事，过去以及现在大家都是讳莫如深啊。上面都下达了明确的指令，让大家少谈叶家的事情，况且林天知道的也不多。是我问你，还是你问我？叶凡有些不耐烦，上前一把抓住林天的脖子，手上气劲顺着林天的经脉进入林天体内，冲击着林天五脏六腑，封锁林天体内各处大穴。林天瞬间感觉自己的身体不受控制了，自己半步宗师的实力在叶凡手里就跟蝼蚁一样，估计叶凡只要轻轻一动手指，林天怕就要当场殒命。武尊的实力恐怖如斯吗？大佬饶命，我说，3年前的那场袭击，我们周家包括林家也都是突然接到消息的，当时联络我们的是皇室的人，我们大家都蒙着面，除了林家我们知道之外，其他的我也都不知道啊。林天是真的恐惧，将自己所知道的情况都告诉了叶凡。虽然听起来没什么有用的消息，但有一点叶凡敢肯定了，皇室也对叶家动手了。毕竟叶家80万天龙军只认叶自齐，皇室对叶家不放心。而当时叶凡在北洛师门学艺，如果归来，叶凡功夫高强，背后有北洛师门，叶家和北洛师门两大力量结合起来，那权势必然会到另外一个层面。所以皇室动手了。除了皇室，你所说的上面的人，他们又是谁？叶凡从叶修以及林天等人嘴里综合得到消息，大夏皇室似乎还不是幕后最终的人。大佬，这个我是真了解的不多啊。他们非常神秘，来无影，去无踪，而且据说他们都杀不死，我们称他们为神使，我们这些家族都负责执行他们的命令。神使还杀不死？呵呵，叶凡当然不相信有什么鬼神，但所谓的神使应该已经触碰到事情的真相了。他们这么丧心病狂地对付叶家，究竟为了什么？听林天的意思，林家、周家以及那些3年前动手的家族，似乎打算再次对叶家动手。那么叶凡现在要做的就是在他们动手之前先将他们灭了。大佬，您看我所知道的全部都说了，您可不可以饶我一命？林天一脸谄媚地看着叶凡，极希望叶凡能放过自己。学狗叫爬出去吧。叶凡冷冷开口道。林天顿时如蒙大赦，手脚并用，飞速朝着门外爬去。眼看要快到门口了，叶凡脚腕上气劲一阵涌动，一支弩箭激射而出，穿透林天的心脏，将林天钉在了地上。林天不敢相信的艰难转身看着叶凡道：你大佬，你不是说饶我一命吗？怎么？我说过吗？我什么时候说的？叶凡冷冷一笑，直接将林天气得当场吐血，直接归西房间里的许云还在发愣。叶凡伸手拍了拍许云的肩膀道：好了，事情已经处理好了，剩下这点场面你能搞定吗？啊，可以的，能搞定。许云应答了一声，回过神来道：谢谢大佬。1年前许云跟着苏禅从上京一路逃避追杀到云城，然后在云城稳住脚，并不像是表面看起来的那么柔弱，能将皇家1号支撑下来，自然也是有些手段的。虽然此时叶凡是叶君天的容貌，但许云在靠近叶凡的时候，总感觉眼前这个帅哥身上有股熟悉的气息。叶凡没有理会许云，踏步离开了云城大酒店。经过今天的事情之后，叶凡心中已经确定了，那个楚烟姑娘肯定就是小师妹。其实小师妹到底承认还是不承认，已经都不重要了，因为小师妹背后的那些人也牵涉到当年对北洛师门和叶家的袭击，不管是为了小师妹还是为了叶家，叶凡都会将他们所有人都斩杀。或许到那个时候没有了任何顾忌，小师妹总会没有任何担忧的跟自己相见吧。叶凡开车从皇家1号会所离开，恰好路过叶氏集团大厦。叶凡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现在叶修已经被自己拿下了，叶氏集团如此庞大的集团，突然有了一个很重大的问题，那就是叶修被拿下之后，谁来继续管理叶氏集团？要不只能喊杰克他们来帮忙管理，但他们自己也有自己的事情，而且不是大夏人，叶凡心里始终有些介意，但到哪里找这么合适的人选了？叶凡随便找了个地方吃饭，
吃完饭已经下午了，叶凡答应了苏清柔要去学校陪她跳舞的，算算时间也差不多了。叶凡突然发现自己作为叶家大少回归之后，似乎比之前要忙得多了，还是怀念之前天天泡会所的日子啊。叶凡开车朝云城大学赶去，总管林天被杀，省城周家那边立马得到了消息。什么？许云和苏禅的小娘皮居然请人将林天总管杀了？林天总管可是马上要突破到宗师的高手啊！省城周家大院里，家主周明一脸震惊地看着手下传回来的消息，都快要从座椅上跳了起来。在周家，总管林天是仅次于周家老祖的高手，眼看周家一个家族都要出现2大宗师高手了，到那个时候，周家足够可以坐稳西南第一家族的位置。可现在这个关键时候，林天居然被杀了。根据下面传回来的消息，杀林天总管的是那个叫叶君天的年轻人。怎么又是那个瘟神？周明听到手下的汇报，眉头不由紧紧皱在了一起。叶君天的名字已经进入到了他们的视线里，在云城准备对叶家动手的宗师高手天魁，就是死在叶君天手里。现在周家总管林天又死在了叶君天手里，这未免也太巧合了吧？家主，现在大少爷也联系不上，该不会……周明咯噔一跳。其实昨晚半夜的时候，周明心里就莫名颤抖，总感觉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了。现在手下这么一提示，周明心里不好的感觉越来越明显。自己儿子周涛只怕已经凶多吉少了，但周明还是不相信，少踏马虎说，马上派人去找，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对手下呵斥完毕，周明来回在房间里踱步，最终还是决定将情况给上京苏家汇报。虽然大少爷肯定会责罚，但现在的情况已经不是周家所能对付的了。大少爷，云城出事了，我们周家派去在总管被许云和苏禅那小娘皮给杀了，我儿子也没完成少爷交代的任务，请少爷责罚。周明压着心中的怒火，恭敬地对着电话那头会报道。而此时上京苏家，大少爷苏浩淡定地听着电话。哦，我那个妹妹居然还有这么厉害的手段吗？对于周家死人的事情，苏浩丝毫不关心，情况我知道了。你们没拿回我想要的东西，看来是指望不上你们了。云城的事情你们不要管了，配合古教那边行动吧。云城的事情我会另外安排人，如果有必要我会亲自去一趟。挂断电话，苏浩嘴角一抽，看着窗外飘落的树叶，冷冷的道：爷爷，你想将那件东西交给苏禅，我就偏偏不让你如意。哼，先吊着你一口气，等我拿到那件东西之后，我一定送你安详的离开。来人，请圣地陈少过来有要事相商，或许我要去一趟云城了。苏浩喃喃自语道：叶君天吗？你也姓叶，本少倒是要看看你究竟有什么本事，敢坏本少的好事。宗师高手奈何不了你，那么圣地来的武尊高手，但愿你还能扛住。云城，叶凡开车抵达云城大学，将车停在停车场之后，突然看到一个漂亮的美妇抱着一个小孩，飞速朝停车场过来。那少妇将小孩放进车里之后，慌忙启动车辆，但一个不小心，直接将车撞在了花坛上，车头都被撞扁了，开始冒烟，再也启动不了。少妇都快急哭了，打开车门，又将小女孩从车里抱出来，看到叶凡刚从车里出来，连忙过来对叶凡哀求道：你好，求求你帮我一个忙可以吗？我闺女突然发烧昏迷，还口吐白沫，能麻烦你送我去一趟医院了吗？我……少妇急得眼泪水都快要流了出来。姐，你先别着急，我先看看小孩，我也是医生，我可以帮忙的。叶凡安慰着少妇，伸手摸了一下小女孩的脉搏，心中顿时有了底。姐，快，你将小孩放在车上，我给她施针。少妇此时都已经急得没有了分寸，只能按照叶凡的说法去做。他叫邱婉，是云城大学的一名讲师，自己一个人带着闺女，因为要上课又不能带着闺女，所以只能将闺女放在家里，通过监控看着家里的小孩。他刚才下课之后才发现自己闺女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在宿舍里晕倒了，所以才如此慌张。邱婉将小女孩放好之后，叶凡从身上掏出银针，飞速朝着小女孩身上几处大穴上扎去。太乙八针，这是北洛师门的绝技，可以夺命也可以救人。叶凡针法施展的时候，更是用将自己气劲顺着针尖渡入到小女孩体内。不过几十秒，还在轻微抽搐的女孩已经恢复了平静，苍白的脸上也有了血色，嘴里白沫也停止了。嗨嗨，2分钟过后，小女孩轻微咳嗽了一声，已经悠悠转醒，看着少妇，俏生生开口道：妈妈，我怎么在这里？3岁的小女孩那柔弱的声音瞬间让秋婉破防了，一把将女孩抱在怀里。思思，你吓死妈妈了，妈妈以为刚才都要失去你了。刚才小女孩的情况的确太吓人了，又是抽搐，又是口吐白沫，还高烧昏迷，小孩子这样弄不好就没了。姐，不用担心了，思思刚才是感冒引起的高烧，然后惊厥，还有一些并发症，我刚才用针灸已经化解了。其实叶凡没有说的是，
小女孩的情况比叶凡嘴里说的要复杂得多，有食物中毒的倾向，而且叶凡刚刚查看了一下，小女孩似乎还有一些先天的疾病。若不是刚才遇到了叶凡，恰好叶凡还会太乙八针，只怕就算送到医院，这个小女孩也抢救不过来。谢谢，谢谢，今天若不是你，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秋婉将小女孩抱着，身体都有些踉跄了，一半是因为跑得太累了，另外一半则是因为吓软了。叶凡微微一笑，不用谢，我也是顺手而为。你们住在哪里？我送你回去吧，顺便再帮小姑娘推拿一下，开个药方，后面再稳定一下。啊，太感谢了，就在学校那边的教职工宿舍里。这么麻烦你，实在太不好意思了。秋婉虽然想拒绝，但身体实在有些扛不住了，更何况叶凡说了还要给思思推拿一下，开个药方，秋婉就更没有拒绝的理由。叶凡抱着思思和秋婉一起朝宿舍走的去时候，双方互报了姓名。叶凡也了解到秋婉是在学校教工商管理课程，原来还在大公司上过班。婉姐，你说你之前在阿尼巴巴集团担任过副总裁？叶凡一脸诧异地看着秋婉，那后面为什么没有继续工作了，而是来当了老师？自己不正缺人才吗？这就遇到了。是啊，我研究生毕业之后比较幸运，遇到了一个老大姐，带我入行，还将我推到那么高的位置。只可惜后面遇到了那个人渣，然后怀孕了，再回去的时候已经没了机会，再去其他公司的时候，一听说我要带着小孩都拒绝了，无奈之下只能来学校教书。叶凡盯着秋婉的叙说，但从秋婉的眼里，叶凡看得出来秋婉其实并不甘心。婉姐，如果我邀请你去我的公司帮我做管理，你愿意吗？叶凡一本正经地对秋婉道。秋婉顿住脚步，上下打量了叶凡一眼。你？很显然秋婉有些怀疑叶凡。叶凡看起来不过20出头的样子，如此年纪轻轻，有一身医术就已经非常的不得了，还有自己的集团公司，长得还那么帅，苍天也太不公平了。怎么不相信？叶凡转头看了秋婉一眼，我真有一家公司的，我的总经理昨天生病了，现在我正发愁在那里找这么一个合适的人员。婉姐你看，我可以允许你带着小孩上班，其他条件一切好说。秋婉看叶凡一脸正色，不像是撒谎的样子，特别是叶凡说允许他可以带着小孩，这让秋婉非常心动。现在思思年纪还小了点，要9月份才能上幼儿园，接下来这几个月秋婉也不能一直将思思一个人关在家里啊。我先考虑一下吧。发生了今天的事情，秋婉明显不太想让思思一个人在家这样待着，但秋婉还是有些忐忑。一个方面是叶凡如此年轻，到底是不是一时兴起，另外一个，秋婉离开岗位这么长时间了，秋婉都不太确定自己是否还跟得上时代呢。叶凡倒也没着急，不过从秋婉的言谈之中，叶凡感觉得到秋婉是一个有能力的靠谱女人，这是自己需要的人才，早晚要拿下她。跟着秋婉回到家，就是简单的职工宿舍，一室一厅，房间不大，但收拾得很干净明亮，阳台上还摆放着几盆绿植。只是看了一眼，叶凡就更加确定了，眼前的婉姐就是自己要找的人。将思思放在床上，叶凡给思思推拿了一番，思思各方面的气色明显好多了，叶凡也在用自己的气息温养思思的脉络。如果不出什么意外，思思不会有什么大事。推拿了一番，思思直接在床上睡着了。叶凡和秋婉从卧室里出来，轻轻将房门带上。有纸和笔吗？叶凡朝秋婉询问道。因为叶凡马上要去陪苏清柔去参加舞会，没有时间去帮忙抓药，所以只能写下药方让秋婉自己去抓。有的。秋婉连忙在书桌那边找到纸和笔，在茶几对面弯腰递给叶凡。秋婉穿着一条蓝色的连衣裙，胸前的领口虽然不大，但这么一弯腰，胸前的沟壑还是一览无余地展现在叶凡面前。很白，很大，而且充满一种温润的味道，隐约还有一股清香进入叶凡的鼻子里，里面有香皂的气味，还有女人独特的香味。顺着叶凡的目光，秋婉也发现了自己的事态，脸色一阵羞红，嘴里更是发出一阵娇嗔，慌忙伸手捂住胸前的风光，有些慌乱地转身道：叶凡，你渴了吧？给你倒杯水。我渴了。叶凡一愣，那不是我渴了，是你认为我渴了。叶凡大笔一挥，在纸上迅速写下一道药方：毛粮3钱，雄黄2钱。叶凡将一副药方刚写好，邱婉刚才将一杯水端了过来，递给叶凡。虽然刚才邱婉已经整理了自己的衣服，但无奈邱婉的资本的确太雄厚了，稍微一弯腰便再次跳脱了出来，弄得邱婉又是一个大红脸。不过一想到刚才叶凡可是救了自己女儿一命，自己让他看2眼似乎又没什么。想到这里，邱婉虽然满脸羞涩，但却没有伸手去挡住胸前的美好。如此一副欲拒还迎的态度，让整个房间的气氛都有些旖旎。再继续这样待下去，叶凡怕要出事。少妇独特的韵味真的很致命啊！咚咚咚，恰好在这个时候，门口突然响起了敲门声。
听到急促的敲门声，秋婉的脸瞬间一片苍白，似乎非常紧张，看着叶凡，迟疑了好几下，最终开口道：“那个叶凡，不好意思啊，你能不能躲一下？”躲一下。叶凡直接懵了，自己明明啥都没干，为啥要躲一下？我知道这样很不好，但来的是我前夫，虽然我们离婚了，但他总过来找我要钱，若是看到你在这里，说不定他还要动手。秋婉一脸绝望地对叶凡述说着，眼神中都是痛苦。看到秋婉本来如此快乐爱生活的一个人，却被生活如此折磨，叶凡心里没来由的一阵心疼。婉姐，没事的，有我，别怕。叶凡伸手将秋婉抱在怀里，伸手在秋婉的后背上拍了2下。秋婉有一瞬间的失神，感受着叶凡温暖宽阔的怀抱，还有叶凡身上迷人的味道，秋婉感觉自己沉寂许久的心似乎再次波动了一下。但秋婉马上回过神来了，自己在乱想什么呢？叶凡这样的年纪，自己都大叶凡6、7岁了，说不定叶凡还是云城大学的学生都说不定，还是一个小奶狗，自己怎么能有这么邪恶的想法？秋婉分神的片刻，叶凡已经走到了房门边上，伸手就要将房门打开。不要！秋婉想要开口阻拦，但却已经来不及，叶凡已经将房门打开。房门开启的瞬间，一个浑身酒气的纹身男子差点直接摔了进来。看到叶凡，男子明显愣了一下，随即开口大骂道：“好啊，秋婉，你个不要脸的婊子，我就说你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开门，原来是在家里偷偷养了小白脸，你要脸不？还不让老子睡，你装什么清纯？”男子没有任何道理可讲，一开口就对秋婉泼脏水。啪！叶凡没有惯着男子，扬手一巴掌抽在男子的脸上，将男子抽得一个踉跄，脑袋咚的一声撞在墙壁上，顿时又起了一个大包卧槽。你打我，小子，你居然敢打我！男子挥舞着拳头想对叶凡动手，但看到叶凡那犀利的眼神，又有些发怵，所以只好继续对秋婉撒泼。臭娘们，还说老子乱搞，看你也没比我好多少，女儿还在家，大白天的居然忍不住吗？秋婉一脸苍白的走到叶凡身边，慌忙对男人解释道：“不是的，赵红，你听我解释，我们不是。”秋婉还想继续说话，但叶凡直接打断了秋婉：“什么不是？你猜的没错，我和婉姐现在就是男女朋友，你们已经离婚了。秋婉谈男朋友，你管得着吗？”啊！再次被叶凡搂着自己的小蛮腰，秋婉感觉自己浑身都在发烫，整个身体都快要软在叶凡怀里了。叶凡的怀抱就像有魔力一样，虽然只被抱了2次，秋婉却无可自拔地迷恋上了。赵红更像是被踩到尾巴的猫咪一样，直接从地上跳了起来。什么？秋婉，你居然敢谈男朋友？没经过我的允许，你居然敢谈男朋友？赵红那模样像是自己心爱的玩具被抢走了一般，左右看了一眼，抄起旁边的一把椅子便朝着叶凡砸过来。小子，居然敢抢老子的老婆，我跟你拼了！小心！不要！秋婉眼神浮现一抹惧怕，但看到叶凡要受伤，还是义无反顾的想要上前阻挡。之前这么多年来，虽然2人离婚都好几年了，但赵红只要一喝醉，就会过来找秋婉拿钱，还动手打人，秋婉都被打怕了。不会有事的，叶凡对着秋婉淡淡道，然后搂着秋婉朝侧面躲开了2尺的距离，然后叶凡一个鞭腿横扫在赵红的肚子上，砰！赵红根本没机会躲闪，整个人直接被抽飞，狠狠撞在门框上，然后跌落在地上，挣扎了好几下都没爬起来。叶凡上前一脚踩在赵红脸上，冷冷的道：“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警告你，你记住了，从今天开始，婉姐是本少的女人，你胆敢再来骚扰她，我打断你双腿。”叶凡展现得出来的实力，本来已经足够能震慑住赵红了，但眼看秋婉就这么被抢走，赵红还是不甘心。小子，我劝你最好识趣点，你知道我跟谁混的吗？我大哥是虎爷，你敢惹我，虎爷让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虎爷，李虎妖。叶凡淡淡一笑，是吗？你不妨给李虎打个电话，看他敢不敢动我半根汗毛。对了，本少叫叶凡，别说我没给你机会，来，打电话。叶凡从赵红身上掏出手机递给赵红，示意赵红拨号。叶凡如此的操作，让赵红直接傻眼了。我不敢。赵红有点怂了，从叶凡的眼神中，赵红看到了浓烈的杀气。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叶凡是真的杀过人啊！若是惹毛了叶凡，真的将自己杀了，那岂不是什么都完蛋了？不打，那你不打，我就打你了。叶凡脚腕上一阵气劲运转，顿时冲击的赵红脑袋骨头都快要炸裂了。我打！赵红颤抖地将电话拨通，对着电话里面道：“虎爷，我是小赵啊，赵红，今天我遇到了一个狠角色，他说他叫叶凡，说您不敢动他半根汗毛。混账东西，你说谁？叶凡是不是一个年轻人？你大爷，别说老子认识你，你准备棺材，自求多福吧。”确认了叶凡的信息之后，虎爷瞬间挂断了电话，但意思很明显，
赵红惹到了不该惹的人。听着电话里的忙音，赵红彻底慌张了，慌忙不停地朝叶凡求情道：大哥，我错了，求求你放过我吧，我真的错了，我再也不爱招惹秋婉了，求你把我当一个屁放了。赵红又不傻，从虎爷的意思里，赵红听得非常清楚，虎爷见到叶凡怕都要下跪的份，自己居然嫌命常来招惹叶凡，不是自己找不痛快吗？放了你，那我问你几个问题，看你回答的是否让我满意。叶凡一脸邪魅地看着赵红道：现在婉姐可不可以自由谈男朋友？可以可以，我绝对不再干涉。很好，那我现在和婉姐进去睡觉，你有意见吗？叶凡杀人还要诛心。噗嗤，赵红感觉自己心脏上似乎被狠狠捅了一刀，没意见。他妈的，老子有意见有什么用，也不敢说啊。听到叶凡的话，秋婉脸色又是一片羞红，而秋婉在旁边看着赵红的模样，心里有一种别样的报复快感，同时心里也有些鄙视，你不是很能耐吗？就只会打女人，见到更厉害的人就怂了。叶凡看了一眼秋婉，又看了一眼卧室的房门，那边思思还在睡觉。虽然这样的人渣，叶凡很想废了他，但看在思思的面子上，叶凡还是决定放他一马。长叹一口气道：这次看在婉姐和思思的面子上，放你一马，但若是有下次，你就准备下半辈子在床上度过吧。叶凡松开赵红，伸手拍了拍赵红，顿时如蒙大赦，几乎是连滚带爬的想要逃离这里。叶凡身上那凛冽的杀气给赵红的压迫感太强，让赵红几乎都不能呼吸了，而且叶凡那眼神也太恐怖了，几乎都刺穿人的灵魂一样。但赵红快要离开房门的时候，突然被叶凡一把抓住了肩膀。等一下。说话的同时，叶凡从身上摸出一个药丸，然后直接塞到赵红的嘴里，伸手一拍，直接让赵红当场吞了下去。啊，你给我吃的什么东西？赵红一脸惶恐地看着叶凡，直觉告诉他，叶凡给他吃的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没什么，一颗毒药罢了。如果你胆敢再骚扰婉姐母女，就是你毒发身亡的瞬间。叶凡是刚才突然决定的，对于赵红这样的人，不能太掉以轻心，决定还是加一道保险，给赵红身体里放一颗毒药，震慑一下。虽然实际上叶凡给赵红喂的只是一颗普通的解毒丸，吃了也是排毒的作用，最多有几天腹泻罢了。但叶凡知道，越是赵红这种人，他们是极度自私的，宁可信其有，也不敢冒险。大佬，赵红都快哭了，这是彻底断了自己的念想啊。本来赵还抱着幻想，打算找机会再过来纠缠秋婉的，可现在叶凡在他体内放了一颗毒药，赵红怎么敢放肆？怎么，你还想留下来吃晚饭？我这里这种毒药还很多的，要不你再尝一下味道。叶凡见赵红还不打算离开，立马掏出了一大堆药丸，赵红吓得浑身一哆嗦，几乎是顺着楼梯滚下去的。赵红离开，秋婉一颗悬的这心也终于放了下去，再次看叶凡的眼神多了几分其他复杂的意思，有感激，有崇拜，还有几分安宁。虽然秋婉为母则刚，但哪一个女人是不需要关爱的？秋婉也想要一个男人的臂弯，让自己可以享受安宁，但遇人不淑，之前遇到的前夫趁秋婉喝酒醉了，然后就将秋婉睡了，也就仅仅只有那么一次，秋婉居然怀孕了，无奈之下结婚，最后却伤透了心。叶凡，谢谢你。秋婉真诚地看着叶凡，一脸感激。今天若不是叶凡在这里，秋婉怕是又要少不了一顿打，而上次发的一点工资多半还要被赵红搜刮去。那个工资秋婉是留着准备给女儿买衣服的。叶凡摆摆手，不用客气。婉姐，时间也不早了，我还有其他的事，就先走了。我之前说的事，婉姐认真考虑一下哦，我等你消息。叶凡告辞和秋婉离开，临走的时候提醒秋婉道：婉姐，记得去给思思抓药，稳固一下，后面就不会有事了。叶凡离开，秋婉将房门关上，靠在房门后，神色有些发呆。自己真的要去叶凡的公司吗？叶凡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医术那么好，还和云城地下教父虎爷关系不浅。妈妈！一声清脆的叫唤声打断了秋婉的思绪。思思将卧室的房门打开，怯生生地走了出来，在房间里看了一圈，然后才开口道：妈妈，爸爸坏蛋不会再来欺负我们了，对吗？应该不会了吧？秋婉有些迟疑，刚才她是亲眼看到叶凡出手揍了赵红，临走的时候还给赵红喂了毒药，还有虎爷的震慑，赵红应该不敢再放肆了吧？思思，刚才你已经醒了。秋婉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思思刚才是看到了所有事情。秋婉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虽然赵红人渣，但秋婉在思思面前从来没有刻意去说过赵红的坏话，还是在尽力维持赵红爸爸的形象。刚才我看见大哥哥保护你了，大哥哥真的很厉害，太帅了。思思脸上带着微笑，天真的继续开口道：妈妈，我不想那个坏蛋当我爸爸，能让刚才那个大哥哥当我爸爸吗？啊！秋婉听到思思的话，心不由咯噔猛然跳了一下。思思，别胡说，妈妈和大哥哥才刚见一面了，怎么能
秋婉感觉像是自己什么秘密被窥探到了一样，有些慌张的想给思思解释，但才说了一半又戛然而止。叶凡看起来那么年轻，会医术，还有自己的公司，而自己已经是残花败柳，怎么配得上叶凡？叶凡又怎么看得上眼？算了，思思，妈妈问你一个问题，如果妈妈要去大哥哥的公司工作，你愿意吗？秋婉蹲下来，将思思抱在怀里，一脸正色的朝思思询问道。愿意，当然愿意啊，这样思思就可以天天见到大哥哥了。思思开心的拍着手，一脸向往。愿意吗？秋婉长叹一口气，看着窗外，心里似乎做出了一个决定。这不是我自己想去的，是思思同意的。就是这样。思思，妈妈带你下去买好吃的，但你要答应妈妈，等会我们去找华院长抓药之后，一定要乖乖吃药哦。秋婉简单收拾了一下，便准备带着思思去找医学院的华院长去抓点中药。在之前，华院长见到思思的时候就说过思思的身体有问题，让秋婉早点带思思来检查。只是一方面秋婉没有时间，而更重要的是秋婉没有钱。但秋婉有一点敢肯定的是，华院长医术肯定是非常厉害的。今天叶凡救了思思一命，秋婉也是想带着思思过去，让华院长看看思思还有没有什么后遗症。好的，妈妈。云城大学医学部，这是和云城医院合作的国家级医学中心。华思邈作为这里的院长，同时还挂职云城医院的院长，本身医术更是纵横整个西南乃至整个大夏，被人尊称为西南药王。当秋婉将药方拿给华思邈看的时候，华思邈只是看了一眼，眉头瞬间皱了起来。雄黄、毛良，这不是胡闹吗？这都是剧毒之物，怎么能入药？秋婉有些疑惑，难道叶凡是在骗自己？可是秋婉是亲眼看到叶凡将自己闺女从生死边缘拉了回来啊！思思，过来爷爷给你看看。华思邈之前就了解秋婉和思思的情况，一直都在关注着他们，所以见到思思前来，便想给思思把脉一下，看看思思的情况是否恶化了。但华思邈将思思的脉搏抓起，感受了几秒之后，脸上顿时浮现一抹惊愕。咦，不对啊，思思身体先天血脉亏欠，居然已经好转了，有恢复的迹象，而且体内的经脉似乎被高手调养过啊！秋婉，是谁给思思看过？华思邈一脸凝重地看向秋婉，从思思的脉象来看，华思邈知道思思肯定是遇到了高人，没有其他人啊，就今天思思晕倒了，然后有个年轻的人，不知道是不是学生，然后给思思针灸了一番，然后给我开了个药方，让我来开药再稳固一下。秋婉将情况给华思邈说了一遍，华思邈眼神开始放光，这个药方是那个给思思看病的年轻人开的。华思邈将药方再次拿起来，没有任何轻视的心思，从头到尾将整个药方完整的看了一遍，而脑袋则是飞速思考着。当药方看完之后，华思邈陡然一拍大腿，妙啊，老夫怎么没想到？虽然这些药材单独的确是剧毒之物，但综合起来，按照特定的分量，那就是最好的温养药剂啊，高，绝对是高。华思邈将药方举起来，手舞足蹈，时而还哈哈大笑，然后将思思后背的衣服掀起来观察了一阵之后，脸上更是无比狂热。太乙八针，是太乙八针的路子，哈哈，此生居然还能见到神农一点上的绝学现世，老夫没有白活。华思邈狂喜的同时，一脸灼热的看着秋婉道：那个青年说没说他叫什么名字？秋婉点点头，他叫叶凡，说他自己还有公司，邀请我去他公司去管理。叶凡，难道是那个家伙？华思邈作为云城的豪门权贵，自然听过叶凡的名头。3年前叶凡只是苏家赘婿的时候，因为泡妞就名声在外，后面叶凡高调归来，在林氏宴会上搅黄轩家和林家的联姻，这么重大的消息，虽然林家极力想要封锁，但却依旧在云城乃至整个西南地区流传开来。你有他电话吗？华思邈迫切的想要和叶凡讨论一下医术方面的东西，但突然又顿住了。算了，我自己去找他好了。叶家太爷叶乾坤身受重伤，本来就是请华思邈上门医治的。华思邈有些不明白，既然叶凡有这样的医术，为什么还要请自己上门？华思邈稍微平静了一下思绪，按照叶凡给的药方给秋婉将中药抓好，然后小心翼翼地将药方收起。秋婉老师，这张药方我就先保管起来了，等我见到叶凡，我会亲自获取他的同意，然后再用这张药方。哦，好。秋婉有些疑惑，不就一张药方吗？华院长感觉像是获得了什么宝藏一样，如此慎重。但秋婉不知道的是，叶凡给的这张药方看似只是一张药方，但实际上却帮华思邈打开了另外一个世界的大门，很多药材之间的调和完全是全新的一个思路啊。叶凡从秋婉的住处离开，自然不知道自己一张药方引来了这么重大的反应，关键后面还帮叶凡解决了一个难题。因为叶凡想着先隐藏自己的实力，暂时不太好直接出手帮太爷治病，华思邈找上门了之后，叶凡正好可以借华思邈的手帮太爷治病，在物流4班，
叶凡找到苏清柔的时候，苏清柔正在四处张望，看到叶凡出现在教室门口，苏清柔一直发愁的脸上顿时出现了光亮。姐夫，你终于来了，我还以为你不来了。苏清柔一脸开心的跑出来，伸手亲昵的挽着叶凡的手臂，一脸狡黠的朝叶凡道：姐夫，怎么样？昨天的手感还不错吧？想不想再试试？说话的同时，苏清柔娇媚的将身体朝叶凡怀里再挤了挤，似乎想要将自己揉进叶凡的怀里一般。想到昨天在卫生间里的尴尬场景，叶凡就有些无语。你还说昨天你明知道我认错人了，为什么不说？还故意那样。叶凡想要从苏清柔怀里将手臂抽出来，但苏清柔却紧紧抱住，丝毫没有松开的打算。姐夫，假扮一下我男朋友，那个讨厌的家伙又要来纠缠我了。说话的同时，苏清柔朝教室门口看了一眼，那边一个穿着运动装的青年快步朝教室门外走来，看到苏清柔如此亲昵的将叶凡手臂搂着，眉头顿时紧皱了一下，朝叶凡伸出手道：你好，我是清柔的男朋友中华，你这样似乎有点不好，请放开他吧。这个叫中华的男生似乎很有自信，上来就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叶凡鼻孔中冷哼一声：你是他男朋友？我怎么不知道？我们昨天晚上还睡在一起，那我算是他什么人？论演戏，叶凡说第一，绝对没人敢说第二。一句昨晚睡在一起，顿时让周围那些围观的人群炸锅了。叶凡上来就王炸，就连苏清柔都有些受不了，脸色不由羞红了一下。苏清柔知道自己这个姐夫不是省油的灯，但苏清柔却不知道叶凡居然如此狂野。中华，这是我男朋友，请你不要再纠缠我了，我不喜欢你，也对你没有任何兴趣，过去、现在、以后都不可能跟你在一起。苏清柔有些恼火的将心里的话说了出来，顿时感觉心里舒服多了。这个中华说起来也是云城大学校草级别的人物，长得帅，而且家里也有钱，但不知道为何其他那么多女孩子中华不追，偏就看上了苏清柔，不厌其烦的纠缠苏清柔，让苏清柔都烦死了。苏清柔大概都听到中华的打算在今晚的音乐晚会上跟自己求婚，所以苏清柔才想着让姐夫来救场。清柔，你怎么能这样？你什么时候有男朋友的？我怎么不知道？还有，你们怎么就睡在一起了？我怎么办？中华将口袋里的戒指盒子紧紧抓住，尽力压制着内心的狂躁。此时，中华的心情像是玻璃一样开始碎裂，而且发出了明显可以听见的咔嚓声响。自己追求了苏清柔3年啊，用尽了各种办法，却连苏清柔手都没碰到过。而现在，一个突然出现的叶凡，直接和苏清柔睡了。中华甚至感觉自己头顶上多了一顶绿油油的帽子。我和我女朋友睡，关你屁事？难道还要请你当观众，在旁边喊666吗？叶凡冷哼一句，没什么其他的事，请让开吧。好狗不挡道，你给我等着！被如此羞辱，中华气得在地上直跺脚，然后对着叶凡放了一句狠话，然后快速离开了现场。给我去查，5分钟内我要知道那个男人所有的信息。中华从人群中离开之后，对着身边的狗腿子呵斥道。不过2分钟就有狗腿子上前汇报道，钟少查到了，那个家伙叫叶凡，根本不是苏清柔的什么男朋友，而是他姐夫。那家伙天天在会所泡妞，就是个吃软饭的小白脸罢了。听到手下汇报的消息，中华突然开始心情大好。我就说嘛，苏清柔天天在我眼皮子底下，有了男朋友，我怎么不知道？而且有本少在，云城大学谁敢染指清柔？小白脸姐夫吗？哼，今晚音乐会，我让你丢脸丢到姥姥家去。中华一脸邪魅地看向叶凡和苏清柔离开的方向，手腕一动，蜈蚣和一只毒蜘蛛出现在中华的手掌里。苏清柔，今晚我一定会让你跪下，求我救你姐夫的命。大家都只知道中华是云城大学的钢琴王子，老师是全国闻名的钢琴大师李云，但所有人不知道的是，中华还会另外一门邪术，那就是苗疆蛊术。中华还有另外一个隐藏的牛逼师傅，传授中华蛊术已经多年。和钢琴上的造诣相比，中华对自己的蛊术更满意。随意操控这些毒物伤人，中华早就已经驾轻就熟了。这么多年，中华也跟着师傅执行了不少任务，无一例外全部成功。一想到叶凡那手臂靠在苏清柔胸前，中华就恨不得现在将叶凡弄死。云城大学的音乐晚会主题是校庆预演。下午6点的时候，学校的表演大厅里就已经坐满了人。音乐晚会正式开始是7点，舞台上已经摆放了钢琴、架子鼓、小提琴等各种乐器。距离晚会正式开始前的1个小时，主办方给了大家充分的自由，让大家可以自由上台表演，展现自己的才华。叶凡和苏清柔进入表演大厅的时候，中华和几个狗腿子也进来了。钟少，要不我们现在动手，将那个小子丢出去。中华的那几个狗腿子已经调查清楚了叶凡的身份，
知道叶凡不过是苏家的赘婿，便胆子大了起来。当然，凭他们的实力和渠道，还不足以调查到叶凡乃是叶家大少这个身份层面。中华看了一眼舞台上的钢琴，邪魅一笑，不着急，今天不玩死他，我跟他姓。话音落下，中华朝着舞台上走去。中华人长得其实有几分帅气的，在学校又有钢琴小王子的称号，上台的时候顿时得到了不少同学的欢呼。中华从主持人手里接过话筒，清了清嗓子：“大家好，我是中华。趁着这个自由表演的时候，我想邀请一位同学上来表演。他居然想跟我抢苏清柔同学做女朋友。苏清柔同学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不知道那个棒槌知道钢琴有多少个键位吗？”随着中华开口，几个狗腿子操作着聚光灯打在叶凡和苏清柔身上。一个靠女人吃饭的小白脸，我看就不要在这里装什么鸡毛了。你敢接受我的挑战，和我比一首钢琴演奏吗？刷！大厅里已经到场的同学，所有的目光都向苏清柔和叶凡看过去。苏清柔作为云城大学的校花，在学校的人气还是很高的。苏清柔男朋友的话题一直都是同学中间的最热门的。大家都知外，钢琴小王子中华一直都在追求苏清柔，但苏清柔现在却和另外的男生如此亲密的坐在一起，这是有点意思了。很显然，中华在公然挑衅苏清柔身边的这个男人。中华这个混蛋，苏清柔察觉到中华的意思，顿时明白了，中华这是想公然羞辱叶凡。姐夫，不用理他。叶凡之前就不知道低调2个字怎么写，今天来是给苏清柔撑场面的。如此情景之下，叶凡若是认怂的话，那丢的不光是自己的脸了，连苏清柔的脸都要丢干净。挑战，呵呵，中华，本来你这种垃圾是不够资格来挑战本少的。叶凡淡淡的开口，虽然没用话筒，但洪亮的声音在大厅里响起，全清楚的传进了所有同学耳朵里。不过，为了让你死心，我就勉为其难的接受你的挑战，台上的乐器随便你挑。本来就是，吉娃娃居然敢冲老虎龇牙，不知道是不是梁姑娘给你的勇气。叶凡话音刚落下，在观众席另外一边，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我们这位叶少可是国际钢琴大师都要崇拜的偶像，中华，劝你还是不要自取其辱了。”王富贵。叶凡顺着声音的目光看去，那边开口的不是别人，正是王富贵。这货恰好将很多叶凡不好说的话给说了出来。叶凡悄悄对王富贵比划了一个大拇指，而王富贵则是回应了一个 OK 的手势。哼，叶凡，装什么装？只要你今天能完整弹奏一曲钢琴曲，我当场跪着叫你爸爸。中华为了挽回自己的面子，也是拼了。不过，若是你钢琴没有我的弹得好，那就请你离情柔远一点，那不是你所能触碰的女人。好，你先开始吧，不然等会你就没有出手的机会了。哼！中华也懒得跟叶凡争论，在钢琴前面坐下，食指开始迅速跳跃，一首莫扎特小夜曲，在原本的曲子上还加了好几个变化，曲调悠扬，充满情绪感染力。整个大厅里，所有的同学都暗暗点头，为中华高超的手法表示赞叹。在舞台旁边，钢琴大师李云和几个好友也都坐在一起，听完中华的弹奏，几个好友纷纷朝李云投来羡慕的目光。老李啊，你收了个好苗子啊，将来你有衣钵传承了。是啊，中华同学的艺术是最近这些年我见到的最好的，假以时日，他在钢琴上的造诣一定会超过老李你。对于同行的赞叹，李云心里也是开心的不得了。哪里，他还需要继续进步。不过，李云话语顿了一下，突然想起3年前在不列颠皇宫宴会上自己所看到的那个年轻人的表演，眼神里瞬间浮现一抹神往。要说天赋，我见过的一个年轻人，那才真的是人间绝技。那一曲天命九章完全就不是人间的曲调。李云大师作为大夏国内数1数2的钢琴大师，能让他赞不绝口的曲调和天才，肯定不是寻常人物。况且李云几个同伴也都听过网上流传的那个天命九章的版本，曲调优雅不说，关键是其中的韵律变化太过于巧妙，就算让他们这些大师照着曲谱都不一定能完整弹奏出来。而且在大夏，网友发了好多神奇的视频片段，那就是天命九章的韵律似乎可以通灵，能和自然万物通灵。只要播放天命九章的曲调，那些飞鸟走兽情绪似乎都要安宁不少。是啊，那个曲调简直就是人间仙乐，我若是能再听一次，此生无憾。几人在说话的时候，中华一曲完毕，最后一个悠扬的长音将现场的气氛拉到高潮，所有的同学都开始欢呼起来。下面还有不少女同学对着中华喊话道：中华，我要给你生猴子，中华，我爱你。虽然这还不是正式表演，现场气氛已经烘托到这么好，中华对自己的表演也很满意，装逼的对众人鞠了一躬，然后拿过话筒朝着叶凡道：叶凡，现在该你了。姐夫，你真的行吗？看到叶凡似乎真的打算上台去表演，苏清柔一脸担忧的朝叶凡道：
和叶凡相处3年了，苏清柔虽然知道叶凡很风趣幽默，人也不错，但苏清柔从来没看到过叶凡弹奏钢琴啊！开什么玩笑，男人怎么能说不行？叶凡对着苏清柔微微一笑，脚腕在地上一点，身体流畅地从观众席上朝着舞台上闪身而去。叶凡行走的过程中，无形中已经运用了北落师门的凌波微步身法。随着聚光灯的移动，在其他同学的眼中，看到叶凡的步伐无比丝滑，双手负力，就那么宛若仙人一般，就突然上了舞台。似乎在叶凡的脚下有一道滑轨一样。刚开始，同学们还有些发懵，但很快在场的同学都反应了过来。卧槽，你刚才看清那个叶凡是怎么上去的没有？没有啊，我怎么感觉叶凡那家伙似乎很厉害样子？那步伐，你们看像不像太空步？我看像，而且还是非常高明的太空步，身体看起来没动，人已经到了几十米之外，厉害厉害！今天的晚会越来越精彩了。叶凡上台，朝那里一站，似乎冬日里的一轮暖阳一样，让整个大厅的气场都悄然发生了变化。刚才还喧闹无比的现场，瞬间在叶凡的气场影响下安静下来。各位，我3年没弹琴了，有点手生，就弹一首《天命九章》吧。叶凡一开口，整个大厅瞬间沸腾了。噗嗤，你踏马手生就弹《天命九章》？《天命九章》现场录制的版本在网上流传3年，到现在依旧是网上最火的曲调，播放量超过100亿。但所有人都知道，那曲子虽然好听通灵，但却是登天的难度，目前没有任何一个可以将那首曲子复刻出来啊！一些模仿者无论怎么努力，手指达不到那个频率，根本无法弹奏出那种感觉不说，还将整个意境破坏，结果不光是不像《天命九章》的原版曲调，而且非常难听。正所谓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就你还弹《天命九章》，吹牛也不打草稿吗？简直笑死我了！中华看到叶凡如此淡定的模样，本来还有些紧张的，怕叶凡是猪吃老虎，但一听到叶凡居然要弹《天命九章》，顿时松了一口气。《天命九章》的难度，中华自然清楚，因为中华自己私下模仿了无数次，但却从来没有成功。那手指弹跳的速度太快了，就算中华练习了功夫，动作依旧跟不上。叶凡嘴角邪魅一笑，在钢琴上坐下，伸手随便弹了几个音符，感受了一下琴键的力道。白皙的手指琴键上跳跃，现场的摄影师给了几个特写镜头，投影在大厅的屏幕上。帅气的侧脸，修长的身材，还有那迷人眼睛，瞬间让所有同学都是一呆。姐妹，我发现我又恋爱了。我也是。我怎么突然发现这个叶凡同学比中华要好看多了，眼睛要更加有神，会勾人。算了吧，你们别想，那是人家苏清柔的意中人。你们没看到苏清柔眼珠子都恨不得跳了出去吗？众人朝苏清柔看去，只见此时的苏清柔双眼死死盯着台上的叶凡，特别是看到叶凡在琴键上按下几个按键的时候，那帅气的动作让苏清柔的一颗心都快要跳出来。帅，姐夫简直太帅了！而且苏清柔有一种感觉，姐夫弹琴的手法一定非常高超。叶凡如此狂妄的态度，让舞台旁边观望的李云几人很是失望，都准备离开了。可当叶凡坐下你一瞬间，李云陡然看到了叶凡的侧面，那模样突然和脑袋里3年间看到的那个形象开始重合起来，是他？难道真的是他？李云有些愕然，脚步在原地顿住。3年前，李云名气还没现在这么大，去参加不列颠皇家宴会的时候，都只能坐在角落里。看到那个人表演《天命九章》的时候，李云都没完整看到那个人的脸。叮咚，叶凡的手指终于动了，一连串的音符瞬间在大厅里响起，仿佛是流水从高山上滴落，顺着山间溪流缓缓流淌，跨过山河，奔流入大海，又如惊涛骇浪，磅礴翻涌，又似九天惊雷，天地风云动，又似林间清月，洒下一地的斑驳，时而激昂，时而婉转的音符曲调，恰似描绘了世间万物生灵欣欣向荣的画面。众人眼前似乎出现了一幅天人合一的理想国，如此空灵洗刷心灵的曲调，深入灵魂，让现场所有人都呆住了。有的同学都准备去上厕所的，但抬起的脚步却就这样停顿在空中。有的同学本来在仰头喝水，但水流顺着脖梗流了满身，却浑然不知。而更神奇的是，随着叶凡手指下的音符持续响起，从大厅的窗户里居然飞进来一群喜鹊，在舞台前开始随着音乐翩翩起舞，还有蝴蝶、萤火虫、百鸟朝凤。李云看着眼前的一幕，整个人都呆住了，双眼满是炙热。就是他，就是他，原来那个《天命九章》的真正作者就在我们大夏。大夏之幸啊！古人说乐通国运，一个国家乐调的变化，从某些方面是可以体现一个国家的兴衰变化的。当一个国家的音乐大多数是靡靡之音的话，那么这个国家离灭亡的时间也就不长了。而现在
叶凡的这一首《天命九章》就是人间仙乐，是人类最顶尖的音乐，没有之一。整个大厅鸦雀无声，乐调顺着表演大厅传出大厅之外，整个云城大学，所有人似乎都隐约听到了有某种生命的力量在呼唤，内心瞬间似乎充满了力量。更多的飞禽朝着表演大厅聚集，在表演大厅之上盘旋。整个云城天空之上，天地之间的气息似乎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以云城大学形成了一道漩涡。云城政务司莫中等人在监控仪器上再次发现了不正常的气息波动。部长，又是城西，又出现了那样的波动，我们要去追查吗？莫中摆摆手，不用，上次我们过去都没找到那位大佬的踪迹，我想那位大佬应该是不想我们打扰到他，若是有机会，我们自然会相见。东海蓬莱，一个道人手持拂尘，瞬间似乎也心有所感，看着大夏的方向，喃喃道：仙乐既出，人皇当心啊！天下苍生，终究还是有救了吗？南海某处岛屿上，一个戴着尼姑帽的中年尼姑也是道了一声阿弥陀佛。仙乐现世，依灵，你也该去大夏了，你还有一段未了尘缘没有了结，去吧。叶凡的一曲《天命九章》不觉间已经搅动了天地风云，引起了各方震动。而云城大学表演大厅里，叶凡沉浸在钢琴弹奏的曲调中。当时在不列颠受王妃的邀请，叶凡也是当场即兴而作，却没想到却成了永恒的经典。当时叶凡即兴将这首曲调表演出来的时候，叶凡当时就感觉自己似乎进入到了一个非常奇妙的状态，能感知万物，能感受所有生灵一呼一吸。叶凡自己对武学方面的感悟更是达到1000倍、万倍进步的速度，而此时叶凡再次弹奏也有同样的感觉。叶凡一边弹奏一边非常珍惜的去领悟自己在武学上的一些桎梏，同时也去感悟自己3年来一些困扰自己的问题。之前好多问题，叶凡哪怕是恢复了实力之后都百思不得其解的困惑，此刻却非常迅速的就想通了，脑袋里很多东西瞬间开始豁然开朗。叶凡自己也暗暗吃惊，一首曲子居然有这么大的威力，能让自己各方面的感悟在瞬间有所突破。虽然没有确认，但叶凡知道经过今天这么一遭，叶凡的实力肯定再次进步了。只是叶凡现在的实力显然已经在5尊之上，是否超越了5圣，叶凡也没有对手来和自己战斗验证啊。除非有4大圣地的高手来挑战叶凡，或许还能验证一番。叮，天命9章最后一个音符落下，那种感觉就像是漫天黄土之中一粒落入大地的尘埃，似乎是生命的终章，象征着生命的最终落幕，但同时又似乎是一颗落入尘埃的种子，象征着新的生命新生。围绕在舞台前的那些飞鸟已经散去，但众人耳边那神奇深入灵魂的曲调似乎还在回响。天才，妖孽，不是人间应有，这是所有人心里同时浮现的词语。就算站在舞台侧面的中华，内心都甘拜下风。自己的确没有叶凡弹得好，但在这样的场景下，中华怎么可能认输？毕竟中华一旦认输，那可是要当场叫爸爸的啊。我弹完了，中华同学你怎么看？叶凡从钢琴前起身，淡淡的看向中华。吊打中华，这是肯定的。但叶凡不知道的是，他自己的表演已经不是吊打，而是降维打击，碾压的体无完肤，就是诛心的那种。哼，叶凡，你算什么本事？不过是模仿别人曲调而已。好，太好了，叶凡，你最棒，我要给你生猴子。我突然发现，和叶凡比，中华的琴声就是在强奸我的耳朵。叶凡还没开口，下面的那些同学都开始沸腾起来，狂热地对着为叶凡喝彩呼喊道。刚才那几秒的停顿，完全是因为他们还沉浸在叶凡曲调所描绘的那个画面中罢了。现场高涨的气氛足足持续了5分钟，好些同学都要冲上去和叶凡合影，若不是现场有安保人员维持秩序，今天估计高低都要踩死几个。情况你看到了，就不要嘴硬了吧，不要再招惹苏清柔了，不管我是她男朋友还是她姐夫，你都没机会的。叶凡耸耸肩膀，最后一次劝着中华道。不过是一个想要抢女友的青涩少年罢了，警告一下就算了。叶凡没有打算和他们计较，但中华却并不打算买账。哼，叶凡，我不服，你这是投机取巧，有本事你让我老师也臣服，我就放手。中华话还没落下，李云和一群国内的钢琴大师几乎是连滚带爬的朝舞台上冲过来。老师，您来的刚好，要不您弹一曲，一定比他弹得好。中华看到李云，还以为李云是上来给自己撑场面的，想要拉住李云，但李云却一甩手臂，直接将中华甩到了一边，快步朝叶凡小跑过去，远远的便伸出了双手，紧紧将叶凡的手握住。大佬，终于再见到您了。3年前在不列颠皇室宴会上看到过您的表演之后，我都惊为天人，没想到居然再次看到您表演了。叶少，
有您是我大夏之幸啊。看到自己伸出去的手拉了个寂寞，中华整个人都愣在原地，特别是看到李云居然如此卑微的讨好的跟叶凡握手，中华心里更是又惊又怒。要知道，在叶凡之前，李云对自己这个弟子那可是说捧在手心里怕化了，无比的顺从疼爱，而现在在这么多人的舞台上居然冷落了中华。老师，您不会认错人了吧？中华也快步上前提醒着李云。中华之前听李云说过，3年前在不列颠皇室宴会上，老师遇到过一位弹奏天命9章的神人。难道那神人就是眼前的叶凡？怎么可能这么凑巧？闭嘴！叶凡先生那仙乐一出，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这是我大夏之幸啊，还不赶紧给叶凡先生道歉？李云这些人都是精通音律的人，某些方面已经窥探到天机了。从叶凡的音乐天赋方面就能看出，叶凡将来一定成就非凡。更何况当时在不列颠皇室宴会上，就是皇室王妃亲自陪着叶凡出席，叶凡的身份能简单。可惜自己这个傻徒弟居然还以为叶凡只是一个普通的赘婿。就算是赘婿，你以为大夏的那些赘婿有一个简单的，个个都是身怀绝技好吧？啊，道歉，老师，凭什么？中华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自己的老师不光是冷落了自己，还要自己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给叶凡道歉。若是自己真的道歉了，那自己的脸往哪里放？自己以后追求苏清柔，那岂不是一点机会都没有了？凭你当着那么多人侮辱叶凡先生！李云对着中华呵斥了一声，同时低声在李云耳边道：中华，我这是在救你，不然你会后悔的。李云是真心为中华好，或许道个歉，叶凡一笑而过，这个事情就过去了。但李云不知道的是，中华也并不是表面上的那么简单。中华除了钢琴小王子的身份之外，还有那个牛逼的古教师傅。那个古术师傅许诺了，等中华毕业之后，就会给中华一个能号令整个天南的位置，自己早晚都是那么牛逼的人，为啥要给一个吃软饭的垃圾道歉？老师，我不会道歉。你……李云气得不行，冷着脸开口道：中华，我刚才听到你和叶凡先生打赌了吧？说叶凡先生如果能完整的弹一首曲子，你就叫叶凡先生爸爸。现在叶凡先生不光是弹了一首完整的曲子，而且还比你的曲子好100倍，你看着办吧，要么道歉，要么叫爸爸。叫爸爸。刚才中华和叶凡打赌的时候是拿着话筒说话的，现场几千名同学听得清清楚楚，都是最好的见证。此时众人都跟着一起起哄，中华整个人顿时绷不住了，一脸怨恨地看着李云，自己这个老师非要看自己这么当众出丑吗？中华又将目光转向叶凡，试图希望叶凡放自己一马，但刚才叶凡的确打算放过的，不过看到中华那欠揍的样子，叶凡怎么可能惯着？叶凡从旁边主持人手里将话筒拿过来，微笑着道：看在你和轻柔是同学的份上，跪下就算了，喊一声爸爸就算了吧。这中华被这么的同学盯着，还要当众叫叶凡爸爸，中华此时尴尬的都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按照这样的情况发展，自己以后还怎么在云城大学混？自己哪里还有脸追苏轻柔？都是叶凡，你这个混蛋，坏老子好事！你给我等着，等会老子一定放蜈蚣咬死你！还磨蹭什么？李云对自己这个徒弟越来越失望了。最近一段时间，中华花费在练琴上面的时间越来越少了，而是分心去参加一些不必要的商业活动，现在又如此敢做不敢当。爸爸，在老师和这么多同学的压迫下，中华无奈对着叶凡叫唤了一声。唉，叶凡还没答应，现场几千男生倒是异口同声的应答了一声，随即是一阵轰然的哈哈大笑。大家并没有将这当作多大的事，只是当玩笑一乐罢了。年轻真好，但中华却感觉要死了，整个人非常不好，怨恨地瞪了叶凡一眼，飞速朝舞台下面奔跑离开。叶凡给李云等人签了一个名，也踏步朝舞台下面走去。姐夫，你太牛了，我平时怎么没发现你会弹琴？苏清柔一脸崇拜地看着叶凡，整个身子又靠了过来。呵呵，你不知道的东西多着了，我还会其他很多乐器的，比如吹箫啊等等，有空了我教你。说话的同时，叶凡将身子朝侧面躲闪了几分，想要避开苏清柔的波浪攻击。察觉到叶凡的动作，苏清柔娇嗔一声道：哎呀，姐夫，你躲什么嘛？昨天晚上你又不是没摸过，哼，你别想否认。叶凡嘴角抽了一下，这个小妮子昨天肯定是故意的，现在想要以这个把柄拿捏本少。不可能，以后不听话那就打屁股，打一次还不听话那就打2次。在本少面前，从来只有女人听自己话的份，叶凡从来不会惯着。只是今晚叶凡是来陪苏清柔参加晚会的，叶凡也就懒得跟苏清柔计较。宴会很快就正式开始，因为有了叶凡今天的表演，虽然这次活动
大家准备的节目其实都很优秀的，只是有叶凡的表演珠玉在前，后面所有的表演都有些索然无味。轮到中华表演的时候，中华更是以身体不舒服直接没来露面。后面唯一让大家感到兴奋的节目，就是叶凡和苏清柔一起上台的舞台。本来苏清柔就是准备的一首优美的古风舞蹈，叶凡则是找来一把道具剑，配合苏清柔来了一首剑舞，画面侠骨柔情，诗情画意，颇有霸王别姬的感觉，只是没有那份悲壮，更多的却是英雄热血，豪情万丈，将现场的气氛再次带到一个新的高度。今晚的宴会对大部分同学来说都是热烈的、兴奋的、精彩的。苏清柔也是开心到了极点，自己终于甩掉了中华那个讨厌的苍蝇，而且姐夫在学校表现得那么棒，让苏清柔脸上格外有光。只是当两人音乐会结束，刚刚开车来到校外，就被几辆黑色的面包车拦住了去路。一群7、8个手拿着钢棍的壮汉走到叶凡和苏清柔的车前。叶凡是吧？下车，我们中少有请。叶凡从来不找麻烦，但麻烦却偏偏要找上门来。你们想干什么？苏清柔听到是中华玩这一出阴招，瞬间怒气冲天，但又是满脸担忧的对叶凡道：姐夫，你不要下车，中华肯定不会放过你，我马上报警。说话的同时，苏清柔就打算将手机拿出来，可苏清柔的手机刚拿出来就被一个壮汉直接抢走了。对不起，苏小姐，我们并不想针对你，希望你不要插手这件事。你们……苏清柔一脸愤怒，想要将手机抢回来，但却根本没有机会。苏清柔还想呼叫救援的时候，叶凡却伸手拦住了苏清柔，转头看向那几个保镖道：我可以下车，但你们先让他先离开。这几个保镖迟疑了一下，想到中华的命令只是让他们将叶凡带走，而且还刻意交代了不要伤害苏清柔，立马点点头：好，只要你跟我们走，他可以离开。姐夫，我不走，我要跟你一起，中华不会放过你的，我跟着你一起去保护你。苏清柔倔强的想要跟叶凡一起下车，但叶凡却伸手拦住了苏清柔：你不相信姐夫吗？你跟着我一起去，反而会拖后腿。乖，赶紧回家。其实中华不来找叶凡，叶凡也要去找中华，因为之前在礼堂大厅靠近中华的时候，叶凡就察觉到了中华身上毒蛊的气味。蛊教当年祸乱天下，被帝国联合诸多力量镇压，将残余力量赶回到苗疆10万大山，明确规定了没有帝国的允许，任何蛊师不得离开苗疆半步。而中华身上居然有毒蛊的气味，这是蛊教又打算死灰复燃吗？可是姐夫，虽然昨晚苏清柔亲眼看到叶凡将云飞扬那么多人打趴下了，但还是满脸担忧。放心，我很快回来，赶紧走吧。叶凡下车，看着苏清柔启动车辆消失马路的尽头之后，跟着几个保镖朝旁边一条阴暗的巷子里走去。而叶凡快要进入巷子的时候，一个老头匆忙从校门口追了出来，不是别人，正是医学院的院长华思淼。刚才华思淼也在表演大厅里，看到叶凡出来之后，华思淼也连忙追了出来，却没想看到了眼前这一幕，叶凡居然被人绑架了，简直没有王法了。叶凡可是会太乙8针的妖孽存在啊！而且从叶凡的那张药方，华思淼就知道叶凡的医术一定是获得了神农1典的绝世传承，叶凡是大夏医学界的未来和希望，是无价之宝的宝藏，岂能被这些人渣混毁了？想到这里，华思淼没有任何迟疑，快步跟上去的同时拨通了一个电话：雪岩，爷爷这里遇到了一个麻烦，有一伙人渣要绑架杀人，你马上带人过来支援一下，位置就在云城大学旁边的3号巷子里。啊，爷爷您要注意安全啊，不能冒险。电话那头一个好听的女孩声音响起，还想劝阻一下华思淼，但华思淼直接挂断了电话。此时云城巡城司总部，华雪岩迅速召集着人手，快通知特种大队，随我一起行动，有杀人事件要发生，一定要抓紧时间。瞬间，从巡天司总部10几辆警车呼啸出动。街道转角处，苏清柔将车开出了10米远，心里还是放心不下。不行，我不能就这么走了，万一姐夫出了什么事，那我一定会后悔一辈子。对，马上找帮手。可是找谁了？苏清柔还只是个学生，平时的生活圈子非常单纯，根本没接触其他的什么人。苏清柔正在焦急的同时，突然看到叶凡的手机居然忘在了座位上，连忙将叶凡的手机打开，找到上面连最多的一个人是王富贵。这个人苏清柔知道，是经常和姐夫一起泡会所的人，也是云城的富二代，先好像在大厅里还帮姐夫说话了。就是他。苏清柔拿着电话拨通王富贵的号码，王富贵的声音顿时从听筒里传了出来：嘿嘿，叶少，大好时光怎么突然想起给我打电话了？是又碰到了什么极品妹子？王富贵，我是苏清柔，不好了，姐夫被中华的人抓走了，你能想办法救他吗？苏清柔直接打断了王富贵的话，将这里的情况说了一遍。什么？叶少被抓走？在哪里？我马过来。靠，兄弟们，
都别玩了，马上跟我去救人！王富贵一边急速的朝苏清柔询问着，似乎还在招呼着身边的兄弟。之前爷爷王忠还有些反对王富贵和叶凡天天混会所，但叶凡回归叶家之后，爷爷得知王富贵的那个好兄弟就是叶家大少叶凡，直接下达了命令，让王富贵天天跟着叶凡。一方面是让王富贵跟着叶凡好好学习，而另外一方面则是让王富贵负责保护叶凡的安全。毕竟外界现在知道叶凡的，对他的印象都还只是一个混迹会所的浪荡子，以为叶凡还是废人一个，功夫并没有恢复。就在云城大学旁边3号巷子，你们要快点啊！好，我们马上就过来。王富贵此时就在云城大学对面的 KTV 里和一帮兄弟在玩耍，听到苏清柔的电话，没有任何迟疑，立马招呼着众人道：所有人，我大哥被人绑架了，有种的马上跟我去救人，从今往后你们就是我王富贵的亲兄弟，叶凡可不能出什么事。爷爷再三交代，要王富贵对叶凡寸步不离，若是叶凡出了什么事，那爷爷怕是要将自己的皮扒了。走！王富贵身边10几个兄弟也没有含糊，纷纷捞起桌子上的酒瓶还有椅子，踹开房门，火速朝着3号巷子冲过去。张少，你们家的工地不就在那附近吗？快，让你们的工人将推土机开过来，谁他们敢动我大哥，老子今天将他碾平。另外一边，苏清柔刚和王富贵挂断电话，叶凡手机上另外一个电话又打了过来。叶少，您让我们做的事情已经安排好了。开口的正是云城4大教父之一的李虎。你也是叶凡的朋友吗？你能来救姐夫吗？姐夫被中华的人抓走了。苏清柔将情况再次说了一遍。电话那边，李虎没有任何迟疑。什么？苏小姐别着急，我马上过来。通知云城所有兄弟们，马上朝云城大学旁边的3号巷子集合，拯救叶少。李虎一声令下，李虎旗下所有的兄弟都开始行动起来。巡天、思华、雪岩、王富贵和自己的一群兄弟，还有李虎的人马，所有的人瞬间开始行动，整个云城似乎都开始沸腾起来。那些不明所以的人看到各大厂子里李虎的人都拖着家伙开始行动，心里都有些疑惑，云城这是又要发生什么大事了吗？叶凡也没想到自己去见一下中华，居然引起了这么大的反响。第44章，姐夫，我来救你了。这份情太重。3号巷子里，叶凡跟着几个保镖朝前走了几十米，里面的灯光越来越昏暗。这里面的巷子虽然有7、8米宽，但却是个死胡同。在胡同的尽头，中华和一个中年男子坐在2把椅子上，看到叶凡被押送过来，中华嘴角浮现一抹得意的笑容。叶凡，你不是很牛逼吗？来啊，现在牛逼一个给我看啊！麻蛋，居然敢跟本少抢女朋友，还让老子当着那么多人喊爸爸！靠，给我跪下！叶凡身边几个保镖冲上来，便想抓住叶凡肩膀，将叶凡朝地上按下去。可是那4个保镖抓住叶凡的肩膀，都用尽了吃奶的力气，却丝毫不能撼动叶凡分毫。叶凡依旧稳如泰山的站在原地，眼灼灼地盯着中华道：钟少，不就是轻柔拿我做挡箭牌，拒绝了做你女朋友而已，不至于弄这么大的阵势吧？怎么不至于？麻蛋，若不是你，今天老子就拿下苏清柔了。中华看着叶凡那淡定的样子，就更来气，居然还谈天命9章来打老子的脸。哼，你不是很能弹琴吗？那老子今天就剁了你的手指，看你还怎么弹。跟我斗，你还不够格。中华的家里虽然也有点钱，在云城也算1号人物，只是他们的层面显然不够，他们所能调查到情报，也就只是到叶凡是苏家赘婿而已。叶凡乃是叶家大少，这一层身份，中华的家里还调查不到，所以中华才敢这么嚣张。他自认背后有骨教撑腰，一个叶凡算个鸡毛，自己不还是轻松拿捏？看到自己的几个手下弄了老半天，还没将叶凡按倒跪下，中华有些气愤地站起来呵斥道：你们几个蠢货，耳聋了吗？老子让你们将他按下去跪着，你们没吃饭啊？叶凡身边的4个保镖眼里此时都充满了无奈，还有惶恐。钟少，我们都已经用尽了全力啊，可……领头的保镖脸都涨红了，大口大口的喘气，同时心里有了一种不祥的感觉。他们4个可都是200斤的壮汉啊，居然无法将叶凡按倒，说明叶凡怕不是一个好惹的角色。饭桶，这点小事都办不好，不知道用钢棍所砸，他是你们爹吗？中华对着保镖怒骂着，而中华身边那个中年男子眼皮跳动了一下，提醒着中华道：钟少，要不赶紧动手吧，直接将他杀了，免得夜长梦多。就这么杀了他，太便宜他了。这个混蛋，让老子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丢脸，今天一定要玩死他。中华的眼里闪过一抹阴戾，一想到叶凡对自己心灵造成的创伤，就恨不得将叶凡生吃了。看到自己那几个蠢货手下，中华都等不及了，从旁边保镖手里抢过一把战刀，拖着战刀朝叶凡走过去。叶凡眼睛冷冷盯着中华，刚才中华和中年男子的对话，
叶凡已经听得清清楚楚，今天中华将自己绑来，似乎不光是因为苏清柔这点事情啊，而是要自己的命。在叶凡身边，几个保镖手里的钢棍、战刀也都举了起来，准备朝叶凡身上招呼。叶凡浑身杀气一阵激荡，正在考虑是否要动手的时候，巷子里突然响起一阵发动机咆哮的声音，同时还有一个女孩子娇喝的声音：“姐夫，别怕，我来救你了。”只见一辆蓝色宝马 SUV 呼啸着从巷子口冲过来，不是别人，正是苏清柔。这小妮子居然没走，还杀回来要救自己。叶凡转头看着呼啸而来车辆，心中不由浮现了一抹温柔。这个小姨子对自己还真不错啊。叶凡知道，作为一个女孩子，明知道前面是危险的火坑，还义无反顾地冲上去，是需要多大的勇气的。这小姨子该不会真的爱上了自己吧？一想到昨天晚上那惊人的手感，叶凡心里涌现出一种别样的情绪，要不就肥水不流外人田了。叶凡脑袋里思绪转动的瞬息，苏清柔将油门踩到底，不要命地朝叶凡这边冲了过来。巷子里，中华几个来不及躲闪的保镖直接被撞飞了，而叶凡身边，中华和那几个准备动手的保镖也都被吓得慌忙朝侧面躲闪而去。苏清柔，你他妈不要命了啊！中华看到下车的是苏清柔，气得直跳脚，对着苏清柔大声呵斥道。而苏清柔根本没有理会中华，而是直接扑到叶凡怀里，紧紧将叶凡抱住。姐夫，你没事吧？姐夫，我放不下你。姐夫，我喜欢你。苏清柔扑在叶凡怀里，身体都在微微颤抖。从最开始强行鼓起勇气开车来营救，到后面看到叶凡没事，心里松了一口气，到此刻紧紧将叶凡抱住之后，心里那种浓烈的安宁、不舍和心弦颤抖的狂烈，都恨不得将叶凡揉碎到自家胸腔里一样。苏清柔的情感在这一瞬间彻底爆发，心中压抑多年的情感再也不受控制的全面爆发，如决堤的洪水一样肆意泛滥。苏清柔紧紧将叶凡搂住，仰头朝叶凡的唇上吻去。都说患难见真情，此刻苏清柔彻底明白了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什么道德规矩，此刻苏清柔什么都不想管，苏清柔就想把此刻当作人生最后一天过，想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看着怀里家人脸颊上的泪珠，叶凡无奈长叹一口气。他心里知道，昨天晚上如果说还有点阴差阳错、半推半就的话，那么现在应该是彻底的真情流露吧。这样的一份情感太重，而且也太难得，叶凡不忍拒绝，也没有拒绝的理由，所以这一吻叶凡没有避，而是同样柔情的回应。至于渣，就让别人去说吧。空气似乎在这一瞬间都静止了一样，空气中弥漫的是一股浓烈的甜味，若不是周围还有那么多拿着战刀、钢棍的保镖，大家都以为这是在拍爱情片了。看着眼前如此撒狗粮的一幕，中华眼圈红了，快被气哭了。你们一群傻逼，你们都是吃想长大的妖，都还愣着干什么？要等人家把孩子都生出来吗？啊，气死我了！中华此时感觉内心跟被针扎一样，难受的都恨不得将自己胸膛撕开，把心脏拿出来用钢丝球揉搓。之前在教学楼那边的时候，叶凡说昨晚他和苏清柔睡在一起，中华还觉得那是气话，但现在两人当场抱在一起，还如此亲密的亲吻，这是赤果果的挑衅，在自己伤口上撒盐捅刀子啊！快给我冲上去啊！那些保镖被中华提醒之后，这才反应过来，纷纷拖着战刀朝叶凡和苏清柔冲过去。中华还嫌保镖的速度不够快，伸脚在其中一个保镖屁股上踹了一脚。而此时另外一边，那个中年男子接了一个电话，什么？周涛也可能是叶凡杀的。我知道了，一定不让他好死。这个男子不是别人，正是周涛的二叔，也是周家家主周明的亲弟弟周红。这次前来云城，一方面是调查周涛的动向，另外一方面则是配合中华斩杀叶凡。而就在刚才，周红得到消息，周涛极有可能也死在叶凡手里，周红顿时坐不住了。钟少，等会不要一下弄死叶凡了，我还有事情要问他。若是周涛是死在叶凡手里，那叶凡现在的实力怕是和外界有所不一样啊。这件事就必须要慎重对待了，中间有些细节一定要调查清楚。叶凡和苏清柔抱在一起，感受着周围攻击而来保镖，脚下步伐巧妙运转了几下，轻松避开了几个保镖的攻击。从远处看，叶凡就像是在搂着苏清柔跳舞一样。不过周红很快发现了不对劲，钟少，有些不对，叶凡不可能运气那么好，我怀疑他会功夫，是故意在戏耍我们，让大家一起上，赶紧制服他。中华还没开口，巷子口响起一个中气十足的老者呵斥声：中华，你好大的胆子，光天化日之下居然敢搞绑架，你眼里还有没有王法？来者正是急速赶来的医学院院长华思淼。看到华思淼前来，中华眉头不由皱了一下。华思淼作为西南药王，在整个西南乃至大夏的威望是非常高的。中华可以真的杀了叶凡，
因为他所调查到的消息，叶凡就只是苏家的赘婿而已，但中华却不敢轻易动华思邈啊。若是他动了华思邈，不光是华思邈的家里人会找中华的麻烦，甚至中华的上级都可能会惩罚中华，因为好些人都受过华思邈的恩惠。当然，若是中华知道了叶凡真实身份，哪怕中华背后有古教撑腰，估计中华也不敢轻易对叶凡动手。华思邈一句话呵斥完毕，这才看到场地正中间的叶凡搂着苏清柔还在亲吻，画面唯美，充满爱。这似乎不太像是绑架的场面啊。中华这么好心，组了个局，邀请叶凡和苏清柔来跳舞。华院长，您德高望重，我不能得罪您，但今天的事，我劝您还是不要管得好。中华对华思邈还算客气，来人，送华院长回家。2个保镖立马上前，想要架着华思邈。老夫是云城人民医院院长，连上京大哥老都找我治过病，我看你们谁敢动老夫。华思邈一声呵斥，顿时让那几个保镖愣在原地，不敢随意动弹，将目光转向中华。虽然这些保镖大多没见过华思邈，但却听过华思邈的名头。华思邈本身虽然不会功夫，但背后的人脉力量太恐怖了，若是惹毛了华思邈，那后果可不是开玩笑的。你们怕什么？又不是让你们打华院长，只是送华院长回家。中华有些没好气的对手下呵斥了一声，马上行动，出事了我负责。有了中华这句话，那2个保镖这才继续行动，左右架着华思邈，便想将华思邈从巷子里架出去。华思邈虽然身体还不错，但毕竟只是一个普通人，根本不是2个壮汉的对手，被2个保镖架着，眼看就要被带走。华思邈还在吼叫，中华，你不能这样，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保护我大哥。兄弟们冲啊！架着华思邈的2个保镖刚刚走了2步，就发现从巷子口又冲进来一批人，领头的正是王富贵，而跟随王富贵一起来的还有2台推土机，突突着呼啸朝巷子里冲进来。看到如此场景，那2个保镖吓尿了，慌忙将华思邈丢下，朝侧面躲闪而去。今天怎么这么多虎玩意？苏清柔开车直接撞了过来，后面居然直接有推土机开来了，后面是不是还有大炮也要开进来？中华也是郁闷到顶了，老子不就是抓个叶凡吗？你们至于这样？还有完没完？老子本来只想弄死一个叶凡，你们都这么想死是吧？还有谁想死他妈的就一起来！中华双眼一片赤红，心里已经开始狂躁了。老子就只是想杀个叶凡，从最开始苏清柔来捣乱，到华思邈来捣乱，现在王富贵又带着这么多人前来，到底要闹哪样？还有老子，中华，你敢动叶少一根汗毛试试？我让你整个钟家陪葬！巷子口又是一道洪亮声音响起，李虎带着黑压压的一大群人快速涌进来。李虎带来的人至少是中华的人马的5倍之上，而且李虎后面的人还在源源不断冲进来，中华的那些手下瞬间有些怂包了，缩小包围圈朝中华靠近过去。叶少，教官，李虎和王富贵、华思邈几人都聚集到叶凡身边，在死胡同里和中华的手下对峙着。叶凡看着眼前一幕，长叹一口气，辛苦大家了。叶凡看了一眼怀里的苏清柔，知道这些人应该就是这小妮子通知的。其实上，不管中华有多少人，叶凡都是一个人可以解决的，但毕竟苏清柔也是一番好意。哼，虎爷，你也要为叶凡撑腰吗？很好，人都来齐了吧，那就一起上路吧，你们黄泉路上也好有个伴。中华面对李虎压倒性人数的压迫，丝毫没有慌乱。叶凡，你以为人数多就一定能打得赢吗？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本少的威力。说话的同时，中华嘴里发出一阵怪异的声音，而下一刻，从中华黑袍里面，无数黑色的虫子便爬满了中华的手臂，看起来像是密密麻麻的蜜蜂围绕着蜂巢一样。有密集恐惧症的人看了估计都要头皮发麻。嗜血蛊，叶凡一眼就看出来，那是古教10大禁蛊之一的嗜血蛊，当年被大夏和古教都联合禁止了，现在中华居然可以控制10大禁蛊之一的嗜血蛊。叶凡的脸色也开始凝重起来，看来古教的确已经开始死灰复燃了，而且问题还很严重啊。中华手臂一挥，那一团黑色虫群冲向旁边一只游荡的野狗。吃吃，一阵让人头皮发麻的声响之后，一条野狗瞬间从众人面前消失，只留下一地的狗毛，空气中还留有一股浓烈的血腥味丝。在场的李虎、王富贵、华思邈等人看到眼前这一幕，全都倒吸一口凉气。大哥，你和小嫂子先走，我来断后。王富贵二话没说，上前一步，挡在叶凡前面，挥动手里的啤酒瓶，示意叶凡和苏清柔先走。李虎也带着几个嫡系兄弟上前一步，挡在叶凡前面。教官，你快先走，我和兄弟们挡住他。这些毒蛊太诡异了，瞬间就可以将一条野狗吞噬，那若是附着到人体身上，人哪有存活的可能？
算我老头子一个。华思邈也上前了一步，叶少，记得一定要将大夏医术发扬光大啊！看着这几个人在面对如此生死危机的情况下，居然都还能上前为自己断后，叶凡心里不免有几分感动，脑袋里又想起了3年前师门遭到袭击的时候，师门的那些师兄弟还有师叔、师伯也都是这样用血肉之躯护卫自己逃走，让自己苟活了这么多年。那些可恶的偷袭者，本少一定要让你们血债血偿！哈哈，想走吗？今天一个都别想走，你们不是讲兄弟义气吗？那就一起整整齐齐上路。老子说的，耶稣也改变不了。中华一脸得意地看着众人，控制着那一群凶猛的蛊虫朝叶凡等人席卷而来，在众人面前不到3尺的距离，突然让那些蛊虫停下。中华一副胜利者姿态，看着叶凡道：“叶凡，现在给你最后一个机会，跪下给我道歉，喊我一声爸爸，我可以放了你的那些同伴，怎么样？”教官，别管我们，你赶紧走。就算你跪了，他也不会放过你的。不等叶凡开口，李虎便焦急地开口催促着叶凡。苏清柔则是依偎在叶凡的怀里，很满足的道：“姐夫，只要跟你在一起，死我也不怕。”叶凡淡淡一笑，对苏清柔、李虎、王富贵等人道：“都这么悲伤干什么？谁说的我们要死？今天我们一个都不用死，放心吧。”叶凡随即转头看向中华道：“中华，你不孝顺，自古以来哪有儿子让爹下跪的？你搞忘了，在礼堂的时候你还亲口叫了我爸爸，现在你这么做是杀父啊！”叶凡一句话瞬间让中华炸毛了。叶凡，你这是找死！中华最在意的就是自己的面子，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居然被迫给叶凡叫爸爸，简直就是人生奇耻大辱。随着中华一声令下，毒蛊虫群呼啸着朝叶凡扑过来。中华脸上浮现一抹狰狞：“去死吧，叶凡！等你死了，你老婆苏一雪，我一定会好好疼爱！”哈哈！现场的气氛瞬间紧张起来，李虎和王富贵、华思邈等人都是一脸凝重地盯着那些扑过来毒蛊。王富贵甚至将衣服都脱了下来，打算挥舞着拦截那些毒蛊。小畜生们，冲着你王爷爷来吧！没用了！哈，10大禁蛊之一的嗜血蛊，你们谁能挡得住？中华得意地狂笑着，但话说到一半，中华突然顿住了，因为中华发现那些毒蛊在靠近叶凡不到1尺的位置之后，居然全都一动不动了，而且不光是不动，居然都开始瑟瑟发抖，似乎遇到了什么恐怖的东西一样。下一刻，所有的毒蛊居然都不受中华的控制，全部坠落到地上，然后匍匐在地上，似乎在朝拜什么一样。从叶凡手上，一个金光的甲虫浮现，对着地上的那些毒蛊扇动了一下翅膀，嘴里发出一阵滋滋的声响。瞬间，所有的毒蛊像得到了至高的命令一般，全都发疯地朝反方向飞过来。几个避让不及的保镖壮汉瞬间被嗜血蛊吞噬，化作了一片枯骨。那些蛊虫继续朝中华的那些保镖冲去，眨眼间的功夫，中华带来那些保镖就全部消失干净，还站着的就剩下中华和周红。中少，怎么回事？你的毒蛊不是很厉害吗？怎么不受你控制了？周红脸色一片苍白，看着眼前的情景，都不知道如何是好了。我再怎么知道？中华一边后退，一边回应了周红一句，目光陡然看到叶凡手里的那个金色甲虫，瞬间想到了师傅说过的一个东西：蛊皇。你身上怎么有蛊皇？中华瞳孔一阵放大，满眼全是震惊。师傅说过，蛊教有一个圣物，叫做万蛊鼎，那是天下所有蛊虫根源和祖宗，而万蛊鼎最厉害地方，就在于里面豢养着一只蛊皇。谁若是能得到万蛊鼎，那就能控制蛊皇，从而可以号令所有的毒蛊。无论你控制多么凶狠歹毒的毒蛊，只要遇到万蛊鼎，那一切都是徒劳，都要听从万蛊鼎里蛊皇的命令。现在蛊皇在叶凡手里，那说明万蛊鼎必然就在叶凡手里。要知道，现任的蛊教教主用尽了所有的人脉力量，都没有获得万蛊鼎，在蛊教里的地位一直都名不正言不顺，因为万蛊鼎都只传历代教主。如果自己得到了万蛊鼎的话，那自己岂不是就可以掌控整个蛊教？想到这些，中华眼里居然还浮现了一抹贪婪，丝毫不知道叶凡已经给他判了死刑。呼呼，中华，本来没打算杀你，但你修炼10恶级的禁蛊，还妄图用禁蛊杀人，那就留你不得了。叶凡控制着那些嗜血蛊，疯狂朝着中华扑过去。不要，叶少，饶命，我给你跪下了。中华没有任何迟疑，直接给叶凡跪下。叶少，我错了，我狗眼看人低，我再也跟你抢苏清柔了，我一定离他远远的。我有眼不识泰山，如果你不解气，可以将我眼珠子挖掉，都可以。中华跪在地上，不停地给叶凡磕头。什么节操？底线？那东西可以吃吗？还是能救命？此时的中华根本都顾不得那么多。不是我要杀你，是周家，是他来让我杀你的，我只是奉命行事。
中华将所有的锅都推给了旁边的周红。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叶凡冷冷一笑，他当然看得出来，中华不过是被利用的一颗棋子罢了，真正知道一些内幕的，应该就是旁边的周红。不等中华话说话，叶凡大手一挥，那些毒蛊将中华全部包裹。吃，顷刻间，中华全身血肉已经被那些毒蛊吞噬干净，只留下一堆枯骨。在中华毛发衣服里，一小块半透明的东西掉落下来，居然没被那些毒蛊吞噬。叶凡好奇地将那东西捡起来，有点类似佛骨舍利，但又不是。不过叶凡拿在手里，能清晰地感受到里面一股古朴的能量在波动，隐约和自己还有某种感应。但此时显然不是研究的时候，叶凡将东西收起来。中华死了，刚才还无比喧闹巷子，瞬间一片安宁。站在原地严阵以待的李虎、王富贵、华思邈等人都被眼前一幕惊呆了。王富贵等人刚才看到中华那恐怖的手段，都以为自己必死无疑，结果居然突然来了一个反转。叶凡绝处逢生，身上居然有蛊皇，将中华一群人全反杀。大哥牛逼！我就说嘛，我大哥英武逼人，高大威猛，人帅花见花开，车见车爆胎，阎王见了都舍不得收，怎么可能就这么挂了？王富贵反应过来之后，丝毫没吝啬自己的彩虹屁，就是一顿吹关于叶凡的事情，爷爷全部告诉了王富贵。王富贵此时也明白了，叶凡好歹也是北落师门的妖孽天才，只是功夫还没恢复，其他的手段却并没丢失啊。就单说这一招蛊虫控制术，那些人想要弄死叶凡就没那么容易吧？天才啊！华思邈在一旁也一脸惊叹，自古医蛊不分家，叶凡居然还会蛊教神秘的蛊术，太厉害了。若是自己那孙女艾叶凡将中华解决之后，控制着蛊虫在周红身边涌动，淡淡的看着周红道：周家的人，周涛是我杀的，你还有什么说的？周红本身也会一点功夫的，但现场中华那么多人都死了，叶凡身边还有这么多帮手，周红连反抗的勇气都没有。果然是你啊！不是，我是说杀得好，周涛该杀，叶少饶命啊！今天杀叶少完全是中华的意思，跟我无关啊，我只是跟着过来看热闹的。到这个时候，周红还不说实话。叶凡冷冷一笑，控制各着蛊虫上前，瞬间将周红的一条腿撕咬掉。给你最后一个机会，是谁想要杀我？啊，是苏家，世上金苏家大少苏浩，你保了皇家1号，苏浩让我们来杀你的。若是蛊教的人杀不了你，他们还会请圣地的人来杀你。饶命啊！我真的不关我的事啊！周红疼得躺在地上打滚，嘴里不断哀嚎着。叶凡鼻孔冷哼一声，上金苏家吗？自己不去找他们，他们还主动找上自己了，那就来吧。为了小师妹，叶凡早晚也要将苏家铲平。噗嗤，剩下的蛊虫冲上去，瞬间将周红撕咬干净。周家是当年进攻叶家的主力之一，叶凡怎么可能放过？这里现场被那些毒蛊吞噬得干干净净的，除了空气中血腥味，还有巷子里2把中华和周红坐过的椅子之外，现场什么都没留下。众人若不是亲眼所见，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原来蛊教的手段那么可怕吗？一群虫子就可以杀人无形。现场刚刚被清理干净，巷子口响起一阵急促的警报声，华雪岩带着一群特警快速冲了进来，所有人都不准动。这里是谁在制造绑架？领头的华雪岩虽然穿着一身制服，但那规模颇大沟壑还是快要从衬衣里跳了出来，白皙的肌肤，小蛮腰堪堪一握，关键下面还是短裙黑丝，如此一身打扮，对男人实在有太大的魅惑了。叶凡的眼神自然而然地落在华雪岩身上，顺着胸朝下面的黑丝长腿看去，那眼神让华雪岩感觉有针在自己身上扎一样。登徒子，看什么看？问你们话了，谁在这里搞绑架？光天化日之下，还有没有王法了？叶凡还没开口，华思邈连忙站出来道：雪岩，你来了。刚才就是这位叶少被绑架了，不过凶手刚才已经被我们打跑了。他被绑架了，我怎么更像是他绑架别人了？华雪岩皱眉上下看了叶凡一眼，这家伙怎么看都不像是善茬，虽然长得帅，但却是痞坏的，那双眼睛一点也不老实，老是盯着人家胸看。你还看？再看我把你眼珠子挖下来。叶凡从华思邈的表情动作看出来，这个美女应该是华院长搬来救兵，美女明明是你的风景自己跳到我眼睛里来，这不能怪我啊。要不咱们把你胸前美好风景给切了。你华雪岩被叶凡一句话对得哑口无言，气愤的在地上直跺脚。雪岩，不得无礼，这位叶少乃是当世神医，医术逆天，快给神医道歉。华思邈沉着脸呵斥着华雪岩，顿时让华雪岩一脸不可思议。道歉？爷爷，您没被他威胁吧？如果您被他威胁了，您就眨眨眼睛，我带了这么多人，咱们不怕他的。华雪岩一本正经地看着华思邈道。
华思邈翻了个白眼，心中暗道：你带这么多人有个屁用！叶凡的手段，只要将那虫子释放出来，再来10倍的人马，照样是喂虫子。威胁个屁啊！华思邈伸手在孙女的脑袋上敲了一下：你呀，赶紧带着你的人撤吧，你母亲的病还要指望叶少，这个世界上估计只有叶少才能治好。啊！这一次华雪岩神色有些凝重了，看爷爷也不像开玩笑的样子。自己母亲卧病多年，爷爷都无法治好母亲，眼前这个经常混迹会所的家伙能治好母亲。撤！虽然华雪岩对叶凡的医术还是有所怀疑，但也没做过多的纠缠，招呼了手下一声，一群人迅速撤离了现场。华雪岩离开之后，华思邈这才恭敬对叶凡一鞠躬道：叶少，刚才孙女冒犯，老夫代他给你道个歉啊。话语顿了顿，华思邈深深看了叶凡一眼，没想到啊，叶少藏得这么深啊。叶凡淡然一笑：华院长也以为我只是混迹会所的浪荡子吧，毕竟之前叶凡入赘苏家的时候，不是在会所，就是在去会所的路上，外界所了解的形象，叶凡就是一个十足的纨绔。之前的确有所误解，今天老夫来本来是想要请教叶少那张药方的。说话的同时，华思邈将叶凡给邱婉开的那一张药方拿出来。叶少这一张药方太精妙了，但其中有3味药的搭配，老夫实在有些想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不知道叶少能否赐教1、2。本来华思邈就是前来救自己的，之前在面对危险的时候更是没有离开，而且还冲在前面。叶凡对华思邈印象不错，华院长和您交流医术完全没问题，这张药方我甚至可以送给您，还会传授您一些医术。不过我有一个要求。啊，真的吗？华思邈都惊呆了，叶少有什么要求？尽管说，老朽只要能办到，概不推辞。叶凡有如此逆天的手段，只要能得到叶凡的指点，那就天赐机缘啊！别说一个要求，就算100个要求，华思邈都会答应啊。很简单，替我的功夫以及蛊术保命，然后代替我去给我太爷治病，在最短的时间里将他治好。就这，华思邈还以为叶凡会提出多么不合理的要求，原来就只有这么一点要求。叶凡点点头，就这。您肯定知道，3年前叶家遭受袭击，我现在虽然实力恢复，但我还要继续隐藏，要等所有的仇家出现才会出手。而那些见到我真正实力的人，都已经不会再开口说话了。说到这里的时候，叶凡扫了一眼旁边的李虎、王富贵，还有周围王富贵的兄弟。李虎手下全身杀气肆意释放，让众人呼吸都不由一紧。你们也一样，嘴巴都严一点。华思邈并不笨，叶凡是什么意思？华思邈瞬间明白了，老朽明白，一定保密。同时心中感叹，叶家出了一条龙，当年那些对叶家落井下石的人，怕是要遭殃了。这个药方里面的关键就是量的把握，还有相生相克的道理。叶凡没有任何迟疑，将药方里的核心秘密给华思邈讲清楚，同时当面直接传授了华思邈太乙8针中的3针，这3针治疗我太爷足够了。如果你天赋足够好，等过段时间，我可以再传授你后面的。师傅在上，请受徒弟一拜。华思邈看出叶凡传授自己的是神农秘典中绝学太乙8针之后，不顾叶凡反对，直接跪地拜师。叶凡虽然年轻，但绝对担得起这一拜。对于华思邈的行为，叶凡倒也没有特别去阻止。在外人面前，你还是叫我叶少就行了。叶凡算是接纳了华思邈这个徒弟，毕竟有华思邈这个身份在这里，叶凡后面很多事情处理起来就容易得多。不远处的王富贵、苏清柔，还有王富贵的那些兄弟，看到华思邈居然当众给叶凡下跪拜师，一个个都惊呆了。这自己眼睛没看错吧？云城人民医院的院长，西南地区的药王，居然给叶凡下跪拜师。但一想到叶凡刚才所表现出来的恐怖实力，又觉得一切都是正常。华思邈千恩万谢的离开，李虎这才找到机会上前悄悄对叶凡道：叶少，刚刚手下的兄弟汇报，已经有好几个人鬼鬼祟祟的在我们关押叶修的地方周围打探，应该是有人想对叶修动手了。叶凡淡淡一笑，这么快就着急动手了吗？看来叶修身上真的有干货啊！将你布置在门口周围的兄弟都撤走，口袋拉大一点，我们马上过去。若是那里保卫的人太多了，他们就没机会动手了。叶凡现在要做的就是布置一张大网，等对手自投罗网，然后一网打尽。好，众人离开之后，2条巷子之外，一个黑衣青年收起望远镜，拿起对讲机会报道：部长，你可不知道，刚才我看了一出超级精彩的大戏，我想引起能量波动的那个超级高手我已经找到了，就是叶家大少叶凡，他隐藏的好深啊。这名青年正是镇武司的成员，今天巡逻到这边的时候，恰好看到了叶凡和中华对抗的一幕。张扬，这件事属于最高机密，你记住了，今天你所看到的，除了你我知道之外，绝对不能让第3个人知道，明白吗？否则你会有灭门之灾。啊，是，部长。云城镇武司总部，部长莫中结束通话之后，
脸上浮现一抹异样的光彩。叶家大少叶凡妖，果然是高啊！我就说叶家不会那么轻易的就倒下，看来明天我得要找机会亲自登门去拜访一番了。钟家别墅里，中华母亲的床上，一个戴着面具的男人卖力的在一个女人身上耕耘着，女人不是别人，正是中华的母亲谢芳。而旁边地上一个蜷缩着的男人睡得跟死猪一样，正是中华的父亲。而那个面具男人则是中华的古教师傅，名叫龙钟，是古教的三长老，最近几年一直在云城活动。阿龙，这样还是不好，那个死鬼还睡在旁边，你就这样啊？有什么不好？儿子都不是他的。哼，若不是因为我的身份不好暴露，还要他帮忙掩护，他早就没命了。哼，上个月你给了他几次，想到这个我心里就膈应。哎呀，人家也是没办法嘛，毕竟我们是表面上夫妻，我若是不同意，怕他怀疑，哥哥你轻点。所以中华所谓的父亲其实根本不是父亲，而是一个类似武大郎存在。两人在床上一阵翻云覆雨之后，刚刚躺下歇息，龙中突然感觉心头一痛，不好，中华出事了。噗嗤，下一刻龙中居然直接喷出了一口鲜血。中华到死都不知道，他其实并不是父亲中一名的儿子，而是他古教师傅龙中和母亲偷情的私生子而已。龙中之所以那么用心教导中华古术，自然是因为他是自己儿子的缘故，而且为辅助中华快速成长，龙中将自己的本命骨都复刻了一份放在中华身上，一旦中华有什么危险，龙中便能立马感应到。可就在刚才，龙中发现自己的本命骨复刻的那一份直接毙命了。出事了！出什么事了？女人询问的声音都在颤抖。中华死了，有人杀了中华。龙中脸色一片阴沉，心疼儿子是一个方面，而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是，他放在儿子中华身上的那块不死骨，那可是比性命还要贵重的东西啊！现在已经探明的功能，不死骨可以提供源源不断的武道气息，辅助修炼速度提升千百倍，而且据说不死骨还有让人永生的作用，是无价之宝。是谁？是谁杀了中华？龙中迅速穿好衣服，对谢芳招呼了一声，迅速闪身离开房间。我出去一趟。中华身上那个东西是龙中拼命抢来，他可以没有儿子，没有女人，但一定不能没有那个东西。所以龙中要不惜一切代价找到究竟是谁杀了中华，要把不死骨抢回来。云城西郊的一个仓库里，这是李虎关押叶修所在地方。这里之前是物流公司的集中地，后面城市改造，这里大部分公司都已经搬走了，留下一些仓库，还有一些公司还在使用，不过晚上人就少了。不过今天夜色之下，十几辆车悄悄在仓库外围停下，一群穿着黑色 T 恤的壮汉纷纷从车上下来，而走在前面领头的不是别人，正是林东。阿阳，得到的消息就是这里吗？林东转身朝身边一个年纪不大小年轻询问道。这个年轻人是二叔林华的亲儿子林阳，不过林阳虽然已经20岁了，但智商上却有点问题，似乎一直就停留在10来岁的样子，所以这也是林华将家主接班人定成林东的原因之一。林华没有选择啊，他倒是想要定自己的儿子是接班人，但自己亲儿子有点智障，怎么能管理林氏集团？是的，刚才是他告诉我的。林阳说话的时候指了指身边一个队长模样的人，大哥，这里是躲猫猫的好地方啊，等会大哥陪我一起躲猫猫好不好？林东一阵无语，今天老子是来杀人，躲个鸡毛的猫猫，早知道就不应该带这个智障来。你们的消息对不对啊？这里鸟不拉屎的地方，李虎能将叶修关在这种地方吗？放心吧，林少，我们的兄弟亲眼看到叶修白天在这里露面了，错不了的。就在前面8号仓库，里面到底有没有？我们将门砸开一看就知道了。林阳身边那个保镖队长一脸肯定地开口道。林东这次行动都从林家调集了上百保镖高手，就是怕出现什么意外。哐当，当林东和手下将仓库大门砸开之后，里面灯光亮起，3个正在斗地主的混混立马跳起来。你们想干什么？这3人正是李虎安排在这里的看押的手下。老实点。李虎的那3个手下刚刚站起来，就直接被林东的人按着重新坐了下去。砰砰，下一刻几人直接被敲晕。灯光打开，林东很快就发现了被绑在墙角的叶修。此时的叶修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形了，脸上全是血痕，身上的衣服也已经破烂不堪。林东看到了叶修，叶修也看到了林东，顿时两眼放光。林少，你终于来了，你再不来，我真的要被他们折磨死了。林东嘴角一翘，将手里的探照灯朝叶修身上照了一眼。对于叶修的遭遇，林东一点都不感兴趣，叶凡感兴趣的是叶修究竟暴露了多少当年的信息，当年的秘密，你说了多少？林东上前并没着急给叶修松绑，而是眼灼灼地盯着林东，朝林东询问道：我什么都没说啊，林少，你要相信我，我真的什么都没说，不然他们也不会一直这样绑着我啊。叶修一脸激动，林少，你快给我松绑，
带我离开这里。叶凡那个混蛋来过这里，我怕。叶修是知道叶凡手段的，连黑龙都被叶凡干掉了，而且叶凡还可以改变自己的容貌，甚至叶修都有些怀疑，眼前的林东是不是都是叶凡假扮的，从而来对自己用苦肉计。听到说叶凡来过这里，林东浑身也不由一阵哆嗦。他妈的，你怕，老子更怕。自己裤裆里那玩意就是被叶凡一脚踢没的，而自己脑袋开花也是拜叶凡所赐。林家颜面扫地，一切都是叶凡干的好事，但现在林家却不敢直接对叶凡动手，只能寄希望血衣门人尽快进行下一次行动了。既然什么都没说，那我也就放心了。林东邪魅一笑，伸手从旁边保镖身上抽出战刀，瞬间架在叶修的脖子上，脖子上的寒光气息瞬间让叶修懵逼了。林少，你这是什么意思？我真的什么都没说啊，你怎么想杀我？我和你二叔都商量好了，后面我还要掌控叶家，为林家效劳的。哼，为什么杀你？因为有些事情只有死人才不会开口。叶修，你知道的太多了，而且还在叶凡面前暴露了，那么对不起，你只能死。林东没有任何迟疑，挥动手里的战刀便准备将叶修的脖子割断。不要啊，林少，你这样做是不公平的，你们不能这么过河拆桥。但无论叶修如何求救，林东没有丝毫手软的意思。叶修都能感受到刀锋都已经刺穿了脖子的肌肤。叶修绝望了，自己当年为了掌权叶家、林家、周家联合当内应，将叶家所有的人员部署都泄露给了林家和周家，最后才导致叶家当年几乎灭门。如果自己当时不那么鬼迷心窍，早点将自己所知道袭击告诉老爷子，是不是叶家就不会输得那么惨？而那样自己是不是也可以掌权叶家？叶修都有些后悔了，但世界上却没有后悔药。噗嗤，眼看林东的战刀都要割断叶修的喉咙了，一颗石子突然袭击而来，击中林东的手臂，直接将林东的一条手臂击穿，骨头应声断裂。战刀掉落在地上，而林东的手臂也瞬间断裂啊！卧槽，谁他妈对老子动手？林东捂着鲜血淋漓的手臂，嘴里大声咆哮着，但心里已经有了一个可怕的人选：叶凡。肯定是叶凡。这么大晚上的，叶凡居然还在这里，那就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叶凡是故意在这里等自己，而抓住叶修还故意对外放出消息，一切都是诱饵，围点打援，目的就是在等，看谁来救叶修，或者谁来杀叶修，那么谁肯定就和当时袭击叶家脱不了干系。叶凡能做这样的布置，林东自然提前就想到过，所以这次来林东也做了完全布置了，带了100多个保镖，防的就是叶凡设置圈套，不然就只是简单抓个叶修或者杀人灭口，哪里需要这么大的阵势？作为林家内定的接班人，林东其实一点都不笨，只是运气不太好，遇到叶凡罢了。林少，这么晚了，我们又见面了。叶凡微笑着从2楼的门背后走下来。林东仔细打探了一番，叶凡身边一个人都没有，心里不由松了一口气。叶凡果然还是一如既往的狂，以为自己一个人可以干得过本少带来的这么的保镖高手吗？等会就让你跪着求饶吧。叶凡和林东招呼了一声，随即转身看向叶修道：叶修，现在你看到了吧？你死鸭子嘴硬，还在为林家开脱，他们去直接想你死，你甘心吗？值得吗？你就真的甘心你自己一个人被折磨，而那些你曾经的盟友却出卖你，想要杀了你灭口，将所有的脏水都推到你身上？叶凡一句接一句的话语钻进叶修的耳朵里，刚刚经历了一场生死的叶修，心理防线彻底被击溃。本来李虎用各种手段折磨了叶修一整天了，叶修都还能坚持住，因为他始终坚信林家肯定会不惜一切代价来找到自己的，一定会救自己的。因为叶修知道当年袭击叶家的那么多秘密，若是叶修一旦将这些秘密泄露给了叶凡，那就是铁的证据，叶家对林家动手就理所当然了。不甘心，叶修双眼赤红地盯着林东道：林东，你们都不得好死，这是你们逼我的，我给你们卖命，你居然出卖我，还想杀我灭口，那就不怪我了。叶凡，只要你杀了林东，我什么都告诉你。叶修此时宛若疯狂了，和叶凡比起来，此时叶修更想林东死。林东此时也镇定了下来，杀了我，哈哈。叶修，你在做梦吧？今天来我就是做了万全准备的，我这里有100多个保镖，叶凡就算是神仙也打不过这么人吧，就算累也要将他累死。林东一边说话，确定楼上没有其他人之后，林东就更加嚣张了。只有叶凡一个人，这里又没有其他人，这是杀叶凡的绝好机会。叶凡，跪下给我道歉，求饶，求我原谅，或许我可以看在轩宇飞的面子上给你一个痛快，否则今晚我让你生不如死。林东一挥手，林东身后的那些保镖高手全部掏出身上的武器，战刀、钢棍齐刷刷地朝叶凡围过来。对于这些保镖的围困，
叶凡一点也不担忧。现在叶凡的实力早就已经超越了5尊之上，别说这么一点普通的打手，就算再来1倍、5倍，叶凡也没看在眼里。一群蝼蚁和2群蝼蚁有什么区别？不过还是蝼蚁罢了。人类想要踩死1只蚂蚁和100只蚂蚁，能费多大劲？林少，我腿硬，跪不下去，不如你教一下我怎么跪。叶凡似笑非笑地看着林东，忘了，你的蛋上次被我踢碎了，现在跪下去应该也很疼吧？要不还是算了。叶凡，你找死！我 X 你祖宗！提到自己的蛋蛋，林东就恨不得生吃叶凡的肉。一个男人的象征，居然被叶凡这样给毁了，那是自己下半生的幸福所在啊！都还愣着干什么？给我上！不惜一切代价，给我杀了他！你们谁砍他一刀，本少给1000万！林东彻底疯了，对着手下疯狂下达着命令：你们一定不要将他打死了，至少要留一口气，老子要玩死他！林东脸上一片狰狞，叶家不是很狂吗？今晚2个姓叶的全部落到我手里，那本少就断送你们叶家的未来。3年前他们没做到的事，老子今天来完成。对了，你们谁能阉割了叶凡的蛋蛋，我奖励他1个亿。麻蛋，让老子做不成男人，老子也一定让你体会一下那种痛苦。但让林东好奇的是，他命令下达了之后，身边所有的手下居然全都愣在原地，一个都没有动弹。你们耳朵聋了？让你们动手，一群傻逼，杀人不会啊！林东快要气死了，这些都是林家训练的御用高手啊，自己是林家下一任接班人，他们怎么不听自己的调令？叶凡冷冷看着林东，嘴角一抽，朝林东后面努了努嘴：林少，你不妨转身看看你身后。林东有些懵逼，自己身后？自己身后怎么了？林东有些好奇的转头朝自己身后一看，顿时倒吸了一口凉气，一颗心也沉入到了谷底。这虎爷！此时林东身后不知道什么时候，云城地下教父李虎带着黑压压的一大片高手出现，他们的实力明显比林东带来的这一批实力更强，而他们所有人手里都是一把钢弩，一把匕首，各自锁定着面前的一个林家保镖，箭头、匕首都对准他们的心脏。林家保镖哪里敢动一根汗毛？林东一脸震惊，自己除了带来的这100多个保镖之外，自己不是在外围还布置了几10个警戒放哨的手下吗？怎么现在一点动静都没有？来人啊，你们都是死猪吗？李虎带着这么多人都闯进来了，外面的那些人一点都没察觉林东。你当真以为我李虎是吃素的？既然敢将叶修关押在这里，就没有一点手段？李虎一挥手，外面另外一群手下将林东布置警戒的那一批人全部抓了进来。林东绝望了，彻底绝望了。林东此刻也明白了，叶凡这就是布置了一个陷阱，看谁往里面跳。叶少，我错了，求你放我一马，我只是想当您的一条狗，想帮叶少清理门户罢了，真的。噗嗤，林东居然丝毫不在乎自己的节操，对着叶凡直接跪下。叶修在旁边看得一阵无语，叶凡，别听他胡说，就是林东，当年负责和我联络的就是林东，林家就是直接参与了袭击叶家的行动，而且我知道他们袭击叶家是想找叶家的一样东西，可惜的是到现在他们还没找到。叶修知道自己反正已经跑不掉，索性开始破罐子破摔，如此可将林东都快气炸了。叶修，你找死！贱东西，那是袭击叶家的最大的秘密，叶修就这么暴露了。这中间牵涉到的可不光只是林家，背后还有其他那么多复杂的力量。若是他们知道是林家这边泄露消息的，林家会有好果子吃。林东气愤地从地上爬起来，冲上去用一只手掐着叶修的脖子，凶横的道：叶修，老子掐死你！这个秘密在叶凡面前暴露了，林家背后的那些人怎么可能会放过林家？叶修手脚被绳索捆绑着，喉咙被掐着，脸瞬间涨得通红。叶凡淡淡一笑，手上一道气劲冲击而出，将叶修手脚上的绳索解开。叶修终于自由了，立马开始反驳，一拳砸在林东的脸颊上，将林东砸得一个踉跄，手上自然就松开了。林东，老子早就看你不顺眼了，你以为你是谁啊？一个天天游手好闲的垃圾，什么档次，居然还想和我平起平坐？呸！叶修想到林东刚才居然想要杀了自己，就更来气，冲上去对着林东裤裆里又是狠狠的几脚。林东裤裆之前本来就受伤了，刚才又被叶凡打断了手臂，只剩下一只手，怎么可能是叶修的对手？叶修，你给我等着，只要老子今天从这里出去，本少一定让你生不如死。你不过就是我林家的一条狗罢了，居然还敢对我乱叫，我跟你拼了！林东此时早就忽略了叶凡，冲上去和叶修扭打在一起，手脚并用，抓着叶修的头发，甚至还有牙齿将叶修身上的肉撕掉了一块，疼得叶修龇牙咧嘴。林东，这是你逼我的！叶修脸上浮现一抹阴狠，从地上捡起林东掉落的战刀，对着林东的胸膛扑哧刺穿下去。扑哧扑哧，接连就刀下去，
林东胸膛上已经出现了好几个窟窿，鲜血涓涓直冒。而林东抓着叶修头发的手逐渐松开，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叶修：“你居然敢杀我！”噗！林阳，你快跑回去告诉二叔，给我报仇！林东看着自己胸前的窟窿，知道自己已经无法活命了，便想着通知自己那个智障弟弟，让他回去报信。但林阳看到眼前的场景，却根本没有逃跑的意思，而是也捡起一把战刀：“大哥，我来帮你了。”噗嗤！叶修看到林阳冲过来，没有任何迟疑，挥刀将林阳也一道斩杀。不，林东完全没想到，根本没等叶凡动手，叶修居然就出手将自己和弟弟林阳都给弄死了。林家就此绝后了啊！此时的叶修也从刚才的疯狂中反应了过来，慌忙将手里的战刀丢掉，一脸畏惧地看着林东道：“林少，不，我不是故意的，我……”叶修知道林家本身和叶家就是6大豪门之一，实力不容小觑。关键是叶修想要完全掌控叶家，必须要得到林家的支持才行啊！而现在自己杀了林家的仅有的2个大少，林东和林阳。林家若是知道后，自己哪里还有活路？更何况自己现在还在叶凡手里，就算叶凡不杀自己，那林家也不会放过自己啊！啪啪啪！叶凡淡淡的看着2人狗咬狗，看到林东和林阳抽搐了几下，彻底没有动静之后，叶凡这才上前道：“叶修，果然还是有点血性的，杀了林东，也算为叶家做了一点贡献。”叶凡似笑非笑的看着叶修，叶修却一脸苦涩，都快要哭出来了。叶凡，我……话说了一半，叶修后面的话停住了。叶修其实并不笨，他知道今天这种情况，无论自己是在叶凡手里，还是在林东手里，都没有活命的可能了。虽然叶凡也很讨厌，但相对来说，自己为林家卖命，林东居然还想杀自己灭口，那么就算自己死，也不会让他们好过。我说，我知道的都说，只求你给我一个痛快。叶修脑袋里也不由想起了当初叶家老爷子将自己从一群人贩子手里解救出来的情景。那个时候，叶修心里只有感激。当时叶修的诉求非常卑微，只要能有自由，有一口饭吃就行，不挨饿就可以了。后面叶家老爷子送叶修上学，然后将叶家的生意交给叶修打理，叶修俨然成了叶家的代言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享受荣华富贵。但叶修却越来越贪心，背叛叶家，导致叶家的惨案。当年袭击叶家的人，我知道的有林家、周家，还有皇室的人，但皇室的人我没见过他的容貌，除了上面之外，还有赵家也有人。有纸笔吗？叶修踉跄地站在叶凡面前，此时脸上反而没有多少颓然，反而是一种释然。等李虎等人将纸笔拿来之后，叶修认真的思考，在纸上写下了一份名单，这上面是我知道袭击叶家的名单，而且我还有视频资料可以验证，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去调查。叶修将纸交给叶凡之后，继续开口道：“林家他们袭击叶家是在找一样东西，据说可以改变家族命运，关系到一个巨大的秘密，具体是什么，我只听到了只言片语，好像叫什么不死骨，林东可能都不知道，只有林家家主林华知道。”将自己所知道的说完了，叶修长叹一口气。叶凡看着叶修的如此模样，淡淡道：“早知如此，何必当初？说吧，你还有什么遗愿？说出来，我看心情可以帮你处理。”没有。叶修摇摇头，突然想起了一件什么事。对了，我在云城南郊38号养了一个女孩子，一直想得到她，可她死活不同意，我就一直暗中派人囚禁着她。你若是有空，去放了她吧。还囚禁着一个女孩子。叶凡嘴角一翘，还以为叶修真的不喜欢女人了。好。听见叶凡应答了一声，下一刻，叶修拿着地上的战刀，对着自己心脏狠狠扎了进去。叶修知道自己没有任何活路，还不如自己了断。刚才的情况都录像清楚了。叶凡转头朝李虎道：“林东和林阳是叶修杀，而叶修是自杀的。”李虎点点头，都录制好了。用叶修当作诱饵，叶凡本来以为能钓一条大鱼的，结果林东自己却送上门来。不过也不错，弄死林东，还得到了叶修的那份名单。这次行动也算有不小的收获，特别是看到名单上还有赵家，叶凡的脸色一片阴沉。哼，赵家也参与了当年的计划吗？本少已经给过你们机会了，等我找上门，那就是你们的死期。叶凡嘴里嘀咕的时候，房顶上突然传来一阵轻微的咔嚓声。谁？叶凡神色一凝，居然还有人在房顶偷听。要知道，现在叶凡的实力可都已经超过了5尊级别，对方隐藏的可够深了。呼，没有任何迟疑，叶凡脚腕在地上一蹬，身体继续朝2楼窜去，脚腕在墙壁的钢架上借力，整个身体直接将仓库的房顶穿透，冲上屋顶。如此灵活变态的身法，将李虎和一群小弟看得都惊呆了。你们这次都看到了吧？教官的实力深不可测，不是你们所能仰望的，将现场都处理干净。李虎还不忘在自己小弟面前显摆一番。至于叶凡要追击的对手，李虎根本没有插手，因为李虎非常清楚，那样的高手根本就不是李虎所能触摸的层次。
叶凡冲上屋顶之后，强大的感知力在漆黑的夜色中释放，很快就察觉到了一个佝偻的身影，快速朝远处逃窜而去。咻！叶凡手上一块铁皮呼啸朝着逃走的那人攻击而去。噗嗤，一声清脆的响声之后，叶凡清楚地听到了一个闷哼，那块铁皮肯定是伤到了来人。叶凡刚才清楚地察觉到了，对方的实力其实不算多高，最多也就只是宗师不到5尊的级别，但对方的身法却有一些奇特之处，而且擅长隐藏气息，所以刚才叶凡一时间没有发现这个按照窥探者的踪迹。叶凡脚下步伐没有停顿，快速在房顶上跳跃，朝着逃窜那人追击而去。不过等叶凡冲过去之后，才发现在仓库尽头下面居然是一条火车轨道，一辆火车恰好呼啸而过，而地上除了一滩血迹之外没有其他的踪迹。跑得倒挺快，叶凡冷哼一声，喃喃自语道，不过刚才的铁皮上本少已经布置了寻味谷，只要你出现在本少3公里范围内，就一定可以发现你。希望你最好不要是敌人，否则你会死得很惨。仓库的事情后续有李虎处理，叶凡自然不用操心，开车朝着云城南郊38号赶去。叶修现在都已经死了，自然不能继续耽误那个女孩了。云城南郊38号是一处幽静独立的院子，叶凡靠近的时候，3个黑衣保镖便想过来拦着叶凡。叶凡冷冷道，滚！本少叶凡，叶修已经死了，你们还要给他卖命吗？见几人有所迟疑，叶凡将之前录制的视频在几人面前晃动了一下，那几个保镖脸色顿时大变。叶少，告辞，今天我们从来没见过。说罢，几人如火烧屁股一样飞速离开。叶凡嘴角一抽，推开房门朝院落里走去。才刚刚进门，一个茶杯就朝叶凡砸了过来。叶修，本小姐说过了，我就算跟一条狗也不可能做你女人，滚！这小娘们有点烈啊。叶凡手上一道气劲涌动，轻松将扔过来的那个茶杯接住。我来是通知你一声，你自由了，从现在开始你可以不受叶修的折磨了，你可以去过你想过的生活。叶凡踏入客厅，左右扫了一眼，就看见一个穿着卡其色小短裤的少女正怒气冲冲地盯着房门口。看到来的不是叶修，而是叶凡之后，少女明显一愣，你不是叶修？叶修人呢？死了。在女孩面前，叶凡没有任何保留，直接将情况说明，外面的人我也解决了，我就是告诉你一声，从现在开始你可以自由活动。根据叶修说，在大学时候是学校的校花，从那个时候叶修就盯上了人家，因为背靠叶家的权势，叶修轻松将女孩所有的追求者全部清除，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变相的圈养女孩。死了。女孩有些不相信的朝门外看了一眼，的确看不到那几个保镖的身影。要知道，之前女孩周围那几个保镖都是24小时出现的，就算女孩要出门买点什么东西，他们都要随时跟着。女孩脸上的表情终于松了一口气，5年了，从上大学开始到现在都5年的时间了，自己终于重获了自由吗？但只是一刹那，女孩脸上的表情再次紧张起来。不，肯定是叶修搞的什么苦肉计，故意来耍我的。哼，叶修不就是想得到本小姐吗？我就偏不让你得逞。叶凡也懒得跟女孩解释，转身便打算离开。眼看叶凡打算离开大厅，女孩突然开口叫住了叶凡，等一下。叶凡有些疑惑，刚刚转身，女孩便扑了上来，一把将叶凡的脖子搂住，红唇对着叶凡的嘴吻了上去。美女，你这是干什么？叶凡只是感受了一下女孩惊人的弹性，立马避开了。虽然叶凡的确喜欢泡妞，但却不是随便什么妞都泡。女孩却不依不饶，你说一个女孩子投怀送抱，男人和女人在一起还能干什么？叶修不就是想得到我吗？哼，本小姐就偏偏要把第一次给另外一个男人，放心，我还是干净的，走。话音落下，不等叶凡反驳，女孩直接勾住叶凡的脖子，将叶凡朝旁边的卧室引导而去。女孩在房间里将自己全身衣服褪去，里面绝美的身材一览无余，凹凸有致，又是一个极品啊。叶凡昨天晚上本来就打算和苏一雪亲热的，结果被小姨子打断。此刻面对如此极品的女孩放肆的魅惑，叶凡心里已经燃起了一团火。美女，你这是在玩火？哼，我都不怕，你怕什么？来吧，我就是要给叶修戴一顶绿帽子。女孩说话的同时，直接将叶凡扑倒在床上。女孩哪里知道，其实叶修是真的已经死了。感受着怀里的温柔，叶凡也懒得顾及其他，大手一把将衣服扯掉。房间里瞬间荡漾起一股旖旎，响起一阵少儿不宜的嘤咛声。寒冰玉体。当叶凡和江月燃到最后一步亲近的时候，突然发现江月燃居然是传说中1000年难得一见的特殊体质寒冰玉体。叶凡心头突然大震，同时内心也是一阵狂喜。这可是叶凡和师傅踏破铁鞋寻找的体质啊！
因为寒冰玉体可以完美中和叶凡体内累积的火毒，是可以救叶凡的性命的。北落师门的御龙诀几乎可以说是修炼一道最逆天的功法，配合叶凡九阳龙脉来修炼，可以达到逆天改命的效果。但御龙诀却也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随着修炼实力的提升，九阳龙脉的副作用也就会逐渐放大，会在叶凡体内形成狂烈的9种火毒。这些毒素若是不加以遏制，最后会将叶凡毒死，活活烧死。纵然叶凡的师傅也是天才，但也只找到了一种奇特的解毒方法，那就是找到天下9种特殊体质的女孩，辅助叶凡中和毒素，化为己用。叶凡完全没想到，自己一直在辛苦寻找的体质，居然在这里遇到了。这是上天赐给自己的女人，自己若是不收，有点对不起自己的良心。窗外的月光似乎都有些害羞，看到眼前的情景，悄悄地躲在云层之后。足足过了1个多小时，叶凡和少女才慵懒地躺在床上，床单上一朵嫣红清晰可见。江月然脖子上一朵蓝色的诡异图案浮现，正是寒冰玉体的标志。此时叶凡已经能清楚地感受到自己体内的火毒，其中一种已经消失不见了。叶凡胸前隐约的一副太极八卦图案中，9道龙纹中的一道已经被点亮，代表已经解毒了。我叫叶凡，从今天起你是我女人，如果你要我负责的话，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叶凡说话的同时，拿起女孩子的手机，拨通了自己的手机号码。叶凡虽然可以喜欢不同的女孩子，但既然做了自己的女人，叶凡对她们还是很好的。哦，我叫江月然。江月然似躺在叶凡的怀里，扭动了一下身体，突然似乎想起了一个问题啊，你叫叶凡，你是叶修的那个弟弟。叶修一直把叶凡当作自己最大的敌人，在江月然面前自然经常提起。而且叶凡在云城的名头大多数人都知道，天天混迹会所，不是在会所就是在去会所的路上。是的，怎么现在你后悔了吧？刚才我就提醒过你。叶凡起身将衣服整理好，打算离开这里，明天还要去购买一套房子，当然不是给自己买的，而是给秋婉买的。今晚叶修殒命，叶氏集团迫切需要一个人来帮忙管理，而秋婉就是最好的人选。而让秋婉来叶氏集团上班，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住所问题。叶凡打算先给秋婉将房子买好了，再通知秋婉。后悔？为什么要后悔？江月然不光是没有丝毫后悔的意思，反而很是兴奋的样子。那我们刚才算不算是嫂子和小叔子偷摸着？好刺激啊！虽然叶凡也是老手了，但听到江月然的话，也将叶凡给整不会了。哥哥，太好了！哼，叶修不是想得到本小姐吗？我将身体给小叔子，就是不给他，气死他！来，小叔子，我们拍个合照，我一定要气死他！说话的同时，江月然也丝毫不顾忌自己身体曝光在叶凡面前，搂着叶凡的脖子拍了2张照片，这才放叶凡离开。叶凡离开之后，江月然立马将那几张亲密照片发到叶修的手机上。叶修，现在我已经是小叔子的人了，你永远也得不到我，你就死心吧。做完这一切，江月然突然感觉自己有点饿了，想要起床吃点东西，但刚刚移动身才发现自己全身都要散架了。这个叶凡战斗力也太强。叶凡在离开院子之后拨通了李虎的电话，江月然已经是我的人，让兄弟们平时多照顾点。另外，给我查一查这个江月然的资料。江月然被叶修囚禁这么长时间，突然恢复自由了，叶凡还是有些担心江月然出什么事。既然成为了自己的女人，叶凡自然要有所安排照顾。是，教官。叶凡回家的时候，小姨子苏清柔、老婆苏一雪都还没睡，明显在客厅里等着叶凡。姐夫，你终于回来了，事情处理得怎么样？李虎找叶凡，本来就是有事要处理的，虽然知道叶凡不简单，但还是很担忧。说话的同时，苏清柔又朝叶凡的怀里跳过来，本来在旁边准备拥抱叶凡的苏一雪只好悻悻作罢。叶凡嘴角一翘，左手将苏清柔推到左边怀里，右手一把将苏一雪也搂在了怀里。想抱就抱嘛，我是你老公，抱一下自己老公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哎呀，苏一雪虽然已经和叶凡有过亲密的接触，但此时关键是还有苏清柔也在旁边，苏一雪还是怪不好意的。享受叶凡怀抱的同时，悄悄观察着苏清柔的神色，看到苏清柔反而是一脸淡然，似乎还欣喜的样子，苏一雪有些诧异，现在的小孩子都这么淡定了吗？自己2姐妹都在叶凡怀里，苏清柔居然一点都没感觉。苏一雪自然不知道，昨天晚上苏清柔和叶凡已经有过亲密接触，而今天晚上苏清柔舍命去救叶凡的时候，2人之间的情感又上升到了。因为有苏清柔在这里，晚上叶凡自然又只能一个人入睡。不过想到江月然千年难遇的寒冰玉体，心中又是一阵莞尔。这就是缘分吗？一直困扰叶凡的九阳龙脉，叶凡一直在发愁其中的解决方法，结果叶修圈养的一个女孩反而成了叶凡的救命人。叶修做了那么多坏事，这也算是唯一做的一件好事吧。云城，
赵家大院里，赵家老祖赵长风浑身是血的踉跄进入大厅，将还没睡的赵家家主赵天龙吓了一大跳。老祖，您这是怎么了？赵长风虚弱地坐在椅子上，伸手一把将肩上的铁皮扯下来，冷哼一声，用衣服简单将伤口包扎了一下，这才开口道：快通知赵家所有核心成员前来开会，我有重要事情宣布。啊，是。赵天龙看到老祖如此情况，知道肯定发生了大事，没有任何迟疑，开始迅速通知所有赵家弟子，能到场的马上到场，不能到场的则是召开电话会议。20分钟后，所有赵家弟子都聚集齐了。老祖赵长风这才神色一正，一脸凝重地开口道：我今天要宣布的是，从即刻起，我们赵家要向叶家投降。明天我将亲自带领赵家部分代表登门去给叶家道歉。啊，老祖，您怎么突然做这个决定？当年我们不是还一起动手对付过叶家吗？是啊，叶家现在明明都已经要垮台了，叶凡被袭击，3年来只是个废物，还能翻起多大浪花？众人一片哗然，对于老祖决定完全你能理解闭嘴。你们都被叶凡欺骗了，叶凡的实力只怕都已经突破了5尊级别之上。前2天袭击叶家的宗师高手突然被斩杀，还有周家宗师高手总管也死在云城，我怀疑都是叶凡亲自动手。今晚我本来是去打探消息的，我现在身受重伤，而动手的就是叶凡。老祖前面说的话，众人本来还有所怀疑的，而赵长风最后一句话让在场众人全部都倒吸一口凉气。老祖的实力大家都知道的，那可是宗师巅峰的强者，也是赵家立足的根本，连老祖居然都不是叶凡的对手，那叶凡的实力有多恐怖？而且听说周家总管还有周家家主的儿子都在云城死了，这一切都是叶凡的手笔，叶家真的出了一条龙啊！好，既然如此，那就这么决定了。明天我和老祖带着玲珑亲自去叶家登门道歉，希望能得到叶家的原谅。赵天龙作为赵家家主，直接拍板定音。不过在下面一个嘟着嘴大胸萝莉美女嘴里嘀咕道：爹爹，你们道歉就去道歉，我去跟着干什么啊？这个美女不是别人，正是赵家第3代中百千宠爱及一身的赵玲珑。虽然看起来身材娇小，但资本却非常雄厚，正是那具 X 萝莉。玲珑不得胡闹，这次行动关系到整个赵家的命运。当年我们被迫做了一次错误的决定，这次一定不能再错了。无论叶家提出任何无理的条件，我们都要坚决执行，你也不准任性，否则就是我们赵家灭门之日。以后所有赵家弟子见到叶家任何人都要恭敬无比，任打人骂，明白吗？明白。老祖一身是血，连包扎都来不及，就这么风急火燎的召集大家开会。赵家所有核心弟子也察觉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唉，希望这次还来得及吧。云城要变天了。林家林华昨晚是一夜没有睡，因为他的亲儿子林阳还有下一任接班人林东，昨天晚上去找叶修踪迹之后，一夜都没有回来。同时消失的还有林东带走的那一批林家保镖，那可是上百人啊，居然在云城消失的干干净净。一群饭桶，到现在还没有消息吗？林华气的将茶桌上的东西全部扫到了地下。林家第3代中嫡系出来的就只有林东和林阳2人，若是2人出了什么事，那整个林家未来就相当于绝后了啊！家主，还是之前的消息，林少说要出去找叶修的踪迹，林二少要跟着一起去，然后带着家里的保镖离开之后就不知去向了。手下人一脸郁闷的在旁边汇报道，其实心里在不停的咒骂。在他们看来，林东其实和之前的叶凡没多少区别，经常就是泡在夜店，带着那么多人消失，多半是在某个夜店里躲着，只不过是假借着出去抓叶修的名头，让自己去泡妞，光明正大罢了。其实这种可能林华不是没想过，但一想到叶修是被叶凡抓走的，而林东和林阳又是去找叶修而去的，林华一颗心就逐渐在朝下沉。如果是叶凡布置好了埋伏，等林东和林阳朝口袋里钻，凭林东和林阳的智商，怎么可能是叶凡那个孽障的对手？林华越想心里越是发慌，早知道是这样，昨天自己就不应该答应林东让他去找叶修的踪迹。家主，外面有人来拜访。林华还在郁闷，门口一个保镖声音颤抖地汇报着：不见，今天天王老子来了也不见。林华此时正烦着了，谁也不打算见。他是叶凡，而且已经进来了。保镖声音有些无奈，他们不是不想拦着叶凡，关键是叶凡带着王富贵，2人3拳2拳就将门口7、8个保镖放倒，大摇大摆的进来了。林家主，怎么回事？大清早的火气这么大，看你那嘴巴，应该也不能吃火锅啊。叶凡和王富贵2人踏步进来，叶凡邪魅的盯着林华，故意指着林华的嘴巴道：昨天当着那么多人，林华老婆养的泰迪撕咬了林华的嘴巴，那是所有人都看到的，
叶凡当时说林华是吃翔了，林华都快气疯了。你痛处再次被戳到，林华都恨不得生吃了叶凡。大哥，可能不是火锅的问题，他嘴不是吃过翔吗？我听专家说，人体排泄物的确容易上火，可能他觉得味道不错，昨晚又趁热吃了几口了。有道理。富贵，我咋发现你变聪明了？那自然是因为大哥光芒万丈，跟在大哥身边，深受大哥熏陶的缘故。滚！两人一唱一和，根本都不在乎当事人林华的感受。他妈的，自己吃一次翔还不够，现在又被你们按到厕所里再吃一次，老子是有病吗？叶凡，你到底想干什么？再这样胡闹，别怪我不客气了。林华压着心中的怒火，耐着性子朝叶凡询问道。这个叶凡太嚣张了，大白天的闯进自己家里来，想干什么？难道想将林家门吗？呵呵，林家主别生气，我来就是向林家主打听一下林少两兄弟的消息。我已经1天没见到他们了，怪想他们的，想找他们喝酒，可以打他们电话又不接，所以过来问问。喝酒？你个糟杂碎，老子信你个鬼！你想和林东喝酒？喝鸡毛啊！林东和林阳昨晚明明去找叶修了，然后就没有了下落，而叶凡现在出现在林家来找他们喝酒，事情怎么可能这样巧合？故意的，叶凡绝对是故意的。林华几乎有8成把握，林东和林阳应该已经落入到了叶凡手里。叶凡现在就是过来炫耀的叶凡，你太过分了！你最好老实交代，你到底把林东和林阳弄到什么地方去了？否则，今天你别想踏出这个门。林华脸色一动，林家大院里保镖的脚步声顿时开始哗啦啦的响起，团团将会客大厅围住。叶凡一脸淡定的道：林家主，你这就没意思了，你自己家的人不见了，怎么就怪是我把他们抓起来了？这不就是说你家老婆突然怀孕了，你还怪隔壁老王？没这个道理啊！不如你说说，昨晚林东他们去干什么去了？我帮你分析分析。林华自然不能说林东他们去找叶修去了，如果承认林东他们是去找叶修了，那岂不是就承认了当年和叶修勾结袭击叶家的就是林家？一边自己的儿子和林家接班人被下落不明，另外一方面明明知道是叶凡搞的鬼，但自己却没有丝毫的理由和证据指证叶凡，而且也不能暴露林东和林阳的目的，至少嘴上绝对不能承认。林家此时就完全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宝宝心里苦啊，真的他妈的苦死了。叶凡，林东和林阳他们现在要睡觉，不想和你喝酒，现在请你立马出去。林华感觉自己要炸了，喝酒吗？我劝林家主最好还是去看看，一不小心喝死了，那林家主怕就绝后了。王富贵不愧是叶凡的好跟班，完美知道了叶凡的想法，一句补刀，差点让林华原地自燃。滚！叶凡淡淡一笑，带着王富贵离开林家大院。现在叶凡的实力，如果忽略林家老祖的话，叶凡完全可以轻松将林家灭门，但叶凡在没弄清楚林家老祖实力之前，叶凡不会轻易动手。这些豪门家族能传承那么多年，自然是有底蕴的。再说林家当年联合其他那么多力量袭击叶家，差点造成叶家覆灭，叶凡怎能如此轻松的就放过林家？要一点点杀人诛心。叶凡，叶家来客人了，说是要给我叶家道歉，点名要见你，你现在方便回来一趟吗？叶凡刚离开林家大院，爷爷叶长风的电话打了过来。道歉？谁？叶凡有些疑惑，难道自己上次在林家宴会上的威慑起了作用，真的有脑残家族主动上门来道歉，承认自己的错误？云城尹氏豪门赵家老祖，还有赵家家主赵天龙，以及最小的闺女赵玲珑。啊，天杀的，岂有此理，简直太嚣张了。叶凡和王富贵离开林家之后，林华再也忍不住，抡起房间里的椅子，将大厅里的电视、茶几以及新装上去的吊灯全部砸得粉碎。王八蛋，混账，小畜生，当年怎么就让你跑了？大爷的，当年就应该将你弄死，不留祸患。林华砸累了，这才一屁股坐在地上。叶凡在林东和林阳失踪的这个时候上门来找他们喝酒，鬼也知道喝酒不是目的，就是赤果果的炫耀，嘚瑟。林华几乎100%肯定林东和林阳已经死在叶凡手里，但让林华最恼恨的是，明知道是这样的事实，林华却没有任何证据，而且还不敢公然承认，不能对叶家动手的把柄啊。林华知道现在的叶家就等一个合理的理由，就可以对林家全面开战。之前林华还怂恿宣家和叶家退婚，然后联合宣家一起对付叶家，结果宣家和林家的订婚典礼被叶凡搅黄了不说，宣家似乎和叶家走得更近。现在林东基本可以断定已经殒命了，林家就算想和宣家联姻也没有人选了，一切都是叶凡。林华此时根本不想让叶凡再多活1秒。来人，给我电话，我
我要亲自联系血衣门，让他们马上动手追杀叶凡。林华拿着手机拨通了电话，满脸怒气的将这边的情况跟血衣门叙说了一番。但电话那头，一个清脆的女孩声音只是淡淡的回应了一句：“我血衣门不需要任何人来教我们做事，林家主耐心等待就是了，最好不要总烦本座，不然小心我那天直接将你林家顺便灭了。”电话那头女孩的话瞬间让林华哑口无言。血衣门作为隐藏在暗处的毒蛇，杀手能力是大夏公认最强的，和大夏那些豪门、权贵以及隐藏的那些超级家族暗中都有来往。血衣门还掌握着一些豪门的黑料，若是血衣门想要灭林家，现在的林家可能还真抗不住。和血衣门那边挂断电话之后，林华直接给了自己一巴掌：“他妈的，都欺负老子是吧？你们给老子等着，等下次神使前来的时候，老子一定要请求恩赐一项超级能力，让你们全都后悔今日的行为。”西南某处大山深处，一座庭院里，一个漂亮精巧的少女慵懒地伸了个懒腰，淡淡的对身边的助手道：“云城那边什么情况？”“门主，我们得到消息，黑龙已经死了，而且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尸体，根本没人知道他是怎么死的。”旁边的助手恭敬地回复道：“门主，那个叶凡似乎不简单啊。”少女冷哼一声，淡淡的道：“若是他那么容易被杀死，那也不是叶凡了。别说是黑龙，就是10个你亲自出手，都不可能是叶凡的对手。”啊！助手一阵惊叹，明明知道黑龙不是他的对手，还派黑龙前去，而且听您的语气，似乎和叶凡很熟。少女睁着卡姿兰大眼睛，看了一眼窗外的绿色，心中暗暗道：岂止是很熟，是简直要太熟悉。从8岁的时候，自己就跟着那个死混蛋，天天伺候他穿衣吃饭，冬天还要给他暖床。可叶凡那混蛋居然还要扯自己的辫子，整蛊自己，悄悄系上自己的鞋带，让自己摔跤。长大了更是还要扯自己后背罩的带子，弹自己。外界只知道血衣门的门主是一个绝美少女，却不知道3年之前血衣门的门主楚幼薇居然是北落师门叶凡的贴身侍女，而且是吃睡同住在一起10年的贴身侍女。直到3年前北落师门遭遇了那一场变故之后，师门解散，叶凡和师父溃逃，而楚幼薇趁乱终于逃离了叶凡的魔掌。混蛋，你最好不要死得太快，本小姐还没好好找你算这笔账。来人，传我命令，让牲口、铁牛、玄影3人一起去执行暗杀叶凡的任务。楚幼薇嘴角浮现一抹邪魅的微笑，对手下下达了命令是：门主，他们3个都是宗师级别的杀手，您觉得这次他们有几分胜算？他们去依旧是送人头啊！门主，您助手瞳孔一阵放大，还想多说什么？楚幼薇狠狠瞪了他一眼，有些事心里明白就行了。助手离开院落之后，瞬间想明白了门主的安排。牲口、铁牛、玄影，包括之前的黑龙，那可都是长老会的嫡系人马。门主这是在借刀杀人。叶凡和王富贵回到叶家大院的时候，赵长风和赵天龙、赵玲珑早就已经大厅里等着。见到叶凡，赵长风和赵天龙带着赵家的几个代表立马起身恭敬对叶凡鞠躬道：拜见叶少。进入大厅的王富贵根本没把自己当作外人，直接找了个地方坐下，拿着果盘里的葡萄朝嘴里塞了几颗，还不忘和叶家老爷子道：老爷，你家葡萄不错。叶长风对于王富贵也是一阵无语，这个家伙是因为和自己孙子待久了，所以近墨者黑吗？一点都不懂得胆怯2个字怎么写。叶凡上下打量了赵家众人一眼，目光最后落在赵长风身上，特别是赵长风肩膀上还缠着绷带，心里的疑惑瞬间想通了，原来是你。叶凡微微一笑，在叶长风身边坐下，对旁边的太爷叶乾坤使了个眼色，示意2人安心。赵家虽然不是6大豪门之一，但也是隐世的超级家族，若是要拼命的时候，和林家也是一个层面的。今天这么大张旗鼓的上门来道歉，叶家可谓是如临大敌，神经全都紧绷了起来，怕有诈。毕竟现在叶家面对的情况有些复杂，叶家和林家随时都可能开战，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可能是压倒对方的一根稻草。赵家若是真心来道歉，投诚那还好说，若是诈降了，赵长风在叶凡面前没有任何隐瞒，什么都瞒不过叶少。没错，昨晚就是我，请叶少原谅我的鲁莽。说话的同时，赵长风恭敬对着叶凡一鞠躬。当年袭击叶家的时候，赵家的却参与了，但老头子在这里用性命担保，我们赵家没有任何一个人对叶家直接动手过。我们唯一参与的就是在皇室的威压下，我们提供了32辆车，辅助皇家转移了一批高手。老头代表赵家向叶少认错，恳请叶少给赵家一个机会。赵长风丝毫没有隐瞒当时的事情，将当年的真相说清楚之后，一脸虔诚地看着叶凡。见叶凡似乎不为所动，赵长风做出了另外一个让人震惊的举动，扑通！下一刻，
赵长风居然对着叶凡直接跪下了，请叶少给赵家一个机会，赵家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愿意接受叶少的任何条件。赵长风如此的举动，让在场众人全都惊呆了。老祖，赵天龙想要开口阻拦，赵长风一个眼神，赵天龙瞬间乖乖闭嘴了。扑通，扑通！不光是赵长风、赵天龙以及赵家跟着一起来的其他几个后辈，除了赵玲珑之外，所有人都对叶凡跪下了，一个个像是犯错了小孩子一样，大气都不敢出一声。要知道，赵长风下跪的不是叶家，而是叶凡啊！在叶家叶乾坤和叶老爷子眼里，叶凡3年前捡回来一条命后，功力全失，完全就是一个废人，后面更是天天混迹会所，被大家所遗忘的一个浪荡子。赵长风居然给叶凡下跪，凭什么？赵家老祖，要不先起来说话？叶长风站起来劝阻着赵天龙等人，但赵家老祖等人却根本一动不动，而是目光诚恳地看着叶凡。叶少，这是我赵氏集团所有的账本，请叶少过目。赵家老祖的意思很明显了，为了保全赵家，甘愿将整个赵氏集团的资产全部奉献出来。这叶长风和叶乾坤都有些搞不懂了，叶凡难道还隐藏了什么手段，能让赵家主动臣服？众人目光都转向叶凡的时候，叶凡则是目光戏谑地看向赵玲珑。你们赵家所有人都跪了，你为什么不跪？赵玲珑一脸愤怒地盯着叶凡道，凭什么？本小姐又没做错什么。再说，当时赵家给他们提供车队，又不是我们愿意的，有皇室的命令，谁敢不遵从？要跪你们跪，反正本小姐不跪。玲珑，不得放肆！赵天龙连忙出声呵斥着赵玲珑，还不快跪下！你想害死赵家吗？赵家老祖全身也一股杀气释放，朝赵玲珑看去。赵玲珑不怕自己的父亲赵天龙，但却有点惧怕赵家老祖。就在赵玲珑内心有些动摇的时候，叶凡突然开口了，看来你们赵家的诚意还不够啊，想要我放过赵家可以，不过我有一个条件。啊！叶凡态度突然的转变，让赵家老祖众人一脸欣喜，都暗暗松了一口气。叶少请说，无论什么条件，我们赵家都答应。赵家老祖昨天在仓库那边看到了叶凡的手段，而且也见识到了叶凡的实力。管中窥豹，知微见著。赵家老祖从叶凡隐藏了身手这一点，已经推测出了3年前林家主导的针对叶家的袭击，虽然让叶家几乎灭亡，而且针对北落师门的袭击似乎也没达到应有的效果。叶凡没死，实力还如此强悍，那么这样的结果就是叶家崛起是必然的了。而且北落师门和叶家蛰伏这么多年，疯狂反扑的威力必定是非常恐怖的。能得到叶凡的谅解，让赵家避免被覆灭，一切都是值得的。叶凡目光邪魅地朝赵玲珑看去，淡淡的开口道，我身边还缺少一个贴身使唤的侍女，让赵玲珑跟在我身边，1年之内，若是伺候的让我满意了，赵家过往的罪责我可以不追究。啊，不行！赵玲珑听到叶凡居然点名要她做侍女，顿时一脸抗拒的开口拒绝。不过赵家老祖和赵天龙等人却是脸色一喜，满口答应了下来，没问题。从现在开始，玲珑就任由叶少使唤，我一定叮嘱他将叶少伺候好。特别是赵天龙，听说叶凡要赵玲珑做贴身侍女之后，不光是没有半点忧伤，反而有几分兴奋。赵天龙非常清楚，叶凡将来那一定是画龙的超级牛逼人物，跟叶凡身边哪怕只是一个侍女，将来能获得的好处自然是不可限量。这样的机会，别人求都求不来，而现在居然落到赵玲珑身上，这对于赵家来说，完全就不是惩罚，而是奖赏啊！爹爹，我不答应，你们怎么能这样？我走了！赵玲珑愤愤一跺脚，便想要离开叶家大院。赵玲珑，这事由不得你，如果你胆敢再胡闹，老夫直接杀了你父母，给叶少谢罪。赵天龙还没开口，赵家老祖全身杀气凛然，对着赵玲珑一声暴喝，瞬间让赵玲珑不敢再抬脚半步。赵家老祖是真的敢动手啊！你们，赵玲珑知道这件事怕是自己已经改变不了，自己的决定和整个赵家的命运绑在一起，如果赵玲珑不答应的话，整个赵家的人口水估计都要淹死自己。请问叶凡大少在吗？现场一度僵持的时候，门口突然响起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一个魁梧的中间男子踏步进入大厅。中年大汉理着光头，下面长着络腮胡子，看起来有几分喜感。莫中部长，你怎么突然想着来我叶家了？叶家老爷子叶长风看到来人，眉头不由一挑，有些疑惑地将目光看向叶凡。3年前叶家遭受袭击之后，镇武司对叶家的态度也是很微妙的。本来之前和叶家关系还不错的镇武司，3年都和叶家走动很少，今天却来了。来人不是别人，正是镇武司云城分部的部长莫中。叶凡之前修炼的时候，云城镇武司好几次都察觉到了能量波动，只是之前没有确定具体的人选，直到昨天晚上镇武司巡查的人员亲自看到叶凡的手段，这才确定
那个高人就是叶凡，所以莫中一大早就过来拜见叶凡。叶老爷子，听闻叶家大少回来了，所以我专门过来拜访一下。莫中看到跪在地上的赵家老祖等人，一脸诧异的道：这什么情况？镇武司大佬突然到来，让赵家老祖等人也有些惊愕。但赵家老祖只是和莫中交换了一个眼神，各自心里瞬间明白了，两人应该再是察觉到了叶凡隐藏的实力，所以算是提前来搞好关系。赵玲珑，你可愿意当本少侍女？叶凡饶有兴趣地盯着赵玲珑，脸上带着微微的笑容。赵玲珑很想怒怼叶凡的，但看到老祖那杀人的眼神，立马怂了。我愿意。愿意还不站到我身边来？叶凡对着赵玲珑邪魅一笑，看得赵玲珑心里一阵厌恶。果然是登徒子，哼，就知道盯着人家凶看。都起来吧，这件事先就这样了。叶凡一句话让赵天龙等人起来。赵家老祖众人知道，赵家等人暂时算是安全了。旁边的莫中上前2步，将手里的礼盒递给叶凡。叶少，这是我们镇武司的一点心意，祝贺叶少霸气归来，请叶少一定收下。叶凡将礼盒拿在手里，感受了一下礼盒里的气息，居然感受到了一股4品丹药的气息，眼神有些疑惑地朝莫中看了一眼。莫中点点头，给了叶凡一个肯定的眼神。叶少，老莫只是想和叶少交朋友。叶凡心中一阵莞尔，镇武司这个莫中还很有诚意吗？要知道4品丹药在武道一途中是非常珍惜的，上次叶凡就是因为那个神秘少女送的一颗4品丹药，才这么快突破玉龙诀第9层。这样的极品丹药，就算北落师门巅峰时期也不过就3颗的样子。好，礼物我收下了。叶凡将礼盒收下，莫中也终于暗暗松了一口气，这次上司交代的任务总算没有失败。众人还没落座，门外突然响起叶家保镖的呼救声，不好了，外面突然来了好多云家的保镖，要砸我叶家的大门。叶凡眉头一皱，云家脑子进水了吗？自己不过是帮苏一雪拿到了松帕将军的翡翠代理权，云家居然还直接找到叶家来出气，这个脑残玩意是真的不知道叶家的底蕴。纵然叶家当年被袭击，但别忘了叶家在西南边境还有80万天龙军，这也是所有人现在不敢随便动叶家的缘故。放肆还有没有王法了？叶少，外面的事情交给本座，我很快处理好。叶少，这件事赵家马上去处理。莫中和赵家老祖两人几乎是同时对叶凡一欠身，随即起身急速朝门外冲去。好不容易有表现的机会了，他们自然不会放过。此时在叶家大院门外，以云飞扬带着一群壮汉堵在大门口，身边有一个熟人，正是苏一雪的堂弟苏东。看着叶家大院，苏东还有些担忧。云少，你这样带人直接对叶家大院动手，真的合适吗？叶家虽然没落了，可不是好惹的。苏东本来是打算搭桥，让云飞扬前来将苏一雪抢走，这样苏东和父亲苏明浩才有机会掌管苏家。结果是叶凡一出面，云飞扬就败下阵来，被虐得体无完肤。怕什么？林家家主说了，叶家已经快完蛋了，血衣门和传说中的圣地都要对叶家动手。再说现在叶家就剩下叶凡那个垃圾，他能翻起什么浪花来？你就说整个云城还有谁敢出面帮叶家？其实云飞扬说的没错，放在1个星期前，叶家现在的情况的确是这样。叶家在3年前就已经元气大伤，几天前叶家老太爷更是被一个神秘高手重伤，还有一个宗师高手扬言要血洗叶家，叶家眼看就要彻底覆灭了，就连轩家都想着跟叶家退婚。这个时候的确是没人敢和叶家走得太近。不过那是3天前的事，自从那个宗师高手被斩杀开始，情况已经发生了逆转。走，今天我又不打算真的把叶家怎么样，只是要狠狠教训叶凡一番，让他知道得罪我云少的后果。云飞扬招呼着苏东，便打算让手下全部冲进去。但两人还没行动，门口赵家老祖、赵天龙以及镇武司的莫中已经拖着战刀冲了出来。云飞扬手下保镖冲在前面的几个直接被莫中和赵家老祖2拳砸飞。混账！镇武司在此和叶少商量要事，谁敢放肆？来人，给我杀！随着莫中一声呵斥，从叶家大院附近的花坛背后，一群制服人员迅速冲了出来，拖着手里的战刀，疯狂对云飞扬的那群手下动手。镇武司乃是大夏非常重要的一个武道机构，专门负责解决普通警察解决不了的一些事情。他们基本都是武道高手，自然不是云飞扬那些手下所能抗衡的。不到10秒，云飞扬的手下就已经倒下了一大半。旁边的赵家老祖急了：莫中部长，你慢点啊，给老夫留几个人头。说罢，赵家老祖也不顾自己身上还有伤，迅速冲进人群，一拳一大片也放倒了10几个云飞扬的手下。在不远处，云飞扬刚刚将一条腿从车里伸出去，看到如此情况，立马吓得将腿缩了回来。卧槽，什么情况？这么倒霉的吗？
镇武司居然都来人了，他们来干什么？镇武司和叶家有什么事可以商量？云飞扬皱眉思考了几秒，陡然恍然大悟道：对了，镇武司前来肯定是想着如何接管叶家，一定是这样。云飞扬都不由为自己的机智点赞，机智如我，叶家果然要完蛋了。想到这里，云飞扬心里松了一口气，想要下车去和莫中他们解释一番。噗嗤，突然一把战刀击射过来，直接将云飞扬所在的车门刺穿，刀锋贴着云飞扬的脸颊而过，在云飞扬的脸颊上都留下了一道口子。任何人胆敢再前进一步，就跟那辆车一样。莫中一句话已经控制了全场，而云飞扬此时都被吓破了胆。我的个乖乖，都这么暴躁吗？走，快走，马上快开车走！云飞扬一刻也不敢停留，急忙催促着司机开车飞速离开了现场。麻蛋，直接对叶凡动手不行，那老子对苏一雪的公司动手总可以吧？在离开叶家宅院一段距离之后，云飞扬嘴里怨恨地嘀咕着：你们不是抢了我们翡翠生意吗？那老子就砸了你所有的柜台，而且老子还要绑了苏一雪，生米煮成熟饭，看你叶凡能将我怎么样？想到这里，云飞扬立马拨通了一个电话：阿豹，马上给我召集人手，越多越好。另外通知云家合作的那些渠道商，让他们马上集合去苏氏集团，必要货款。叶家大院大厅里，看到赵天龙和莫中等人冲了出去，大厅里终于只剩下叶凡和叶乾坤、叶长风几人了。早就忍不住的叶长风急忙抓住叶凡的手臂道：小凡，到底怎么回事？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们？赵家那老东西怎么可能突然上门来道歉？还有几年不走动的镇武司怎么也突然上门来拜访你？叶凡邪魅一笑，哈哈，可能是被我的人格魅力所吸引吧。至于赵家，那天在林家宴会上我不是说了吗？我叶凡已经回来，叶家未来还有希望，让那些曾经伤害过我叶家的人主动来道歉，否则我就用推土机把他们家推平。他们应该是被吓到了。嗨嗨，在旁边悠然吃葡萄的王富贵听到叶凡的话，差点被自己的口水呛到了。我信你个鬼！若不是亲眼见到叶凡的手段，王富贵估计都要被叶凡忽悠了。昨天叶凡去惩罚叶修的时候，王富贵也去了现场。虽然没看到叶凡动手，但叶凡当时从1楼冲破屋顶那迅捷的动作，哪里像是一个废人。虽然当时王富贵没看到叶凡动手的现场，但今天看到赵家老祖身上的伤，王富贵已经猜到了大概。叶少昨天应该是将赵家老祖打怕了，不然赵家这样的豪门大家怎么可能如此轻松的就上门投降？呸！你少给扯犊子！你个鳖孙，你是连自己爷爷都骗啊？还有你的那个朋友叶君天到底又是怎么回事？你给我说清楚！叶乾坤在坐在上手，饶有兴趣地盯着叶凡。叶乾坤实力毕竟要高强太多，对叶凡身上还气息有所感知，总觉得叶凡不是表面上看到的那么简单，但叶乾坤却依旧看不透叶凡。叶凡看着爷爷，嘴角一抽，心里暗暗道：不是我想骗爷爷你啊，我想骗的是叶家的那些仇人。现在浮出水面的只有林家、周家、赵家以及黄氏，但实际上背后还有更多的人，叶凡必须要等他们全部暴露之后，再让他们全都付出代价。长风，叶凡，叶大少爷在吗？老夫专门来拜访叶少，有几个问题要请教，顺便来给老太爷看看病。叶凡还没开口，门口再次响起了一个熟悉的声音，不是别人，正是西南药王华思淼。听到华思淼的声音，叶长风直接愣住了，又是来找叶凡的。叶凡到底用了什么手段，连华思淼都折服了？叶长风和华思淼是老朋友了，见华思淼进来，连忙想要上前去打招呼：老华，你……但让叶长风郁闷的是，华思淼居然直接无视了叶长风，一把将叶长风推开：我们等会再聊。随即华思淼快步走到叶凡面前，恭敬欠身道：叶少，昨天你说的几个问题我回去思考了一晚，简直收获太大了，只是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药引方面。看着华思淼一脸恭敬和叶凡讨论的样子，叶长风站在大厅里瞬间凌乱了，这什么情况？这还是自己那个废物孙子吗？不过2天的时间，自己那个天天混迹会所的废物孙子居然被华思淼如此尊敬，被莫中上门拜访，让赵家老祖亲自登门道歉。叶爷爷，以后这种情况您要多适应适应。王富贵在旁边伸手拍了拍叶长风的肩膀，一本正经的道：我大哥的牛皮您才看到冰山一角，某一天公主来给大哥提鞋，您都不要觉得惊讶。公主来提鞋吗？那是多荣耀的事啊！叶长风一时都恍惚了，这才是3年前自己那个意气风发的孙子吗？思考了几秒，叶长风陡然才想到，刚才王富贵居然伸手拍打自己的肩膀，你小子跟叶凡学坏了。不过看到王富贵和叶凡如此穿同一条裤子，叶长风还是很欣慰的，毕竟叶长风和王富贵的爷爷当年也是这样。叶少，外面闹事的人我们都拿下了，这是领头的2个头目。
赵家老祖和莫中两人各自提着一个男子进入大厅，将两人丢在地上。叶少，饶命啊！是云飞扬，是云飞扬让我们来教训叶少的，求叶少饶命！两个男子刚才已经见识到赵家老祖和莫中等人的威力，直接在大厅里跪下，不等叶凡发问，就直接将自己所知道的全部说了出来。叶凡听完，鼻孔冷哼一声，又是云飞扬，这个混蛋还真是阴魂不散啊！在苏氏集团分开的时候，叶凡就说过，若是云飞扬再来找自己和苏一雪的麻烦，叶凡一定用推土机将云家大院推平。那么现在是该兑现承诺的时候了。富贵，在省城给我安排100辆推土机，我随时可能要调用。叶凡朝身边的王富贵吩咐了一声。小凡，你要推那么多推土机干什么？叶长风有些疑惑地看了叶凡一眼。叶凡没有回应叶长风，而是反问道，爷爷，我们叶家现在权势应该还可以吧？我若是捅出什么篓子，您兜得住吗？一句话顿时将叶长风的气激了起来。废话，老叶家虽然落寞，还不是什么阿猫阿狗能招惹的。大孙子，你尽管去捅，捅破了天，有老子给你兜着。好。叶凡点点头，那邪魅的笑容突然让叶长风有点发慌。这小子到底想干什么？叶凡赶紧朝门口走去，打算开溜，看见门口的莫中和赵家老祖，开口道，你们都散了吧。见赵玲珑似乎也打算跟着一起离开，叶凡邪魅一笑，玲珑姑娘，你就别走了吧。你别忘了，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24小时贴身的侍女，跟我走吧。赵玲珑嘟着嘴巴，一时间还没适应自己的身份，一脸郁闷。我先回家去拿点换洗衣服不行吗？不用，玲珑，你放心，你所有的换洗衣服，我安排人直接给你送过来。赵天龙在旁边一句神补刀，让赵玲珑郁闷的都快要抓狂了。爹爹，赵玲珑都怀疑自己是不是赵天龙亲生的了，就这么着急把自己送出去吗？叶凡开车带着赵玲珑离开叶家大院，赵玲珑坐在车上，浑身不自在。我们这是要去了？去买车？你不是有车，还买什么车？再说，你买车带着我干什么？赵玲珑有些郁闷，自己的生活从今天开始就要改变了。可怜自己的花裙裙，以后只能收藏起来了。从周围人嘴里，赵玲珑早就了解到，叶凡可是一个超级花心大萝卜，而且还那么色，自己在他面前怎么敢穿裙子？叶凡嘴角一抽，没有理会赵玲珑。他买车当然是给秋婉买的，至于带赵玲珑，自然是要赵玲珑帮忙给钱啊。赵家不是要表达自己的诚意吗？自己用他们的钱买几辆车，买几套房，他们应该不敢有什么意见吧。叶凡开车经过云城南郊38号附近的时候，突然看到一个熟悉的女孩身影，正在和一个躺在地上的猥琐的中年男子理论着什么，旁边则是一辆翻倒在地上的电瓶车。那熟悉的女孩不是别人，正是昨晚成为叶凡女人的江月然。美女，今天你撞了我，没有5000块，你别想离开这里。你看你又没戴头盔，交警来了，你也是吃亏，快点给钱吧。可是大哥，刚刚我明明好好开着车，是你自己故意冲出来碰我的车的，我为什么要给钱啊？江月然之前被叶修圈养着，根本都很少出来露面，遇到这样的事情都不知道如何处理。一句话说完，都已经脸红到脖子了。你这样说就不讲道理了，刚才这里这么多人看着，明明你是骑车的时候看手机才撞到我的。你要这么说的话，那至少要1万块，不然就报警抓你，让你去坐牢。猥琐男子说话的同时，朝旁边路人求证，旁边有4、5个男女也在围观，听到男人的话，纷纷点头作证。就是姑娘，看你也不是故意的，要不赶紧给钱吧。你看这里也没摄像头，大家都是不清楚，给点钱就完事了。哎呦，我的腰，我的背哦，撞死人了。周围人指指点点的同时，那猥琐男子躺在地上不停的哀嚎。江月然一下急了，你们这是碰瓷，我身上也没那么多钱啊。这些人显然是一伙的，怎么可能帮江月然说话？江月然被叶修圈养这么多年，也没出去工作，身上钱本来就不多，此时急得额头都冒汗了。你要多少钱？我给了。江月然正在着急的时候，身边一个熟悉的身影突然响起，一只有力的大手将江月然的小蛮腰搂住。江月然转头一看，不是别人，正是叶凡。是你？江月然满脸欣喜，想到昨天晚上和叶凡的亲密行为，心里又有几分羞涩。放心吧，有我在，没事的。叶凡伸手拍了拍江月然的后背，然后看向躺在地上的猥琐男子。这样的碰瓷行为，叶凡见得多了，叶凡有的是办法对付他们。躺在地上的男子本来都打算主动减价了，因为他看出来了，江月然的确没多少钱。但看到叶凡居然开着一辆黑色的宝马七系出现，眼前顿时一亮，这是一只大肥羊啊！5万，今天必须要给5万，不然谁都别想离开这里。听着男子片刻之间居然再次改口，江月然顿时急了，你们怎么能这样？
刚刚还说5000，后面变成了1万，现在又要5万，你们太过分了。姑娘，这算什么过分？我突然又觉得我脑袋有点疼，脊椎也不舒服，要不我们去医院，将所有仪器都试一遍。躺在地上的那猥琐男子一副吃定了江月然的样子，江月然哪里是他的对手？不过叶凡倒是不慌不忙地开口道：“5万，太少了，这伤情至少要赔200万才对嘛。”啊！叶凡一句话把地上的男子还有围观的那几人以及跟着下车的赵玲珑都整懵了。叶凡脑子没病吧？人家要5万，你给200万？帅哥，你给太多了，不用那么多的。要是你觉得5万有点多，你给3万也行。躺在地上的那男子看到叶凡如此淡定，心中有了一种不祥的感觉，主动给叶凡降价，因为他有一种直觉，这个叶凡不好惹。叶凡淡定地将马路河的电瓶车搬开，然后冷静地开口道：“不，必须要给200万。我记得上个月隔壁江宁市撞死了一个人，赔了160万，国家规定的最高赔付额就是200万，我们就按最高赔付额来好了。”说话同时，叶凡上车启动车辆，一脚油门将车朝躺在地上的男子撞过来。“你准备好啊？想好以什么样的姿势死比较好看一点？”卧槽！此时旁边围观的众人才反应过来，叶凡为什么非要给200万，原来是打算撞死这个男子啊！妈呀！眼看叶凡车辆就要撞击到自己了，躺在地上的男子被吓直接从地上弹射了起步，转身就朝前面奔跑着。叶凡嘴角一翘，脚下油门踩了一下，在后面吆喝道：“再跑快点，加油，快，不然就撞上了！”嗡嗡嗡，叶凡将发动机油门踩得震天响，那声音刺激的男子魂都快要掉了。他只是想要求财，却不想卖命啊！就这么死了话，那太不值得了。别说200万，就算是给他2000万，他也不愿意干啊！很不凑巧，前面就是一条狭长的地下通道，而且还是单行道。猥琐男想要朝旁边躲闪都没有可能。听着后面呼啸而至的轿车，猥琐男没有其他的办法，只能狂奔。大哥，我错了，3万块我也不要了，求你不要追了。叶凡开着车才朝前面追了200米，猥琐男子就已经累得满头大汗，走路都在颤抖了，一边拖着身体奔跑，一边回头朝叶凡哀求着：“那怎么行？都说好了要给200万，快继续加油，还有50公分就撞上了。告诉你，我脚上可没轻重，一脚油门下去，若是撞不死，还要再补撞一下，轮胎要从你脸上碾压过去，那你就遭罪了。”叶凡踩着油门，让车头在猥琐男子屁股上撞了一下。啊！顿时吓得猥琐男子尖叫起来，再次咬牙加速朝前面狂奔而去。又接着跑了100多米，猥琐男子实在坚持不住了：“大哥，我真的错了，我不行了，不光是3万块我不要了，而且我给你3万，不，我给你5万，大哥，求你放我一马，我真的错了。”猥琐男子跑得眼眶通红，鼻涕眼泪汗水一把往下直流，实在再也跑不动了。此时猥琐男子感觉自己要死了一样，干脆不跑了，直接瘫坐在叶凡车辆前面，然后对着叶凡车辆跪了下来，不停地对着叶凡磕头，同时从怀里掏出5沓红票子。嘎吱，叶凡将车辆在距离男子30公分的时候停下，下车从男子手里接过5沓红票子，冷笑一声道：“早知如此，何必当初？都是有手有脚的人，何必做这样丧良心的勾当？我错了，我真的错了。”猥琐男子今天魂都要被吓丢了，从业这么多年，这是他第一次失手，差点把命都丢了。行了，别说我在抢劫你，看在你这么有诚意的份上，我女朋友那电瓶车就5万块卖给你好了。说话同时，不等那男子反驳，拽着往回走去。什么？一个电瓶车要5万块？5万块买一个破电瓶车？自己疯了吗？刚才猥琐男子已经记下了叶凡的车牌，还在想着如何报警说叶凡抢劫，倒打叶凡一把。结果叶凡却说自己5万块是买电瓶车的钱，顿时让男子傻眼了。怎么？你有意见？你看我女朋友那电瓶车冬冷夏热，还可以喂饱蚊虫，天气干燥的时候还可以免费吃灰，配置多优秀啊！要我看5万块都还少了，要不再加点。叶凡话逻辑狗屁不通，但猥琐男子却清楚，叶凡这就是赤果果的威胁，自己若是不答应，叶凡怕真的会将自己塞到车子下面压死。不用，5万块挺好，我对那辆粉色的电瓶车非常满意，简直就是我心中的梦中情车。回到刚才出事的地点之后，猥琐男子连忙上前，骑着那辆粉色电瓶车就想逃离现场。鬼知道自己若是留下来，叶凡还会不会再敲诈自己更多。江月然看到那猥琐男子刚才吃瘪的样子，心里的气已经消了一大半，但看到男子居然想要将自己的电瓶车骑走，顿时呵斥道：“你想干什么？抢我的车吗？”男子一脸苦涩的道：“美女，你的电瓶车我5万块已经买下来了，钱已经给了你男朋友，5万块买自己电瓶车。”江月然一脸惊愕的看着叶凡，
自己这个电瓶车是他在二手市场上花500块买来的，转手就卖了5万。旁边的叶凡拿着手机，将猥琐男子刚才的话语清楚地录制了下来，比个耶。你确定你是心甘情愿购买这辆电瓶车的？噗嗤，自愿个鸡毛啊！猥琐男子虽然心里120个不愿意，但却不敢忤逆叶凡的意思。我是真的心甘情愿购买这辆电瓶车的，绝不反悔。耶！在叶凡点头之后，猥琐男子顿时像火烧屁股一样疯狂离开了现场。叶凡，谢谢你。看到那猥琐男子离开之后，江月然心里也长长舒坦了一口气。虽然电瓶车没有了，但也解决了一个麻烦。叶凡将5沓红票子塞到江月然怀里，收好。啊，这是给我的。江月然拿着钱，满脸诧异。这不是给你，还是给谁的？卖的是你的电瓶车，钱当然归你了。叶凡对着江月然邪魅一笑，随即再次伸手搂住江月然的小蛮腰，将江月然带上后排座，对旁边的赵玲珑道：“你来开车去奔驰 4S 店。”虽然昨晚和叶凡已经有那么亲密的接触，但此时被叶凡这么搂着，江月然还是觉得心脏砰砰乱跳。叶凡，快让我下去！你要带我去 4S 店干什么？我还要去面试了。当然是带你去买车啊！我刚把你的车卖了，总要赔你一辆吧？叶凡看着怀里的家人，心中也是一阵欢喜。这个江月然可是自己的宝啊，帮自己解决九阳龙脉中的一种火毒，是自己的女人，也是自己的救命恩人。男人必须对自己女人好，不然怎么能俘获女人的芳心，泡更多的妞？可刚才你不是把卖车的钱已经给了我吗？江月然一时间有些跟不上叶凡的思维。你弄错了，刚才那钱是那个男人给你的，不是我给你的，所以我要再赔你一辆才行。哦，江月然的 CPU 感觉要冒烟了，总感觉叶凡说的话哪里有问题，但一时间又想不起来哪里不对。对了，你刚才说你要去面试，是去面试什么工作？叶凡突然想起江月然说自己要去面试，连忙开口询问道。叶修现在已经挂了，那么叶氏集团必然要来一波大清洗总经理的人选，叶凡已经有了，那就是云城大学的邱婉，但其他关键岗位上可还差不少人啊。比如叶氏集团的财务总监杨涛，根据韩卓调查的情报，就是林家和叶修联合在叶氏集团安排的棋子，这么重要的职位自然要交给信得过的人。我要去面试一个财务助理，大学的时候我学的就是财务这块，之前还去一家公司实习过半年，都是那个叶修，非把我囚禁在这么一个地方，害我这么多年。现在我决定大胆走出来，要自己独立自主生活，看他能将我怎么样。说话的同时，江月然还回头朝后看了2眼。不过让江月然好奇的是，之前只要自己一离开院子，就会有人跟踪着自己，可今天自己都出门了这么长时间了，后面没有任何动静。昨天江月然给叶修发去了和叶凡的亲密照片，叶修那边也没任何反应，这是什么情况？自己送了他一顶绿帽子，叶修居然没有任何反应吗？江月然当然不知道，叶修已经永远不可能回他了。哎呀，快在前面的公交站放我下来，不然我面试要迟到了。江月然一看手机时间，有些着急的想要起身。叶凡听完江月然的话语，脸上的笑容都快溢出来了。这要巧合吗？自己恰好需要一个管理财务的人，江月然恰好就是。当真是想睡瞌睡，就有人送枕头啊！不用去面试了，来帮助你男人吧，做叶氏集团的财务总监，年薪200万，奖金另算。叶凡一把将江月然抱住，大手自然也没有客气，弄得江月然嘴里一阵英明。你坏死了，前面还有人了。前面的赵玲珑牙齿都快咬碎了，心里暗道：你们2个够了啊！你们还知道前面有人啊？本小姐狗粮都快吃饱了。别闹，我真的要去面试了。这是江月然第一次参加工作面试，还是非常重要的。叶凡也松开了江月然，一脸正色的道：我没开玩笑，叶氏集团的财务总监辞职了，我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你是我女人，我最放心。有什么不会的，可以快速的学。行了，这件事就这么定了。江月然一阵无语，这个叶凡这么霸道吗？不过后面任由江月然怎么说，叶凡就是不放江月然离开。奔驰 4S 店不等江月然反驳，叶凡直接给江月然买了一辆 GLS。 看着那100多万的价格，江月然一脸讪讪。叶凡，要不算了吧，我不用要这么贵的车的。看着那漂亮的宝石蓝，江月然说是不喜欢，那是假的。但叶凡这也对自己太好了，不过就是昨天那么亲密了一下，叶凡送自己100万的车，眼睛都不眨一下。和之前叶修把自己囚禁起来相比，叶凡简直就把江月然宠在手心里宠，而叶修则是一毛不拔，简直太垃圾了。而江月然不知道的是，这还只是开始。等会叶凡还要送江月然房，为啥不要？做我的女人怎么能太寒碜？快签字！叶凡抓着江月然的手，便要一起在合同上签字，被周围好几个销售看着，江月然满脸羞红。还是我自己来吧。渣男！
赵玲珑在旁边对叶凡的行为非常不屑，嘴里嘀咕了一声。合同签订好了，销售一脸微笑地看着叶凡道：先生，购车总价146.8万，您请这边刷卡。但叶凡却坐在原地，丝毫没有动弹的意思，让他过去刷卡。叶凡伸手朝赵玲珑一指，如此的动作让销售有些发懵，江月然也有些发懵。而更猛的是赵玲珑，叶凡，你不要太过分，你自己泡妞，凭啥让我买单？江月然也有些尴尬，叶凡，这样不太好吧？叶凡对江月然道：放心，没事，他们赵家欠我钱，他会给的。随即叶凡对江月然道：凭什么？你是我贴身侍女，这是你父亲太爷承诺的，你说为什么？若是惹得我心情不好，你知道后果的。当年赵家参与了袭击叶家的行为，不付出点代价就想让叶凡原谅，哪有那么轻松？你赵玲珑知道叶凡这是死死将自己拿捏了，为了赵家整体的死活，赵玲珑不得不服软。我没钱，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吧。赵玲珑倒是要看看叶凡究竟打算怎么办，但没想赵玲珑话语刚落下，一个穿着西装中年男子快步走到赵玲珑身边，恭敬地递上一张黑卡道：小姐，这是老爷子让我给您送过来的，说您跟在叶少身边，就应该将叶少伺候好。这张卡没有额度限制，您拿着用，若是不够，赵家随时调集资金。看着手里烫金黑卡，赵玲珑郁闷的都快要抓狂了。赵家的人都这么贱吗？不就是一个叶凡，你们就这么怕他？若不是忌惮老祖，赵玲珑真的想撂挑子，直接不干了。哼！赵玲珑气愤的一跺脚，就打算跟着销售去刷卡。旁边的叶凡突然一拍脑袋，开口道：我突然想起来了，这个款式我还要一辆闪耀黑色的，记得一起刷卡。赵玲珑郁闷的翻了个白眼，这家伙当真是花的不是自己的钱，一点不心疼啊。2辆车加起来都快300万了，赵玲珑从收银处过来的时候脸都黑了。但叶凡却再次带着2人在叶氏集团对面的售楼部处，直接再次购买了2套精装大平层，直接可以拎包入住的那种，总共又花费了1000多万。如此败家，气得赵玲珑真的想跳楼，但却又无可奈何。2套房，其中1套自然是给江月然的，而另外1套则是给秋婉准备的。行了，赵玲珑，你不用跟着我了，你开车帮月然搬家去，记得要对我的女人客气一点，不然回来我收拾你。说完，叶凡开车朝着云城大学赶去。叶凡打算给秋婉一个惊喜。云城大学经管学院主任办公室里，主任梁大勇正翘着二郎腿坐在办公桌后面，眼睛则是贪婪地盯着面前秋婉的胸口。邱老师，最近同学们反映你上课的状态可不怎么好，经常拿着手机看，这让我很难做啊。梁大勇一脸色迷迷的样子，看得秋婉很是不自在，伸手将领口整理了一下。对不起，梁主任，我不是故意的。你也知道，我闺女最近总是生病，我只是担心我闺女。秋婉很看不起这个梁大勇，但无奈对方是自己的领头上司，秋婉的工资、奖金都要梁大勇签字才能发放。你的情况我很同情，不过学校也有学校的规矩，按照你这样的表现，你这个月3000块的奖金我不好签字啊。梁大勇扯了扯自己脖子上的领口，对着秋婉邪魅一笑道：秋婉老师，你帮我倒杯水吧，我突然渴了。好。虽然秋婉很厌恶梁大勇这样的做派，但现在母女俩生活，3000块对她来说很重要的。无奈之下，也只能起身拿着杯子去给梁大勇接水。梁大勇坐在办公桌后面，看着秋婉接水时候那熟透了的翘臀，曲线优美，梁大勇都快流口水了。若是这样的女人能抱在怀里狠狠蹂躏，那该多爽啊。等秋婉将水杯端给梁大勇的时候，弯腰的那一刹那，胸前的沟壑一闪而过，梁大勇眼睛都快直了。极品，绝对是极品啊。不行，这样的女人一定要搞到手。在秋婉准备起身的时候，梁大勇突然一把抓住秋婉的手道：秋婉老师，你做我女人吧，只要你愿意跟我，你的奖金、工作翻倍都是我一句话的事，而且我还可以额外给你2万块的零用钱，这样你们母女再也不用过苦日子了，还不好？梁大勇说话的同时便想要伸手去抱秋婉。秋婉被吓了一大跳，连忙将手抽出来：梁主任，请你不要这样，我不是随便的女人。秋婉还在极力忍耐内心的情绪，毕竟秋婉还要在这里继续工作。昨天虽然冲动想要答应叶凡的，但思来想去还是不敢迈出那一步。不过秋婉的忍让却让梁大勇得到了鼓励，以为自己还有机会。秋婉，我真的好喜欢你，2万不够，那3万好不好？3万不够，5万行不行？此时的梁大勇双眼满是贪婪，再也顾不得什么形象了，从办公桌后面起身，张开双臂，再次想要将秋婉搂到怀里。秋婉眉头一皱，慌忙朝门口跑去：梁主任，你再这样我喊人了啊。可是让秋婉没想到的是，房门居然被梁大勇反锁了。梁大勇一脸猥琐地朝秋婉扑过来，呼吸都开始变得急促，喊吧没用的，中午大家都休息，
我已经打招呼了，让他们不要打扰我。快点来吧，我的秋婉，快点抓紧时间，我们就在沙发上，一定很刺激。梁大勇抓住了秋婉的手臂，将秋婉甩到了沙发上，然后就开始解自己的皮带。秋婉好几次想要爬起来，却又被梁大勇推了回去。来人啊，救命！秋婉委屈的泪水从脸颊滑落，自己上辈子是遭了什么罪？苍天为什么要这么惩罚我？之前被前夫强行结婚，有了小孩，生活遭罪，后面好不容易离婚了，前夫却总是来骚扰自己。昨天叶凡出现，好不容易将前夫的事情解决了，今天自己又要被一个老男人欺负。秋婉，你放心，乖乖跟我，我一定会好好对你的。乖，就满足我一次，我保证后面一定把你宠上天。来吧，我的小宝贝。梁大勇已经将自己的衣服扯掉了大半，把秋婉的手按住，像禽兽一样朝秋婉身上趴来，臭嘴恶心的准备朝秋婉的脖子上吻去。秋婉绝望的闭上眼睛，都准备认命了。此时叶凡已经从同学口中得知秋婉被教导主任梁大勇叫到了办公室，所以打算过来看看。刚在门口就看到一大群人围在门口，一脸惋惜的朝房间里面张望。唉，梁肥猪又在欺负秋婉老师，可怜啊。是啊，那个梁肥猪太可恶了，办公室的老师几乎都没逃过他的魔爪吧。乃光只是老师，据说好些女生都被梁大勇欺负过，有些人也想上去告状，可后面都没有音讯，据说校长是他什么亲戚。哎，这样的畜生不配当老师，老天怎么不收了他？叶凡听着众人的话语，眉头一皱，沉声道：秋婉老师在里面。是啊，梁大勇这个时候将秋婉老师叫过去，肯定没什么好事。几个同学回应了叶凡一句，转头一看，顿时就认出叶凡来了。那谁？那不是谈天命9章的那个叶凡同学吗？叶凡点点头，没有理会他们，抬步上前便准备伸手去敲门，但一个同学连忙伸手将叶凡的手腕拉住。叶凡同学，你干什么？你不要命了？叶凡一愣，当然是救秋婉老师啊，难道还能眼睁睁地看着秋婉老师被那畜生欺负？唉，叶凡同学，我劝你还是算了吧，我们斗不过梁大勇的，不光在云城教育司有关系，而且据说还认识外面的社会人，你坏了他的好事，他一定不会放过你的，把你开除那都是轻的。是啊，叶凡同学，我们都是好心提醒你，梁大勇那人也是练过的，弄不好你还要被揍一顿。周围同学还在劝叶凡，叶凡已经听到了里面秋婉绝望的求救声，冷哼一声，谢谢你们的好意，但今天这事我管定了。话音落下，叶凡气劲运转，猛然一脚朝房门上踢去，砰！房门被粗暴地踹开。梁大勇眼看自己有要吃到肉了，却突然感觉自己脖子被一把铁钳抓住，再也无法前进分毫。他妈的，谁啊？老子不是都说了，中午不要来打扰我。砰！梁大勇嘴里还在咆哮，整个身体已经被抡起来，狠狠砸在地面上，顺着地面直接滑到门口在。伴随着一阵咔嚓声响，不知道梁大勇身上的骨头断裂了多少根。啊，我的屁股，我的腰，哎呦！门口那些围观的同学还没反应过来，就看到被砸在地上的梁大勇，全都傻眼了。特别是看到梁大勇嘴角吐血，一副狼狈的样子，心里更是暗暗喝彩，打得好。但随即所有同学看叶凡的眼神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个叶凡同学原来功夫还这样牛逼。但立马又有些同学有些担忧了，现在社会可不光是能打就行的，梁大勇背后有那么多权势，叶凡同学就算救了秋婉老师一时，又怎么救他一世？秋婉本来都绝望地闭上了眼睛，以为自己难逃魔爪了，打算认命了。但等待了几秒之后，发现自己手臂被松开了，而且房间里还响起了梁大勇的惨叫。秋婉有些疑惑地睁开眼睛，立马就看到了站在面前的叶凡。此时的叶凡宛若天神下凡，身影是那么高大威猛。叶凡就像一道光，突然照耀进入秋婉的生命里，让秋婉的世界突然又亮了起来。叶凡，秋婉从沙发上坐起来，一把紧紧将叶凡抱住，趴在叶凡怀里，呜咽哭出了声。谢谢你，叶凡，太谢谢你了，若不是你，若不是叶凡，今天自己就真的毁了。叶凡搂着秋婉娇弱的身躯，感受着秋婉的委屈，也是一阵心疼。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孩子，着实太不容易了。看来自己要帮忙想办法。反正爷爷和太爷现在也在家里闲着，要不自己将思思带回去，让爷爷和太爷帮忙照顾。就是不知道爷爷和太爷知道了会不会打死我，这个事还是后面再说。没事了，婉姐，没事了，有我在，不会有事的。叶凡伸手帮秋婉把凌乱的衣服裙摆整理了一下，他还没欺负到你吧？感受着叶凡手指划过肌肤的颤抖，秋婉忙不迭地解释道：没有，我衣服都没让他碰到。秋婉似乎有些着急，忐忑地给叶凡解释道。其实秋婉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如此着急地给叶凡解释，是怕叶凡觉得自己不清白了。
可是自己已经都生过小孩了，叶凡如此帅气、年少多金的帅哥，怎么可能看得上自己？只是自己自作多情罢了。那就好。叶凡和秋婉两人拥抱在一起，如此浓情的模样，完全无视躺在地上梁大勇。梁大勇挣扎了好几下，忍着身上的剧痛从地上爬起来，一脸阴沉地盯着叶凡和秋婉道：哼，秋婉，你个臭婊子，还以为你有多清纯，都开始勾搭自己的学生了吗？你也不是什么好货色。啪！梁大勇一句话还没说完，叶凡直接一巴掌扇在梁大勇脸上：你嘴巴太臭了。梁大勇瞬间感觉脑袋似乎被火车头撞击了一般，双眼金星直冒，身体踉跄了几下，差点再次摔倒，伸手抓住了一把椅子，才勉强稳住身体，一脸狰狞地盯着叶凡道：你是那个学院哪个班的？居然敢打我，小心我一句话开除你。这就是这些官僚的作风，出了事不想着解决问题，还想着打压。此刻的梁大勇根本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婉姐，你想报仇不？叶凡回到秋婉身边，一脸灼灼地看着秋婉。可是秋婉还在犹豫，虽然叶凡刚才已经拯救了自己，但若是自己动手打了梁大勇，那自己就彻底不能在学校里待下去了。婉姐，放心，我今天来就是正式邀请你去我公司上班的，这里工作你本来就干得不顺心，还有这样的垃圾在，何必留恋？叶凡真诚地看着秋婉，然后将一把奔驰 GLS 的钥匙塞到秋婉手里，这是我给你配的轿车，就在下面。叶凡朝窗外楼下那辆崭新的 GLS 给秋婉指了指，闪耀的黑色在阳光下格外耀眼，秋婉一时间都惊呆了。这是送给我的？当然，这是机动车登记证书，你看上面的信息有没有错误？叶凡作为叶家大少，想得到一个人的信息还是很容易的。昨天晚上就让王富贵调查了秋婉的信息，之前买车登记的时候用的就是秋婉的信息。秋婉拿着登记证书，看到上面自己的名字，都惊讶的说不出话来了。叶凡，你这礼物也太贵重了，我都还没答应去你的公司。你会答应的，等会还会有惊喜。秋婉深深看了叶凡一眼，心里对叶凡那种莫名其妙的感情再次上升了一个台阶。不是说叶凡送了他一辆车的缘故，而是跟叶凡相处的时候，叶凡身上那股让人安宁的气息。好，秋婉应答了一声，转身走到梁大勇面前，猛然一脚朝着梁大勇裤裆里踢去。扑哧扑哧，两声清脆的响声是蛋碎的声音。啊！梁大勇疼得都快晕死了过去，身体都蜷缩成一个大虾了。你们这对狗男女，你给我等着，我大哥是云城大学的校长，老子今天一定要你们好看。我已经打电话了，我大哥马上就过来。叶凡淡淡一笑，云城大学的校长真的还会袒护这样的垃圾吗？那叶凡不介意帮云城大学整顿一下风气。门口的你群同学还没离开，听到梁大勇的话，不由有些着急的再次提醒叶凡道：叶凡同学，你赶紧先走吧，再不走就来不及了。这些学生都是温室的花朵，他们其实没有什么坏心思，在他们心里，校长以及梁大勇认识的那些混混就是非常厉害的角色了。他们来了，叶凡肯定要吃亏。只是他们不知道的是，叶凡比他们想象的要厉害，厉害得多。大夏第一家族叶家嫡系大少，北落师门唯一少门主。虽然沉寂了3年，但3年之后，随着叶凡玉龙决突破第9层，叶凡几乎已经是无敌的存在，而且背后无可撼动的庞大力量，这就是叶凡嚣张的资本。走，不着急，他的事情都还没解决，我干嘛要走？哗啦啦，叶凡话音刚落下，办公室门口便响起一阵嘈杂的脚步声。云城大学的校长赵德昌带着一群保安，还有好几个学院的院长，急匆匆地冲进办公室，道学生敢打老师，岂有此理。那群同学看到校长亲自带人过来，脸色都不由一阵苍白。完了，叶凡这次怕要吃亏。唉，这个世界又要少一个主持正义的斗士啊！听着外面吵闹的声音，秋婉也有些紧张。叶凡，要不你先走吧，不然等会有麻烦。秋婉也是见过世面的，他知道叶凡既然会那样的绝世医术，连华院长都佩服，叶凡肯定不是普通人。只是秋婉不太确定叶凡能否应对校长的怒火。若是叶凡因为自己而在云城大学遭受了什么不好的事情，那秋婉就太过意不去了。走，这个时候你们想走？做梦，谁也不准走！今天打人了，事情不说清楚，休想离开这里！身体都踉跄的快要倒下梁大勇，听说叶凡和秋婉想要离开，忍着全身剧痛冲到房门口，张开手臂想要伸手拦住秋婉和叶凡。叶凡淡淡一笑，不会有事的。叶凡是谁？大夏6大豪门叶家的唯一嫡系大少，背后有80万天龙军，捅破了天，爷爷也能帮忙兜着。其实根本不用爷爷兜，叶凡自己就完全可以兜住。叶少，是你？首先出现在门口的正是老熟人华思淼。看到叶凡和秋婉以及梁大勇在房间里，
华思淼立马开口道：“校长，这中间肯定有什么误会。要知道，华思淼已经拜了叶凡为师傅，在云城大学的地界上，就算叶凡做错了什么，华思淼也会不惜一切代价护住叶凡。误会？误会个鸡毛！没看到我肋骨都被打断了7根，手臂被砸断了1只，还有我的蛋！哎呦，校长，您可一定要给我做主啊！一定不能放过这2个家伙！”梁大勇对着校长赵德昌一阵哭诉之后，看着校长带来的几10个保安，瞬间有了底气，恶狠狠地盯着叶凡和邱婉道：“你们不是很嚣张吗？你们给我等着，老子一定要把你开除，还要送你进局子坐牢。等你在局子里的时候，老子玩不死他！”哼！小人得志看着梁大勇那副嘴脸，旁边的华思淼一阵无语。这个梁大勇是真虎啊！就凭他，还想将叶凡送到局子里去？开什么玩笑！现场的声音逐渐变弱，众人都将目光转向赵德昌，都想看看赵德昌怎么处理这件事。叶凡也没有开口，等待着赵德昌的态度。大哥，你还愣着干什么啊？赶紧让人抓他嘛！这中间根本就没有误会。梁大勇见赵德昌还没有行动，不由开口催促着。赵德昌同情地看了梁大勇一眼，随即开口道：“的确没有误会。”啪！没有任何迟疑，赵德昌一巴掌扇在梁大勇脸上，瞬间将梁大勇扇得双眼冒金星，身体在原地转了好几个圈，猛然一头撞在墙壁上，都肿起了一个大包。啊！梁大勇被赵德昌一个耳光直接打懵了。大哥，你打我干什么啊？你是不是打错人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叶凡和邱婉打自己就算了，梁大勇以为自己最大的靠山赵德昌居然也揍自己。闭嘴！谁是你大哥？我跟你很熟吗？赵德昌冷冷地看了梁大勇一眼，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这些年做了什么事，我老婆的父亲不过是和你父亲从一个村子里出来的罢了，你就到处说我是大哥，扯虎皮干尽坏事，我一直没收拾你，你还不知收敛，这次居然敢招惹叶少，找死！来人，将梁大勇押送到派出所去。小张，去我办公室将梁大勇犯罪的材料一并送到公安局去。是。赵德昌身后，一个秘书小伙还有几个保安顿时上前，将梁大勇像死猪一样抓起来，准备朝外面拖走。做完这些，赵德昌这才恭敬地对叶凡和邱婉一鞠躬道：“叶少、邱婉老师，对不起。”赵德昌雷厉风行的动作让在场所有人都有些发懵，特别是跟着赵德昌一起来的其他那些院长，全都面面相觑。来之前，校长不还说要严惩打人的凶手吗？怎么到了现场，态度却是180度转弯，直接要将梁大勇送进去？叶凡也似笑非笑地看着赵德昌：“赵校长，你似乎应该给我一个解释吧？”赵德昌如此卑微的态度有些不合常理。赵德昌上前2步，靠近叶凡之后，这才低声开口道：“叶少，我是赵家的人，老祖说了，见到叶少，无论对错，都要无条件服从叶少。今天的事给叶少和邱婉老师造成了困扰，请叶少原谅。”赵德昌一脸虔诚恭敬的态度，让办公室里的人都搞不懂。而叶凡则是嘴角一抽，这个赵家老祖倒是会做人。今天这事处理的叶凡还真挑不出什么毛病来。行吧，那就这样吧。叶凡刚要开口跟赵德昌说邱婉辞职的事情，房门口梁大勇却突然从2个保安手里挣脱出来：“校长，你要救我啊！我明明什么都没做，你要救我，一定要将他开除。”梁大勇还抱住赵德昌的脚，祈求赵德昌救他，但赵德昌身体朝侧面躲开，一脸怜悯地看着梁大勇：“若是你不得罪叶少，那么还可以多蹦跶几天，可现在只能提前行动了。”梁大勇被无情拖走，而赵德昌收集的那些材料足够让梁大勇后半辈子在局子里度过。华思淼以及之前为叶凡担忧的那群同学全都松了一口气，看叶凡的眼神都充满了崇拜。他们完全没想到叶凡居然还有这样的能量，能让校长瞬间转变态度。那中华还想跟叶凡抢苏轻柔，怎么可能抢得赢？提到中华，那些同学突然发现中华好像有2天没来学校了，难道是被叶凡伤到了内心？都散了吧。赵德昌挥挥手将手下院长和同学驱走，而叶凡也开口道：“赵校长，邱安老师要办理一个辞职手续，你帮忙搞定一下，没问题吧？”“没问题。”赵德昌甚至都没问原因，直接一口答应了下来。叶凡带着邱婉在办公室里简单收拾了一下东西，然后叮嘱同事帮忙看一下还睡午觉的思思。叶凡带着邱婉上车：“婉姐，带你去一个地方。”邱婉脸色一红：“好。”看着认真开车的叶凡，邱婉心里居然有了几分害羞，心中对叶凡带自己出来的目的开始胡乱猜测起来。昨天叶凡又是帮自己救女儿，又是赶跑前夫，然后今天还送自己这么贵的豪车，还给自己年薪300万的工作，凭什么？邱婉思来想去，自己好像除了一副皮囊还有几分姿色之外，其他也没有什么地方值得叶凡如此上心啊。自我心理建设了一番之后，邱婉已经决定了，叶凡若是带自己去酒店，邱婉是会答应的，
反正自己内心对叶凡也很有好感，只要叶凡看得上自己，邱婉心甘情愿。到了，邱婉胡思乱想的功夫，叶凡已经将车停在叶氏集团对面的富贵人家小区门口。啊，是在这里吗？这里好像不是酒店啊。邱婉有些惊讶的四处看了一眼，这是一个才修好的新小区，配套和设施都是云城一流。之前邱婉从这里过的时候，都远远的看了好几次，梦想就是在这里有一套房。但邱婉知道，这是一个居民小区，根本不可能有酒店。叶凡带自己来这里是什么意思？酒店？叶凡疑惑了几秒，看到邱婉的样子，瞬间就明白了，这个少妇脑袋里居然想到那方面去了。叶凡上下打量了邱婉一眼，凹凸有致的身材像熟透了水蜜桃一样，若是邱婉乐意，叶凡当然不会拒绝。不过邱婉这样的极品女人，叶凡可不光是想得到邱婉的身体，还想得到邱婉的心。嘿嘿，婉姐跟我上去就知道了。叶凡故意没说破。被叶凡这样盯着，邱婉感觉浑身都有些燥热。叶凡的眼神里面有钩子，都要将人的魂魄勾走。叶凡带着邱婉到3栋18楼1号，将房门打开，明亮贵气的宽阔客厅出现在邱婉面前。宽阔的阳台上还有瑜伽练习区，窗外就是辽阔江景。怎么样，婉姐，喜欢吗？叶凡说话的同时，将身上的房产红本拿出来递给邱婉。房本翻开，上面又是邱婉的名字。啊，叶凡，这也是送给我的。邱婉激动的敲脸通红。这么多年，邱婉遇到任何事情都是自己一个人扛，突然有一个男人开始关心自己，疼爱自己，邱婉感动得一塌糊涂，都有些害怕，这是一场梦。我没做梦吧？邱婉兴奋地跑到阳台上，摸了摸那些健身器材，又到3个卧室逛了一圈，发现床上甚至连被套、床单之类的都已经准备好了。这些当然是叶凡让王富贵提前准备好的。谢谢你，叶凡。重新回到客厅的邱婉，双眼迷离地看着叶凡，一把搂住叶凡的脖子，直接将叶凡推倒在沙发上，性感的红唇则是朝叶凡嘴上吻去。不怕少妇玩暧昧，就怕少妇30岁。现在的邱婉完全就是熟透了的水蜜桃，轻轻一掐都要挤出水来，抱在怀里都柔弱无骨。唇上传来的惊人触感让叶凡都快把持不住了。良久，当邱婉衣衫都褪掉了一半之后，叶凡却突然抓住了邱婉的手。等下，婉姐。邱婉从叶凡的怀里抬头，妩媚地看着叶凡。怎么了？你是嫌弃姐姐？叶凡摇摇头，不是。婉姐如此性感温婉、知性，还有才学，我怎么会嫌弃？邱婉眼神中有些失望，从叶凡的怀里挣扎出来，但看叶凡的眼神充满了另外一种情愫。这个叶凡居然忍住了，没有趁人之危，这不由反而让邱婉心里对叶凡有多了几分好感。刚才邱婉虽然已经做好的把身子给叶凡的准备，但邱婉心里更多的是对叶凡的感激。感谢叶凡救了思思，感谢叶凡驱赶了前夫，感谢叶凡今天救了自己。叶凡拒绝了自己，这让邱婉心里反而多了一种征服欲。虽然知道叶凡这样优秀又年轻帅气的男人终究不是自己能把握得住的，但邱婉还是想征服。将凌乱的头发整理了一下，邱婉一脸魅惑地看着叶凡，目光中带有挑逗。那是你不行。那邪魅一笑的风情看得叶凡心头都不由一颤，这个婉姐果然是极品少妇啊。一颦一笑，举手投足之间，每一个动作都足可以挑拨的男人心头火热。切，男人怎么能说不行？婉姐真的想验证吗？以后有的是机会。叶凡继续开口道，我只是觉得这样对婉姐太不尊重了，而且婉姐若是因为感激而对我这样，我会觉得很没意思。哦。邱婉眉头跳动了一下，灼灼地看着叶凡，那你想怎么样？叶凡眼看火候已经差不多了，起身哈哈一笑道，婉姐，今天就这样，其他的事情后面再说吧。收拾一下，我带你去公司看看。邱婉一愣，这个小坏蛋突然就转移话题了。不过看着叶凡帅气的背影，邱婉被齿轻咬红唇，眉梢眨动了2下，心里已经暗暗决定了，小男人，姐姐已经有些爱上你了。哼，以后总有机会拿下你。在这一刻，邱婉对叶凡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最开始的感激，到后面感动，到后面半推半就，再到此刻对叶凡已经有些着迷了。这样的男人，哪怕不能拥有永久，就只是短暂的韶华，你才算是心中爱情的样子。好。邱婉在房间里整理了一下有些凌乱的衣服，将头发重新盘了一下，再次从房间里出来的时候，邱婉已经恢复成了一个性感而高冷、英姿飒爽的职业女强人，和刚才妩媚的少妇又是2个模样。叶凡看得不由暗暗咂舌，果然是极品女人，状态都是百变的。叶氏集团大楼就在富贵人家小区对面，叶凡将房子买在这里，就是方便邱婉和江月然上下班。今天叶氏集团总部大楼格外热闹，因为作为总经理的叶修已经消失了2天，在财务总监杨涛还是副总经理江河等人的倡议下，
今天决定召开一次董事大会，选出新的总经理，继续领导整个叶氏集团。硕大的会议室里，几百股东和董事会成员坐在下面，主席台上，江河和杨涛对视了一眼，清了清嗓子之后开口道：“各位，叶修总经理已经失联了2天了，集团现在没有一个话事人，总归不行，所以我们决定今天选出一个新的代理总经理，代替叶修总经理领导大家工作。如果叶修总经理回来，就继续由他领导大家。叶修回不回来，其实江河和杨涛都非常清楚，因为江河和杨涛都是叶修和林家联合运作提拔上来的，两人都是林家埋伏在叶家的案子，准备在关键时候给叶氏集团致命一击的。江河和杨涛已经从林华那里知晓，叶修90%已经挂了，所以江河和杨涛今天倡议的会议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夺权，夺取叶氏集团的控制权。现在林家和叶家的明争暗斗已经到了白热化，两大家族之间早晚有一场世纪大战，从武力、经济、人脉方方面面都是有生死之斗，而叶氏集团的控制权就是经济这一环决斗的关键因素。林家想染指掌控叶氏集团。江河话音一落，下面的股东顿时开口反驳：“江总，今天的章程不对吧？我们既然召开董事大会，为什么叶家老爷子没有出现？而且现在叶家真正的嫡系大少叶凡少爷已经回来了，就算叶修失踪，召开董事大会也应该是叶凡才对啊。就是这样的大事，居然不通知叶家老爷子，似乎不太合适。的确，叶凡少爷才是叶家的正根。虽然叶修把控叶氏集团这么多年，但毕竟叶家集团是老爷子叶长风一手打造出来的，集团还有很多元老，那是无条件站在叶家这边的。这些强烈反对的人都占了所有人数的一小半了。还有一些中间派，若是继续任由这些人闹下去，那今天江河和杨涛的计划多半是要失败。各位，安静一下，老爷子的情况你们也都知道，3年前那场变故之后，身体一直都不好。公司的事务，老爷子一直就很少插手。之前叶修在的时候，召开董事大会，老爷子不也没来吗？江河一声呵斥，让现场再次安静下来。至于叶凡，我想大家对叶凡事迹应该有所耳闻吧。这3年来，不是在会所，就是在去会所的路上，一个生活在女人肚皮上的废物少爷。你们还能指望他能领导叶氏集团？你们是想让叶氏集团葬送在他手里吗？那可是叶家老爷子的心血啊！江河能担任副总经理，也是有2把刷子的。2个问题分开阐述，对叶老爷子进行葬，对叶凡进行打压，一葬一打压。下面喧闹的众人声音很快弱了下去。云城的圈子就这么大，叶凡在云城的表现，大家稍微一打听就知道，叶凡经常在会所泡妞，胸无大志。3年前那场变故让叶家元气大伤，而叶凡也被锤成了废人，估计现在就是想享受生活吧。旁边的杨涛也趁机开口道：“我提议由江河先生担任叶氏集团的总经理职位，代理行使叶修总经理所有的职权，管辖叶氏集团所有大小事务。我们所有人对江河先生负责，而江河先生对叶老爷子一个人负责。”好，我觉得没问题。江河先生过去5年里业绩大家也都看得到。是的，叶修先生还在公司的时候，就是把江河先生当接班人来培养的。赞同。我相信在江河先生的带领下，叶氏集团一定可以发展得更好。下面不少人都开始纷纷开口附和，这些都是叶修之前培养的嫡系，和江河、杨涛都是穿同一条裤子。江河上位，他们自然也有天大的好处。这是一场有预谋的夺权大戏。江河和杨涛，还有采购部的经理许超等人，打算在没有一个叶家核心成员在场的情况下，悄悄将叶氏集团控制在自己手里。若是叶凡不来，那么明天叶氏集团可能就不姓叶了。既然大家呼声这么高，我们大家就一起投票表决吧。杨涛很及时地站起来，招呼着大家开始投票。这样，大家支持江河先生担任代理总经理的，请举手。话音落下，杨涛第一个举起了手，随后江河和杨涛、许超等人的嫡系支持者也都纷纷举手表示赞成。在现场气氛的烘托下，之前一些中立派有一部分也都举起了手。因为叶家老爷子年纪大了，3年前的重创让叶老爷子这几年根本没管叶氏集团的事务，而叶凡又是那样，众人都看不到希望。虽然很多人知道江河和杨涛心思不单纯，但只要集团能正常运转下去，还能赚钱就行了。几分钟后，现场几百董事会成员里，赞成的人居然勉强超过了一半。将人数清点完毕后的杨涛一脸兴奋，参会总人数215人，支持江河的投票数108票，所以我宣布江河先生。眼看杨涛都要宣布江河的任命，会议室里那几个还在坚持拥护叶家的元老也都无奈长叹了一口气。现在叶家的情况，杨涛和江河等人把控叶氏集团已经成了大势所趋啊。今天这个会议一旦决定任命下来之后，只怕叶家那些嫡系支持者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而江河的那些嫡系支持者
则都已经准备好了欢呼。叶氏集团虽然3年前遭受了重创，但规模依旧在万亿级别，哪怕只是其中的一块蚊子肉，就已经足够下面这些人吃一辈子了。江河和杨涛完全掌权之后，那后面他们这些支持者的好处怎么少的了？砰！就在杨涛快要宣布的时候，房门突然被一脚粗暴的踹开。叶凡带着秋婉踏步进入会议室，眼神犀利地扫了众人一眼，目光最后落在江河和杨涛身上。叶氏集团召开董事会议，你们居然避开了叶家核心成员，你们怕是忘了叶氏集团姓什么吧？刷！叶凡突然出现，让在场所有人都很是意外，特别是江河和杨涛、许超几人。为了今天的会议顺利召开，他们可是做了一些特殊安排的。今天整个叶氏集团只准出不准进，大门口都安排了从林家借来的武道高手看守，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叶家老爷子或者太爷、叶凡几个叶家的核心成员闯进来。而且在会议室大门之外还额外安排了8个保镖警戒。这个叶凡就这么轻松地闯进来了。叶少，你怎么有空来公司了？我们正在商谈重要的事情，还是请叶少先离开吧。公司的事情因为我们就行了，你最好不要管。杨涛还想摆出自己的老资格，劝叶凡离开。毕竟在他们眼里，叶凡被打击之后就只是一个天天混会所的垃圾，能有什么手段？他们认为拿捏叶凡那完全是轻轻松松的一件事。可是他们从林家获得的情报根本就是不完整的，林华根本没告诉他们叶凡的真实情况。此时的叶凡完全不是混迹会所的废物，而是杀伐果断、智谋超群的天之骄子。闭嘴，请你回答我的问题，集团是姓叶还是姓杨，或者是姓江？叶凡没有理会杨涛话语，而是眼灼灼地盯着杨涛，同时全身的杀气肆意释放，强大杀气在会议大厅里激荡，整个房间的温度似乎都降低了好几度。虽然还是炎炎夏日，但此刻众人却感觉像是掉入了冰窖一样，浑身都不由一颤。众人仿佛不认识叶凡一样，这个叶凡少爷似乎和传闻中的不一样啊，那犀利的眼神宛若刺刀一般，真的会杀人啊。支持叶家的人事部部长黄元眼睛不由一亮，难道叶少只是在藏拙？若是这样，那么叶氏集团就真的有救了。杨涛、江河、许超几人和叶凡对视了几秒，终究还是被叶凡充满杀气的眼神给震慑住了。叶少说笑了，叶氏集团当然姓叶，我们只不过是帮忙管理叶氏集团罢了。哼，知道自己身份就好。目前为止，本少还活着，集团就还姓叶，有任何胆敢凌驾在我叶家人之上的行为，就别怪本少不客气了。叶凡冷冷地瞪了杨涛一眼，随即目光转向下面还举着手的众人道：你们还把手举着干什么？本少现在宣布，这次投票作废，总经理的人选不需要你们来选。红！叶凡的话让现场众人再次一片哗然。叶凡直接宣布投票作废，这意思很明显了，不打算让江河上位。但江河和杨涛等人筹划这么久，他们会答应吗？冲突这就开始了。下面那些中立派本来投票江河的意愿就不是太强，此时有了叶凡的话语，瞬间忙不迭地将手臂收了回去，生怕被叶凡盯上了。叶凡虽然只是开口了一句话，但众人发现了这个叶凡似乎不好惹。叶少，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虽然是叶家大少爷，但你这么粗暴地干涉我们董事会投票，怕是不合适吧？杨涛看到有好多人都将手放下，脸色瞬间阴沉了下来。旁边的江河一直故作深沉，但此刻也坐不住了。叶少，我们尊重你是叶家嫡系大少爷，但公司管理的事务你从来没参与过，也没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甚至也没有任何股份。敢问叶少有什么资格站在这里对我们的董事会指手画脚？这已经是宣战了。江河毕竟比杨涛要老辣一些，出口就直接打叶凡的根本。你的确是叶家子弟，但你没有担任职务，你没有资格来参与董事大会，你就不要在这里逼逼了。同时江河这番话也是对下面那些股东成员的敲打，别以为有叶凡来撑腰，你们就做墙头草。告诉你们，一个废物少爷我还是可以轻松拿捏的。叶凡眉头一皱，还没开口，下面公司元老黄元站了起来。江河，你刚才自己也说了，叶少乃是叶老爷子唯一的亲孙子，叶老爷子手里所有的股份都是叶凡的，叶凡是叶氏集团将来唯一的继承人，他凭什么没有资格？对，就是叶少是叶氏集团唯一的继承人，他没资格坐在这里了，还有谁有资格坐在这里？以黄元为首，好几个老家伙都站起来声援叶凡。江河淡淡一笑，朝身边的许超使了个眼色，采购部许超立马站起来道：黄部长，你的话不就是答案吗？那是将来，是未来，现在叶老爷子不是还没将股份转让给叶凡吗？那么叶凡就没有任何资格坐在这里。许超的话音落下，江河脸色一沉，对着门口呵斥道：来人，请叶少出去休息，我们继续讨论代理总经理的事情。江河的意图很明显了，
今天代理总经理的位置不拿到，江河誓不罢休。黄源等人都急了，杨涛这些人太狂妄了，叶凡亲自前来都无法震慑他们了吗？这是公然要造反啊！其实这正是叶凡想看到的，他们若是不动手，叶凡还找不到对付他们的理由。虽然叶凡已经让韩卓和王富贵做了后手，但若是主动对付杨涛、江河等人的话，难免会让下面的人寒心。江总经理，本来我想给你们一个体面的机会，你们非要撕破脸皮吗？叶凡坐在一张椅子上，对于冲过来的保镖丝毫不在乎，而是灼灼地盯着江河和杨涛等人。江河被叶凡这么一盯，心里不由咯噔一颤，他妈的，这个叶凡怎么感觉很难缠的样子啊？但事情都到了这一步，江河知道，若是今天拿不下这个代理总经理的位置，那么自己的下场绝对会很惨。所以一咬牙道：叶少，得罪了，我们这么做也是为了叶氏集团好，叶少请。江河的话还没落下，会议室门口响起一个洪亮的声音：混账东西，这就是你所谓的为叶氏集团好？我堂堂叶氏集团，叶家人自己都做不了主了，还算什么叶氏集团？要不叫江氏集团好了。一个瘦弱的老头踏步进入，满脸红光，不是别人，正是匆忙赶来的叶长风。叶氏集团乃是叶长风一手创办的，在叶氏集团内部就是最强的灵魂存在，类似一支军队军魂。叶长风在叶氏集团的威望是非常高的。叶老，您身体原来没事啊，太好了。叶老好。叶长风的到来，整个会议大厅里一大半的人全都站了起来，恭敬客气地迎接着叶长风。而江河和杨涛、许超等人都是一脸发懵，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自己安排在外面的那些保镖都是吃翔长大的妖，怎么让叶凡溜了进来不说，连叶家老爷子都冲了进来？江河等人在叶老爷子面前还是不敢放肆。叶老爷子，我们真的是为叶氏集团好啊，叶少一句话就要否定我们董事会的决议，这他又没有任何股份，的确没有资格。没有股份吗？拿笔和文件来。叶长风对身边的助手呵斥了一声，然后叶长风拿一份股权转让协议，刷刷在上面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然后将文件高高举起。老夫已经将我名下45%的股份全部转让给我亲孙子叶凡，从即刻起，他将代替我行使董事长所有的一切权限。现在他有资格了吗？叶长风将文件在众人面前晃动了一圈，然后一脸恼怒地转头盯着江河和杨涛等人。叶氏集团交给叶修管理了3年，叶长风平时没怎么理会，但并不代表着他对集团一无所知。很早就有人告诉叶长风说，江河、杨涛几人和林家有着是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叶长风早就想收拾他们，但一方面年纪大了，没那个心力劲了，另外一方面也是在隐忍。今天得到叶凡的消息，说要整顿叶氏集团，叶长风立马赶了过来。这江河和杨涛等人傻眼了，他们完全没想到叶长风居然如此果断，当场就将自己几千上万亿的股份全部转让给叶凡了，打了江河等人一个措手不及。情况逐渐开始脱离自己的掌控了，叶家爷孙两人一起上阵，江河和杨涛等人都有些快招架不住了。江总，快想办法啊，不然我们今天就完蛋了。杨涛在江河身边一脸焦急地提醒着。江河也知道叶凡拿到了股权，那所有的行为就名正言顺了，凭叶凡刚才表现出来的手段，怕是比叶修还有狠，一定不能忍让叶凡拿到股权。叶老爷子，您怕是忘了吧？按照公司章程，您就算想要转让股权，首先要知晓董事会，然后至少也要3天的公示期，如果集团所有人没有异议，转让协议才会生效吧。而在公示期内，您若转让的这部分股权由董事会代为管理，大家说我说的没错吧？江河的话瞬间让现场一片哗然，大家开始窃窃私语起来。因为从公司的章程上来讲，的确有这么一条规定，更何况老爷子还是进行了这么巨额的股权转让，那就更需要公示了。叶长风被气的脸色一片铁青，江河，你们这群白眼狼，这是打算和老夫作对吗？江河起身对着叶长风微微欠身道，不敢。叶老爷子，既然您打算将权力交出去，从现在开始的公示期内，您也就无权干涉公司的任何事情，请您也出去吧。你们，叶长风气身体一颤一颤的，但却无可奈何。而江河这边的嫡系手下则都是给江河竖起了大拇指。江河实在是高啊，利用公司章程上的规定，居然反将了叶家老爷子一军。现在的结果就是，公示期内叶老爷子手里的股权由董事会代为管理，而叶老爷子就失去了对公司的一票否决权，而实际被转让的叶凡3天之内没有拿到股权，也就没有权利来插手公司的管理。3天的权力真空，足够江河和杨涛等人来做很多事情了。3天之后，就算叶凡接手公司，那一切也已经晚了。请。江河一脸得意地对几个保镖挥挥手，便想要将叶凡和叶长风清理出去。叶长风气得直跳脚，脾气已经上来了。来人，老子就不信。要知道，
叶长风乃是军人出身，虽然现在在家里，但身边的护卫队长冷风依旧是武道高手。今天这口气，老爷子打算强行使用武力，但叶凡却伸手拦住了叶长风。爷爷，这件事交给我吧，我会处理好的。话音落下，叶凡转头看向江河，再次开口道：江总，最后问你一次，你非要跟我叶家撕破脸皮吗？关于江河什么底细，叶凡已经调查得一清二楚。本来想让他们体面离开，但他们却想着要将叶氏集团拿下，让人寒心。自觉已经胜券在握的江河再也不掩盖自己狰狞的面容。怎么，叶少不服气，还想翻起什么风浪？哼，一个被抛弃的家族，一个混迹会所的废物少爷，你还能怎么样？叶凡冷笑一声，是吗？本少喜欢女人没错，但并不代表着本少就是垃圾。带进来吧。叶凡对门口呵斥了一声。王富贵带着一对中年夫妇，还有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一起出现在会议大厅里。看到这三个人出现，江河的脸色瞬间大变。叶凡，你来人，是谁将他们放进来的？马上将他们轰出去，快！江河显得格外暴躁，对着门口的保安呵斥着，但王富贵反手一巴掌将两个靠近的保安抽飞之后，剩下的几个保安一脸忌惮地看着王富贵，不敢有任何行动。江河身边的杨涛有些不明所以，江总，不就是三个农民一样的老家伙吗？他们来根本影响不了什么大局啊。江总您怕什么？当务之急是将叶家老爷子和叶凡弄出去才是，我们好继续进行选举。但江河却坐立不安，心已经乱了。看到那几个保安不动弹，急得直跳。你们都聋了吗？让你们将他们带出去，听不见啊？甚至看到那几保安不打算动手，江河都拖着椅子，打算自己将那一对夫妇和另外那个老头赶出去。在场所有人都有些发懵，这什么情况？刚才还无比嚣张的江河，为什么此刻见到了那一对夫妇还有那个老头之后，居然就如此慌张？嚣张的气焰瞬间消失了大半。叶凡淡淡一笑，闪身挡在江河过去的道路上，似笑非笑地看着江河道：江总，你激动什么？他们可有很多话想慢慢跟大家说啊。看到他们手里的东西，没有我还帮他们找到了当年的监控录像，没想到江总隐藏得这么深啊。江河之所以看到这对夫妇这么紧张，是因为江河在5年前杀人了，而所杀的人正是那对夫妇的女儿，以及另外那个头发花白老头的儿子。原因也很简单，江河当时看上了那对夫妇的闺女，在烧烤摊上想强行将女孩带走，女孩的男朋友极力阻止，江河拖着酒瓶当场就将男人打死了，后面还将女孩带到酒店里玷污，然后伪装成女孩跳楼的假象。当时江河利用自己的人脉和影响力，强行将这件事平息了下来，却没想到叶凡居然将这件事翻了出来。江河知道这件事一翻出来，那么自己后半辈子必然就要在里面踩缝纫机了。叶凡，你想干什么？江河低声对着叶凡吼叫着，脸色一片狰狞。如果眼神可以杀人的话，江河只怕将叶凡已经杀死了千百遍。叶凡淡淡一笑，我想干什么？难道江总不知道吗？叶凡依旧是一副不紧不慢的状态，但江河却如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叶凡，你非要毁了我才甘心吗？江河有点泄气，他真的很想掐死叶凡，但现场这里这么多人，而且叶凡的那个兄弟王富贵还会功夫，外面的保安迟迟没有进来，怕是多半已经被解决了。江河知道自己今天的安排怕是已经功亏一篑了，自己若是不认怂，怕是过不了这一关。呵呵，是否毁了你，那要看江总你的表现了。叶凡冷冷地盯着江河，虽然没说话，但不说话的那种压迫让江河呼吸都快要不畅快了。叶凡想要什么，江河当然清楚。今天大家全力以赴，所争取的就是叶氏集团的控制权。表面上看是江河、杨涛、许超等人和叶凡的争夺，但实际上是林氏集团遥控在和叶凡争夺。江河的确非常渴望权力，希望做到总经理那个位置上，还有林家给他许诺的其他众多好处，但这一些都要有命享用才有意义啊。当年杀人事件虽然江河动用所有力量摆平了，但江河知道只要那一对男女的父母还活着，始终就是炸弹。而现在炸弹来了，只要一些证据提交上去，江河必定完蛋。江河没有任何选择，深深看了叶凡一眼。叶凡，算你狠，你赢了我，但你赢不了我们所有人的。话音落下，江河转身看了杨涛等人一眼，随即对下面几百股东和董事会成员道：各位，我江河因为身体原因，从今天开始辞去副总经理的职位，此后也不再参与代理总经理职位的竞选。轰隆，江河的一句话瞬间像一枚炸弹扔在大厅里，引起所有人都一片哗然。江总，您要辞职？您疯了吗？杨涛几乎是从座椅上跳了起来，以为自己耳朵听错了杨涛和江河。许超可是将林家在叶氏集团内部安排的铁三角啊，现在江河辞职了，
铁三角损失了最重要的一脚，那后面还玩个屁？江河靠近杨涛道：“你以为我愿意？叶凡手里有我的把柄，我若是不退，你们都要跟着我一起遭殃。后面的事就拜托你们了，一定不要让叶凡翻身。这个小子太可怕了，他根本不是传闻中的那么不堪。”叶长风站在大厅里，看了看叶凡，又看了看江河，眉头时而紧皱，时而舒展。虽然叶长风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叶长风知道今天的局面，叶凡肯定提前布局了。现在看来，所有的事情一切都应该在叶凡的掌控之中。这个小子还让老子这么担心。叶长风不由又想到赵家老祖还有镇武司的人都上门拜访道歉，这个小子肯定有什么事瞒着自己。不过叶长风也不打算追问了，反正总是好事就行。我代表叶氏集团接受你的辞职。叶凡对身边的秋婉道：“婉姐，拿辞职申请来，另外还有我准备好的那份文件。”叶凡将辞职信拿出来，让江河签完字，然后将一份股权转让合同递给江河：“江总，你手里那7%的股份顺便转让给我吧。”“你不要太过分。”江河都快要气疯了。叶凡将自己逼走不说，连自己手里的股份都不放过。关键是江河手里的那些股份并不全是江河个人的，很多都是江河帮林氏集团代持有的。若是全部转让给叶凡了，那林氏集团不要生吃了自己。要知道，哪怕只是7%的股份，至少也是价值几百亿的资产。呵呵，江总，钱重要还是命重要？我想你应该很清楚。你看我手里的号码。叶凡说话的同时，将手机举到江河面前，在叶凡的手机屏幕上显示着1103个数字。我给你3秒思考时间，否则我手一抖就按下去了。3。叶凡此时已经完全掌握了主动权。我签。叶凡才刚数了一个数，江河便服软了。我签。虽然签了转让协议，江河在林氏那边的日子肯定也不好过，但不管如何，至少要先过眼前这一关再说。等股权转让协议签好，叶凡热情地勾着江河的脖子道：“走，江总，我送你出去。”被叶凡这么勾肩搭背，江河心中有种浓烈不祥的感觉。果然，一出会议室大门，江河就看到好几个制服人员拿着手铐等着自己。你赢我！江河嘴里刚想大声咆哮，叶凡直接一巴掌拍在江河的脖颈后面，将江河打得晕死了过去。华警官，拜谢了。叶凡将人交给对面的制服成员，领头的不是别人，正是华思淼的孙女华雪妍。哼，你欠我一个人情。华雪妍看了一眼如瘫软如死狗的江河，心中也不由暗叹一声道：谁跟叶凡做对手，真的是倒了血霉啊。好，叶凡应答了一声，重新回到会议大厅。此时会议大厅鸦雀无声，所有人的目光都看着叶凡，等待着叶凡下一步动作。叶凡走到主席台上，淡定地看着下面所有人道：现在我宣布，叶氏集团总经理由秋婉担任，他将全权行使对叶氏集团的全面掌控，只对我负责。你们各位有什么意见吗？叶凡眼神犀利地扫视了众人一眼。叶凡刚刚才收拾完江河，这个时候谁敢来触眉头，就算杨涛和许超心里百般不爽，但此刻也不敢往枪口上撞啊。我支持叶少的决定。黄源第一个开口，随即叶家的那些嫡系支持者分别表态，然后是中立派也开始表示支持。反正不管江河辞职与否，总经理的位置都轮不到他们身上，所以谁担任总经理的职位对他们来说都一样。最后的投票结果，除了杨涛和许超等一批死忠之外，现场200多人，基本70%的人都同意了叶凡的决议。秋婉的位置确定了，叶凡再次将目光转向杨涛，看得杨涛心里不由一颤，一种不好的感觉瞬间浮上了心头。但杨涛将自己过去所有的经历都梳理了一遍，似乎并没有什么黑料留下，就算有些事情，但基本也都处理得干干净净了。另外，我还有最后一个事情，本少决定开除杨涛先生，由江月然接替。叶凡对门口招了招手，江月然有几分青涩地朝大厅里走来。众人再次一片哗然。杨涛第一个站起来反对：叶少，你这什么意思？你凭什么开除我？叶凡淡淡道：我开除你还需要理由吗？如果非要说理由，你和江河一起想要夺取叶氏集团大权，这就是理由。我不服。叶少，你这是公报私仇。杨涛很聪明，还知道博取大家的同情，你这样将公司的元老赶出公司，会让大家寒心。叶凡嘴角一抽：你会服气的。说话的同时，叶凡将手机拿出来，打开一段视频放在杨涛面前。杨总仔细看看，上面是不是你？杨总，上次那8000万的款项，就麻烦您提前几天划给我们，这里200万，杨总就拿去喝茶好了。杨总，去年合作的那批款项，您可以帮忙做点手脚，这张卡里有300万，是我们孝敬您的。叶凡接连播放了几个视频，拍摄画面不是常规的角度，但却能清晰地看到杨涛容貌，对话都可以听得清清楚楚。杨总，你说商业受贿数额巨大，
应该会去踩缝纫机多少年了。叶凡将手机收起来的时候，杨涛已经着急得满头大汗了。现在杨涛也终于知道刚才江河为什么那么激动，最后无条件在叶凡面前服软了。不用说，叶凡手里肯定也有江河致命的把柄。叶少，我服了。杨涛此时再看叶凡的表情，完全就是惶恐、恐惧。谁他妈说叶凡只是一个纨绔浪荡子？叶凡连那么隐秘的事情都能调查清楚。可笑的是，江河和杨涛等人居然还想夺叶氏集团的大权，做梦吧！杨涛已经服软，叶凡将目光邪魅地转向许超道：“许部长，我要开除杨总，你觉得怎么样？是支持我，还是反对？”叶凡根本没有给许超其他选择，必须是支持还是反对。叶凡这是将许超逼到火上烤，如果支持，那就是背叛队友，会被所有人看不起；但若是反对，许超并不笨，从刚才江河和杨涛的反应中，许超已经看出来了，杨涛和江河肯定有什么致命把柄被叶凡拿捏住了。而作为采购部的部长，许超的把柄就更多了，拿回扣什么的，那完全就是家常便饭。叶凡要拿捏自己，简直不要太容易。思考了几秒，许超站起来，恭敬朝叶凡一欠身道：“我支持叶少的决定，应该开除杨总。死道友，不死贫道。”许超非常明白，今天大势已去，不管如何，先保住自己再说。但杨涛来说，那完全就是杀人诛心啊！杨涛看到许超的表现，脸色一片阴沉。这个时候，许超居然将自己卖了，但这样的情况，自己今天不认怂也没办法了。但杨涛还想继续补救一下：“叶少，你要开除我，我认。但就算你要开除我，也不能找这么年轻的一个小姑娘来担任财务总监吧？集团可是几千亿的资金规模，你这样是对集团不负责。不如我给你推荐副总监唐强。”唐强是杨涛有手提拔上去的人，也和林氏接触过。若是唐强担任了财务总监，虽然杨涛走了，但公司集团里还有唐强和许超相互掩护，至少还有翻盘的机会。可杨涛却忽略了江月然和叶凡的关系。叶凡上前两步，伸手一把将江月然的小蛮腰搂住，淡淡的道：“不用你们推荐任何人，月然是我女人，公司财务交给她，还需要其他的理由吗？你们谁若是胆阻扰她的工作，那么江河就是下场。对待婉姐也是一样，我说的够明白了吗？”叶凡在后面补充了一句，让在场众人都有些讪讪。秋婉也是什么意思？也是你女人，还是说也要配合秋婉的工作？不过现在的情况，秋婉和叶凡到底是什么关系，已经不重要了。江河被带走，杨涛被开除，公司总经理以及财务两大块以及重新回到了叶凡的掌控之中。而人事这一块，本来就在黄源这些支持叶家的元老掌握之中，剩下的那些中层以及虾米，后面有的是时间慢慢收拾。还剩一个关键岗位，许超所的采购部。叶凡嘴角一翘，行动已经开始了，不出3天，许超必然自己主动辞职滚蛋。至于叶修和江河、杨涛之前勾结的那些小团体，我暂时就不追究你们的责任，给你们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若是日后胆敢还为非作歹，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等杨涛签订了辞职申请，离开了会议大厅之后，叶凡才示意王富贵将 U 盘插到电脑上，把江河当时杀人的一些画面播放出来。我想大家应该好奇我为什么要那么对江河以及杨涛了，各位自己看吧。随着江河和杨涛的一些犯罪画面播放出来，现场股东一片唏嘘，这才明白其中的真相，真该死啊！是啊，居然那么残忍，就这么放过他，简直太轻了。那个杨涛也是，公司开那么高的年薪，居然还贪那么多。众人唏嘘的同时，都感觉只是将杨涛等人开除，惩罚都太轻了，公司就交给你们两人了。如果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随时找我。叶凡真诚地看着江月然和秋婉。江月然已经和叶凡有过亲密接触了，道：“还好，反而是秋婉，脸色一阵羞红。放心，我一定竭尽全力。”旁边，叶长风看着叶凡雷厉风行的手段，心中不由暗暗松了一口气。这个叶凡果然没让自己失望。只是叶长风心里有点疑问。等叶凡交代完毕之后，将叶凡拉到一边道：“小凡，你实话告诉我，叶修人哪里去了？”虽然叶修只是叶长风收养的，但那个时候叶凡不在身边，叶长风在叶修身上还是注入了不少心血的。本来叶凡打算将真相告诉叶长风的，但看到叶长风那眼神，叶凡还是有些不忍心。大哥说他感觉自己实力不够，要出国进修一段时间，所以公司暂时交给我打理。叶凡随便编了一个理由，目的也只是让叶长风宽心。用不了多久，等叶凡和林家全面开战了之后，所有的真相都会水落石出，叶修的身份自然就会暴露。这样吗？叶长风眉头挑动了一下。其实如此精明的叶长风已经将事情猜到了大半，但叶凡没有戳破，叶长风自然也就不点破。叶凡如此大肆的清理叶氏集团，肯定是叶修和林氏之间有所勾结。叶凡做事
一般不会乱来，既然动手了，那肯定有他的道理。只是一想到自己养了18年的叶修，居然养了一个白眼狼，叶长风心里还是有些难受。叶凡，我饿了，带我去吃饭。旁边跟着江月然一起过来的赵玲珑满脸幽怨对叶凡开口道：这个死叶凡，自己一个官到处潇洒，居然让自己给江月然搬东西，简直太可恶了。好，那就一起吃饭，老王一起去。叶凡招呼了王富贵一声，本来打算叫上爷爷，但叶长风却很识趣，你们年轻人去吧，我先回家了。集团公司的事情告一段落，叶长风的一块心病也算落下了，后面就只等叶凡再成长一点之后，将整个天龙军交到叶凡手里。等叶凡彻底掌控了天龙军，然后再多生几个崽之后，任何人想要动叶家就要掂量掂量了。叶凡和赵玲珑、王富贵离开叶氏集团大门口的时候，在叶氏集团附近的一条巷子里，一个穿着黑色衬衣、戴着墨镜的中年男子怨恨地盯着叶凡道：王八羔子，终于让老子找到你了，杀我儿子还抢我宝贝，今日就是你的死期。这个男子不是别人，正是中华的师傅和私生的父亲龙中古教的三长老。从昨晚中华本命谷死亡开始，龙中就一直在调查中华究竟是被谁杀了，而今天上午，龙中终于查到了，就是叶凡杀了中华，还从中华身上拿走了那件无价之宝的东西。龙中追了叶凡一路，终于在叶氏集团这里追到了叶凡，一直在等机会杀叶凡报仇，关键是要将那件东西抢回来。什么？我们策划那么好的计划，居然失败了？江河那个饭桶干什么吃的？林家大院，林华听到手下汇报了关于叶氏集团的情况之后，气得直接跳了起来。林家想和轩家联姻，被叶凡破坏，林东和林阳更是殒命，林华便将所有的希望放在对叶氏集团的控制上。这么多年，林氏在叶氏集团内部通过这种关系手段拉拢了一大批中层、高层，若叶修不出事，1个月之内完全可以彻底掌控叶氏集团的。但叶修被抓，林华第一时间就是让江河上位，甚至将林家在叶氏集团里所有的案子都暴露了出来。可就是这样，江河还是失败了。杨涛了，他们怎么样？只要财务总监在我们手里，就还有翻盘的机会。林华有些不死心，开口询问道：家主，刚刚得到消息，杨涛被叶凡直接开除了，而且江河所有的股份也都转让给了叶凡。一个接着一个糟心的消息，让林华都快疯了。啊，叶凡，你怎么不去死？江河手里那些价值上千亿的股份，都是林家用真金白银买来的，你是上天派来的克星吗？啊，血衣门的人怎么搞的？怎么还没来人？林华很想给血衣门的门主打电话催促，但想到上次血衣门门主的威胁话语，林华又怂包了。血衣门那边说了，他们的人已经出发了，很快就会抵达云城。林华收敛了一下暴躁的情绪，开口命令道：马上让杨涛和许超过来见我。一群废物，我们必须要所有反击，不然太窝囊了。老三，让你联系的漂亮国的拉菲特股神，他是否同时帮我们对付叶家？林华气得直跳脚，现在想要从内部掌控叶家的计划已经失败了，那么就只能从股市上狙击叶家。所以林家打算请漂亮国拉菲特股神出手。大哥，拉菲特大佬已经答应了，明天就坐飞机前来，最晚后天就能抵达云城。很好，到那个时候就是叶家灭亡的时候。对了，你去联系一下赵家，现在轩家的态度不明朗，我们一定要多拉一些支援，一起动手。是，大哥。叶氏集团地下车库里，许超也准备开车出去找林华，恰好接到林华的电话，连忙应答道：我马上来。挂断电话，许超坐进自己的车里，还没启动车辆，突然感觉头顶有些湿漉漉的，有液体滴到了许超的脸颊上，许超以为是什么水滴，但摸了一把之后还在连续滴落。许超将车辆启动了，再次摸了一把，然后放在眼前一看，顿时傻眼了。血，我车上怎么有血？许超心里咯噔一跳，抬头朝头顶上一看，立马吓得一声尖叫。啊，卧槽！在许超头部上方的车顶上，一把匕首将一个血淋淋的狗头插在车顶棚上，那狗头的皮被撕扯开来，2颗眼珠子也被挖空了，黑洞洞的鲜血顺着眼眶滴落。特别是地下车库里有几颗灯坏掉了，一闪一闪的灯光忽明忽暗，而被扒皮的血淋淋狗头在灯光下看起来像是来自地狱的恶魔一样，那黑洞洞的眼眶盯着许超。许超惨叫一声，慌忙打开车门想要逃走，但却因为太害怕了，双腿都软了，只能在地上爬。爬行了10几米之后，许超恰好遇到了同样接到电话的杨涛从电梯里出来，看到许超如此的模样，杨涛瞬间一愣：许总，你这是怎么了？怎么，是趴在地上觉得凉快些吗？虽然杨涛知道之前许超出卖自己那是最优的方案，也是保存实力的最好方法，但亲口听到同伴出卖自己，杨涛心里还是很不舒服。快救我！许超伸手朝杨涛发出求救。当杨涛看到许超手上的鲜血之后，
脸色也开始凝重起来，连忙伸手将许超从地上扶起来。许总，出什么事了？现在江河和自己都被叶凡赶出了叶氏集团，许超可是他们唯一的希望。现在杨涛还是不希望许超出什么事的。带血的狗头在我车里，妈呀，太可怕了！或许是见到熟人，许超的情绪此时好了不少，将事情给杨涛说了一遍。带血的狗头，肯定有人恶作剧，过去看看。杨涛扶着许超重新回到许超车辆跟前，车辆还处于启动状态，驾驶室的车门也还打开着。杨涛上前朝驾驶室里看了一眼，满脸疑惑：许总，没有啊，里面不是正常的很吗？没有什么狗头啊，你出自己吓自己吧。没有，我刚明明看得非常清楚，就是狗头就悬在我头顶，怎么可能没有？许超本来不敢靠近的，但听到杨涛说没有，也有些诧异，连忙上前打开车门朝驾驶室头顶一看，顿时傻眼了。狗头了，刚才不是还在吗？怎么可能？不可能啊！许超进入车里之后也没看到头顶棚上的狗头，按理说匕首插在车顶上应该至少有孔洞之类的，但现在许超仔细检查了一番，车顶上没有任何孔洞的痕迹，完全正常啊！难道刚才是我的幻觉？可是我手上明明都有血啊！杨涛也在旁边点头道：对，我刚才也看到了。可是当两人再次朝许超手上看去的时候，更加诡异的一幕出现了。刚才还满手鲜血的许超，此时手上一片干干净净，没有任何血迹。卧槽！这一次不光是许超，就连杨涛都震惊了。大白天的，我们撞见了鬼吗？不是的。许超神情都有些恍惚了，自己刚刚明明看见了，怎么突然又消失了？嗷呜！地下车库里突然发出一阵呜咽的诡异响声，许超和杨涛两人再也绷不住了，连滚带爬的嚎叫着离开地下车库，朝着电梯口跑去。妈呀，太可怕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从电梯1楼出来，许超和杨涛两人重新见到了阳光之后，才感觉似乎重新获得了新生一样。这样吧，林家主那边我今天就不去了，我去医院精神科看看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你帮我给林家主转达一下。许超真的被吓坏了，因为刚才的情况实在太诡异了。他不是没想过这是叶凡搞鬼，但就算是叶凡搞鬼，也不可能在那么短时间里将自己车上的狗头和血迹清理得干干净净的啊。而且自己手上消失的血迹怎么说？许超没有去医院，决定先回家去休息一下。打了个车回家，打开房门，许超换好鞋，刚松了一口气，哐！从门口之上，一个狗头再次掉落下来，不偏不倚，恰好砸在许超脸上，溅得许超满脸都是鲜血。等许超看清楚是什么东西之后，吓得身体直接一屁股朝地上跌坐下去。许超被吓得声音都嘶哑了。又是一个狗头，如果只是一个狗头也就算了，关键是许超看得清清楚楚，这颗狗头就叶氏集团地下车库里那颗狗头，完全就是一模一样啊！自己刚刚在路上没有任何耽搁，直接从公司就回家了，而自己回家居然见到同样一颗狗头，这怎么可能？狗头难道还会自己走路不成？跪！许超心里终于彻底崩溃了，嘴里狂吐白色泡沫，脑袋一歪，直接晕死了过去，裤裆里还流出了一滩黄色的液体。可怜的许超被吓尿了。临晕死之前，许超最后一个念头是自己是得罪了什么高人吗？可思来想去，自己最近所得罪的只有叶凡啊。叶凡到底有什么手段能控制狗头起飞？死叶凡，你就带我来这种地方吃饭。云城西郊一个破旧的巷子里，叶凡将车停路边，然后带着赵玲珑和王富贵朝着一家烧鸡店走去。赵玲珑一脸嫌弃地开口道：赵小姐，这家鸡很好吃的，他们老板娘很会做鸡的，拔毛拔得特别干净。听着王富贵介绍，叶凡怎么总感觉怪怪的，根本不容赵玲珑反驳。叶凡直接在小店门口站了一张桌子，老板，要5只烧鸡。我们3个人。为什么是5只？赵玲珑虽然嘴里在嫌弃这是路边摊，但很快就被店里的香味吸引了。听到叶凡只点了5只烧鸡之后，顿时又你乐意了。这个账你都不会算啊？我和大哥2个一人2只，而你是女孩子，能吃完1只就不错了。王富贵还是很心善，仔细给赵玲珑解释着。赵玲珑翻了个白眼，哼，小看谁了，5只我一个人都能吃完。叶凡和王富贵2人以为赵玲珑在说气话，都没怎么在意。烧鸡很快上来，3人直接开动。赵玲珑最开始还只是试探地尝试了一小块，但发现这里的鸡肉外酥里嫩，居然如此香甜糯口，入嘴即化，而且还有香味弥漫在嘴里。赵玲珑虽然去米其林餐厅无数次了，却从来没吃到这么好吃的鸡肉。赵玲珑一边吃还一边舔手指头，妥妥的一枚吃货形象。叶凡看得直摇头，慢慢地夹起一块鸡肉，掺和着配菜一起慢慢吃。哗啦啦，突然巷子口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
一群拖着钢棍的纹身壮汉汹涌地朝着里面冲进来，而方向正是叶凡和王富贵等人所在烧鸡店。是冲自己来的？叶凡眉头一皱，在云城还有这么不多不长眼的家伙吗？真以为自己就是那个混迹会所的浪荡子？这又会是谁的人？叶凡还在思索，一群人已经将叶凡和王富贵等人围在了中间。都别吃了，给我站起来！一个黄毛挥动着手里的钢棍，凶狠地对着叶凡和王富贵几人呵斥道。烧鸡店老板看到一群混混来闹事，连忙陪着笑脸上前道：豹哥，今天小店刚开张，要不豹哥给个面子，今天兄弟们吃喝我全包了如何？老板是个国字脸男人，看起来憨厚老实，但做人做事却有自己的一套。之前一些小混混前来闹事，老板都轻松化解了，但今天这群混混是受高人指派，专门来找叶凡麻烦的，自然就不是那么容易被打了。滚！今天的事情你最好不要管，否则连你一起收拾。黄毛混混对着老板肚子上就是一脚，将老板踹得倒在地上。叶凡和王富贵已经站起来了，眼神中都闪烁着冷光。虽然王富贵和叶凡两人平时都喜欢去解救那些美女，但都尊重他们的劳动和汗水，不会欺负这些辛苦劳动的人。对这些动不动就欺负人的垃圾，两人一直都看不惯。这样的蝼蚁，别说是眼前这么几十个，就是再来这么多，王富贵一个人就可以轻松拿下。而让叶凡真正注意的是，人群背后那个带着男子。虽然他刻意隐藏了自己的气息，但叶凡却从他身上感受到了一股诡异的气息。周围此时已经远远地聚集了一批吃瓜群众，看着叶凡等人被围在中间，都不由一阵感叹：唉，可怜的帅哥美女啊，今天怕是要遭殃。那可以这几条街最凶狠的滚刀肉豹哥出手极为狠毒，我也听说过，据说豹哥那家伙发狠起来连自己都砍，赶紧报警吧，希望还能阻止。黄毛见赵玲珑还在津津有味地啃一个鸡腿，顿时怒了：麻蛋，让你起来，你耳朵聋了，给老子马上站起来！黄毛嘴里呵斥的同时，一把将赵玲珑手里的鸡腿扇飞，掉在黄毛的脚边。黄毛鄙视的一脚踩在鸡腿上，邪魅地看着赵玲珑道：哎呦，原来还是美女啊，哈，今天老子有福了。赵玲珑吃得正香，鸡腿突然被打掉，顿时火冒八丈：你爹妈没教你珍惜粮食吗？给本小姐去死！赵玲珑愤怒地挥动拳头，一拳朝着黄毛胸口砸去。黄毛戏谑地看着赵玲珑，丝毫没有躲避的意思。呵呵，还是一匹小烈马，我喜欢。卧槽！黄毛本来还在嘚瑟，以为赵玲珑一个女孩子，一拳能有多大的威力，但黄毛就只是这么瞬间大意的功夫，赵玲珑一拳砸在黄毛胸膛上，黄毛整个人就直接飞了起来，横飞出去7、8米远，狠狠撞击在花坛上，然后朝地上瘫软而去。咔嚓咔嚓，伴随的还有黄毛胸前骨头断裂的声音。赵玲珑的威力让现场所有人都不由倒吸一口凉气，就包括叶凡也惊呆了。之前他就探查过赵玲珑，这小妞身上没有武道气息啊，天生神力吗？哼，算你走运，今天没吃饱，没一拳打死你，算你运气好。噗嗤，赵玲珑一句话让踉跄站起来的黄毛差点吐血。你他妈一拳差点将老子送走了，你还是没吃饱的状态。靠，都是些什么人啊？看着自己那些手下还在发呆，黄毛顿时气不打一处来，对着手下咆哮道：一群蠢货，还着愣着干鸡毛啊？没看到老子被打了吗？给我上啊！活捉这娘们，老子今晚一定要狠狠地上了他，让他知道老子的厉害啊！是老大。那群反应过来的混混这才纷纷挥动拳头朝赵玲珑攻击而去。叶凡身边的王富贵身体一动，便打算上前去帮忙，但叶凡却一把拉住了王富贵：先看看再说。叶凡也想看看这个赵玲珑到底有什么底牌，是故意在自己面前隐藏，还是真的天生神力？若真的是天生神力的话，那自己岂不是捡到宝了？师傅说过，那种天生神力的人只有一种神秘的血脉家族才会有，若赵玲珑有那个家族的血脉，那前途绝对不可限量啊！砰砰砰！面对那些冲过来的混混，赵玲珑丝毫没有忌惮，不光没有躲闪，还主动朝混混群里面冲，一拳一个壮汉。那些差不多200斤的壮汉在赵玲珑面前就跟玩偶一样，赵玲珑3拳2拳就全部砸飞了。完事，赵玲珑还不忘嘲讽他们一番：就你们这样的还出来混，连一个女孩子都打不过，垃圾！那些被砸飞的混混趴在地上哀嚎，心里都无语了。你这样的女孩子算是正常的女孩子吗？完全就是猛男级别的。所有的混混全部趴下了，最后就只剩下那个穿着衬衫戴着墨镜的男子。赵玲珑一脸不爽地看着男人道：是你自己找块板砖自己砸晕，还是我把你砸飞？这男子不是别人，正是中华的那个真正的私生父亲，也是古教的3长老隆中。
对于赵玲珑的话，隆中很是不屑一顾。小姑娘，饭可以随便吃，但话不可以乱说。隆中还打算说2句的，但赵玲珑却根本没有任何花哨的动作，直接开始动手，一拳朝着隆中的脸颊上砸来。砰！隆中虽然避开了赵玲珑的第一拳，但赵玲珑第2拳却再次轰击而来，没有任何悬念的砸在隆中的胸膛上。咔嚓！隆中胸口吃痛，还没回过神来，赵玲珑第3拳再次砸了过来。砰砰砰！堂堂隆中乃是古教3长老，实力也是武道掌控境界，半步踏入到宗师层面的强大存在，居然被一个小姑娘锤爆了。隆中被锤的没有丝毫招架之力不说，一个踉跄更是摔倒在地上，随即就被赵玲珑将他脚腕拽住，然后抡起来，宛若砸一根木棍一样，疯狂朝地面上砸下去。轰隆轰隆，隆中的身体不停地和地面砸在一起，那青石板地面都被砸得开裂了。隆中的脸、脑袋、肩膀不停地和地面亲密接触，感觉浑身的骨头都要碎裂了。我他妈，虽然身上有武道气息波动，但也遭不住这么没霍霍啊！终于等到赵玲珑喘气的空档，隆中慌忙从赵玲珑手里挣扎了出来，靠着旁边的花坛站起来，喘了口气，然后大手一挥，一团黑压压的虫子在隆中手臂上聚集，一脸狰狞地盯着赵玲珑道：“臭婊子，他妈居然敢把老子打成这样，去死吧！”隆中手臂上聚集的不是其他什么，正是10大禁骨之一的嗜血骨。看那个头，比中华所豢养的还要更加凶猛。隆中今天来，主要目的是来对付叶凡的，结果还没碰到叶凡的衣角，差点被叶凡身边的一个侍女打得嗝屁了。赵玲珑出生牛犊不怕虎，对于隆中的动作丝毫不在意，小嘴一翘，冷哼道：“打不过就玩魔术吗？看你姑奶奶送你上西天！”娇喝的同时，赵玲珑还打算继续往前冲。叶凡一个闪身到赵玲珑身边，将赵玲珑拦了下来。危险！你不是他的对手，接下来交给我吧。危险！赵玲珑眉头一皱，不就几只虫子吗？哪里看出危险了？赵玲珑还在不爽，对面隆中已经动手了。叶凡，你居然敢杀了中华，还拿了不该拿的东西，今天就送你去见阎王！隆中手臂一挥，那些毒蛊呼啸朝着叶凡袭击而来。叶凡淡淡一笑，手上一道气劲砸出，将那些蛊虫挡在2米之外，然后跌落在地上。但是好巧不巧，一只流浪猫恰好窜了过来，落入到毒蛊群中。吃吃！下一刻，在众人目瞪口呆中，流浪猫顷刻间就被毒蛊吞噬，只留下了一具白骨。而几秒之后，连白骨都被毒蛊吞噬了。叶凡身后的赵玲珑看到眼前的一幕，被吓得俏脸一片苍白。此时赵玲珑才明白叶凡为什么说危险。如果刚才让那些虫子落到了自己身上，那会是什么样的后果？只是叶凡能对付这些虫子吗？赵玲珑正在担心，王富贵上前2步道：“放心，这些东西对大哥来说就是小菜一碟。”看到如此恐怖的画面，周围那些围观的群众都不由后退到10几米之外，现场更是一片哗然。太可怕了！那是什么东西？我在电视上看到过，好像是古教的毒蛊，可以瞬间将一头牛吞噬干干净净。哎，那个小伙子他们惨了。是啊，刚才看那姑娘那么凶猛，还以为没事，但对面还有高人啊。隆中对于自己的毒蛊很是自信，特别是刚才吞噬猫咪的场面，将现场那么多人震慑住了。隆中本能地认为叶凡也会害怕。叶凡，乖乖交出你不该拿的东西，我饶你同伴不死。隆中控制着毒蛊在空中盘旋飞舞着，并不着急对叶凡动手。你虽然会功夫，可以拦住这些蛊虫一时，但你总会有破绽吧？一旦拦截失败，你们全都要死。隆中在叶凡面前嘚瑟着，根本不知道其实叶凡身上有万骨鼎，有蛊皇，想要控制这些毒蛊轻轻松松。哦，你说的东西就是这个吗？叶凡从身上将那块骨头拿出来，正是那块从中华身上落下的东西。昨晚毒蛊吞噬了中华之后，那块东西被叶凡收了起来，叶凡还没有时间研究它。现在隆中这么紧张着急的想要找这个东西，那应该是个好东西。对，就是它，快将它给我，只要你将东西给我，我甚至可以饶你不死。隆中双眼都在冒光，灼灼盯着叶凡手里的半透明骨头，快速上前2步，就想从叶凡手里抢夺。叶凡身体一闪，避开隆中的动作，淡淡的道：“不如你先告诉我这是什么东西，你告诉我，我就还给你。”其实双方此时玩的是心理战。隆中和叶凡都知道，就算叶凡将东西还给隆中了，隆中也不会放过叶凡。隆中会蛊术，是中华背后的人，那么必然调查到了中华是被叶凡所杀，今天来找叶凡，目的就是报仇，抢回东西的。不管如何，都会想办法弄死叶凡。隆中则是想要用最小的代价来拿回东西，沉吟了一阵，心中暗道：就算告诉叶凡也无妨，反正等会拿到东西了，也要弄死叶凡，
死人不会泄密这块东西叫不死骨，对我非常重要，快给我！不死骨，这就是不死骨。叶凡听到这3个字，心里不由咯噔一跳，因为叶凡从叶修嘴里已经知道了不死骨的存在。林家联合那么多家族袭击叶家，其中一项重要的目的就是抢夺不死骨。由此可见，这不死骨非常重要。而现在中华手里也有一块不死骨，说明不死骨应该不止一块。谢谢你，我总算搞明白了一些事情了。叶凡心里有底了，淡定地将不死骨收起来，心中也决定了，晚上有空了一定要好好研究了这个不死骨。隆中看到叶凡居然将不死骨收起来，脸色顿时变了。叶凡，你耍我！虽然隆中知道叶凡不会这么轻易的就将东西交出来，但事情真的发生的时候，隆中还是很恼火。就是耍你，你能把我咋样？叶凡一脸戏谑地看着隆中，叶凡能杀中华，自然也能杀隆中。古教的人只要离开苗疆古教，人人得而诛之。找死！隆中嘴里咆哮一声，催动口令，招呼着那群毒蛊起飞，便想要朝叶凡扑过来。但让隆中没想到的是，那群毒蛊起飞到半空之后，居然不听自己使唤，开始疯狂掉头朝自扑过来。啊，怎么回事？不要！隆中不停地变换着口令，想要阻止那些毒蛊，但根本无效。隆中一脸恐惧地朝叶凡看去，瞬间看到了叶凡手上的那只金黄色的蛊黄，瞬间明白了所有。叶凡，你，叶凡手上居然有蛊黄，那就必然有万蛊鼎。现在隆中大概也明白了，为什么中华会死在叶凡手里。叶凡有万蛊鼎在手里，可以利用蛊黄号令所有的毒蛊，中华怎么可能是叶凡的对手？不过此时隆中虽然明白了，但却已经晚了。那些毒蛊一冲而上，顷刻间就将隆中吞噬得干干净净。而当隆中殒命的瞬间，那些毒蛊也都纷纷从空中掉落，立马暴毙了。因为这些毒蛊都是隆中豢养的，是这些毒蛊的宿主，宿主一旦死亡，他们这些毒蛊自然也就只有灭亡的下场。一个大活人就这么消失了。现场所有围观的人群全都倒吸了一口凉气。虫子吞噬人，这是前所未闻啊！而最让他们震撼的是，隆中明明控制着毒蛊想要吞噬叶凡的，结果自己被干掉了。众人看叶凡的目光充满了一种别样的佩服，原来这个小伙子也是有实力的啊。老板，借个火。虽然那些毒蛊已经死亡，但为了引起不必要的恐慌，叶凡还是从烧鸡店里借来煤气罐，将那些死亡的毒蛊烧成了灰烬。这些事情处理完毕，躺在地上哀嚎的那些混混一个个哭丧着脸，身体都在颤抖。大哥，我们错了，我们再也不敢了。黄毛领头在叶凡面前跪着，不停地磕头，都是刚才那个男人，他给了我们5万块，让我们过来帮忙壮大声势，我们错了，请大哥饶命。叶凡嘴角一抽，自然知道这些混混都是小虾米罢了，滚吧！若是让我再看到你为非作歹，那下场就跟他一样。一句呵斥让黄毛等人如蒙大赦，连滚带爬地离开了现场。我们继续吃东西，老板，把烧鸡给我们热一下。叶凡云淡风轻招呼着老板继续准备吃饭，周围人群感叹了一番，指指点点各自离开。而在人群之外，一个尼姑带着一个绝美的小尼姑也悄悄没入到人群之外。依林，看到了吧，那就是你未来的夫君，这一段尘缘你自己好好体会，把握吧。老尼姑对着身边的绝美小尼姑道。小尼姑羞得脸色一片通红，哎呀，师傅，我们是出家人，怎么能有夫君了？再说那个叶凡除了帅气一点，英俊一点，武力不错之外，也就一般嘛。小尼姑嘴上说着不要，但眼睛却不停地回头朝叶凡那边看去。老尼姑看着徒儿的样子，微微摇头道，你啊，哎，不好了，不好了。苗疆古教总部教主大殿里，一个中年男子手里捧着一块断裂的木牌，急匆匆地朝大殿里冲去。教主，三长老三长老的长生牌位碎裂了。男子冲进大殿，扑通一声跪在地上，高高将手里的木牌举起来。大殿之上，教主庄壁刚刚结束了一番通话，听到手下汇报，瞬间脸色大变。什么？隆中牌位碎裂了？怎么可能？在苗疆古教，长生牌位是和这些古尸的性命相连的。古教有一所专门供奉牌位的祠堂，里面放着古教高层的长生牌位，就是为了方便随时监控各大高层的生命状况。而刚才负责守护祠堂的护卫统领突然发现三长老隆中的牌位碎裂了，立马前来给教主汇报。庄壁从上面的座椅上闪身下来，将隆中的牌位拿在手里。隆中的牌位已经碎裂成了好几块，上面本来有生机力量的，但此刻却死气沉沉，没有一点生机。隆中多半出事了。隆中可是负责古教种出西南地区的核心领导高层啊，整个西南地区的布局都是由隆中在负责。现在隆中死了，那么古教走出西南的计划只怕要遭受到重创。教主，云城方面传来消息，
三长老隆中在对付叶凡的时候遭受蛊虫反噬，当场殒命。庄壁还在沉吟，门口的助理拿着平板电脑已经确定了消息。叶凡，叶家那个归来的嫡系大少爷，昨天才杀了中华，今天又是他。庄壁眼神中闪过一抹狠厉。庄壁自然不相信隆中这样的资深蛊师会遭到自己毒蛊的反噬，这一定是叶凡暗中动了手脚。要知道，叶凡虽然现在实力陨落了，但曾经叶凡也是北洛师门的天才妖孽高手，而根据上一任教主最后的踪迹，也去过北洛，说不定万古鼎就在叶凡身上。很好，庄壁手上气劲一阵运转，将手里的牌位捏爆，冷冷的开口道：“去找太真师尊过来，说我有要事请他商议。叶凡嘛，当年没杀死你，这一次绝对不会放过你。对了，请萧婉晴圣女也过来一起参加会议。”是。烧鸡店门口又恢复了热闹和平静。那些混混离开之后，这里仿佛什么都没发生一样。赵玲珑看着叶凡和王富贵面前两只流油的烧鸡，都忍不住吞了口水。那个叶凡，我可以再吃一只吗？叶凡早就看出了赵玲珑馋猫的样子，嘴角一翘，邪魅的道：“刚才是谁说了，就是饿死也不在这里吃东西的？这么快就真香了。”赵玲珑脑袋里不由想到了那个王同学嚣张赌咒的画面，脸色一阵羞红。哎呀，人家当时也不知道嘛，我不管，反正我还要吃。嘴里娇嗔的同时，赵玲珑直接将叶凡面前的一只烧鸡抢了过去，直接朝嘴里塞去。还怕叶凡抢回去，所以用嘴在烧鸡浑身上都舔了一下。这下你总不会要回去了吧？叶凡看得心头一阵莞尔，这小妞若是不发飙的时候还是很可爱的。老板，再来2只烧鸡。叶凡邪魅地看着赵玲珑道：“吃了我的烧鸡是要付出代价的，以后我的臭袜子你要给我洗干净，还有我的贴身衣服都要用手洗。”虽然叶凡没有明说，但什么是贴身衣服已经非常明确了，这多少有点恶趣味。想着这么一个漂亮的萝莉用小手给自己洗贴身衣服，还是很爽的。你，哼！赵玲珑本来想反驳，但想到太爷和父亲都已经将自己放在叶凡身边当侍女，有些事情自己想逃也逃不掉，所以也就没反驳。不过叶凡还是低估了赵玲珑的食量。将近1个小时后，叶凡和王富贵早就没吃了，而赵玲珑小嘴还没停。此时在赵玲珑面前的鸡骨头已经堆积成小山了，足足都已经有10只烧鸡了。叶凡睁大着眼睛上下打量了赵玲珑一番。赵玲珑1.6米的个头，看起来娇小玲珑，除了胸大一点之外，其他体态一点也不魁梧啊，居然能干10只烧鸡。你们这么看着我干什么？这样看着我影响我吃东西。赵玲珑嘴里嘀咕了一声，拿着1只烧鸡转过身去，背着叶凡和王富贵继续战斗。大哥，这小妞也太能吃了。王富贵不由感叹道：“难道浓缩的才是精华吗？”赵玲珑足足干了13只烧鸡之后，才打了个饱嗝，终于吃饱了，我们可以走了。叶凡打算开车回去询问一下爷爷关于不死蛊的信息。突然苏一雪的电话打了过来：“老公，公司出事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苏氏集团的那些分销商突然全部聚集到苏氏集团总部这里，要立马结算他们的货款，还要和我们解除合作，可我们公司账面上现在根本没这么多钱啊。”对苏氏集团动手，叶凡第一时间就想到了云飞扬这个混账东西，上午居然还敢组织一群保镖冲到叶家找自己的麻烦，看来的确是时候杀鸡儆猴了。复仇计划就从推平云家开始吧。老婆，别着急，我马上来公司，钱的问题你不用担心，我会解决的。叶凡乃是叶氏集团嫡系大少，苏氏集团要的那么一点资金，叶凡从牙缝里挤出来都已经足够。不过叶凡并没有打算自己出这些钱，而是将目光转向了赵玲珑。你看着我干什么？告诉你，父亲给的银行卡，那是给你消费用的，不是让你如此霍霍的。赵玲珑一想到叶凡居然用赵家的钱来买车，给叶凡来泡妞用，就气不打一处来。老王，你和玲珑去银行调集1个亿的现金，我们在苏氏集团会合。叶凡根本没等赵玲珑反驳，上车启动车辆，直接呼啸着朝苏氏集团赶去。哼，气死我了，真当本小姐的钱是大风刮来的吗？赵玲珑看着叶凡离开的背影，气愤地在地上直跺脚。按照叶凡这样败家的方式，用不了多久，整个赵家都要被他败光。虽然极度不情愿，但想到太爷和父亲的安排，太爷都被叶凡收拾得服服帖帖的，赵玲珑也不敢服逆叶凡的意思。毕竟现在整个赵家的性命都在赵玲珑一个人身上，若是伺候的不好，叶凡真的一怒之下对赵家动手的话，那赵玲珑罪过就大了。走！赵玲珑招呼了王富贵一声，抬步朝马路上走去。去哪？王富贵明知道赵玲珑的意思，却故意逗着赵玲珑。哎呀，你是不是故意的？当然是去取钱啊！赵玲珑嘟着嘴，真不知道他是不是脑子有泡，为什么要那么多现金，直接转账不就行了？
只有后面的王富贵嘴巴撇了撇，心中暗道：大哥的心思你怎么知道？装逼自然要用现金才能装得响亮。苏氏集团总部会议大厅里，一群将近上百人都已经吵得不可开交了。苏总，我们可是听说了，苏氏集团的资金都快揭不开锅了，随时都可能破产跑路。我们不是不信苏总，苏总还是先给我们把上月的货款给结算了吧。对，苏总，本来也只有几十万，但我们都是小本生意，还请苏总不要为难我们。苏一雪在助理的护卫下被一群人团团围住，不停地吵闹。苏一雪感觉头都快要炸了。本来李家给苏氏集团投资的3个亿是可以完全缓冲资金压力的，但因为松帕将军突然将翡翠总代理的权限给了苏氏集团，虽然这是叶凡的面子，但苏一雪也必须至少给1个亿的定金才说得过去。这样一来，资金又有些紧张了。各位都是我苏氏集团的老合作伙伴了，你们这点信任都没有吗？我苏氏集团什么时候欠过你们的钱？1个月，只要等1个月，我们也要等款项回笼啊。等我们款项一到，我保证连本带息一起还给你们，如何？苏一雪只能尽力拖延一下。其实现在苏氏集团的情况已经非常乐观了，有些消息灵通的服务商知道苏氏集团拿了松帕的总代理权，都已经主动找上门来了，要和苏氏集团合作。而且之前那些拒绝给苏氏集团贷款的银行，有些也已经主动给苏一雪打电话道歉，表示随时可以贷款。现在苏一雪要用钱的话，其实并不是什么难事，只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渠道商突然集体上门来挤兑讨要货款，这就让苏一雪有些措手不及。苏总，别1个月了，就今天吧。1个月后是什么情况，谁也说不准是吧？今天苏总不给我们钱，我就不走了，还要到法院申请查封这里。再次领头开口的是一个留着8字胡的男子，名叫黄波，是苏氏集团3大渠道商之一，在苏氏集团身上赚的也最多。之前和苏氏集团关系一直非常好，但这次却居然带头过来闹事。有黄波带头，现场那些渠道商都再次开始沸腾起来。就是苏总，之前苏氏集团资金正常的时候，我们可以接受延迟1个月，但现在我们都担心苏总今天必须给钱。兄弟们还跟着娘们磨叽什么？要我说，大家直接将公司之前动东西搬走就是了，作为抵扣。对，兄弟们，搬东西，搬不走的就砸了。很显然，群众中有坏人，一些有心人在故意带节奏，目的根本就不是来要钱了，而是来搞破坏。你们这群白眼狼！苏一雪虽然平时雷厉风行，但毕竟只是女孩子，在面对这些流氓的做法时，就有些招架不住了。眼看局面就要失控了，从人群中，一个穿着长衫的老头站了出来，将手的拐杖朝那几个领头的年轻人身上敲打而去。都给老夫住手，安静点！老头名叫董飞，是云城珠宝协会的副会长，同时也是苏氏集团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商。董飞为人非常和善，在圈子里有不小影响力。董飞出面了，几拐杖下去，那些躁动的渠道商也不敢太过于放肆，都退让了几步，给董飞让开了一点地方。你们干什么啊？不就是欠1个月的钱吗？你们就这么着急忙慌的上门来逼债？董飞指着后面一群武道商鼻子大骂道：你们难道忘了这些年你们依靠苏氏集团赚了多少钱？怎么赚钱的时候就是娘？苏氏集团遇到了一点资金困难，你们就开始来捅刀子了？有你们这么做人的吗？董飞老爷子的话瞬间起到一定作用，好多渠道商都被董飞说的脸红了。董老爷子，您言重了，我们也是突然接到消息，说苏氏集团马上要破产了，都要跑路了，若是今天拿不到钱，可能几百万就亏到里面去了。对，我们也是收到消息，说苏氏集团要破产。人群中好些渠道商都开始发话，他们其实本来对苏氏集团没什么看法的，也不那么着急要钱，但今天都收到了一条神秘信息，披露了苏氏集团的情况，加上还有其他一些同伴的怂恿，就过来了。人群中几个尖嘴猴腮的男子一看情况不对，相互看了一眼之后，其中一个领头的立马反驳道：董老爷子，您倒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您现在功成名就，损失点钱对您不算什么，但我们都要吃饭的，全家人都指望着我们的收入，我们全部亏进去了，谁给我们吃饭的钱？就是，反正不管说破大天，今天我们必须要拿到钱，必须要拿到钱。董飞的话只起到一点作用，稍微缓解了一下现场的情绪罢了。这么多人聚集在这里，加上之前苏氏集团的确出了资金问题，众人对苏氏集团的信心不足。董飞眼看情况有些控制不住了，上前2步，悄悄对苏一雪道：一雪丫头，要不你先给他们结算一点吧，不然今天怕是难以收场了。很明显是有人在整我们。你放心，我那1000多万的货款不着急，等你缓过来了再给都行。苏一雪感激地看了董飞一眼，谢谢董老爷子，可是就算这样，我们账面上才几百万现金，完全是不够的。哎，不过我老公应该马上过来了，他会有办法的。说话的同时，苏一雪朝门口看去，当时爷爷给苏一雪找了那么一个老公，苏一雪本来也没多么看在眼里，
但却没想到叶凡居然是大夏第一家族叶家的嫡系大少。苏一雪已经不止1次、2次见识到叶凡的厉害了，有叶凡在，事情一定会解决。只是看到这些渠道商如此白眼狼，苏一雪有些寒心。而此时在房门口，苏一雪的堂弟苏东看到眼前的情况，眼神中闪过一抹得意，悄悄地离开会议大厅，到厕所里拨通了一个号码。姐夫，你这一招果然高。釜底抽薪，现在苏一雪都快招架不住了。苏东所拨打的电话自然不是叶凡，而是云飞扬。云飞扬在电话里冷哼一声，我弄不了叶凡，我还弄不了苏氏集团吗？想要这么轻松的就从我云家嘴里抢食，没那么容易。话语顿了顿，云飞扬继续道，我会让他们再加一把火。苏东，你要做好准备，等苏一雪被拿下之后，你要用最快速的手段掌握苏氏集团，明白吗？好嘞，谢谢姐夫，我一定为姐夫马首是瞻。苏氏集团会议室内，几个渠道商突然都收到了一条短信，低头看到短信上的内容之后，几人不动声色的点点头，然后开口继续带节奏道，各位，我看苏总今天也拿不出钱了，大家都别磨蹭了，动手吧。我们若是不动点什么手段，苏总是不会服软的。对，动手了，谁先抢到就是谁的。一群人在其中几个老鼠屎的搅和下，又开始躁动起来。这一次董飞也压不住了，只能劝苏一雪道，一雪丫头，要不你先找地方躲一躲吧，不然这么多人等会乱起来了，怕受伤啊。董飞话音刚落下，一把椅子就横飞了过来，差点将苏一雪砸到。后面更多渠道商拖着椅子板凳，气势汹汹地朝苏一雪这边冲了过来，似乎要将苏一雪大卸八块一样。这哪里是渠道商该有的样子，完全就是一群流氓混混。苏一雪说不害怕那是假的。苏一雪一脸期待地朝房门口看去，老公，你到底什么时候来啊？都给本少住手，你们谁再敢动一根手指头试试。就在那群渠道商距离苏一雪不到1米的时候，一个洪亮的声音在会议室门口响起，同时一张桌子带着巨大的冲击力砸在了苏一雪面前，将那群渠道商冲击的后退了好几米，其中几个避让不及，手臂都被撞得流血了。老婆，我来了。叶凡闪身到苏一雪身边，温柔地将苏一雪抱在怀里，没事了，有我在就不会有事的。叶凡的突然出现让现场的躁动再次安静了几秒，但随即众人反而更加狂躁。叶凡来了又能怎么样？没钱说个鸡毛，大家赶紧动手，这是他们拖延手段。人群那几颗老鼠屎还在搅和，但却不知道叶凡已经早就盯上了他们。轰隆轰隆，叶凡身影快如闪电，飞速冲进人群中，几秒的功夫就将那几个聒噪的闹事者抓了出来，狠狠再砸在会议室一侧，将桌椅都砸了一大片。终于安静了一点，叶凡淡淡的拍拍手，眼神犀利的扫了一眼众人道，你们还有谁要动手的？那几个领头闹事的渠道商很早之前就是云家的死忠，这次来本来就是要搞破坏的，所以从一开始就格外卖力。这几个中坚力量被剔除了，剩下的那群人包括黄渤等人都安分了不少。苏总，你们公司就是这么以理服人吗？我们今天是来要钱的，不是来打架的，若是苏总这么对待我们，这就没法谈下去了。黄渤看叶凡的眼神有些忌惮，这个叶凡看起来人畜无害，但动手起来怎么如此狂躁？那可是几百斤的桌子，几百斤的壮汉，在叶凡手里跟玩具一样，大家都小心翼翼，生怕惹毛了叶凡。本来就没什么好谈的。叶凡冷冷一笑，不就是要钱吗？行，你们的货款我今天都给你们结算，听我口令，要立马结算货款的滚到那边去，暂时不用结算的请到这边来。今天这次事件虽然背后有云家推波助澜，但正好可以将一些白眼狼彻底赶出去。叶凡话音落下，董飞第一个站到叶凡和苏一雪这边，然后是和董飞关系比较好的几个渠道商。而另外一边，黄渤轻蔑地看了叶凡和苏一雪一眼，踏步朝另外一边走去，我倒是要看看你们今天用什么结算。哼！在黄渤的带领下，几乎有一半的渠道商都站到黄渤那边，其中有好几个还被苏一雪视为心腹。这样类似逼宫的叛乱，让苏一雪也看清了人心。很好，你们不就是要钱吗？看来你们也不打算和苏氏集团合作了，就顺便将终止合作协议签了吧。叶凡对身边的苏一雪点点头，苏一雪立马安排助理拿来一大摞终止合作协议。看到叶凡和苏一雪如此淡定的模样，黄渤那边不少的渠道商都开始慌了。黄总，怎么我感觉他们一点都不怕，而且像是胸有成竹一样？你不是说他们绝对没钱吗？对啊，黄总，我们可就在赌这一次啊！我本来的意思是要逼迫苏氏集团给我们让30%的利润就行了，怎么事情变成了这样？就是我们只是要钱，但没想着和苏氏集团终止合作啊！和苏氏集团终止合作了，那我们以后喝西北风去吗？听着自己身边这些同盟的话语，黄渤其实内心也是慌的。他所有的信息都来自云飞扬，
云飞扬让他怎么办，他就怎么办。云飞扬可是拍胸脯保证了，苏氏集团一定没有钱了，而且还说了1个小时内云少就会将苏一雪弄到床上去，到时候苏氏集团就是云家的附庸了。所以黄渤才会这么大胆的跟着干。不过事情已经到了现在这一步，黄渤已经没有其他的选择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放心，他们肯定是装样子，不可能有钱的，大家签就是，我们倒是要看看他们还能演戏到什么时候。黄渤当时选择相信云飞扬，认为苏氏集团没有钱，只是在演戏给大家看罢了。签。现在黄渤这边的这批人都已经站队了，此时想要改变主意也已经来不及了。况且他们中间大部分都拿了云家的好处，此时想要离开，云家也不会答应。等所有人签字完成，苏一雪和助理确认之后，盖章完成，协议生效之后，叶凡这才对门口打了个响指，把那1个亿的钱拿进来吧。叶凡的话让众人都有些疑惑，把钱拿进来。要知道这些渠道商虽然有1半左右放弃了今天拿钱，但剩下的也至少有几千万，将近上亿啊。叶凡这个现眼包难道要用现金来给大家结算吗？叶凡话音刚落下，会议室房门打开，王富贵和赵玲珑分别推着一个巨大推车，将2摞堆成山的红票子现金朝会议室里推了进来。如此一幕让现场所有人都不由倒吸一口凉气。现金，真的是现金，1个亿的现金。虽然在场的众人也都是见过世面，至少也都是几百万的生意老板，手里经过的资金千万上亿的也的确有，但关键是叶凡将1个亿的现金就这么堆放众人眼前，那可以2-3吨的重量，堆积成2座现金大山，那种压迫和震撼还是让人有些窒息。虽然苏一雪觉得叶凡这样做有些嚣张，但苏一雪也感觉太爽了。你们不是要钱吗？那就用钱打脸，疼死你们。看到叶凡真的弄来了1个亿的现金，董飞不由暗暗松了一口气，自己果然没看走眼，苏氏集团一定会继续辉煌。而跟着董飞一起选暂时不拿钱的那一批渠道商，更是万分庆幸自己选择了站队叶凡这边，不然损失可就大了。不过另外一边，黄渤这边就不淡定了。怎么回事？黄总，你不是说他们拿不出钱来吗？那这里拿出来的是什么？是啊，黄总，我可是将我的职业生涯都赌进去了，现在我们和苏氏集团的合作都终止了，你让我怎么办？黄总，你不是坑人吗？你到底开口说话，到底是怎么回事？黄渤脸色一片铁青，懊恼的都恨不得将自己的头发抓掉，老子怎么知道是怎么回事？麻蛋！黄渤其实已经猜到云飞扬这边所得到的信息肯定有误差，云飞扬被叶凡和苏一雪耍了，而自己这些人则是被云飞扬误导了。苏一雪的助理和王富贵、赵玲珑等人已经开始在清点现金以及各大渠道商所应付的款项数目。黄渤深呼吸一口气，舔着脸上前，讪讪对苏一雪道：苏总，您看，我刚才是和您开玩笑了，要不我们的钱今天也不拿了，您就大人大量给我们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以后看我们大家的表现。虽然黄渤知道这样低头很没面子，但面子和货真价实的金钱来比，狗屁都不是。要知道，做苏氏集团的渠道商利润都是50%起，而苏氏集团的口碑一直都很好，根本不用发愁卖，所以只要和苏氏集团合作，那就是摇钱树。是啊，苏总，刚才我态度不好，对不起啊。就是，苏总，真的对不起，我们也是被那群垃圾蛊惑，求苏总给个机会，我该打。在黄渤身后，其他的几个渠道商也跟着上前，有的居然开始动手扇自己耳光。如此的行为让身边的同伴都恨得牙齿痒痒的。他妈的，你道歉就道歉啊，你他妈扇耳光算怎么回事？要不要这么卷？你都扇耳光道歉了，我们到底要不要扇？我们不扇，好像显得我们很没诚意一样。靠！于是剩下的那些想要再次博得一个机会的渠道商全都站在原地，对着自己的脸颊挥动手臂，啪啪啪，啪啪一啪啪。会议室里居然都扇出了节奏。要知道就在10分钟前，这些渠道商还是无限嚣张，叫嚣着要将苏氏集团拆了，将苏一雪送到派出所去的强悍存在，而就在10分钟后居然怂包了，怂得跟一条狗一样，对着苏一雪摇尾巴。黄渤迟疑的了一下，看到所有人都在扇自己耳光，无奈之下也只能向金钱低头，对着自己的脸狠狠扇去。苏总，对不起，我该死，我错了。如此滑稽的一幕看得苏一雪也有些感叹。不过接下来该怎么处理，苏一雪有点拿不准，将目光转向叶凡。叶凡点点头，随即淡定地对黄渤的等人开口道：黄总，你们这是什么情况？有自虐倾向还是在打蚊子？可会议室里也没有蚊子啊。苏一雪没有开口，而是将决定权交给了叶凡。
所有人心里都已经凉了半截，今天这事怕是没戏了。靠！那岂不是说自己刚才那一顿耳光白扇了？叶少，我们还想继续和苏氏集团合作，看在我们曾经和苏氏集团的情分上，能不能？黄渤话说了一半，自己都说不下去了。曾经的情分就是要将苏氏集团给拆了，要将苏一雪送进派出所。黄渤，你还好意思吗？刚才老夫都出面劝了你们，让你们缓冲1-2天，你们是怎么做的？叶凡还没开口，董飞在旁边忍不住开口呵斥起来：你们不是想和苏氏集团合作，而是想继续在苏氏集团捞钱才是真吧？苏一雪在叶凡身边悄悄介绍了一下刚才董飞帮忙的情况，叶凡瞬间明白了。等董飞话语落下，叶凡一些戏谑地看着黄渤等人道：机会给过你们了，你们自己不中用，那就怪不得我们了。拿钱走人吧，养条狗还知道跟主人摇尾巴，而你们就是养不熟的白眼狼。话音落下，叶凡转身恭敬地对董飞鞠了一躬：董老先生，刚刚谢谢您在危难时候帮衬一雪，所以现在我宣布，黄渤所在市场份额由董老先生全面接管。话语顿了顿，叶凡继续开口道：而且我有一个重磅消息宣布，缅国松帕将军已经取消了和省城云家的代理合作关系，从昨天开始，苏氏集团就是松帕将军在大夏唯一的总代理。大家别这样看着我，松帕将军和我是老朋友了，所以和我老婆公司签约合作不是很正常吗？叶凡的一番话完全就是一枚炸弹，将现场所有人都炸懵了。董飞和身边那些投靠苏氏集团的渠道商完全没想到苏氏集团还有这样隐秘的底牌，保密消息做得这么绝密吗？缅国松帕将军在大夏翡翠原石的总代理啊，这意味着什么吗？那可意味着苏氏珠宝集团一跃已经成为了大夏一流的珠宝家族，不光是云城的珠宝商，就算天南省以及整个大夏，大部分的珠宝商都要来讨好苏氏集团吧。毕竟有了翡翠原石才能切出翡翠，有了这个总代理，苏氏集团怕是很快就要将渠道铺向全国了吧。不过这个消息太劲爆，众人都将目光转向苏一雪，等待苏一雪的确认。苏一雪点点头道：我老公说的是真的，松帕将军昨天到公司来签订的合同，大家货款之所以短缺，也是因为给松帕将军支付了1个亿的定金，第一批原石总共20个集装箱，1个星期之后抵达。哗！听着苏一雪的确认，现场直接沸腾了。董飞身边几个渠道商都兴奋地嚎叫起来，相互搂抱着手舞足蹈。尼玛，赌对了啊！苏氏集团居然成了大夏总代理，那以后跟着苏氏集团就不光是喝汤的事情啊，完全就是起飞。可以想象，苏氏集团要铺设全国的网络，那么苏氏集团现在的这些渠道商，那都是水涨船高的事情啊。之前县级的渠道商，到时管理一个市，甚至一个省都有可能。好，非常好，一雪丫头，老夫果然没看错你。董飞虽然都一把年纪了，也忍不住兴奋起来。但另外一边，听到这个劲爆消息的黄渤等人直接都呆傻了，甚至有些人直接一屁股跌坐在地上。我真傻，真的，我真傻。那是多么好的一个发财机会啊！继续跟着苏氏集团，至少是翻10倍、100倍的机会。那个机会本来被他们牢牢握在手里，但却硬生生被他们推开了。挡人财路，犹如杀人父母。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大家听信了黄渤的话。黄渤，我跟你拼了啊！王八蛋，黄渤，你害死老子了！那一群渠道商都跟发疯了一样朝黄渤扑上去，撕扯黄渤的头发、衣服，拳打脚踢，丝毫没有手软。苏氏集团拿了总代理的权限，而他们如此决然地反叛了苏氏集团。可以想象，苏氏集团在今后凭借自己一句话，就可以在整个行业了封杀这些渠道商，杀人诛心。叶凡没有对这些渠道商动手，只是宣布了2个消息，他们自己边相互自相残杀起来。眼看差不多了，叶凡这才让保安将他们分开，让助理给他们继续发钱，毕竟不能在苏氏集团闹出人命，只是苦了这些渠道商。叶凡用现金给他们结算，100万就是几十斤，好几百万的现金，他们拿到钱了，根本搬不动，又是麻烦事。苏氏集团的内乱总算解决，苏一雪刚松了一口气，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脸色突然大变。什么？市中心的柜台被人砸了？苏一雪接到电话，一脸震惊。苏氏集团在市中心的那个柜台是苏氏集团在云城的旗舰店，而且开设在商场里，怎么突然被砸了？我马上过来处理。苏一雪刚挂断电话，立马又有另外分店的电话打了过来。苏总，我们4号店突然被砸了，2号店也是。短短几分钟之内，苏一雪和助手已经接了几十个电话，苏氏集团在云城那几十个分店几乎全部被砸。老公，苏一雪看向叶凡，眼神中全是无助。叶凡伸手将苏一雪搂住，而眼里的神色已经一脸寒冰。从刚才的行动，再加上此刻砸店的行动，叶凡知道
这都是云飞扬在搞鬼。放心，会没事的。叶凡脸色一沉，对身边的王富贵道：“老王，那100台推土机准备的怎么样了？今晚我就要。一个小小的云家，上次被警告了，居然还不知收敛，那就推平吧。已经准备了，随时可以就位。我这就命令他们朝云家大院所在方向集结。”王富贵是懂叶凡的，立马开始打电话去安排。苏一雪听着手机里不断的汇报，有些坐不住了：“老公，我要去总店那边去看看。”这里。苏一雪一走，担心这里再出什么变故。叶凡自然懂苏一雪的意思，自己老婆的公司，叶凡也应该帮忙。你去吧，这里交给我，自己小心点。叶凡并没有多想，但出于安全考虑，还是给李虎打了一个电话：“我老婆要出去谈点事情，你安排几个兄弟关照一下。”叶凡本来只是做防御手段，怕苏一雪出什么事，但叶凡完全没想到，云飞扬居然真的敢对苏一雪出手。苏氏集团发生了这么大的变故，原本还等着庆祝的苏东瞬间傻眼了。这个叶凡怎么就这么讨厌？苏东悄悄地将所有的事情都汇报给了云飞扬。云飞扬得到消息后也是气得不行，哼，都是叶凡这个混蛋3番2次的坏老子的好事。很好，那老子今天就一定将你的老婆给强上了，看你还怎么嘚瑟。云飞扬的第一波计划是利用苏氏集团的渠道商给苏氏集团制造内乱，而第2波计划就是砸店。为了这次行动，云飞扬可是花了大价钱，请云城4大教父之一的张麻子出手，这是可以和李虎抗衡的存在。张麻子也想借助云家的力量再上一个台阶，所以两人一拍即合。而第3波计划则是将苏一雪给绑了，然后强上。其实不得不说，云飞扬的智商还是在线的。如果换作是其他人，面对这么一套组合拳下来，直接要不干嘛，一切再要按着云飞扬的计划来执行。姐夫，苏一雪已经离开公司了，你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苏东看到苏一雪离开之后，马上又开始给云飞扬报信。但苏东不知道的是，他躲在厕所里打电话汇报的声音，恰好被出来的王富贵听到了。联想到之前苏东和云飞扬的勾结，王富贵顿时想到了一个可怕的情况，连忙朝会室走去。这件事肯定不正常，嫂子怕是有危险。此时的云飞扬在云城大酒店的套房里，穿着一身浴袍，房间里还架着3台摄像机。放心，我这房间开好了，药水也准备好了，摄像机也准备好了，哈哈，到时候给你发一份纪录片，让你也欣赏一下你姐的美好身姿，哈哈，必须要，哈哈。那个小娘们平时看起来一本正经，都是装的。会议室里，叶凡正在督促那些极不情愿的渠道商结算货款。黄波等大部分渠道商其实都已经清算完毕了，现金太多，一下也搬不走，有些无奈之下，只好又喊人前来帮忙。大哥，嫂子可能有危险，刚才我听到苏东在打电话，似乎在给云飞扬报信，问云飞扬那边准备好了，要不你还是跟着嫂子一起去吧。这里交给我，没问题的。王富贵有些着急地催促着叶凡。叶凡还没开口，李虎的电话就打了过来。叶少，情况有点不对劲，我的手下刚才在暗中跟着苏总的时候，发现还有其他人的在暗中尾随苏小姐，似乎是张麻子的人。而且我刚才得到消息，今天突然砸苏小姐那些柜台的人也是张麻子的人，我怕他们对苏小姐不利，我正在调集人手过去支援，我已经在去的路上。李虎都打电话汇报，说苏一雪被跟踪了，那说明情况的确有些不对。那个什么张麻子居然敢对苏氏集团动手，调集人手，今天直接灭了就是。叶凡眼里闪过一抹狠厉，叶家大少归来，看来还高调的不够，那么是要做点杀鸡儆猴的事情了。在省城自然要灭了云家，而在云城那就从灭张麻子开始吧。好，谢谢叶少。李虎心中也是一阵窃喜。李虎和张麻子两人相互争斗多年，因为两人的力量旗鼓相当，一直都是谁也奈何不了谁。若是其他人说灭了张麻子，或许李虎还会有所怀疑，但叶凡开口，李虎是绝对相信的。叶凡本身的实力那可以用惊叹来形容，而且叶凡背后还有叶家以及隐藏的北洛师门，想要碾死一个张麻子跟喝水一样简单。和李虎挂断电话，叶凡没有任何迟疑，对王富贵道：这里就交你了。王富贵也是会功夫的，震慑这一群渠道商还是足够了。叶凡起身便准备下楼，赵玲珑也快步跟了过来。太爷和爷爷说过，要赵玲珑24小时寸步不离地照顾叶凡，不能让叶凡出任何事情。听说叶凡要去救人，赵玲珑自然不放心。虽然赵玲珑不会武道功夫，但大力出奇迹，自己的拳头多少可以帮忙的。对此，叶凡倒是没有反对，一边快速下楼，一边拨打苏一雪的电话：老婆，你现在哪里？我正在朝市中心的总店那边赶去，不过路上好堵啊，我前后有好几辆商务，走得特别慢，还总是胡乱变道，烦死了。苏一雪接听着电话，有些疑惑：老公，怎么了？有事吗？此时的苏一雪自然还不知道，
那几辆商务车根本不是随机出现的，而是张麻子人已经开始在故意拦截苏一雪了。情况有些紧急，叶凡一边快速启动车辆，一边叮嘱着苏一雪道：“一雪，你让司机慢点开，尽可能朝人多的地方开，把位置共享打开，随时和我共享定位。你被人盯上了，不要害怕，我马上过来救你。”啊！苏一雪瞳孔一阵放大，大白天的，居然还有人敢绑架吗？不过想到公司渠道商这么大规模的来必要款项，还有周围那几辆一直鬼鬼祟祟的商务车，苏一雪瞬间也想明白了，这一切都是云飞扬的手段。苏一雪抬头朝前后看了2眼，这才发现其实路上根本不堵，而所谓的堵车只是苏一雪身边那几辆车所造成的假象罢了。小王，你开慢点，就在前面的广场边上停下。苏一雪挂断电话之后，立马将手机定位开启，同时吩咐着前面的司机小王，让他准备在前面的广场边上停下。广场那边有武警巡逻，还有那么多人在现场，就算有人想对自己不利，也不敢如此放肆吧。但让苏一雪没想到的是，司机小王不光是没有减速，反而是一脚油门把车辆开进了一条巷子里。苏总，对不起，他们实在给的太多了，您放心，云少说了，不会要您的性命，您保重。话音落下，司机小王直接拉开车门，纵身跳了下去，眨眼间便消失在巷子深处。啊！苏一雪一时间还没反应过来，自己最信任的司机小王居然叛变了。苏一雪没有任何迟疑，立马打开车门冲下去，现在只能自救了，等叶凡的到来。可是那几辆一直跟随的商务车此时也在巷子口停下，一群黑衣壮汉杀气腾腾地朝苏一雪围过来。苏小姐，别挣扎了，跟我们走一趟吧。云少可是将房间都开好了，你们还有没有王法？大白天的居然敢绑架本小姐！苏一雪看着不断朝自己逼近的这些壮汉，心急如焚。云飞扬一直惦记着苏一雪，若是落入到云飞扬手里了，那是什么下场？苏一雪当然清楚，自己清白的身子都还没给叶凡，若是被云飞扬这么玷污了，那苏一雪必然会后悔一辈子。苏一雪将手里包包挥打出去，想要阻止那些壮汉靠近，但一个弱女子在这些壮汉面前根本就是砧板上的肉。王法在云城，我麻子大哥就是王法。领头的一个壮汉嘴里呵斥的同时，一把将苏一雪的包包抢走，然后伸手便准备要去抓苏一雪的手腕。但就在快要触碰到苏一雪手腕的瞬间，噗嗤，一道沉闷的响声在苏一雪面前响起。从那壮汉背后，一个精干的身影急速闪现，手里明晃晃的战刀直接一刀将那壮汉的手臂砍断。教官的老婆，你们也敢亵渎，找死！先一步赶到的不是别人，正是云城地下教父李虎。和李虎一起来的还有手下几个悍将，包括还有之前就跟在苏一雪身后一辆商务车上李虎的手下人马。苏小姐，你站到后面去，放心，叶少已经在来的路上，不出5分钟应该就能到。李虎手持战刀，和几个手下形成了一个保护圈，将苏一雪保护在中间。啊！那个被砍断手臂的壮汉疼的一声惨叫，咆哮出来，看清楚来的是李虎之后，瞬间跳了起来。李虎，你踏马找死啊！麻子哥的事情也敢插手，你活腻了吗？等麻子哥来了，有你好看的。张麻子和李虎之前的矛盾由来已久，大家都清楚，两人之间会有一场生死大战，就看是什么时候发生。哼，只要张麻子今天敢来，就是他的死期。李虎之前还不太敢和张麻子开战，毕竟听说张麻子手下也笼络了一批武道高手，但现在教官都发话了，要灭了张麻子，李虎瞬间有了底气。哈哈，是吗？李虎，老子今天就来了，我倒是要看看你怎么弄死我。李虎话音刚落下，巷子口再次响起一阵哗啦啦的脚步声，一群人手持战刀将巷子口堵得死死的。领头的不是别人，正是云城4大教父另外的一个，外号张麻子，人如其名，脸上密密麻麻全是麻子，而脸上那一道刀痕则是增添了张麻子的凶狠。李虎扫了一眼，张麻子手下8大金刚居然全部到场了，而且还有好几个气息不弱的武道高手也站在张麻子身侧。好你个张麻子，看来你今天是早有准备啊。李虎脸色有些阴沉，张麻子的人都倾巢出动了，很显然，若只是想抓苏一雪的话，不用这么大阵势，这是冲着自己来的。不过李虎虽然有些担忧，但却并不害怕。刚才李虎和叶凡已经通话了，叶凡5分钟内就能抵达，只要自己能坚持5分钟，叶少杀到，张麻子算个屁。哈哈，李虎，看来你还不算太笨，本来老子没打算亲自出马的，但听到手下说你都亲自过来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怎么可能放过？张麻子一脸得意的开口继续道，怎么样，在这个地方给你埋尸，位置还不错吧？本来没打算这么快和你动手的，但机会摆在了面前，不动手有点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啊。张麻子完全一副吃定了李虎的姿态，别往外面看了，你叫来支援的那些人，我自然有办法让他们来不了这里，至少在弄死你之前，他们到不了。兄弟们，给我杀！
除了苏一雪，其他人不留一个活口。张麻子也是狠人，出手就是死手，不给李虎任何活命的机会。虎爷，现在怎么办？李虎身边几个手下看到眼前的阵势，有些慌张。他们完全没想到张麻子居然亲自带人杀了过来，而且还来得这么快。你们不用管我，记住唯一的命令，就是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好苏小姐。啊，是。噗嗤，砰砰。随着张麻子一声命令，手下小弟瞬间挥动手里的战刀，朝着李虎和苏一雪等人冲杀过去。两拨人瞬间战斗到一起，也幸好巷子比较狭窄，所以虽然张麻子人数上占据优势，但直接可以冲上前和李虎等人战斗的人却只有不到10个。李虎手下跟来的都是最强的悍将，张麻子第一波、第二波的攻击，李虎这边还是轻松应付了下来。但紧接着第3波、第4波攻击，李虎这边就有些吃力，其中好几个手下都已经挂彩。如此一来，李虎这边压力就更大了，只能将保护圈缩小，护卫着苏一雪朝巷子深处退去。该你们上了。张麻子对着身边几个武道高手点点头，这些人正是云飞扬派来抓苏一雪的，所以配合张麻子一起行动。武道高手对付普通的混混，那完全是单方面的虐杀。随着张麻子身边那几个武道高手出动，李虎身边的手下已经倒下去了一大半。那些武道高手倒不太理会李虎那些手下死活，他们主要的目标是苏一雪。将李虎的那些手下放倒之后，便朝着苏一雪继续围杀而去。你们敢碰他一根手指头，我保证你们今天死无葬身之地。李虎肩膀上也挨了一刀，鲜血淋漓，但却以及拖着战刀挡在苏一雪面前，做苏一雪最后的屏障。两个武道高手没有理会李虎，砰砰2拳砸出，便将李虎砸得口吐鲜血，身体踉跄着，都快要朝地上倒下去。李虎虽然也有一点武道气息，但毕竟没有经过专门的修炼，底子不足，能扛住2个武道高手的攻击，而不倒下就已经很不错了。噗嗤，李虎是再坚持不住，嘴里狂喷一口鲜血，用尽最后力气对着苏一雪道：“苏小姐，快朝后面跑，叶少马上就来了。”李虎看了看手上的手表，4分40秒，还有20秒，叶凡就一定会来，只要能坚持最后这20秒，苏一雪就安全了，而自己也就安全了。苏小姐，还想走吗？云少可是交代了，让我们将你扒光了送到他床上去的，我们就不客气了。说话的同时，2个武道高手一些淫邪地盯着苏一雪，左右抓住苏一雪的手臂，便想要撕扯苏一雪身上的衬衣裙摆。苏一雪国色天香，号称云城第1美女总裁，这2个武道高手自然也想对苏一雪一清芳泽。畜生，你们找死！李虎嘴里呵斥的同时，拼着最后一点力气，一刀劈向其中一个武道高手，而手臂则是将另外一个武道高手的手臂抱住，狠狠在他手臂上咬了一口。啊！你他妈属狗的，你不要命，老子就彻底要你的命！那个武道高手也被激怒了，抽出手里的战刀，对着李虎的心脏便狠狠刺下去。咻！危机时刻，一把战刀横飞了过来，径直将这个武道高手手臂斩断。与此同时，巷子外面一阵发动机嗡嗡的声音，一辆摩托车呼啸着从地面腾飞，沿着巷子的围墙与地面水平，朝着李虎和苏一雪冲来。来的不是别人，正是叶凡。靠近苏一雪的瞬间，叶凡直接从摩托车上跳了下来，双手将摩托车挥舞起来，横扫朝着他身边2个武道高手砸去。轰隆轰隆，那2个武道高手也算是化尽巅峰的实力了，但在叶凡面前根本就不够看的，1秒都没坚持到，瞬间被砸飞了出去。人在空中，身上的骨头都已经寸寸碎裂，狂喷了几口鲜血之后，坠落在地上，抽搐了几下，随即没有了任何动静。老婆，没事了。叶凡伸手将苏一雪搂在怀里，轻轻地拍了拍苏一雪的后背。苏一雪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松了下来。叶凡的实力，苏一雪是知道的，只要叶凡在，这些垃圾混混都不在话下。李虎见到叶凡来，紧绷的神经也终于松弛了下来，身体踉跄了一下，就要朝地上倒去。叶凡连忙伸手一把将李虎扶住，把李虎肩膀上的几处穴位封锁住，先止血。你还好吧？叶凡看出来了，李虎的精力几乎被耗费干净了，说是到灯枯油尽也不为过，所以扶着李虎的时候，手上一道气息涌入李虎体内，帮李虎补充着体内耗费的力量。随着叶凡这道气息进入体内，李虎瞬间感觉自己恢复了几分力气，心中惊喜的同时，连忙回应叶凡道：“教官，我没事。”幸好教官来得及时，不然属下就没脸见教官了。叶凡点点头，今天你做得很好，不过你实力太低了，给你一样东西，回去之后好好修炼一下，实力至少要突破到掌控境界之上吧，不然你这个老大也当得太窝囊了。说话的同时，叶凡将一颗3品丹药丢给李虎。虽然4品丹药叶凡也很难弄到，但3品丹药北落师门还是不少的，虽然这东西珍贵，但对于现在的叶凡来说用途并不大了，可对于李虎来说，3品丹药却是天价之宝。平常李虎这些人虽然在云城势力不小，
也有钱，但弄丹药的渠道他们都无法接触，用钱也买不到。丹药瓶拿在手里，虽然瓶盖还没打开，但从里面散发的浓郁香味，还有波动的强大的能量，让李虎激动的声音都在颤抖了。谢谢教官，谢谢教官，属下今后一定为教官肝脑涂地。这可是3品丹药啊，多少宗师高手都梦寐以求的宝物，而叶凡就这么送给了李虎。可以想象，凭借这颗丹药的力量，李虎突破掌控境界是轻轻松松的事情，若是运气好，成长为大宗师高手也是有可能的。地上，李虎那些受伤的手下都一脸羡慕地看着李虎。叶凡嘴角一翘，也没有吝啬，另外拿出了1包1品丹药丢给他们。我这里还有一些1品丹药，今天你们保护我老婆都辛苦了，拿着这些丹药回去服用，在李虎的教导下，你们应该也可以成长为武道高手。谢谢叶少。这一刻，所有的这些人都觉得今天的付出值了。1颗丹药让你踏入武道境界，可以想象后面的路就好走了啊。叶凡突然感到，而出手的动作又太过迅速，一切发生在电光火石的瞬间，张麻子等人都还没反应过来。等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叶凡已经将苏一雪解救了下来，将必死的李虎也救了下来。张麻子本来还有些担忧的，以为叶凡带来了很多援军，但看到只有叶凡一个人之后，瞬间就淡定了。在这就是传说中的叶家的那个废物少爷吗？最近可有不少人想要你死啊，林家主都说了，谁若你要你的脑袋，他愿意出1个亿。张麻子说话的同时，眼神中闪过一抹贪婪，眼神死死地盯着叶凡。叶少，今天是你自己送上门来，去了地下，别怪我们。杀，一个不留。张麻子眼神中闪过一抹狠厉，对着身边手下下达了死命令。李虎，你以为你投靠叶凡就能没事吗？告诉你，叶家马上就倒了，今天就是你们所有人的死期。张麻子嘴里咆哮的同时，挥动着手里的战刀，居然还想主动朝叶凡进攻。叶凡冷冷看了张麻子一眼，全身杀气凛冽，没有任何迟疑，脚腕在地上蹬，挥动地上的摩托车，主动朝张麻子这群人中间冲去。砰砰砰！叶凡已经是超越武尊的强大存在，这些垃圾混混在叶凡眼里完全就是蝼蚁一般的存在。叶凡一路横扫，挥舞着摩托车，如旋风一样在人群中来回穿梭。不过几十秒的时间，张麻子这边上百人就已经没有一个站着的了，包括张麻子自己培养的一些武道高手，还有手下8大金刚。虽然在外面吹嘘起来很厉害，可在叶凡眼里就跟纸糊的一样，摧枯拉朽，全部被打趴下。你还是人吗？张麻子倒在地上，双腿和手臂全部被砸断，忍着剧痛看着眼前这一幕，震惊的都傻眼了。谁他妈说叶家少爷是废物的？这尼玛简直就是魔神啊！轰隆！让张麻子更绝望的是，他们停在巷子口的商务车居然被一个美女直接一拳砸爆，然后踢飞了。来的这个是赵玲珑。赵玲珑将路清理干净之后，带着李虎安排的后援人马全部杀了进来。不用说，张麻子所安排阻挡的人应该已经全部被灭了。叶凡这边除了叶凡之外，居然还有一个女孩子，也这么猛。看到这样的情况，张麻子知道自己败了。张麻子，没想到你也有今天吧？李虎拖着战刀，一脚踩在张麻子胸膛上，居高临下的看着张麻子，眼神中满是戏谑。张麻子知道今天自己肯定是活不了，是云飞扬让我来抓苏一雪的。云飞扬在云城大酒店8楼至尊套房里，让我们抓到人马上给他送过去。另外，林家家主林华也找过我，让我找机会对叶少动手，也是集团杨涛、许超都是他们的人。我知道的都说了，给我一个痛快吧。张麻子将消息告诉给叶凡和李虎，图的就是这个痛快。李虎朝叶凡请示了一下，看到叶凡点了点头，这才挥动手里的战刀，当场将张麻子斩杀。一代枭雄，曾经雄霸一方的张麻子就此殒命。那么张麻子所辖制的地盘自然会被李虎全面接管。经过今日一战，李虎必然会成为云城最大的地下教父，整合云城也是早晚的事情。当然这是后话了。叶凡和李虎带人冲到云城大酒店的时候晚了一步，云飞扬已经提前跑了，不过房间里的摄像机还有那些药水都没来得及收走。将这些东西都打包，我要马上去省城，这些东西必须全部用到云飞扬身上。叶凡阴沉地对李虎吩咐了一声，立马打电话让王富贵，让那100台推土机立刻在云家大院外集结，我要马上去省城。好，我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坐直升机过去，用不到20分钟就可以抵达。20分钟后，省城云家大院门口，叶凡和王富贵、赵玲珑3人从直升机上下来。而在云家宅院外面，已经聚集了100台大型的推土机，里3圈外3圈团团将云家宅院包围起来，发动机已经启动，就等叶凡一声令下。叶少，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等您命令。推土机领头的队长看到叶凡，连忙上前恭敬鞠躬的请示道。夜色之下，云家大院突然被这么多推土机围困，云家众人都已经得到了消息，此时几乎全部都跑出来，在大门聚集着，这是要干什么？没有王法了吗？
难道还想将我们云家推倒不成？谁他妈吃了雄心豹子胆？云家那些成员纷纷对着推土机叫骂着。领头的云伯天本来还在疑惑是谁想对云家动手，但看到叶凡和王富贵出现，顿时明白了。云飞扬在云城所做的事情，云伯天自然是知道的。10分钟前，云飞扬已经打电话求救。叶少，对不起，求你放过云家这一次。云伯天通过多方调查，已经知道了叶凡的厉害之处，连松帕将军都对叶凡如此恭敬，一个小小的云家，怎么可能是叶凡的对手？之前听说赵家已经投靠叶凡，云伯天还以为这只是谣言，但现在看到赵玲珑恭敬地站在叶凡身边，云伯天知道那不是谣言，叶凡已经收服了赵家。更何况叶凡背后还有大夏第一家族叶家支持，背后还有北落师门。虽然外界传言叶家3年前被元气大伤了，但现在看来叶家只怕要更上一层楼啊。叶凡冷冷地看着云伯天，放过你们，上次我就警告过你们，胆敢再骚扰我老婆，我一定推平你们云家。你们以为本少是开玩笑的？想抢我老婆，还收买那些渠道商围剿苏氏集团，更是砸碎苏氏集团那么多柜台，还打算抢我老婆。你们云家不死，真以为我叶凡是好欺负的吗？叶凡冷冷的一声呵斥完毕，对着100台推土机道：动手，推平云家。眼看叶凡就要动手，云伯天此时都后悔的恨不得扇自己耳光。早知道叶凡这么厉害，自己当时就不应该让自己那智障儿子去云城，不该让云飞扬去招惹苏一雪，然后惹上叶凡。就算当时叶凡通过松帕将军已经警告过云家了，自己后面就不应该纵容云飞扬再对苏氏集团动手，还想挽回松帕将军的合作机会。至于苏一雪母亲后面的力量，据说的确强大，甚至和4大圣地都可以抗。但云飞扬想走捷径，直接把苏一雪泡到手，从而获得苏一雪母亲那边的支持，可事情哪有那么容易？苏一雪和叶凡感情本来就这么好，苏一雪都是可以给钱让叶凡出去泡妞的存在，而叶凡背后的更是有叶家撑腰，一个小小的云家根本不可能抢得过叶凡。叶少，求你！云伯天跪在地上，快步朝叶凡爬过去了几步。看到云家那么多人还都站着无动于衷，云伯天对着众人大声呵斥道：你们都还杵在那里干什么？还不跪下来求叶少？云伯天一脸乞求地看着叶凡：叶少，一切都是我那混账儿子云飞扬做的错事，所有责任我一个人承担，我替他给叶少道歉。叶少要我命都可以，求叶少放过云家。看到云伯天如此情况，叶凡心里稍微迟疑了2秒，但不等叶凡开口，云家众人中间就有人跳了出来：二叔，你干嘛给这个傻逼下跪？他带着这么多推土机又如何？我们云家也不是吃素的，而且堂哥已经回省城了，他去找孔公子搬救兵去了，到时候谁哭还不一定。大家都不要怕，都抄家伙，谁若是胆敢动我们云家一根汗毛，马上就弄死他。我们云家怕过谁？对，大家怕什么？他们就只来了3个人，我们云家的保镖都有30个，还打不过他们吗？就是，人家都已经打到门上来了，我们不能太窝囊，必须要让他付出代价。那个叫什么叶凡的家伙，现在爬过来给我们云家跪下道歉，我们可以考虑放你一马。开口的是云伯天的侄子，名叫云彪，人如其名，的确很彪悍的。在他的蛊惑下，云家众人都开始纷纷附和，开始喧闹起来，甚至有人都从云家大院里掏出了战刀等家伙，打算和叶凡等人拼一波。闭嘴，不想死都给老子跪下！云伯天都快急疯了，他们是真的不知道叶凡的厉害啊！叶凡家族可是大夏6大豪门之首，3年前那次袭击，所有人都以为叶家元气大伤了，但实际上叶凡却是在隐忍发展，大夏的天下怕都要变了。云家主，这就是你们云家认错的态度吗？哼！叶凡淡淡的看着云伯天，眼神中闪过一抹狠厉。云家今天必须灭！我……云伯天还没开口，云家大门口10几辆面包车在门口停下，云飞扬带着一群黑衣保镖，手持战刀，杀气腾腾的冲了下来。看到父亲跪叶凡面前，顿时咆哮道：叶凡，你找死！孔少，就是他，让你的人上，只要能杀了他，你开的条件我给你双倍。云飞扬招呼着身边的一个戴着墨镜的公子，便打算对叶凡动手。在云城，那是叶凡的地盘，云飞扬不敢将叶凡怎么样，但现在回到了省城，云飞扬以为自己又行了，甚至将省城的豪门家族孔少请来，让他调动了自己家族最强护卫黑衣卫出动，是必要弄死叶凡。孔少看了一眼这边的情况，刚要开口说话，叶凡身边的赵玲珑已经先动手了，一个箭步冲出去，对着孔少所乘坐的那辆商务车轰击而去。轰隆！赵玲珑你狂暴的一拳，直接将1吨多重的商务车砸得领空飞了出去，跌落到10几米远之外。我家叶少办事，谁敢插手，这就是下场。赵玲珑开口的声音萌萌的，但话语中那股威慑却让所有人都不敢小觑。本小姐是赵家唯一掌上明珠赵玲珑，任何胆敢和叶少作对的人，等同于和我赵家开战，你们不妨试试。这一次
不用叶凡招呼，赵玲珑居然自己主动动手了。也是因为赵玲珑对叶凡的态度逐渐开始改善了，发现叶凡并没有像传言中的那么不堪。赵家虽然平日里低调，但在整个西南地区却没有几个人不知道赵家的存在。尹氏豪门的威慑力那可不是开玩笑的。这孔家少爷孔飞脚步话都已经到嘴边了，却硬生生咽回去了。云家这次是招惹硬骨头啊！赵家都为叶凡撑腰，谁还敢放肆？等等，叶凡，叶家。孔飞突然想到最近自己非常熟悉的一个名字，云城叶凡，大夏第一家族叶家的叶凡，那个霸气归来的大少爷，公然在宣家和林家订婚宴上搅和的叶凡。卧槽，云飞扬，你要害死老子！想明白其中的来龙去脉之后，特别是看到云飞扬的老爹云伯天更是还跪在叶凡面前，瞬间明白了一切。叶少，对不起，对不起，我被那个混账骗了，不知道是叶少您，我们这就撤。孔飞恭敬地对叶凡鞠了几躬之后，招呼着自己的手下，几乎是连滚带爬地退到100米之后。孔少，你都答应了我啊！云飞扬开始慌了。孔飞看到叶凡都被吓跑了，自己可就失去了最大的支撑啊！凭云家的那点人，那还玩个屁！叶少，云飞扬一脸惶恐地看着叶凡，双腿一软，直接瘫坐在地上。我错了。云飞扬在云城布置了3次攻击，搅乱苏氏集团内部，袭击苏家所有的柜台，打算绑架苏一雪，生米煮成熟饭，却都被叶凡轻松破解。而现在回到省城了，云飞扬找来的援兵还没动手，都被叶凡吓尿了。云飞扬彻底绝望了。哼，现在知道错了，你早干嘛去了？叶凡冷冷地盯着云飞扬，我给过你机会，最开始你骚扰我老婆，我没跟你计较，后面追到别墅里来，我只是教训了你一顿，后面松帕将军来签合同，又一次警告你。你真以为我叶凡好欺负吗？不是，老子只是想送你去西天，去死吧！云飞扬本来还跪在地上给叶凡道歉，但说着说着，突然从身上掏出一把沙漠之鹰，对着叶凡胸口扣动了扳机。哈哈，叶凡，你不是很厉害吗？看你怎么躲得过子弹！云飞扬在这个时候居然还想弄死叶凡。云伯天在旁边绝望地闭上了双眼。不要！咔嚓，云飞扬的扳机还没扣动下去，叶凡出手了，手掌在云飞扬的枪支上轻轻一扫，云飞扬的枪支就变成了一堆零件，哗啦啦跌落在地上。砰！叶凡一脚猛然朝着云飞扬胸口踢过去，强大的武道气劲涌入云飞扬体内的经脉中，瞬间将云飞扬体内的五脏六腑轰击碎裂。云飞扬七窍流血，生机力量已经被击碎，但却不会马上殒命。云飞扬在酒店开好房间，还打算惦记叶凡的女人，那么叶凡还要送他最后一程。老王，之前准备好的狼狗还有那些药物都准备好了。王富贵点点头，那边那个集装箱就是给他准备的。走吧，云少，好好享受你狂欢时刻吧。王富贵提着云飞扬离开的时候，叶凡一挥手，100台推土机轰隆轰隆正式开始行动，齐刷刷的朝前推进。豪华的云家宅院从大门开始，在推土机铁铲下开始轰然倒塌，烟尘滚滚，还有房屋倒塌的炸裂声响，见证的却是一个家族的陨落。不远处的孔飞看得胆战心惊，心中看叶凡眼神中又多了几分灼热。霸气，这个叶少是真的敢推啊！这表面看起来推的是云家的宅院建筑，但实际上却是云家的灭门之灾。云飞扬的那个堂弟还不知死活地冲上前去，想要拦住推土机，以为推土机会因为前面有人拦着而停下，但结果就是直接被推土机碾碎，连惨叫都没发出一声。如此一幕直接将众人震惊了。原本还打算和云彪一起拦的云家弟子，此时都无比慌乱的想从推土机中间逃离，可惜有玉镯啊，还有的密码箱。云家众人还在惋惜自己存放在家里的宝贝金钱，但他们却不知道，从此刻起，省城显赫一时云家就此覆灭了。云伯天整个人瘫软在地上，双眼无神，嘴里喃喃自语道：云家列祖列宗，我对不起你们，对不起你们。另外一边，旁边的集装箱里传来一阵剧烈响动，随即然后就是云飞扬鬼哭狼嚎的咆哮声：啊，不要啊，老子受不了了，快放我出去！那些对付女人的药水给云飞扬吃下，然后和一群狼狗关在一起，会发生什么？画面太美，不敢想象。100台推土机聚集在云家宅院门外，这么大动静，其实也引起了省城诸多其他家族的观望。孔家、廖家、安家、周家各自都派来了代表现场悄悄观察。当看到叶凡真的动手将云家推平之后，全都震惊了，一边朝各自家里汇报情况，一边将现场的视频发到了网上。云家被神秘高人推平，100台推土机推平宅院是什么体验？省城云家完蛋了，各种短视频在网上瞬间开始发酵沸腾，而省城各大豪门家族都开始紧张起来，
什么？叶凡来省城了？那个瘟神来干什么？吩咐下去，让家里人见到叶凡都躲远点。我的个乖乖，叶凡那家伙可不好惹啊，连云家都敢灭。谁说叶家已经衰败了？来人，给我盯着叶少的踪迹，制造机会让我和叶少偶遇此子，将来必成大器。叶凡如此狂妄的动作，像是在省城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一颗石子一样，引起了一连串的涟漪。云家旗下所有的资产、股票应声下跌。叶凡站在云家大院门外，突然想到了一个人，轩宇飞。轩宇飞本来之前就是叶凡的未婚妻人选，爷爷也说过，这么多年轩家其实一直在暗暗帮衬叶家，而且虽然和叶家退婚，但最后关头也没有和林家站在一起。那就送轩家一份礼物吧。钱老婆。叶凡刚想拨通轩宇飞的电话，轩宇飞的电话倒是打了过来。叶凡，你最近小心点，最好不要乱出门啊。我听说林家找了血衣门高手，一下出动了3个，还有古教那边据说也来了高手，都是要来杀你，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啊。若是人手不够，我可以给你借用高手的。血衣门吗？哼，他们不来找自己，叶凡还有去找他们。而且叶凡身边表面上只有王富贵和赵玲珑，但暗地里还有韩卓在保护。要知道韩卓也是宗师级别以上的高手，最擅长潜伏暗杀，战斗实力都堪比5尊级别的强者。有这么一个超级保镖，现在一般的杀手想要靠近叶凡都难。而且现在叶凡的实力根本不惧怕这些垃圾。好，我知道了，我也正要打电话给你。钱老婆，为了感谢你给我通报消息，我决定送你一份礼物。话语顿了顿，叶凡继续开口道，省城云家大院已经被我推平了，现在云家所有的股票价格都在急速下降，若是你有想法的话，可以抄底接管云家产业。啊！轩宇飞听到叶凡的话，不由发愣了几秒。叶凡将省城云家直接推平了，这不过想到叶凡那恐怖的手段，轩宇飞瞬间释然了。这样的事，叶凡是真的干得出来。谢谢你。轩宇飞一脸温柔。现在你在省城吗？你什么时候回来？我想请你吃个饭。轩宇飞话语中的柔情都快画出水来了。轩宇飞的心思，叶凡怎么可能不知道？轩宇飞哪里是想一起吃饭？这小妞很明显是想吃自己罢了。再说吧，既然来省城了，叶凡除了处理云家的事情，还要去处理周家。周家乃是当年袭击叶家的直接帮凶之一，和赵家不一样，是直接对叶家动手过的，而且还牵涉到皇家1号小师妹的产业问题。叶凡自然不会放过他们。省城周家大院里，家主周明看着手机上云家被推平的画面，脸色一片阴沉。哼，这个叶凡太嚣张了，居然敢在省城如此放肆，就没有人管吗？因为皇家1号的事情，周家已经和叶凡交锋了2次。周涛想去暗杀苏禅，结果恰好碰到了叶凡，直接被干掉了。周家总管和许云谈判，想要抢夺皇家1号，结果也被叶凡假扮成叶君天干掉。虽然周明没有证据，但却非常肯定，就是叶凡弄死了自己的儿子和管家。家主，您说叶凡来省城了，会不会也对我们周家动手？在周明身边，助手有些担忧的开口道：叶凡就是一个疯子，他都敢将云家推平，若是他知道周家当年参与了袭击叶家的行动，他……闭嘴！周明被手下说的胆战心惊，自从叶凡归来，自己儿子周涛被杀死之后，周明就没睡过一个安稳觉。3年前对叶家的行动，不是说叶家必灭吗？叶凡当年都被挖了肾脏，成了一个废人，可现在叶凡哪里像废人的样子？林华到底在搞什么？不是说请了血衣门的高手暗杀叶凡吗？周明所联系的上京苏浩大少的确说了要带着圣地高手来狙杀叶凡，可到现在还没有动静，周明现在只能指望林家。想到这里，周明立马拨通了林华的电话。林家主，现在什么情况？你不是请了血衣门人对叶凡动手吗？怎么叶凡现在都闹到省城来了？电话那头，林华也看到了叶凡推平云家的视频，心里也没满是忐忑。云家只是招惹叶凡老婆所在苏氏集团，叶凡就直接将人家宅院推平了，而林家可是当年参与袭击叶家的主力军啊。按照叶凡的个性，那起步是要将整个林家挫骨扬灰。若是继续让叶凡这样下去，估计很快就轮到林家了。血衣门第2波高手今晚就会抵达云城，叶凡绝对活不过明晚。而且我们林家也将会全面对叶家开战了。这次有漂亮国拉菲特操盘，叶家必然输。林华这次显得格外有信心，因为在大夏，除了林家和那些家族想叶家灭亡之外，最重要的皇室也不希望叶家太强势。那就好，那就好。周明听到林华的话，心里终于暗暗松了一口气。挂断电话之后，周明对身边的助手道：皇家1号那边许云那个小娘们的事情安排的怎么样了？我们上个月抢的他们的会所，他们居然还想拿回去，做梦！助手连忙道：家主放心，我已经安排人随时盯着他，就等您一声令下，随时可以动手。周明冷哼一声，点点头道：
哼，这小娘们居然和叶凡勾结在一起，杀死了我亲兄弟、亲儿子，居然还赶到省城来，不弄死他，老子死不瞑目。助手在旁边一脸邪魅的道：家主，这样直接弄死了多可惜啊！你也看到过，许云那娘们长得水灵着了，弄死之前完全可以先享受一番啊！这也是对姓苏的那婊子一个警告。你说的对，许云那娘们现在在哪里？我现在就要看到她在老子身体下婉转。就在花都大酒店，家主请，我给您带路。花都大酒店9楼901房间。许云刚刚沐浴完，穿着一件薄纱睡裙，趴在床上，光着白净的脚丫子，晃动着小腿，刷着视频。省城云家大院被神秘高手推平，如此一条劲爆的视频，顿时引起了许云的注意。而许云再次仔细看第2遍的时候，突然在视频上看到了一个熟悉的人影，叶凡。他也来省城了，所以推平云家是他干的。天啦！许云从床上坐起来，身上的衣服都滑落了半边，露出里面白皙锁骨，都浑然不知。前段时间云家在封杀苏氏集团这件事，许云是知道一些的，结果现在叶凡居然直接用推土机将云家推了，这就是冲冠一怒为红颜吗？许云心里不由有几分羡慕苏一雪，有这么好一个老公，实在太幸运了。但同时，许云又为苏禅打抱不平，叶凡本来就是苏禅的师兄啊，两人青梅竹马，明明叶凡就在眼前，苏禅居然不敢相认。那天晚上还害自己被叶凡占了便宜。想到那天晚上叶凡对自己做的事情，许云心里就扑腾扑腾直跳。哼，死坏蛋，占了便宜，吃干抹净就想不认账吗？思来想去，许云还是决定给叶凡打电话，邀请叶凡一起吃个夜宵。这不是为自己，而是为苏禅。对，就是这样。苏禅不主动，那自己就要主动出击，帮苏禅争取叶凡。眼看云家大院已经推平，叶凡嘴角浮现一抹冷笑，朝黑暗中使了个眼色。黑暗中潜伏的正是韩卓。斩草除根，这个道理叶凡非常懂。云家都想弄死叶凡了，叶凡对他们自然也不会客气。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4。云家那些核心成员一口都不会留，不过这都不用叶凡动手了。韩卓作为北洛师门第一杀手，想要弄死云家的那些成员有100种方法，车祸、跳楼、中毒，这些都不用叶凡自己动手。叶凡刚想转身离开，许云的电话打了过来。叶凡邪魅一笑，接通电话道：怎么，云姐想要兑现自己的承诺了？叶凡故意打趣着许云。那天晚上，许云央求叶凡出手，震慑周家来谈判的林天等人，给出的条件就是叶凡如果答应了帮助皇家1号，许云就随叶凡的意。电话那头的许云听到叶凡的话，顿时脸色一阵羞红。哎呀，你怎么这么坏？不过我敢给，你敢来吗？我刚好也在省城哦。只是稍微的羞涩之后，许云瞬间恢复了正常。毕竟许云也是会所明面上的老板，虽然洁身自好，但毕竟也是一个成熟御姐，御姐的技巧是非常牛的。你也在省城？叶凡一愣，是来办什么事吗？你认为的那个小师妹楚嫣姑娘不是要在省城来办点事吗？遇到了一点麻烦，我过来帮个忙。许云回应了一句。还楚嫣？叶凡嘴里淡淡一笑。这段时间叶凡通过叶家的人脉，北洛师门重启之后的力量，几乎将那个楚嫣调查清楚了。那个楚嫣就是当年从北洛师门被带回去的苏禅，不过既然许云没有说破，叶凡也就没有拆穿。好，你在什么地方？我马上过来找你。小师妹遇到了麻烦，叶凡自然要出手帮忙，不等许云邀请，叶凡直接要过去找许云。花都大酒店901，我等你哦。许云挂断电话的时候，声音还故意很娇媚的魅惑了一声。花都大酒店，许云听到说叶凡要来找自己之后，迅速起身收拾了一番，重新化妆，穿了一件低领的白色 T 恤，下面是一条牛仔短裙，整个人看起来妖娆，充满魅惑。哼，我就不信老娘这么充满魅力，还不能把你的心拉回来一点。我要为小禅争取。其实许云哪里知道，其实在叶凡的心里，小禅一直都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而许云如此做只是白白牺牲了自己。收拾完毕之后，许云下楼，打算在酒店门口等叶凡。毕竟就算要做点什么，也要先出去吃点东西再说。嘎吱，许云刚在出现在酒店门口，几辆商务车在许云面前停下，周明和一群手下从车上下车过来，团团将许云围住。周明，你们要干什么？许云看到周明，眼神中浮现一抹忌惮。许云这次来省城，就是想和苏禅一起从周明手里将之前周家抢走的产业拿回来的。而现在苏禅和许云两人还没开始行动，周明却先一步找到了自己。而看周明那模样，今天怕是来者不善啊。哼，干什么？许云，在云城你对我儿子干了什么？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还有我亲兄弟
和管家都死在了云城，你敢说跟你没关系？周明上下看了许云一眼，特别是看到许云那露在外面的小蛮腰的时候，眼前不由一亮，果然是极品啊！周明，凡事要讲证据，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儿子是我杀死？还有林天他们的死，跟我有什么关系？许云当然知道这些都是叶凡动手的，但叶凡处理得很干净，周明不可能查得到。证据？我周明做事需要证据吗？只要我认为是你做的，那你和苏禅那娘们就别想逃。来人，给我将他绑上去！还想从我周家手里把之前的产业抢回去？做梦！你们敢！许云并不会功夫，看到几个保镖上前挥动手里的包包，想要将他们驱赶离开，但却根本没用。2个保镖抓着许云的手，就打算将许云强行拽上去。此时酒店大门口已经聚集了不少人，但这些围观的人群虽然都可怜许云，但却没有一个人敢动手。就连花都大酒店的保安看到眼前的一幕，也都跟没看到一样，将脑袋转向了一边。唉，那可是周家啊，谁敢惹了？可不是吗？据说周家都得到了上京苏家的支持，日后肯定是雄霸一方的霸主，怕是连巡天司的人都要给面子。可恶，周家都一个德行。我听说之前周涛和周明父子俩前后2天都强行带了同一个女孩过夜。我去，那他们可算是同道中人啊！嗨嗨，眼看许云就要被周明的人带进酒店，一辆宝马车在酒店门口停下，苏禅和一个助理急匆匆地从车上冲下来。你们想干什么？说话的同时，苏禅冲上前去，一拳将许云身边2个保镖砸飞。苏禅当年是跟着叶凡一起在北落师门上学习武功的，虽然实力和天赋不如叶凡，但现在的实力也在掌控巅峰，半步宗师的实力对付周明身边这些普通的武道高手还是轻轻松松。周明身边其他几个武道高手还打算上前去帮忙，但还没靠近许云就被苏禅打趴下在地上。周明，你胆子越来越大了，不要忘记你的身份，你只是苏家的附庸家族，真把我这个大小姐不放在眼里吗？告诉你，我爷爷还没死。当年苏家之所以花了那么大的代价将苏禅从北落师门袭击的现场救回来，那是因为那个时候是苏禅的爷爷在掌管整个家族，而且按照苏禅爷爷的意思，将来整个苏家是要交给苏禅掌管的。所以苏禅爷爷当时还处于清醒状态的时候，明确将整个西南的产业都赠送给了苏禅，其中就包括云城的几处会所，还有省城的几个大酒店，还有暗中设置的赌场等等。后面不知道为什么爷爷突然重病昏迷，家族的大权在家族一些元老的支持下逐渐落入到了苏浩手里，然后被苏浩排挤甚至追杀。无奈之下，苏禅离开了上京家族的核心不说，甚至连省城的产业都被周家抢走了，最后苏禅只能在云城苟活。呵呵，苏禅，你终于现身了吗？周明看到苏禅没有丝毫慌张，反而还有几分窃喜。我的身份的确是应该忠于苏家，但可惜的是现在苏家掌权的是苏浩大少，而你爷爷只要苏浩大少愿意，随时都可以死，明白吗？你……苏禅被周明的话气得胸口一颤一颤的，而且从周明的话中，苏禅听到了另外一层意思，爷爷病重是苏浩搞的鬼，可恶，他怎么敢？周明冷笑一声，现在才明白这些吗？晚了。苏浩大少爷原话是，见到你们2个就地格杀勿论，所以对不起了，动手。周明对着身边的保镖呵斥了一声，而苏禅对此自然没怎么重视。哼，周明，没有苏浩派来的高手，就凭你们这些垃圾，居然还想杀我？做梦吧！苏禅的功夫，放眼整个周家，除了周家老祖苏禅可能有所忌惮之外，再就是周家的那个管家林天。可就在前2天，许云说过林天已经被叶君天给杀了，那么现在周家已经元气大伤了，这也是为什么苏禅敢老找周家拿回之前的产业了，在西南和天南省经营这么多年。苏禅作为苏家的嫡系大小姐，自然还是有一些嫡系人马的，比如说跟在苏禅身边的这个助理姚童，就是苏禅从上京带来的，除了许云是苏禅最信任的手下。是吗？苏禅，你太自信了。周明淡淡一笑，对苏禅身边的姚童使了能眼色。下一刻，在苏禅惊愕的眼神中，姚童突然动手了。滋吱滋，姚童手里的电棍对着苏禅的腰身突然戳去，强大的高压和电流直接电得苏禅身体剧烈颤抖，转头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姚童道：姚童，你……苏禅完全没想到自己最信任的手下姚童居然在关键时候背叛了自己。对不起，小姐，他们给的实在太多了，大少爷说了，只要拿下小姐，他就娶我做老婆。而且，小姐，跟着你我看不到希望。姚童收回电棍，对于自己的行为没有丝毫愧疚。苏禅绝望地闭上双眼，一头蠢猪，连娶姚童这种鬼话，姚童居然都相信。苏浩是什么样的人，难道姚童不知道吗？干得漂亮，姚小姐，你不介意我先将他们带到酒店里爽一下，再弄死吧？
看到苏禅被拿下，周明也松了一口气，看许云和苏禅两人的眼神中充满邪魅，一下有2个美女陪伴，肯定舒服到极点啊！哈哈，赶紧抓紧时间，免得夜长梦多。姚童眉头一皱，刚刚答应周明，但看着苏禅又突然改变了主意，我心里有些不安心。要不这样吧，先将苏禅杀了再说，反正上温亦可。姚童一句话让周明发愣了几秒，但明白姚童的话之后，瞳孔瞬间一阵放大。这个姚童平时玩的野花啊！好，周明狠厉地瞪了苏禅一眼，朝姚童道：“是你动手，还是我动手？”姚童迟疑了一下，将战刀还是递给了周明，道：“还是周家主来吧。”周明点点头，没有任何迟疑，挥动战刀，对着苏禅的心脏狠狠刺去。周明，你不得好死！我师兄知道了，一定不会放过你。苏禅被电了之后，现在浑身没有一点力气，看着周明刺来的战刀，空有一身功夫，却没有任何反抗的力气。不要！许云在旁边想要冲过来帮忙，但扭头被2个保镖死死抓住，根本无法逃离。就在苏禅绝望闭上眼睛的时候，现场突然响起了一个冷冷的呵斥声，感动他一根汗毛。找死！下一刻，周明便发现自己抓着战刀的手再也无法朝前刺去分毫，手腕似乎被一把铁钳死死夹住了一样，谁他妈敢插手周家的事？但话刚说了一半，周明不由惊出了一声冷汗，因为刚刚那个声音，周明太熟悉了。虽然周明和叶凡没见过面，但手下却将叶凡所有的资料都给周明汇报过。对于叶凡的声音，周明再熟悉不过了。这个瘟神不还在云家那边吗？周明就是想打这个时间差，认为叶凡不会出现在这，所以才抓紧时间动手。而最后，叶凡还是突然出现在现场。他妈的，叶凡就是周家天然的克星吗？咔嚓，叶少手上气劲一阵狂暴运转，瞬间将周明的手腕捏爆。冲击的气劲将周明手上的那准把战刀也轰击碎裂，那些碎片掉落了一地。哼，那你周家当年袭击我叶家的时候，也没想到有今天吧？叶凡嘴里冷哼一声，一脚带着凛冽的气劲踢在周明的胸口上。周明身体横飞出去的同时，胸前肋骨传来一阵剧烈的断裂声响。啊！周明嘴里发出一阵杀猪般的惨叫，嘴里狂吐一口鲜血，感觉自己的胸膛都塌陷了下去，出现了一个目光可见的凹槽，肋骨全部断裂。呼吸的时候，肺部似乎都已经穿孔了一样。叶凡，你……周明听着叶凡的话，这才清楚了，原来叶凡已经触摸到了当年叶家被袭击的真相。林家、周家，这是2个已经暴露的家族，所以叶凡才会那么狂暴的杀周涛，杀周家的管家林天。所有的事情联系起来，周明全部想通了。不然，按照周明的推测，就只是因为皇家1号的事情，叶凡不至于杀了林天，而且连周涛都杀了啊！灭门之仇，换作是周明，既然知道了仇人，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师妹，你受苦了！砰砰，叶凡2拳将苏禅身边的2个保镖砸飞，伸手一把将苏禅搂在怀里，同时手上的气劲朝苏禅身体里灌输而去，快速帮苏禅恢复着实力。师兄，最近叶凡在云城还有省城的行动，苏禅都已经知晓了大概。从目前种种迹象看来，师兄应该是已经恢复了实力，而且师兄连当时袭击叶家的仇人都已经调查得七七八八了，那么自己的身份自然就不是什么秘密了，再隐瞒下去就没什么意思了。原谅我之前不敢和你相认，我怕拖累你。苏禅说着，声音里又开始带着哭腔了。当年他们都说你死了，师傅也死了，这么长时间我又联系不到你们。3年1000多个日日夜夜，苏禅无时不刻在思念着叶凡，想念着和叶凡的点点滴滴。只是苏禅也不止一次打听过叶凡的消息，但苏家内部出现了那么重大的事情，后面苏禅更是自身难保，根本没有多余的精力去寻找叶凡。直到上次在云城和叶凡相见，那个时候苏禅担心的就是拖累叶凡。可是现在叶凡霸气归来，都开始在清算周家了，就算苏禅不暴露，那些人也很快就会注意到叶凡。忍耐3年的情绪，这一刻在叶凡面前全部爆发。叶凡轻轻在苏禅的额头上亲吻了一下，任由苏禅依偎在自己怀里，宣泄着3年的思念、委屈、担忧。虽然叶凡平时也是放浪不羁，但对小师妹叶凡却一直放在心上，是真心的。旁边的姚童看到叶凡出现，而且如此轻松的就将周明以及身边的保镖拿下，心里瞬间做出了判断，今天想要杀苏禅怕是很困难了。自己本来作为苏禅最得力的手下，却在关键时候背叛了苏禅，若是落入到苏禅和叶凡手里，那是什么下场，姚童再清楚不过了。所以趁着叶凡和苏禅2人在亲热，便想悄悄离开。可是姚童才刚刚抬脚，就被叶凡发现了。咻咻咻，叶凡脚腕上气劲一阵运转，地上那些碎裂的战刀碎片激射而出，轰击在姚童身上，
瞬间将姚童刺成了筛子，身受重伤。不过姚童却并没有马上断气，只是无力地朝地上跌坐而去。美女，我最讨厌背叛的人，刚才背叛前，你可想过会有这样的后果？叶凡一巴掌拍在姚童的肩膀上，将姚童所有的血脉封锁住，冷冷地盯着姚童。姚童一脸怨恨地看着叶凡，自己前后不过2分钟的时间，就从天堂跌落到地狱，一切都是眼前这个叶凡。哼，要杀要剐，你们尽管来。小婵，交给你处理吧。若是你心软不好动手的话，可以让我来。叶凡松开怀里的苏蝉，朝姚童看了一眼。苏蝉点点头，眼神中闪过一抹狠厉。好，我知道怎么做，我最讨厌背叛。叶凡转身，几拳再次出手，轻松将许云身边的几个保镖解决。见许云安全之后，叶凡这才转身，在周明面前蹲下。周家主，说说吧，当年袭击叶家的，除了林家，你周家、皇室之外，还有谁？听着叶凡的话，周明眼神中闪过一抹惊恐。叶凡已经将事情真相调查得这么清楚了吗？连皇室手这样机密的真相，叶凡都已经知道。不过随即周明哈哈一阵狂笑。叶凡，你想知道吗？我就不告诉你，你抵抗不了的。今天本座死了，你还是逃不掉。叶家最终都要来给老子陪葬，动手吧。叶凡淡淡一笑，脚腕在周明断裂的手腕上狠狠踩了一脚，冷冷的道：不就是神使吗？他们杀不死，那是你们杀不死他们，并不代表本少杀不死。话语顿了顿，叶凡从身上将中华的那块不死骨掏出来，在周明面前晃动了一下。你们袭击我叶家，不就是找这块骨头吗？哼，我还要谢谢你们提醒了我。看到叶凡知道了神使，还知道袭击叶家是冲着不死骨而去的，周明脸色一片苍白，瞳孔一阵剧烈收缩。你怎么知道这么多？是凌天？难道是凌天告诉你不死骨可以吞噬炼化，然后激活人体特性的？话说了一半，周明突然清醒了过来，紧紧捂住自己的嘴巴，一脸懊恼地看着叶凡。刚才周明一个不小心又说出了不死骨最大的秘密啊！叶凡嘴角冷冷一笑，原来如此吗？不死骨真正的用途并不是给家族带来好气运、温养血脉这么简单，而是可是炼化，然后还能激活特性，就是类似游戏里面觉醒某项特殊能力吗？周家主，你还真是大方啊！你说我是该谢谢你，还是该恨你了？叶凡站起来看着周明冷笑道。周明气愤的都伸手扇了自己一耳光，我他妈就该死，多嘴干鸡毛啊！噗嗤，叶凡脚腕没有任何留情，一道狂暴的气劲涌动而出，冲击进去周明的经脉中，将周明的五脏六腑冲击碎裂。你们可以带着他走了。叶凡对着周家几个保镖招呼了一声，示意他们上前将周明扶起来。那几个都快吓尿了的保镖听到叶凡的话，都以为叶凡在开玩笑。叶少，我们不敢。尼玛，谁他妈敢？刚才叶凡所表现出来的狂暴战斗力，那可不是开玩笑的啊！这个时候上去不是送人头吗？再给你们3秒，否则你们就和他们一个下场。叶凡全身杀气一阵激荡，将那几个保镖吓一跳，连忙上前将周明居然扶着站了起来，快速朝自己的车辆走去。周明皱眉不可思议地看着叶凡，就这么放自己走了，这不符合叶凡的性格啊！叶凡，你居然敢放我走！你有种，你给我等着，我保证你活不过明天。叶凡邪魅一笑，你想多了，我给你留口气，是让你回去告诉周家所有旗下的产业负责人，让他们听话点，你周家所有资产我叶家接管了。哼！听着叶凡的话，周明不以为然，招呼着几个手下上车，然后驾车飞速离开现场。在车上，周明活动了一下身体，胸前也感觉不到疼痛了，自己手臂虽然被捏断了，但此时也没有任何疼痛的感觉。此时周明感觉非常不错，就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周明感觉自己又恢复了自由。居然敢放我离开，大傻逼，还不知道苏少已经带着圣地的高手来了吧？而且血衣门的人已经抵达了云城。叶凡啊叶凡，你觉得你还能活得过明天吗？周明嘴角浮现一抹冷笑，先不回家，老子要去花都最好的会所去晦气。噗嗤噗嗤，但周明的话刚落下，身体一阵剧烈抽搐，下一刻狠狠地狂吐了几口黑血，眼神都开始失去生机了。家主，周总，您没事吧？车里跟随一起的那些保镖全都乱成了一团，刚才家主不是还好好的吗？怎么突然就变成了这样？周明瞬间感觉身体像是被抽空了一样，整个人无力地朝座位上瘫软下去。告诉周家所有我们的产业叶凡。周明一句话还没说完，身体一阵抽搐，直接断气啊！周明话都还没说完，就这样挂了。现在周家周明一死，就基本上没有核心负责的人了啊。周涛已经死了，周明的弟弟周红也没了踪迹，
周家的那个宗师高手管家林天去了云城也没回来，现在周家唯一可能说得上话的，估计就只有周家老祖了。可是周家老祖还在闭关，现在该怎么办？刚才老板断气之前想要说什么，你们知道吗？其中一个保镖有些迷惑地朝身边的同伴开口询问道。我也不知道啊，但我看老板的样子，怕不是想说让大家听叶凡的安排，不要做无谓的反抗吧。毕竟现在叶凡的实力，周家没人是对手啊。对，老板应该是这个意思。行吧，我们一起录制一个视频，把老板的意思转达一下，马上发到周氏集团的管理群里。于是几分钟后，周家旗下所有的产业工作群里就出现了诡异的一幕。周明浑身是血的躺在车里，而他的贴身几个保镖还有助理一起发布了一个视频，意思很明确，老板为了让大家少受皮肉之苦，决定让叶家接管整个周家，大家一切听从叶凡大少的安排。整个周家旗下集团的工作群里都炸开了锅，虽然都觉得周明的决定很无理，但现在周明已经死了，也就代表着周家已经彻底倒台。既然周明临死之前这么安排，下面大部分人都决定这么遵从就是了。而有些消息灵通的人则是知道周家和叶家之间的纠葛，现在周明突然又死了，那就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周家和叶家之间的争斗，周家应该是彻底输了。3年前叶家遭受袭击，元气大伤，但现在叶家怕是要起飞啊。花都大酒店门口，周明带着手下离开，门口就留下了叶凡和苏禅、许云3人。叶凡先是拨通了王富贵的电话，老王，云家那边的事情结束之后，让那100台推土机先不要离开，继续去周家将周家也推平吧。叶凡这是故意高调，云家之前对付不了叶凡了，居然对苏氏集团动手，而周家则是上京苏家的狗腿子，也是对叶凡最疼爱的小师妹动手，所以叶凡这次要彻底杀鸡儆猴，所有胆敢触碰叶凡身边至亲的对手，叶凡都会毫不留情。好，王富贵在电话里有些兴奋，所有人听我命令，马上掉头去周家。跟着叶凡就是这么嚣张。不光是王富贵，跟着一起的赵玲珑也是非常兴奋。王少，以后这样的活动是不是非常多？简直太过瘾了，比爹爹让我在家里学做针线活要快乐得多。王富贵认真思考了一下，点点头道：3年前袭击叶家的人有多少，以后这样的活动应该就有多少。花都大酒店门口，叶凡和王富贵结束通话，又拨通了秋婉的电话。婉姐，还没睡吧？今晚你们可能要辛苦一下了，省城云家的产业我交给轩宇飞去了，但周家我们叶家则要全面接管，你负责调集一下人手，若是忙不过来，可以让江月然到省城来现场监督。好。秋婉虽然才上任，但从叶凡之前的雷厉手段，秋婉已经见识到了叶凡的厉害。至于叶凡为什么要对周家动手，秋婉根本不关心，秋婉只负责执行叶凡的命令就好。将事情安排完毕，叶凡看着面前娇弱的苏禅，还有御姐饭十足的许云道，忙了这么久也都饿了，一起去吃点东西吧。和小师妹分别3年，叶凡有太多的话想和苏禅说，而和许云之间，因为有上次那么亲密的接触，叶凡对许云也有一种特别的感情。叶凡带着2人刚准备离开孔家大少孔飞，突然出现在酒店门口，一脸虔诚地对叶凡恭敬鞠了一躬，随即满脸期待地开口道：叶少，我想拜托叶少帮一个忙，叶少看方便。当然一定不会让叶少白帮忙，这是我的一点小小心意，请叶少笑纳。孔飞说话的同时，将一个木质盒子恭敬递给叶凡，盒子是打开的状态，看到里面又是一块半透明的骨头，叶凡瞬间愣住了。不死骨，你们孔家也有这东西？这不是价值连城的东西吗？当年那么多力量联合起来袭击叶家，目的就是为了这个东西，现在满大街了。叶少，这个是我们孔家祖传下来的宝贝，我们老祖知道这个东西非常珍贵，但我们孔家人的身体体质有点问题，根本无法吸收不死骨，只要对叶少有用，就请叶少一定要收下了。话语顿了顿，孔飞继续道：关键是我们孔家已经上了刺客联盟的暗杀名单，今晚午夜12点就是最后的通牒，这个东西留在我身上，最后也是便宜别人。孔飞很聪明，似乎没有说要请叶凡帮什么忙，但将孔家现在的情况四说明之后，要请叶凡帮忙做什么，其实也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了。叶凡嘴角一翘，感受了一下不死骨上波动的古朴气息，微微的点头道：行，看在你这么有诚意的份上，今晚12点前我一定到孔家了，你孔家我保了。刺客联盟叶凡当然听过，而且叶凡作为北洛师门唯一的继承人，当年和刺客联盟的盟主安琪儿之间还有一些是不亲到没名的关系。听到叶凡的话，孔飞脸色大喜，一颗悬着心终于落了下来。太好了，谢谢叶少，叶少请，晚上时间还早，我带叶少去吃点东西。孔飞很会做人，但刚走一步，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叶少，不过有个问题，我还是要提醒一下叶少，周家周明等人虽然殒命，但周家还有一个老祖，也是宗师级别之上的高手了。叶少安排的人过去，怕
后面的话，孔飞没有说，但很显然是表示自己的担忧。毕竟宗师级别的高手可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孔飞这么提醒叶凡，也是让叶凡避免不必要的上伤亡。叶凡心里一阵咯噔，连忙拨通了王富贵的电话。老王，你现在什么实力？大概还差点进入宗师境界吧？怎么了？你们先围着周家，不着急动手，等我过来。对于王富贵这个兄弟，叶凡还是看得很重的。就是这家伙平时修炼的速度太慢了，看来自己需要给他一些丹药，让他尽快修炼到宗师之上啊。好，周家大院之外再次聚集了100台推土机。因为半个小时前大家都已经知道云家被推平了，所以周家其他那些人对于眼前的情况都吓尿了，纷纷四散逃亡。而在周家大院里，一个穿着灰袍的老头却一脸淡定地走了出来。都慌什么慌？周明人了，让他滚出来见老夫。他在搞什么飞机？周家怎么搞成这副模样了？这正是周家老祖周成，多年前实力就已经达到了宗师巅峰，一直在冲击武尊的境界，可惜的是一直都没有成功。看到门口那些推土机，周成冷哼一声道：不管你们是谁派来的，最好在3秒钟之内给我消失，否则别怪老夫大开杀戒。周成说话的同时，身上杀气凛然，一股强大的气劲朝着四周冲击而去。最前面的一辆推土机被这股杀气力量直接震翻，里面司机急忙跳了出来，可才刚走2步，便被周成的气劲扫倒在地上。周成身影一闪，眨眼间就已经冲到那个推土机司机的跟前，脚腕抬起来，便朝着那司机胸口狠狠踩下去。敢在周家撒野，找死！站在不远处的王富贵看到眼前的情况，着急的想要上前救人，但王富贵却清楚地感受到自己和周家老祖之间的实力差距太大了，自己就算冲上去也是送人头。现在王富贵也有些明白，为什么叶少让自己先不要动手。原来周家还一个周家老祖，本少就在周家撒野了，你能咋的？一个洪亮的声音在众人身后响起，叶凡闪身出现，一道更加磅礴的气劲冲击而过，硬生生将周成踩下去的脚腕拖住，让他无法撼动分毫。周成心中大惊，自己都已经达到宗师巅峰的实力了，在整个天南省实力比自己高强的应该没有几个吧。周成脚腕上再次用劲，将自己全部的实力施展出来，强大的5道气劲冲击的空气都出现了一道目光可见的涟漪。但叶凡缓步走来，手腕轻松的虚抬，那道磅礴的气劲依旧将周成的脚腕固定着，让周成无法动弹。是你。周成此时也看清了叶凡的容貌，叶家那个传说中叶家大少，3年前被人挖了肾脏，毁去了丹田、心脏，本应该已经早就死了人，3年后再次现身。而且根据消息，叶凡3年来一直就待在云城，就在林家的眼皮底下生活了3年。哼！叶凡冷哼一声，手腕上气劲逐渐加大，强大的气劲直接冲出，化作一只无形的大手，将周成的腿缠绕住，当场轰击断裂。咔嚓！轰隆！两股气劲剧烈碰撞之后，发出一声炸响。周成哀嚎一声，随即身体倒了地上。孰强孰弱，一眼便知。混账！你3年前你怎么没死？周成嘴里还在骂骂咧咧，而叶凡没有任何迟疑，一脚将脚边一块石头踢飞，径直砸在周成胸口。堂堂一代宗师周成都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居然被叶凡一击，当场毙命。你！周成殒命，周家失去最后一个支撑。叶凡对王富贵淡淡道：动手。跟着一起来的孔飞看到眼前一幕，瞳孔都震惊的一阵放大，为自己之前的行为感到后怕。叶凡如此恐怖强大，自己居然还想着帮云飞扬出头。幸好自己关键时候刹车了，不然孔家不用等刺客联盟动手，就已经是第3个云家了。100台推土机，场面太过盛大，大半个花都几乎都知道了。今晚云家灭了，周家也灭了。这边王富贵动手推平周家的同时，邱婉已经趁着消息炸裂的时候，开始全方位狙击周家的资产。叶家虽然沉寂了3年，但底蕴却是非常恐怖的，10000亿资产的惊天帝国，想要狙杀一个快要崩塌的周家，还是轻轻松松的事情。周家灭亡，上京苏家第一时间就得到了消息，什么？周家被叶凡给推了？麻蛋，这个王八蛋居然这么嚣张吗？周家老祖了，他干什么吃的？上京苏家大少爷苏浩狠狠地将手里酒杯砸在地上，老子还等着周明那个蠢猪弄死苏禅那小娘们，结果现在倒好，直接将自己玩死了。回禀苏少，周家老祖也被叶凡一招秒杀了。什么？一招秒杀？开什么玩笑？苏浩震惊的直接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周成至少都是宗师巅峰的实力了，叶凡怎么可能一招秒杀他？苏浩一脸疑惑，要知道3年前叶凡当时的惨样，苏浩是通过视频看到过的啊，肾脏、心脏都被挖了，修炼根骨被毁，叶凡没死就是奇迹，而能恢复实力
更是变态逆天。现在还能秒杀周家老祖，怎么越来越离谱了？本来苏浩都等不及，打算自己一个人先去一趟西南，将叶凡收拾一顿的。但只是瞬间，苏浩立马打消了自己的念头，还是等着陈少一起行动吧。圣地陈少，那可是5尊级别的妖孽天才高手，让圣地的大少出手，总能对付叶凡了吧？短时间里，花都2大家族居然都直接被推平了，这个消息太过于劲爆，整个花都都沸腾了，整个天南省都沸腾了，整个西南都沸腾了。云城、叶家，老太爷叶乾坤和叶长风看着手下汇报来的消息，两人脸上都是一阵唏嘘。父亲，您说叶凡这小子是不是太高调了？直接推平了2大家族，这手段也太猛了啊！太爷叶乾坤嘴角一翘，瞪着叶长风道：“哼，高调？他妈的，给你胆量，你敢这么做吗？怕什么？出了事有叶家担着。”话语顿了顿，叶乾坤继续道：“而且看现在的情况，怕根本不需要我们叶家来帮叶凡承担了，反而是叶家需要叶凡来振兴。3年前，叶家被袭击之后，元气大伤，几乎所有人都可以在叶家头顶上踩一脚。叶氏集团那个时候的产业比现在要更强大不少，但却不断被一些小家族蚕食，就剩了现在的规模。叶凡隐忍3年，现在该是复仇的时刻了。”叶长风点点头：“是啊，我也没想到叶凡那小子居然蛰伏3年，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只是叶凡这样高调归来，皇室那边会不会？”叶长风后面的话没有继续说，但叶乾坤知道叶长风在担心什么。哼，皇室龙主唐正妖，那个小王八蛋，3年前的事老夫可以不追究，若是这次他还敢出手，那就灭了就是。此时上京皇室里，龙主唐正也看着手下汇报上来的信息，眉头紧锁。3年了，当年叶凡必死的局居然没死不说，还隐藏在云城，短时间里将场面闹得这么大。龙主，现在叶凡已经开始在着手调查当年的事情了，推平周家就已经现出了端倪，这样继续调查下去，迟早要到皇室这边啊，我们该怎么办？在龙主唐正身边，一个穿着长衫的助理有些担忧的道：“我们要不要将当年知道皇室出手的那些人全部灭口？”唐正嘴角浮现一抹冷笑，淡淡的道：“有用吗？你以为叶家3年前被袭击，叶家老太爷真的不知道背后有皇室的影子？他们之所以没有行动，只是大家都在克制罢了，或者在等待一个机会，而叶凡归来就是机会。所以问题的关键就是叶凡，那就让皇室的那些死士出手，尽快将叶凡斩杀，不然继续让他这样成长下去，早晚会威胁到皇室啊。叶家之所以可怕，主要是因为叶家3代从军80万天龙军只能叶自齐，皇室虽然一直在派人渗透天龙军，但成效甚微。这也是当年袭击叶家的时候，虽然将叶家所有第2代以及第3代后辈全部斩杀，却留下了叶长风和叶乾坤的原因，皇室还需要留下1-2个人来稳定局面。我们先不用着急，还有人比我们更想叶凡死。龙主微微一笑，北洛师门遭受袭击，那些人可是挖坟走了叶凡的肾脏、心脏，毁了他的修炼根骨，你说叶凡会不会更恨他们？所以我们先让子弹飞一会，更何况还有上京苏家冲在前面，他们联合圣地先动，顺便可以看一看叶凡的实力究竟到了什么地步。对，若叶凡连圣地都不怕的话，那就要牺牲明月公主了。到那个时候，我们皇室若是想要活命，那就只能认错求饶啊。您是说联姻？天南省花都孔家，叶凡和许云、苏禅等人在孔飞的安排下就餐过后，孔飞识趣的给3人安排了一个独立的院子。洗漱完毕，许云识趣的上楼，1楼大厅的沙发上只留下苏禅和叶凡2人，两人终于有单独相处的机会了。小师妹，看着灯光下苏禅瘦弱的脸，叶凡一阵心疼，上前伸手一把将苏禅搂在怀里。此时苏禅再也不用在外人面前忌惮什么了，紧紧将叶凡抱着。师兄，这些年你还好吗？你的心脏、肾脏都不是已经被……当年苏禅可是清楚地看到叶凡被那些人挖去了肾脏、心脏，挖走了修炼根骨啊。我很好，在苏家3年，老婆一雪一家人都对我很好。叶凡温柔地解释着，我心脏和肾脏被挖了之后，师傅将师门封印的那个远古妖魔心脏给我移植了，至于肾脏，师傅说移植的是麒麟肾，威力比之前要强大100倍。妖魔心脏、麒麟肾，这些词语在普通的世界里听起来很魔幻，但苏禅知道，北洛师门作为曾经的修炼第一宗门，隐藏了太多的秘密。封印有妖魔心脏、麒麟肾之类的，根本就不足为奇。有妖魔心脏和麒麟肾加成，叶凡实力恢复就一点也不奇怪了。甚至极有可能叶凡因祸得福，既然融合了妖魔心脏和麒麟肾，那么叶凡将来的实力
或许比之前还要更加强大。不过苏禅突然想到了叶凡刚才说的一句话：老婆，苏一雪。是啊，分别3年，师兄都已经和苏一雪结婚了，现在都已经是别人的老公了，那自己这样算怎么回事？想到这里，苏禅瞬间感觉心脏像是被针扎了一样难受，脸色有些痛苦地从叶凡怀里离开。怎么了？察觉到苏禅的表情变化，叶凡连忙开口询问道：师妹，我们再次重逢，不应该是很高兴的事情吗？师兄，我的确很高兴，但你现在已经是别人的老公，我不能。虽然苏禅很喜欢叶凡，而且两人在师门的时候，除了最后一步，其他的都进行了，早就私定终身了。可3年的时间里，发生了太多的事情，苏禅过不了自己心里那一道坎。时间不早了，师兄，你早点休息吧，我上去睡了。苏禅忍着内心的痛苦，跟叶凡招呼了一声，忍着眼眶里的泪水，快步上楼。师妹，看到苏禅神色瞬间变化，叶凡大概也猜到了问题所在。只是现在叶凡在中间也很为难。小师妹的确是叶凡心中的逆鳞，但苏一雪3年来对自己无底线的宠溺，叶凡又怎么能放弃她？叮铃，叶凡正在发愁的时候，叶凡的手机响了，一看上面的号码，叶凡神色不免有几分凝重，因为这是师父古风打来的电话。师门被袭击3年以来，师父从来都没有主动联系过叶凡，现在突然联系，肯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师父，叶凡恭敬地对电话里叫唤了一声。当年北洛师门被袭击的时候，若不是师父和那些师叔拼着重伤，性命陨落来护卫叶凡逃离，叶凡早就死了。这一声师父，叶凡喊得心甘情愿。这3年了，苦了你了。所幸是你玉龙诀终于突破了第9层，现在实力应该彻底恢复了吧？师父在电话里有时一片轻松。你打算怎么做？目前调查到有林家、周家参与了袭击叶家的行动，还有皇室也插手了。叶凡应答了一声，继续道：周家我已经灭了，接下来就轮到林家了。皇室那边必须要给叶家一个说法。另外，我还调查到了他们背后的神使，师父您听说过吗？古风欣慰地应答了一句：我这边也调查到了这一步。当年袭击北洛师门，除了那几个古武家族之外，背后也是神使在主导。不过到目前为止，我这边还没有太大的进展。叶凡长叹一口气，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师父，根据我目前调查的情况，他们袭击叶家似乎是冲着不死谷而来的，那东西据说可以被吞噬，然后吸收激活人体的某种特性。我这里恰好得到了2块。叶凡话还没说完，就被古风打断。什么？你得到了不死谷？还是2块？卧槽！电话那头的古风都忍不住爆了一句粗口。快！你还记得你二师叔教你的9转金身诀吗？马上找个安全的地方，按照9转金身诀来炼化吸收不死谷的力量，一定要快。怀璧其罪的道理你应该懂。不死谷是全球所有势力都不惜一切代价得到的东西，一定要尽快吸收。至于其他的事情，我再跟你讲。听着师父如此慎重地催促自己，叶凡知道不死谷一定非同小可。挂断电话之后，没有任何迟疑，叶凡将院落的大门关上，然后进入卧室，将孔飞给的那块不死谷，还有从中华身上得到的那块不死谷拿出来，放在自己面前，然后闭上双眼，心里默默地开始运转二师叔传授的9转金身诀。现在叶凡本身的武道气息都已经达到了巅峰，随着9转金身诀运转，从叶凡身体周围都出现了一层目光可见的金光涟漪，将叶凡包裹在中间，看起来仿若圣人下凡一样。这套功法本来只是一套防御功法，但随着叶凡的运行，那些金光开始激荡着，将叶凡面前2块不死谷中的1块完全包裹，然后漂浮到叶凡手里。随即那半透明的不死谷就像融化的冰块一样，化成了一滩液体，在叶凡手里晃荡，散发着强大的能量波动，同时还有一股浓郁的香味。轰隆！不死谷融化的一瞬间，强大的气劲开始和叶凡本身的气劲融合，以叶凡所在的房间为中心肆意激荡开来。强大的能量波动，还有那一种搅动天地气息的磅礴力量，立马引起了整个花都天地失色，风起云涌。在孔家上方都形成了一道目光可见的气息波动涟漪，高空上的云朵和天地间的星光点点的气息似乎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控制着，朝着叶凡所在房间里朝拜。更多飞禽走兽、鸟儿、蝴蝶，还有无数的飞蛾都开始疯狂朝孔家上方聚集，百兽朝拜。这是发生了什么？花都镇武司西南总部办公室里，副司长韩默一脸诧异地盯着窗外引起的风云变幻，随即瞳孔一阵放大。百兽朝王，仙乐齐鸣，人皇出世之兆啊！沉寂千年的人皇终于再出世了吗？韩默沉吟了片刻之后，突然想起了云城镇武司默中汇报的情况。前段时间云城也出现了一个武道天才，同样引起了天地异动，后面查证是叶凡。而今天叶凡抵达花都，花都孔家再次引起了如此大的动静。难道叶凡就是那个天命之人？来人，
马上给我汇报叶凡在花都的踪迹动向。韩老、叶少在花都先是推平了云家，然后推平了周家，随即被孔家大少请回了孔家大院，在孔家大院歇息。韩默身边的手下将情况汇报完毕，看向窗外，立马明白了什么。韩老，这如此推测，那岂不是说叶凡就是今天如此巨大能量波动的源头？韩老说的人皇就是叶凡。今天所有的消息列为最高绝密，胆有任何泄密者，杀无赦，明白吗？人皇出世，影响的可不仅仅是一国的国运，而目整个人类的兴衰。现在表面上看起来整个世界和平，但在和平的世界下早就汹涌澎湃了。只是各大帝国为了安定，有些消息没有对外公布吧。是。韩默沉吟了几秒，立马拨通了总司长的电话。老张，有个重要情况，我需要回上京亲自跟你汇报，或者你带着天机仪来花都也行，越快越好。花都，孔家。叶凡身体里九转金身诀还在疯狂运转，而不死骨融化的液体和叶凡本身的气息交融越来越紧密。当两者的气息彻底融合为一体的瞬间，叶凡手掌心里的那一滩液体瞬间全部融合到了叶凡体内，散布到叶凡全身各处经脉骨骼中。瞬间，天地异象也消失不见，形成的漩涡乌云顷刻消散，所有的飞禽走兽也得迅速退散，一切回归平静，像是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只有叶凡知道自己身体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自己的体质已经再次上升了一个台阶。那种奇妙的状态叶凡不太好描述，简单点说，之前叶凡的身体还只是肉体凡胎，而经过融合了不死骨之后，叶凡身体已经可以媲美神体了，防御能力、自我愈合能力都已经发生了超出普通人所理解的范畴。而且叶凡也能感受到自己的妖魔心脏也吸取了一些不死骨的力量，在心脏内部某些被封印的力量也在狂暴复苏，同样还有麒麟肾。不过最关键的还是叶凡靠孔家的这块不死骨激活了一项超级特性。瞬移，叶少，你没事吧？别院之外，孔飞察觉了这边的异常之后，连忙过来询问。今晚12点就是刺客联盟最后收割孔家的日期，今晚孔家所有人都没睡，而孔飞则是将所有的宝都压在叶凡身上，自然不希望叶凡出什么事。我能有什么事？院落的房间里，叶凡应答的同时，心念一动，催动瞬移特性口诀，眨眼间，身体已经出现在院落大门外，恰好落在孔飞身后。叶凡轻轻伸手在孔飞后背一拍，直接将孔飞吓了一大跳。卧槽，叶少，你刚才不是还在屋子里吗？怎么突然出现了我背后？我被吓了一大跳。孔飞说话的时候，声音都还在颤抖。叶凡这么突然出现，着实太吓人了。孔飞震惊的同时，心里满满都是疑惑，而更多的是惊喜。叶凡的实力越强大，那么孔家今晚就越安全。叶凡没有回应孔飞，而是转头看向孔家大门口道：走吧，他们来了，我的老熟人也来了。叶凡说的老熟人自然就是刺客联盟的盟主安琪儿。当年在欧罗巴的时候，安琪儿和叶凡之间那可是轰轰烈烈的。叶凡一消失就是3年，可想而知安琪儿对叶凡有多大的怨气啊！孔飞神色瞬间有些慌张，他自然知道叶凡说的他们来了，说的是谁？刺客联盟的人来了。孔家大门口，4个壮汉和一个穿着白裙的金发少女从车上下来。领头的壮汉一脸络腮胡子，嘴里还在抱怨着，真不知道葛老会是怎么想的，不就是对付一个小小的孔家，用得了让我们这几大高手一起出动吗？这4个壮汉看起来很憨厚的样子，但实际上在行动的时候一点也不憨厚，他们乃是刺客联盟内部排名前10的高手。在络腮胡子壮汉身边，其中一个稍微瘦弱一点的男子瞪了一眼络腮胡子一眼道：麦克，你少说2句，葛老会派我们来是干什么？你难道不知道吗？叫麦克的络腮胡子男人撇撇嘴，心中一阵冷哼。葛老会派他们来干什么？他们自然知道。其实这就是葛老会和盟主安琪儿之前的权力争斗罢了。葛老会这次非要安琪儿亲自出手，要让安琪儿手上沾血，因为只要安琪儿手上沾血了，那么安琪儿就永远无法掌控刺客联盟那件传承1000年的圣杯，就不可能掌握至高的力量，葛老会就永远可以辖制安琪儿。而麦克和另外3大高手约翰、杰森等过来，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监督安琪儿动手，而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就是抢夺孔家的那块不死骨。不死骨的威力诱惑力太强大了，所以葛老会才让刺客联盟内部排名前10的4大高手一起行动。安琪儿在旁边冷冷地听着几人的对话，心中则是已经做出了决定，今天他绝对不会动手。轰隆，络腮胡子走到大门前，没有任何迟疑，蒲扇大的拳头一拳将房门砸碎，冲进大院里咆哮道：孔贱人，将你孔家的宝贝交出来吧，我可以让你死得体面点。此时孔家所有人在家主孔贱人的带领下，全部都拿着武器聚集在大院里，听到麦克的咆哮，
孔家众人脸上顿时一片恼怒，但奈何孔家实力最强的都不到宗师级别，而刺客联盟过来这4大高手都是宗师高手之上，在强大气势的压制下，他们想动手都不可能。麦克和杰森、约翰等人踏步进入房间，眼灼灼地盯着众人，目光最后落在孔建仁身上，早点将孔家的宝贝交出来吧，免得受皮肉之苦。孔建仁早就知道自己家里的那件宝贝已经暴露了，虽然宝贝的确是宝贝，但问题的关键是孔家的实力太弱了，无法护住这宝贝，所以孔建仁才想着将东西交给儿子孔飞，让他想办法。现在就看叶凡能否是这4大宗师高手的对手了。孔建仁被强大的气场压迫的呼吸都有些不顺畅了，眼看步步后退，都已经退到了墙角。你们要找的是这个吧？突然一声洪亮的男人声音在大院里响起，叶凡踏步出现的院落里，手里还将孔家挤的那块不死骨举在手里。听到这个声音，本来漫不经心的安琪儿身体突然浑身一颤，猛然抬头朝叶凡看过去。是你？你还没死？这个死没良心的，这3年来赚了本小姐多少泪水，这家伙没死，居然不来找自己。叶凡点点头，我还有那么肥沃的土地需要耕耘，怎么能这么轻易的就死？麦克看到叶凡突然出现在面前，皱眉冷冷盯着叶凡道：你是谁？我劝你孔家的是少管，另外马上将东西给我们，不然你怎么死都不知道。旁边的约翰也冷哼一声，挥动蒲扇大的拳头，对着院落里一个巨大的石狮子一拳砸下去。轰隆，巨大的炸裂声响，直接将那3米多高的石狮子砸爆，炸成了碎块。约翰如此强大的实力，让孔飞不由有些担忧。叶少，您行吗？虽然孔飞之前已经见过叶凡的实力，但现在面对的是刺客联盟4大宗师高手，若是叶凡失败了，那整个孔家都要完蛋啊。叶凡淡淡一笑，没有回应孔飞的话，而是缓步走向安琪儿。好久不见，我的老情人。叶凡突然一句话，瞬间让现场炸锅了。孔家所有人瞬间几乎陷入到冰窖。刺客联盟盟主居然是叶凡的老情人，那孔家还请叶凡保护孔家，那岂不是保护了个鸡毛？直接把贼引到了自己家里来。一个刺客联盟，孔家都不是对手，若是再加一个叶凡，那根本就不用多想了。哼，你这死没良心的，还记得人家吗？给你5分钟，杀他们4个，我就原谅你。安琪儿指着麦克和约翰等人对叶凡道。如此的动作让孔飞和孔建仁等人再次懵逼，这又是什么情况？自相残杀，5分钟，你太小看你男人了，30秒足够了。叶凡淡淡一笑，转身再次盯着麦克等人的时候，眼神中一道犀利的神色，瞬间让麦克等人身体不由一颤。叶凡那眼神太可怕了，似乎深入灵魂，要将自己思维都刺穿一样。你们是自己把脑袋拧下来，还是要我把你们碾成碎渣？叶凡淡淡的看了麦克等人一眼，虽然他们4个都是宗师级别的高手，但在叶凡眼里全部都是垃圾。麦克等人毕竟也是身经百战的杀手，被叶凡的眼神稍微震慑了一番之后，瞬间便回过神来，特别是他们扫了叶凡一眼，发现叶凡身上波动的武道气息甚至还在宗师级别之下后，就更放心了。哼，小子，狂妄是要付出代价的，你一个宗师境界都不到的垃圾，居然在我们面前嚣张，找死吗？麦克冷笑一声道，现在跪下，乖乖把东西交给我们，念在你和我们盟主有交情的份上，可以饶你一命。麦克身边的约翰也一脸阴沉地盯着叶凡。刚才叶凡说自己和安琪儿是老情人关系，那么今晚就又有手段逼迫安琪儿动手了。麦克，记得等会下手轻点，不要一下弄死了，我留着他的命还有其他的用途。杰森在旁边也是嘿嘿一笑，原来安琪儿的口味这么垃圾吗？早知道我也可以满足他的需求啊，哈哈。杰森一脸邪魅地盯着安琪儿。安琪儿一头金发，身材苗条，别说是在刺客联盟内部，就算是欧罗巴修炼层面也是极品美女，全球美人榜上也是赫赫有名的。想睡安琪儿的人数不胜数。安琪儿抱着双手，一脸看好戏的在旁边似笑非笑的盯着。叶凡连宗师境界都没有，开什么玩笑？3年前叶凡就已经早就突破了宗师境界。3年前北洛师门被刺激，叶凡的遭遇几乎全球武道世界都知道叶凡的情况，根骨被破坏，心脏被挖，肾脏被挖，叶凡是必死的情况。而现在叶凡还活着，身上还有武道气息波动，凭借安琪儿宗师巅峰的实力都无法查看叶凡的真正实力。那说明什么？说明叶凡的实力早就突破了当年的巅峰，怕是5尊高手都不是叶凡的对手。麦克一声呵斥之后，见叶凡丝毫没有跪下的意思，身上武道气息一阵波动，脚腕一蹬，猛烈朝着叶凡冲过去，人影还在空中，手里明晃晃的匕首拔出来，对着叶凡胸口捅过去。旁边孔飞、孔建仁等人都屏住了呼吸，
一脸紧张地盯着叶凡。叶凡虽然之前所表现的气场足够强大，一招秒杀了周家老祖，但不知道叶凡在面对刺客联盟4大高手围剿，又会是怎么样的下场。面对麦克的攻击，眼看都已经到了叶凡不到1尺的地方，但叶凡站在原地，没有任何躲闪的意思。快躲开啊！孔飞心里都呐喊了无数遍，叶凡这样站在原地，那不是活靶子吗？麦克都以为必胜无疑了，嘴角都浮现了一抹微笑。而叶凡突然动了，手上一道狂暴的武道气息挥洒而出，瞬间在叶凡面前似乎形成了一道无形的屏障，死死地将麦克所有的攻击动作阻挡在外。同时，那一道磅礴的武道气息形成了一道枷锁，就这么将麦克固定在虚空中。从远处看去，像是漂浮在空中一样，但只有麦克自己内心里是多么的震惊、惶恐、剧烈震惊。卧槽！麦克发现自己所有的攻击都无效了，而且自己身体被那股无形的力量控制之后，根本不受自己控制了，想要前进、后退都不可能。而且那一股强大的力量还在疯狂碾压自己，像是泰山压顶一样。叶凡打算将自己活生生碾压粉碎吗？周围的约翰和杰森等人终于发现了情况不对劲。罡气！叶凡居然修炼出了罡气，不好，他至少是5尊级别的强者，我们被骗了。约翰嘴里惊呼的同时，招呼着身边的同伴大喝道：大家一起上！5尊级别的强者，威慑力就太恐怖了，若是让叶凡腾出手来的话，那今天4个人一个都别想走。而且旁边还有一个安琪儿，随时都想弄死他们的。砰！不等约翰几人靠近，麦克的身体在叶凡武道气劲强大的压迫力之下直接爆裂，当场殒命。约翰和杰森几人冲出去的身影稍微愣了一下，不知道到底该不该继续往前冲。而就只是这么片刻的迟疑，叶凡动了，瞬移特性发动，身体宛若鬼魅一样，眨眼间便从约翰和杰森几人面前晃动而过，手腕在几人脖子上点了一下。约翰，我怎么感觉我的脖子有点凉？我也是，刚才是我眼花了吗？我怎么感觉有个什么东西在我眼前晃动了一下，脖子似乎被蚂蚁咬了一口。剩下的3个刺客联盟高手身体在院子里顿住，纷纷迟疑，然后伸手朝自己脖子上摸去。啊，血，好多血！呜呜！杰森第一个叫起来，看着自己满是血的手掌，然后继续在脖子上摸了一下，才知道自己脖子已经被叶凡一刀斩断。约翰和另外的那个同伴眼神中同样浮现一抹绝望，艰难地低头朝自己脖子上看去，脖子上同样也浮现一道口子。3人捂着脖子，全身生机力量迅速消散，眼神中满是绝望，无力地朝地上瘫软而去，身体抽搐了几下，瞬间失去了气息，就这么死了。4大宗师高手眨眼间就这么死了，前后总共不过10秒钟的时间啊！孔飞和孔建仁相互对视了一眼，都满脸不敢相信，直到孔家的几个保镖上前打探了一下麦克和约翰几人的气息、脉搏，确认几人已经死了，孔建仁和孔飞等人这才倒吸一口凉气。叶凡的实力也太恐怖了啊！一人之力独占4大宗师高手，这5尊级别的强者的确可以做到，但能同时秒杀4大宗师高手，5尊境界的强者想要做到也不容易吧？叶凡拍了拍手，走到安琪儿面前，微笑道：怎么样？10秒结束了战斗吧？安琪儿虽然内心也很震撼，但面上却撇撇嘴道：切，只要你在另外的地方不要表现出10秒就行。哼，那娇嗔的模样还有玲珑的身段，无不展现着格外的魅惑。另外的地方表现为10秒。孔飞等人听完稍微发愣了几秒，瞬间就明白了安琪儿的意思。我去，安琪儿和叶少之前有故事啊，而且故事还很深，甚至可能都就已经负20厘米了。我丢，小妞，你别冤枉啊！我哪次表现都不是1个小时起步，要不现在我们就去验证一下。说罢，叶凡伸手搂住安琪儿的小蛮腰，扬手啪啪在安琪儿的屁股上拍了2下。英宁，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力道，还是那个味。安琪儿嘴里都忍不住发出了一阵娇羞的叫唤声。安琪儿虽然是外国妞，性情比国内的女孩要开放一些，但毕竟现场还有这么多人，只是瞬间安琪儿便反应了过来，挣扎着从叶凡怀里逃出来，眼睛扫了一眼在场孔家众人道：他们都是你朋友。安琪儿一句话再次将孔飞等人的心脏提了起来，这可是刺客联盟的盟主啊！叶凡可能不怕他，但孔家全部的力量加起来还是不够人家一根手指头的。是，孔家我保了，你们就撤销对孔家的追杀令吧。叶凡说的云淡风轻，但孔建仁却激动的眼泪都快要掉出来了。虽然叶凡只是简单的一句话让刺客联盟撤销追杀令，但对孔家来说就是日后的安全保证啊！刺客联盟的追杀，那几乎是必死的催命符。安琪儿点点头，其实刺杀孔家的任务我本来就不赞同，是葛老会他们强行接下，现在你将他们4个收拾了，葛老会那边就元气大伤了，
整个刺客联盟，我和师傅应该可以说了算了。话语顿了顿，安琪儿继续开口道：“有空给师傅也打个电话吧，师傅经常晚上想你想的也睡不着。”卧槽！安琪儿的一句话，让孔飞等人震惊的眼珠子都快掉到了地上。什么情况？叶凡将安琪儿的师傅也拿下了，这么生猛了吗？叶凡咳嗽了一声，掩饰了一下脸上的尴尬，后面再说吧，要不我们找个地方去交流一下感情。3年没见，叶凡对安琪儿这个小妞也很是想念的。看着叶凡那邪魅的眼神，安琪儿自然知道叶凡在想什么。亲爱的，我身体最近2天不方便。安琪儿歉然地抱着叶凡，仰头在叶凡的唇上亲了一口。现在知道你还活着，我随时都可以过来找你。到那个时候，人家一定天天缠着你，让你下不了床。哼！家人在怀里扭动着，魅惑的芳香传入鼻孔着。叶凡有些无语，这小妮子绝对是故意的。好了，你帮我杀了格老会4大嫡系高手，刺客联盟内部最近必然有重大变故，我就先回去了。安琪儿从叶凡怀里出来，一脸正色地对叶凡道：“还有，亲爱的，你有任何需要帮忙了，随时叫我，我一定会拼命帮忙。”3年前，叶凡和北洛师门同时遭到袭击，现在叶凡既然已经恢复了实力，那么叶凡一定不会放过当年那些灭门的仇人。好，小婵，你看到了吧？叶凡真的很招人喜欢的，你再这样话，叶凡真的要被人抢走了。安琪儿离开之后，在孔家大院一侧的花坛背后，许云和苏禅眼神有些复杂地看着安琪儿离开的方向。刚才叶凡和安琪儿之间的亲密，两人看得清清楚楚。当然，叶凡和安琪儿之间的事情，苏禅很早就知道。叶凡不光是和安琪儿，还有东瀛皇室太子妃、不列颠的王妃，叶凡不管走到哪里，都能让女孩倾心。唉，云姐，我何尝不知道，只是3年不见，很多东西都发生了一些变化。而且现在我们的情况，虽然西南的确的障碍被清除了，西南地区属于我的产业拿回来了，但上京那边苏浩还把控着苏家的大权，爷爷还在他的控制中，我哪有心思去想其他的东西。话语顿了顿，苏禅转头一脸真诚地看着许云道：“云姐，以后我不在的时候，你一定要帮我看着他，不要让他偷吃。”哼，这个叶凡长得太帅了，就算叶凡自己没有什么心思，其他的那些女孩子都会自己扑上来。啊！许云心头一慌，想到那天晚上叶凡对自己做的事情，就只差最后一步了，自己帮苏禅看着吗？怕不是最后将自己也看了进去。好，孔家本来以为的灭顶之灾，最后在叶凡轻松几招之下就化解掉了，整个孔家为之沸腾。孔飞和孔建仁都只差给叶凡跪下了：“叶少，今天太感谢你了，若不是你，我们孔家就真的完蛋了。”是啊，叶少，真心谢谢，若我是女的，我就以身相许了。孔飞也在旁边开了个玩笑，越发为自己的英明决定点赞。当时自己幸好没有帮云飞扬动手，后面更是如此大胆的将不死谷都送给了叶凡，才换得叶凡一次动手的机会。不必客气，你们孔家也付出了代价，以后孔家至少不会是我叶凡的敌人。第2天，叶凡是被秋婉的电话吵醒的。叶少，周家的产业我已经安排好了，但我们整个叶氏集团的情况有些不对，似乎有一股力量开始在暗中狙击叶氏集团的股票，想要控制叶氏集团。叶少你看。叶凡心中一阵莞尔，看来自己果然没看错，秋婉的确有2把刷子，只是从股票面上就看出了情况不对劲。叶家和林家早晚有一场生死大战，林家这是忍不住了吗？这就开始了从经济上对叶家动手。婉姐放心，这个我会处理的，你照常工作就是。叶凡刚和秋婉挂断电话，就接到了欧罗巴第一财团家主罗斯尔德的电话：“帝君，拉菲特那个狗东西已经帮助林家在股市上有所行动了，我们什么时候开始？”罗斯尔德言语中没有任何惧怕，反而有几分兴奋，因为全球金融界里有2个股神，一个就是漂亮国的拉菲特，一个就是欧罗巴的罗斯尔德，两人一直都在争第一。之前好几次，罗斯尔德都小输拉菲特一点。哼，拉菲特吗？难道他不知道他动手对付的是本少的家族？我马上打电话让他滚到我面前来解释清楚。叶凡刚准备通知拉菲特，罗斯尔德连忙开口阻止道：“帝君，您千万别，我手痒很久了，一直想和拉菲特公平较量一次，您就给我这个机会吧。我已经从欧罗巴那边调集了3万亿资金，保证叶家不会输。这样吗？那好吧。”叶凡点点头，算是答应了罗斯尔德的请求。而此时在林家大院里，肥胖的拉菲特不由打了个喷嚏，旁边恭敬此后的林华连忙道：“拉菲特先生，您是不适应这边的气候吗？是否感冒了？要我给您叫私人医生吗？”拉菲特是林华动用了林家所有的关系，花高价从漂亮国请来天才操盘手，目的就是为了一击必胜，将叶氏集团彻底击垮。不用，我应该是被一些故人惦记上了。拉菲特脸上浮现一抹神秘的笑容，内心里则是暗暗道：
帝君放心，这次行动我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礼物。林家主，为了这次行动，你准备了多少资金？拉菲特虽然已经开始小规模行动，但真正的行动若是开始，那必然是非常烧钱的。大概5000亿，不够。对付叶氏集团至少要8000亿资金，你想办法再筹集3000亿资金，否则我没办法保证能取胜。拉菲特直接一口否定。林华点点头，好，我林家还有几处可以筹集资金的地方，3000亿应该可以筹集到。5000亿现金其实已经是整个林氏集团的极限，但只要对付叶凡，就算动用关系再去筹集3000亿，林华自然也是愿意的。老丈人那边3000亿还是可以借到，只是这3000亿一砸进来，这次行动可将林氏和老丈人那边2个家族全部压了进来。一旦失败，怕是林家就没有任何翻盘的可能。叶家和林家即将开战，叶凡从孔家离开，招呼了赵玲珑和王富贵一声，便打算赶回云城。车辆离开花都市区，在快要上高速的时候，一个巷子里，叶凡突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被几个壮汉打昏迷，然后朝着面包车上色进去。华雪岩，这个小妞叶凡认识，正是云城制服人员的大队长华雪岩。这小妞不是在云城工作吗？怎么突然跑到花都来了？停车，我去救个人。既然见到了，叶凡自然不能不救。毕竟华思苗已经拜师叶凡了，算是叶凡的徒弟，华雪岩是叶凡徒弟的孙女。况且华雪岩在叶凡整治叶氏集团的时候也提供了一些方便。巷子里那几个壮汉将华雪岩弄上车之后，启动车辆便打算离开。突然车辆前面一道人影挡住了车辆的去路，不是别人，正是叶凡。傻逼，你神经病吗？找死啊！赶紧让开，不然老子一脚油门直接撞死你！开车的司机将脑袋探出来，对着叶凡大吼道。叶凡脸上浮现着一抹寒意，冷冷地对那些壮汉呵斥道：放开车上的人，我留你们一条性命。叶凡的话让车上4、5个壮汉都不由一愣，老大是这娘们的同伙，怎么办？他们刚才只顾着抓华雪岩，却没想到华雪岩还有同伙。车辆上一个刀疤男子脸上闪过一抹阴沉，不管那么多，直接撞上去。好！开车的司机应答了一声，脚下油门踩到底，发动机发出一阵咆哮，对着叶凡呼啸地撞过去，去死吧！嗡嗡，车辆才加速了3米，叶凡便动了，但却不是逃跑，而是主动朝面包车冲过来。靠近的瞬间，挥动拳头对着面包车头一拳轰击下去。轰隆，车辆发出一阵巨大炸裂声响，下一刻车辆直接在原地停下，车头炸开，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窟窿，更是开始冒起剧烈的浓烟。一辆急速行驶的面包车就这样被叶凡一拳给干得停了下来。面包车里众人始料不及，脑袋撞击在靠背上，方向盘上，瞬间撞得头破血流，根本不顾自己身上的伤势，一脸不可思议看着车前背着双手的叶凡。这还是人吗？一拳将一辆车干停下。叶凡绝对是武道高手，而且还是宗师级别之上的强者，但在花都，宗师级别以上的强者都有头有脸啊，也没见有这么年轻的。小子，七爷办事你最好不要管，否则司机踉跄着从车上下来，还想在叶凡面前显摆一番。但叶凡却没那么多耐心，对于叶凡来说，管他什么七爷还是八爷，胆敢违背叶凡意志，统统干掉。啪！叶凡挥手一巴掌，直接将司机扇飞，跌落到7、8米远之外，在地上抽搐了2下，直接晕死了过去。不许动！叶凡刚刚转身，车辆上剩下的4个壮汉手里拿着沙漠之鹰，枪口死死锁定叶凡，冷冷开口道：小子，七爷要的人还没有谁敢阻扰，现在马上给老子跪下，喊3声爷爷，我饶你一条狗命。他妈的让你跪下，你没听到吗？另外一个瘦弱一点的壮汉看到叶凡还愣在原地，上前2步，挥动枪托对着叶凡的脑袋砸下去。叶凡眉头一皱，避开脑袋，任由那壮汉的枪托砸在自己肩膀上，然后冷冷盯着壮汉道：看来你们还真的不知死活啊。本来对于这些垃圾，叶凡没打算多去理会，而只是打算将他们打晕了，交给华雪岩去处理的。可现在这群垃圾居然在叶凡面前放肆，还拿枪托砸叶凡，叶凡怎么能忍？呵呵，傻逼，是你死到临头了，还在这里吹牛逼了？麻蛋，你纵算有天大的本事，那又如何？难道你的武功还比子弹更快吗？来啊，有种你试试看！那个挥动枪托砸叶凡的壮汉还挑衅，将枪口准备朝叶凡的脑袋上顶。他才刚刚一动，叶凡便动手了，手上气劲炸裂，抓住那壮汉手里的手枪，直接当场捏爆。金刚的枪支瞬间化作了一堆铁屑，顺着叶凡的指尖滑落。气劲继续冲击，直接将那壮汉的手臂轰击碎裂，随即是肩膀、胸前肋骨，然后是五脏六腑扑哧。
那壮汉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就感觉身体被掏空了一样，嘴里狂喷一口鲜血，同时身体无力地朝着地上瘫软而去。眨眼间，身体居然脱水，变成了一张包裹着液体的皮囊一样，在地上晃动着。你怎么？这个傻逼到死都不知道叶凡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居然比子弹都还快，自己根本都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就要去见阎王了。卧槽！兄弟们，开枪杀了他！同伴如此轻松的就被弄死，而且死的还这么诡异。剩下还有3个壮汉，在老大的指挥下迅速扣动扳机，想要将叶凡射杀。咻！他们动作好像很快，但叶凡却已经激活了瞬移特性。他们开枪的瞬间，叶凡已经瞬移到了他们背后。砰砰，2拳轻松将2个壮汉砸趴下，最后就只剩下1个壮汉老大在原地傻眼了，一脸痴呆地看着叶凡。噗嗤，壮汉老大直接对着叶凡就跪下了：“大佬饶命，我们狗眼看人低，请大佬赎罪。”从刚才情况，壮汉老大看出来了，叶凡实力太变态，他们是打不赢叶凡，也杀不死叶凡，现在想要活命，只有求饶。轰隆，叶凡没有任何迟疑，一拳砸在壮汉肩膀上，强大的气劲直接将壮汉冲击的半个身子，将水泥地面都撞击得塌陷了下去半尺。咔嚓咔嚓，刀疤男子全身骨头传来一阵清脆的碎裂声响，七窍都开始流血，身体在剧烈颤抖，疼得额头上冷汗直冒，但却不敢发出任何声音，请大佬赎罪。叶凡嘴角抽了一下，刚才一拳已经断了这个壮汉的生机，之所以留着他一条性命，只不过是想要让他带个路罢了。带我去见七爷。啊，好。刀疤男子眼神中闪过一抹疑惑，同时又有几分窃喜，这个棒槌是有多脑残啊，别人听说七爷名号都是恨不得有多远躲多远，而这个家伙居然还主动送上门去。叶凡淡看了刀疤男子一眼，上车将车上的化血岩抱了下来，一道气劲在化血岩身体里运转，化血岩瞬间清醒过来。你们这群混蛋，放开老娘，老娘一定要毙了你们。化血岩清醒的第一件事就是伸手朝自己腰间摸去，打算掏枪对叶凡动手。叶凡嘴角一翘，连忙伸手按住化血岩道：别乱动，是我。是你。此时化血岩也看清了眼前是叶凡，又转头看到倒在地上的那几个壮汉，眼神中浮现一抹惊喜。但当化血岩看到那刀疤男子的时候，瞬间如被踩了尾巴的猫咪一样跳了起来。该死的混蛋，你们自己为非作歹不说，居然还勾结东瀛狗贼在大夏撒野，该枪毙100遍。听到化血岩的话，叶凡眉头一皱，他们勾结东瀛人在大夏撒野，具体是什么情况？对于东瀛，叶凡从小就没什么好感。当年东瀛狗屠杀大夏百姓上百万，后面掠夺大夏的资产无数，被打趴下之后，这么多年都还算安分，但从前几年开始，东瀛的那些武者就开始悄悄潜伏进入大夏，似乎在策划什么阴谋，在大夏的动作越来越频繁。这些可恶的混蛋最近专门在大夏拐卖诱饵，然后悄悄运送到东瀛，据说在做什么实验，我刚查到他们这条线索，就被他们打晕了。化血岩说到气愤之处，都忍不住上前对着刀疤男子裤裆里踢了一脚。轰！听到这些垃圾居然拐卖诱饵，还用他们来做实验，叶凡全身杀气瞬间开始沸腾起来。100年前，东瀛一个弹丸垃圾小国，在大夏境内放肆就算了，现在大夏处于鼎盛时期，这些鼠辈居然还敢在大夏放肆。他们放肆就算了，刀疤男子和背后的七爷这些人居然以助纣为虐，残害大夏百姓，简直太可恶！你该死！叶凡一脚踹在那刀疤男子身上，气劲再次顺着他经脉冲击全身血脉，疼得他在地上直翻滚。大佬饶命啊，我只是奉命行事，不关我的事啊。叶凡出气了一阵之后，这才对巷子外面的王富贵招了招手，说明了一下情况，去一趟七爷所在位置。按照华雪岩的说法，七爷在省城有很大的权势，和好多高层官员都有往来，影响力比4大豪门都要强大。华雪岩想要调查七爷，都要偷摸着来。这样的人渣，叶凡既然遇到了，那自然就不会放过。花都龙宫会所的包间里，七爷戴着一副金丝眼镜，对面则是坐着一个八字胡中年男子。村野君，尝尝今年的新茶，看看味道怎么样。对面的八字胡男子正是东瀛黑衣社的副社长村野浩二，在整个天南省的行动也是村野浩二在负责。村野将茶杯端起来，抿了一口之后，有些担忧的道：七爷，我可听说最近大夏的警方在调查你啊，特别是西南有个叫华雪岩的女警察，据说都已经查到你头上来了，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七爷淡淡一笑，不会有任何问题。如果不出意外话，华雪岩那娘们很快就要被送到这里来了。据说那娘们还是个极品美人，如果村野先生感兴趣，在弄死她之前，我可以将她送到你床上去。啊，真的吗？那就太好了，嘿嘿，我可非常期待哦。哎，七爷，
为我们合作愉快干杯。这批货若是顺利运送到东营的话，我们社长一定会好好奖赏七爷的。两人奸笑的同时，举杯便准备庆祝。但就在此时，龙宫会所1楼大厅里全出现了一阵骚动，轰隆，一阵惊天动地的巨响。龙宫大厅里，一辆蓝色的宝马疯狂将玻璃大门撞击碎裂，然后冲进了大厅里。叶凡和王富贵、赵玲珑几人从车上下来，冷冷地扫了一眼众人，道：“让七爷滚出来。”在来的路上，叶凡和华雪岩已经大概将七爷做的事情给王富贵和赵玲珑讲了一遍。此时两人都是异常愤怒：“你们敢在龙宫撒野，知不知道这是谁的地盘？”1楼大厅里，七爷的一群手下还不知死活地上前，想要对叶凡等人动手，正好给了暴怒的王富贵和赵玲珑发泄的机会。轰隆，轰隆，两人就像人形推土机一般，顷刻间便将1楼几十个保镖全部打趴下，没有死也是重伤。人贩子还是拐卖诱饵，乃是人间最无耻、罪大恶极的行为。赵玲珑和王富贵没留一点情面。2楼刚准备庆祝的七爷看到楼下情况，眉头顿时紧锁起来。特别是看到华雪岩居然跟着一起来了，有些恼怒的将酒杯砸在桌子上，干什么吃的？一群饭桶！话语落下，七爷掏出电话，迅速拨通了一个电话：“张局长，龙宫这边出了点事情，你马上过来一趟，越快越好。今天龙宫遇到麻烦了，若是解决不好，这里怕就要出大问题。特别是龙宫地下室里还关着一群诱饵，这个是绝对不能暴露的。村野先生，您带来的高手，这次恐怕要借用一下了。”七爷本身也是武者，从叶凡、赵玲珑等人身上，他感受到了武道气息波动。七爷手下虽然也有武道高手，但七爷并不想就这么暴露自己的力量。当然，我们现在可是一条绳上的蚂蚱，我也希望七爷能尽快处理好这件事。村野话语顿了顿，继续开口道：“七爷，走吧，我们一起下去看看。”七爷点点头：“好，我也想看看，究竟是谁敢在花都地盘上闹事。”七爷最近的势力发展非常迅速，所以心态已经有些膨胀了，谁都没放在眼里，包括那4大豪门。七爷早就想对他们动手，震慑一番了。今天居然还有人直接将龙宫会所大门撞毁，整个花都谁不知道龙宫会所就是七爷在花都的门脸？若是这件事处理不好，那么七爷在花都的面子也就扫地了。村野对身边的人招呼了一声，很快，一个穿着长袍的中年男子背上背着一把剑，踏步朝村野走来。村野社长，嗨，标准的东瀛狗那一套做法，弯腰低头，都快要将脑袋伸到裤裆里去了。村野点点头，淡淡开口道：“武藤，楼下有大夏的几个武者在闹事，等会需要你出手的时候，出手震慑一下。”村野有些骄傲地仰了仰头，武藤是他手下得意的高手，实力都已经达到了宗师境界。这次村野之所以同时自己的高手出面，也是想要在七爷面前秀一下肌肉，让七爷知道东瀛黑衣社实力不容小觑。可七爷和村野还有身边的一群武道高手跟着一起快速下楼，你们闹傻子，不知道龙宫会所是什么地方，在这里搞事情，真是一点面子不给我七爷啊！在七爷身边，一个戴着眼镜、梳着中分头的男子用一口川味十足的话语对着叶凡等人呵斥道：“今天你们葛老子若不给个说法，哪个都莫想离开这里。”中分头男子手里还拿着一杯奶茶，十足一副归入的样子，2颗大龅牙格外显眼。这家伙据说是七爷的养子，名叫陈国富。我是云城巡天司大队长华雪岩，奉命追查一件人口贩卖案件，希望你们配合调查。华雪岩上前一步，将自己的证件亮出来，不卑不亢地对着陈国富、七爷等人呵斥道。现场一片安静，所有人的眼神都有些奇怪地看向华雪岩，像是看什么稀奇动物一样。龙宫会所开了这么多年，还从来没有人敢查这里，而现在云城的巡天司的一个大队长居然敢来查龙宫会所，当真是嫌自己命长了，不知道有些人有些地方是不能碰的吗？所有人都将目光聚集到陈国富和七爷等人身上。华雪岩将自己的证件掏了出来，陈国富脸上的肌肉抽动了2下，随即浮现一抹狠厉，挥手便准备让保镖动手。陈国富毕竟太嫩了，想到的最好办法就是将华雪岩灭口，不要让他乱说。毕竟之前华雪岩追查到龙宫会所线索的时候，就是七爷下的命令，让手下去将华雪岩抓回来。陈国富刚想开口，七爷从后面伸手拦住了陈国富。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自然就不能用之前的手段来对付华雪岩了。长官，你既然是云城的大队长，似乎花都应该不属于你的管辖区吧？而且你要我们配合调查，可有搜查证或者相关方面的手续批文？七爷淡淡地看着华雪岩，面上虽然一脸平静，但内心里却将华雪岩撕碎了千百遍。这个华雪岩，七爷自然也派人调查过的，乃是西南药王华思邈的孙女。华思邈虽然只是一个医生，但在西南乃至整个大夏人脉惊天啊！
所以之前华雪岩调查龙宫会所的时候，七爷一直不敢轻易动手。后面只是眼看华雪岩都已经调查到核心信息了，七爷没办法，所以才必须动手。只是没想到，那么凑巧，恰好就被叶凡撞见了。华雪岩一时语塞。从流程和形式上说，华雪岩的确没有权限在花都调查，就算要调查，也要得到花都巡天司的批准。可龙宫贩卖人口如此重大紧急的情况，哪里还有时间去等批准再来调查？等批文手续都完整的情况下，龙宫会所早就将贩卖的那些人口转移了，到时候就算将龙宫会所翻个底朝天，也没有任何意义啊。既然没有任何批文手续，那就请离开吧。对了，你损坏我们会所的大门所造成的一切损失，你需要照价赔偿，这一点我会反馈给你上司的。七爷嘴角冷笑一声，小姑娘一个，跟我斗。看着七爷那嚣张的嘴脸，叶凡心里就来气，而身边的王富贵更来气，朝叶凡看了一眼。得到叶凡许可之后，王富贵脚腕在地上一蹬，身体急促窜了出去，一巴掌对着七爷耳光扇了过去。赔偿？赔你妈啊赔！垃圾！啪！清脆的一声闷响，七爷脸上结结实实的挨了一巴掌，被打得双眼冒金星，身体都踉跄了一下，脸上5个手指印清晰可见的迅速浮肿起来。现在所有人都不由倒吸一口凉气，七爷被打了。雄霸花都的七爷居然被打了。要知道七爷现在的权势，就算是天南省总督见到七爷都要客客气气的，叶凡这伙人上来居然敢扇七爷的耳光，这不找死吗？放肆！来人，给老子将他们拿下！陈国富脸上一惊，对着身边的保镖呵斥着，便想让他们动手。但七爷忍着脸上火辣辣的疼痛，再次拦住了陈国富。你给闭嘴吧，凡事不知道动动脑子吗？七爷已经通知了天南省巡天司总局张扬总局长，能用张扬制止的事情，龙宫会所自然就不用直接出手落下把柄。张扬是华雪岩顶头上司的上司，想要拿捏华雪岩，那完全是轻轻松松的事情。将华雪岩解除职务，后面再要玩死华雪岩和他的同伴，完全可以暗地里下手啊。可是七爷他们，陈国富还想继续开口，门口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群制服人员在一个肥胖的中年男子带领下快步冲了进来。张总局长道：这里怎么回事？是谁在这里闹事？还打伤了这么多人？领头的男子不是别人，正是天南省总局局长张扬。只是一开口，叶凡便知道了，这个张局长屁股是歪的。是他们开车将我们大门撞毁了不说，还打伤了我们这么多人。张局长，快将他们都抓起来！陈国富看到张扬来了，眼睛里顿时冒起一阵光芒，急忙对着张扬开口道。张扬淡淡的看了陈国富一眼道：陈先生，我们办案自有我们的程序，若是他们真的做的犯法的事情，我们自然不会放过他们。张扬对陈国富显然有些不满，张扬可以臣服在七爷之下，但并不认可陈国富。七爷身边的一条狗还想指挥张扬，好歹张扬也是总局的局长，自然不会被陈国富左右。张扬说完，转头看向叶凡等人道：人是你们打？正是。王富贵率先开口承认了，那是他们该打，门也是你们撞坏的。是。王富贵见叶凡没有开口，只能继续开口承认了下来。叶凡一脸淡定地看着张扬，他倒是要看看这张扬到底能玩出什么花样来，简直没有王法。现在我宣布，你们私闯民宅，破坏财物，还蓄意伤人，情节极其恶劣，来人，马上将他们带回去接受调查，胆敢反抗，警告无效者可以当场击毙。咔嚓咔嚓，随着张扬开口，跟着张扬一起来的那些手下纷纷将身上的枪掏了出来，上膛，枪口则是死死锁定着叶凡和王富贵等人。看到眼前这一幕，七爷和村野相视一笑，露出了欣慰的笑容。村野也暗自感叹，七爷在大夏的手段当真不小啊，居然都可以调动天南省的总局长，这能量着实可怕。张局长，你就这么办案的？你为什么不问一下我们为什么打人？龙宫会所还干着贩卖人口的勾当，你们当真眼瞎，都不查一下？赵玲珑在旁边都忍不住了，对着张扬抱怨道。张扬冷笑一声，哼，你们有证据吗？没证据就不要胡乱诬陷别人。龙宫会所有没有问题，我后面自然会慢慢调查，今天先解决你们的事情再说，你们都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动手啊！张扬一声呵斥之后，暗暗和七爷交换了一下眼神。龙宫会所很显然已经暴露了，张扬的意思很明显，让七爷尽快抓紧时间来转移关押的那些诱，后面张扬才好配合演戏。不然若是真的被抓了现行，如果真的在龙宫里面找到了关押的诱，那到时候七爷和张扬都无法脱身。慢着！就在张扬的手下准备动手的时候，华雪岩站了出来，将手里的证件举到张扬那些手下的面前。你们看清楚了，我也是巡天司的人，我是奉命在这里来查案，
你们这么不分青红皂白，沆瀣一气，我严重怀疑你们勾结到了一起。华雪岩的一句话让张扬一愣，不由转头看了七爷一眼。刚才七爷打电话通知他的时候，可没说这里也有巡天司的成员啊。若是这里有巡天司的成员，那就非常麻烦的。张扬可以控制自己的嫡系手下都不会泄密，但不是自己的嫡系手下，那张扬就没法保证了。张扬皱眉，将华雪岩的证件拿起来看了一眼，发现华雪岩只是云城的大队长之后，心里顿时松了一口气。胡闹！你一个云城小小的队长，跑花都来干什么？这里是你管辖的区域吗？我现在就通知你，你被停职了。说话的同时，张扬掏出手机拨通了云城分局局长的电话。孙红，你怎么管的你的人？你手下有个叫华雪岩的，居然跑到花都来查案，怎么？你是嫌我管辖的范围没管得好，还是你不想在你的位置上干了？马上让你的人撤了，不然我让你立马滚蛋。张扬的电话刚挂断，华雪岩的电话就响了起来。不用说，自然是云城分局局长孙红的电话。雪岩啊，我早就说过，那个案子不是你能查的，赶紧回来吧，不然你继续闹下去，我也保不了你了。孙红不算坏人，但身在体系里，知道很多关系是盘根错节的。省城龙宫会所的后台，七爷的确早就牵涉到了幼儿失踪的案件中，但无奈七爷背后的力量太强大了，孙红想查也没办法。可是局长，什么都别说了，从现在开始，我口头通知你，你先停职1个月吧。华雪岩听着电话里传来的嘟嘟声响，眉头都皱成了麻花。可恶，难道就让这些混蛋逍遥法外吗？明明知道七爷和龙宫会所就是幕后真凶，但华雪岩却无法抓他们，甚至连花都巡天司都站在七爷这边。华雪岩感受到了一股浓烈的无力感。叶凡嘴角一动，知道现在该自己出场了。张局长，你真的要和他们狼狈为奸吗？最后给你一个机会，马上派人将七爷这群人渣抓起来，我可以留你一条活路。叶凡的声音不大，但现场所有人都听得清清楚楚，所有的目光全部都齐刷刷地朝叶凡看去。当七爷看到叶凡面孔的瞬间，脑袋里突然感觉非常熟悉，这个年轻人自己怎么这么面熟了？而且似乎还是一个不太好惹的人物，但具体是谁，七爷一时间硬是没想起来。放肆！你又是谁？敢这么跟本座说话？还有没有王法？动手，给我将他抓起来！张扬对于叶凡的挑衅非常不爽。在现场，张扬乃是官职最大的，被一个无名小卒挑衅，张扬感觉到遭受了强烈的冒犯。张扬身边2个手下身影一闪，便打算过来将叶凡铐上。哼！叶凡鼻孔中冷哼一声，轻松2拳砸出去，将张扬的2个手下砸飞，淡淡开口道：张扬，机会已经给过你了，你自己不中用，那就别怪本少不客气了。我可以保证，从此刻开始，你不可能安然地从这里走出去。就凭你！张扬的2个手下被砸飞出去，这一点张扬一点也不意外。对于叶凡的威胁，张扬也丝毫不看在眼里。这里是七爷的地盘，还有自己这么多嫡系手下在场，还能让叶凡翻起什么风浪？叶少乃是大夏第一家族叶家唯一的嫡系少爷，天龙军唯一继承人，北落师门唯一少主。你说凭叶少够资格吗？叶凡还没开口，王富贵上前一步，站在叶凡身边，冷冷地介绍了一下叶凡的身份。还有我王家全力支持，我就不信今天还拿不下你们。对，还有我西南赵家，你们这群垃圾必须死！死！王富贵这么一介绍，在场众人瞬间不由倒吸一口凉气。七爷此时也终于想起来了，是他！我天！昨天叶凡一怒之下将云家和周家都推平了，如此高调，就是要杀鸡儆猴的七爷，作为雄霸花都的霸主势力，自然也知晓了这一消息。七爷完全没想到叶凡居然找上了自己，而张扬此时也懵了。叶家大少，那可是大夏第一家族的大少。虽然3年前叶家被袭击了，但最近随着叶凡归来，叶家又开始崛起。自己居然得罪了这么一尊大神，张扬不由转头看向七爷，征询接下来该怎么办。七爷脑袋里飞速思考着，叶凡最近的确展现了不弱的实力，据说周家的老祖、管家都是死在叶凡手里。但七爷也知道，想要对付叶家的力量可不简单，明面上的有周家、林家，甚至皇室，背后还有更神秘的力量。根据七爷得到的可靠消息，林家已经和叶家全面开战了。3年前叶家差点覆灭，那么这次叶家再难逃一劫了吧？最关键的是，龙宫会所背后的事情绝对是不能曝光的，如果一旦曝光，影响七爷不说，七爷背后的老板必然会被牵连，那个时候七爷就生不如死了，那叶凡就必须死。想清楚了其中的利害关系之后，七爷对张扬使了个眼色，比划了一下抹脖子的动作。看到七爷这个动作，张扬都发愣了一下，七爷居然如此狠。
这是打算将叶凡直接做了，但想到七爷背后的力量，未必不可以和叶家掰手腕。本座管你什么少爷，今天本座秉公执法，任何胆敢阻扰者，杀无赦。张扬说话的同时，手里的手枪都上膛，枪口锁定叶凡，打算亲自动手。叶凡，你要拒捕吗？只要叶凡敢反抗，那张扬就有动手的理由。张扬不过只是一个普通人，略微懂一点武道技巧，根本不知道武道高手的可怕。武尊级别之上的强者，速度都已经比子弹要快，在战场上都可以感知子弹的轨迹，完全可以躲避子弹的。张扬一把手枪，怎么可能威胁到叶凡？叶凡哑然一笑，呵呵，不是要比权力地位吗？很好，我倒是要看看，在大夏谁的权势比我叶家还要大。众人这才想起来，叶家虽然没落，但叶家依旧是大夏6大豪门之一，无论是在军部还是在其他朝堂之上，依旧有影响整个大夏局势的能量。是谁想随便抓叶少？你们谁动叶少一根汗毛试试看？叶凡话音落下，门口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男子在2个秘书的簇拥下走了进来。虽然看起来文弱书生的样子，但身上的气场却有一种天然上位者的气息。彭宇总督，您怎么来了？张扬手里举着的手枪都不由自主放了下来，眼睛里闪过一抹畏惧，同时头几分惊愕。来的不是别人，正是天南省总督彭宇，也是叶家阵营的嫡系力量。昨天知道叶凡来花都之后，就打过招呼，想见一见少主。但昨晚叶凡没有时间，所以就没见。今天想到要动七爷，所以叶凡便招呼了彭宇一声，顺便想把这个功劳让给彭宇一份。哼，怎么我不能来？我得到消息，龙宫涉嫌贩卖人口，现在我命令你立马查封龙宫会所，彻查龙宫会所人口贩卖的案件，你有意见吗？彭宇和叶凡对视了一眼，直接给了张扬一个下马威。刚才张扬还说后面会查龙宫会所，而现在彭宇来了之后，直接下了死命令。这张扬瞬间蔫了，龙宫会所里面是干的什么勾当？张扬自然清楚，下面还有上百的诱，一旦查出来该怎么收场？彭宇突然出现，为叶凡撑腰，这让七爷有些措手不及。如果彭宇没来，惹急了，七爷还可以直接动用自己和村野的力量，将叶凡和华雪岩当场格杀在现场。但现在彭宇来了，还是天南省总督，这可是大夏雄霸一方的封疆大吏啊！若是也杀了，那怕是无法跟大夏交代。让七爷以及他背后的力量和整个大夏抗衡，七爷没这个胆量，而七爷背后的人估计也不敢冒险。可是现在情况摆在这里，若是不动手的话，那自己就完了。彭宇总督且慢，我们这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七爷马上一脸堆笑，上前想要和彭宇打招呼。今天这就当是一场误会算了，我们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我一开始也没认出是叶少。七爷这是一种变相的认怂。有彭宇加入进来了，张扬和七爷自然是不敢将叶凡等人怎么样了。现在七爷想的是，就是彭宇让一步，然事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滚！彭宇的态度非常明确，自家少爷是什么态度，他就是什么态度。柳七，我跟你很熟吗？告诉你，我认你很久了。今天本座在这里，倒是要看看你还能玩出什么花样。彭宇丝毫都没有给七爷面子，而且态度也非常明确，那就是必定要彻查七爷的龙宫会所。七爷的脸色瞬间阴沉了下来。彭宇，你是非要跟老夫撕破脸皮吗？彭宇没有回应七爷，而是转头看向张扬道：怎么还不动手？你到底是大夏的官员，还是他柳七的官？信不信我现在撤了你的职？张扬一脸苦涩，此时都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自己只是一个小小的局长，夹在中间太难受了。不过张扬手下那些人看到眼前的情况都有些动摇了，一看风向不对，便打算真的对龙宫会所动手。我看谁敢！七爷突然一声呵斥，随即一脸阴沉的呵斥道：给我封锁会所所有出入口。叶凡在会所袭击总督，总督身受重伤不治而亡，叶凡最终被我等击毙，明白吗？七爷一声呵斥，说出的话语让现场众人一片震惊，特别是张扬，看七爷的眼神都发生了变化。七爷的意思非常明确了，是打算将彭宇和叶凡等人一起干掉。太狠了，也太疯狂了，格杀大夏命官啊，这个罪责谁也不敢担。七爷自然也明白这个道理，放在后辈的手里已经将一支银色的手枪悄悄上膛，其他人估计都没胆量动手，那就只能七爷亲自动手。柳七，你想干什么？朗朗乾坤之下，你难道想造反？彭宇瞳孔一阵放大，察觉到七爷的动作，震惊的嘴巴都合不拢了。堂堂一大总督居然都镇不住七爷，这个柳七也太放肆了吧！哼，干什么？彭宇，敬酒不吃罚酒，那就怪不得老夫了。七爷眼神中闪过一抹狠厉，举起手枪对着彭宇扣动了扳机。叶凡当众刺杀彭宇总督，大家护驾。
七爷能混到这个地步，并不是只是靠武力，而是有脑子的。既然做出了决定，七爷没有任何迟疑，直接开始行动，打算将彭宇当场格杀，然后再慢慢收拾叶凡等人。最后，只要所有人死了，那就可以将所有的罪责全部推到叶凡等人身上，就和七爷嘴里喊出来的一样，到时候可以说彭宇是叶凡杀的，而七爷和张扬等人则是救人大好人，最后将叶凡也格杀了。反正叶凡和彭宇已经死了，死无对证，事实是怎么样，还不是他们说了算。七爷算盘打得很响，但他们却忽略了叶凡的实力。七爷扣动扳机的瞬间，叶凡动了，一把抓着彭宇，身体急速朝侧面闪身了1米，恰好避开了七爷的那颗子弹。七爷，今天若是不杀你，都对不起天地良心啊！叶凡将彭宇放在一边，眼神犀利地盯着七爷。这个七爷可是个狠角色，绝对不能让他活着，不然后患无穷。叶凡在危机时候居然将彭宇救走了，这让七爷有些震惊。能避开子弹就算了，而且还能救别人也避开子弹，那叶凡的实力究竟到了多么恐怖的一个阶段？哼，老夫倒看看你今天怎么杀！七爷脸上浮现一抹阴沉，都愣着干什么？一起动手杀了他们，否则我们都得死！哗啦啦，大厅里，七爷手下所有人都齐刷刷将枪口锁定了叶凡和赵玲珑、王富贵等人。就在众人准备动手的瞬间，堵着的大门再次被一辆装甲车撞开，西南总指挥沈强在此，谁敢放肆？嘎吱，装甲车上的炮口调转方向，死死将七爷锁定。而在装甲车后面，更多的迷彩服战士蜂拥而至，瞬间就将大厅围了个水泄不通。那些人手里都是重型武器，炮口都锁定着七爷和他的那些手下，强大的压迫感让所有人瞬间都不敢轻举妄动了。叶少，我们来了。沈强恭敬对叶凡一抱拳，是否开炮，请叶少吩咐。叶凡淡淡一笑，冷冷地看着七爷和张扬道：你们现在还要杀本少吗？沈强带来都是精锐中的精锐，而且他们的人数也是七爷这边人数的好几倍，这是压倒性的压制。张扬都快哭了，刚才彭宇来就算了，现在西南总指挥都来了，那可以统辖10万大军的存在啊！带着这么多迷彩服军士将这里包围，他们还能怎么办？叶少，我错了，我是被他们蛊惑的，我举报，就在他们的地下室里关押着上百的诱。没有任何迟疑，张扬直接扑通一声给叶凡跪下，然后将龙宫会所最大的秘密说了出来。混账，找死！七爷气的脸色一片铁青，手里的枪口偏转，一枪直接将张扬击毙。砰！张扬连呼救的机会都没有，直接倒在了地上。哼！七爷动手的时候，叶凡也动了，一个瞬移到七爷身边，手上气劲涌动，直接将七爷的手臂斩断，然后一脚踹在七爷的胸口，将七爷踹翻在地上。咻咻咻！看到叶凡动手了，七爷背后村野和3个宗师级别的高手也动手了。八嘎，去死吧！村野嘴里呵斥的同时，2把弯刀出现在手里，没有任何迟疑，划破虚空，朝着叶凡的脖子抹去。村野和七爷是穿同一条裤子的，东瀛武道高手出现在大夏境内，本来就是要给官方报备的。按照大夏和东瀛签订的条约，如果东瀛高手未经报备而出现在大夏境内，可是视为入侵大夏，人人得而诛之。今天只要七爷倒下，那么村野也就休想活着离开这里了。而想要救七爷，最关键的就是弄死叶凡。对于村野和3大宗师高手攻击，叶凡连正眼都没看一眼。昨天在孔家的时候，叶凡就已经验证过了，宗师级别的高手在叶凡面前就跟纸糊的一样，根本不是对手。砰砰砰！叶凡身影迅速在3大宗师高手中间窜动，接连3巴拍打出去，空气被强大的气劲冲击撕裂，发出一阵哀鸣，出现一圈圈目光可见的涟漪。七爷的2个宗师手下，还有村野的那个武藤宗师高手，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直接被叶凡拍的嘴里狂吐鲜血，身体从虚空中坠落到地上，抽搐了几下，再也没有任何动静。看到如此一幕，躺在旁边的七爷绝望地闭上眼睛。现在七爷有些明白，最近那些豪门大族为什么对叶家如此忌惮了。所以叶家最近的崛起不是回光返照，而是叶凡本身的实力已经到达了一个非常恐怖的状态。3年前，叶凡被挖去了心脏，破坏了根骨，连肾脏也被挖了。那个时候，叶凡就已经是最年轻的宗师强者。而现在3年后，叶凡的实力居然恢复了，而且显然已经超越了宗师太多，他至少都是5尊级别的强者。在俗世界，一个家族若是出现一个5尊级别的高手，雄霸整个大夏，那是太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村野挥动的战刀明明看见刺中了叶凡，但最后发现刺中的只是叶凡的残影罢了。等村野反应过来，发现和自己一起进攻的3个同伴都已经倒在地上，宛如死狗一样。这村野瞳孔一阵放大，
手里的战刀都拿不稳了。叶凡，你这么年轻，实力又这么恐怖。叶凡有嚣张的资本。想到叶凡刚才所有的行动，所以叶凡如果想要碾压他们的话，这里所有人加起来都不可能是叶凡的对手。叶凡刚才在扮猪吃老虎，可惜是村野反应太慢了。之前若是村野悄悄逃走，或许还有机会，但此时一切都晚了。咔嚓，村野还在发愣，叶凡已经闪身到村野面前，抓住村野手里的战刀，气劲运转，将村野手里的战刀冲击碎裂，铁屑掉落了一地。冬阴狗，在大夏撒野，你们必须付出代价。叶凡鼻孔中冷哼一声，手上的气劲继续冲击，顷刻间将村野的四肢轰击碎裂，胸前肋骨断裂，然后将村野抡起来，宛若一根木棍一样，狠狠朝地上砸去。轰隆，轰隆，大理石地面都被砸出了一个大坑，村野已经被砸得血肉模糊了，只剩最后一口气了。叶凡这才住手。叶凡将村野丢在一旁，刚准备朝七爷走过去，旁边的陈国富突然动了，装作打电话的样子，拿着手机朝门外走去。喂，什么？你家母猪生崽了？好的，我马上过来。这个陈国富刚狗仗人势，还无限嚣张，此时看到七爷和张扬、村爷等人出事了，居然还想着溜走。叶凡冷笑一声，手上一把椅子砸出，擦着陈国富的胸口，砸在他面前，椅子腿都直接镶嵌到了水泥地面之下。本少让你走了吗？叶少，我错了，别杀我。陈国富被吓得双腿一阵颤抖，裤裆里直接打湿了，当场被吓尿，随即扑通一声对着叶凡跪下。叶凡冷冷一笑，带我们进去找到关押幼儿的地库，饶你不死。这陈国富犹豫了一下，朝七爷看了一眼。那个关押幼儿的地库，陈国富知道，但陈国富也清楚，那是七爷的命根所在。若是那里暴露了，那就是人赃俱获，七爷就彻底完蛋了。而且幼儿拐卖到东瀛，不光是涉及到金钱方面的东西，还牵涉到另外一个天大的秘密，还涉及到上京某个神秘的大家族。秘密暴露，那自己日子怕也不好过。但陈国富也清楚，若是自己现在不带叶凡等人进去，那自己同样也没有好下场。看到叶凡犀利的眼神朝自己看来，陈国富一咬牙，爬起来在前面带路。走，畜生！陈国富，你这个狗东西，你敢！七爷还想跳起来大骂陈国富，但叶凡直接一脚将七爷踹得晕死了过去。在陈国富的带领下，顺着龙宫会所里面复杂的地形楼道进入地下密室，最后在经过了好几道密码锁之后，最后在地下3层用七爷的瞳孔打开密室大门，看到里面的情况。跟着一起进来，王富贵、赵玲珑、叶凡、彭宇、沈强等人都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硕大的地下室里阴暗潮湿，上百个幼儿就这么扔在地上，屎尿都拉在一起，小孩在地上一边哭喊一边乱爬着，有些小孩饿极了，居然都抓着那些排泄物靠。畜生！看到这一幕，叶凡火气再次冒了起来，对着七爷狠狠踹了一脚。而前面的陈国富也不例外，直接被王富贵、赵玲珑、沈强几人按在地上狠狠一顿收拾，甚至看起来文弱书生的彭宇都拖着凳子上去给了陈国富几凳子。剩下的事就交给你们吧，七爷和他的党羽一定要严惩，绝对不能姑息。叶凡看了一眼彭宇和沈强、华雪岩等人，七爷和村野这些核心成员和高手已经被拿下，那么后面的抓住、清剿工作自然由彭宇和沈强等人来主持。好，彭宇和沈强应答了一声，不由将目光看向了华雪岩。叶少这一次行动完全是因为华雪岩而加入的，两人都在猜测华雪岩和叶凡的关系，而且他们也知道，这对七爷动手解决了天南省一个天大的隐患，同时破了这么重大的一个案子，华雪岩升迁是必然的。彭宇看着叶凡快步朝外面走去的背影，心中已经暗暗下了决定，既然华雪岩也是叶少这边的人，那自己索性就帮一把好了。叶家已经开始和林家开战，叶凡和王富贵、赵玲珑没做多少停留，直接坐飞机赶回云城。而花都继昨晚发生的大事之后，再次爆出了一件惊天大新闻。彭宇和沈强联手当即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宣布由华雪岩主导查获了花都柳七特大人口贩卖走私案，背后还牵涉到东瀛黑衣社、天南省总局局长张扬等。华雪岩同志在这次行动中起到关键性作用，鉴于张扬背叛组织已经被当场击毙，所以接下来清剿行动，我任命华雪岩同志为总指挥，天南省所有力量都由华雪岩同志调动。这一条任命意味着什么？在体制中的人太清楚了。张扬死了，那他的位置就是空出来了。按照正常道理，华雪岩只是云城的一个大队长，和张扬的总局局长的位置差着好几个等级，华雪岩根本没有资格来指挥对七爷残部的清剿的。可彭宇和沈强两人为华雪岩背书，让华雪岩坐上了这个位置，那意思就非常明显了，要扶持华雪岩上位。如果没什么意外的话，这次行动之后，华雪岩很快就会坐到张扬那个位置上去。破获七爷人口贩卖，
就是大功一件，轻脚残部又是铁定的大功，这样功劳堆起来，华雪岩想不生迁都难。云城正在浏览手机新闻的局长孙红看到手机上的新闻，顿时一口茶水直接喷出来。华雪岩，要知道就在半个小时前，孙红还迫于张扬的压力要给华雪岩停职，而半个小时后，华雪岩就跟天南省总督彭宇站在了一起。不敢相信的孙红将电视打开，看到电视上的滚动直播，确定了这就是真的，心里不由暗自一阵感叹，这就是命啊！华雪岩居然和叶少走得这么近，哎，就是不知道叶家和林家到底谁能笑到最后。上京某处别墅了，一个老者也看到了电视上的新闻。父亲，柳七的事情暴露了，我们和东营的合作怕是要受到影响啊。在老者身边，一个青年有些担忧地看着电视上的新闻，嘴里嘀咕着，不知道柳七的脑子怎么想的，怎么招惹上了叶凡。老者脸上的肌肉抽动了2下，影响肯定是要受到一些影响的，不过只要不影响我们的大计划，就没多大关系。你马上去处理一下和柳七之前联络的痕迹，要确保他们不会查到我们头上来。另外，给我约见一下黑衣社社长苍上空。是。上京皇室里，龙主唐正也看到了新闻上的报道，看到那么多幼儿被解救出来，唐正也是满脸激动，终于，这颗毒瘤终于被拔出来了吗？哼，叶家那小子终于做了一件让人痛快的事，传我命令，让天南所有官员全力配合他们彻查这件事。唐正脸上闪过一抹愤然，大手一挥，做出了一个决定。龙主，确定要这么做吗？天南省彭宇可是叶长风的学生啊，还要我重复第2遍吗？本座忌惮柳七背后的力量不敢做，而叶凡做了，就冲这一点，这次我要支持他。云城、叶凡和王富贵、赵玲珑直接抵达了叶氏集团，而此时在叶氏集团顶楼巨大的会议大厅里，已经聚集了一大批形色各异的人群，有大夏人，有不列颠装扮的，有漂亮国的，有金发的，也有黄头发的。叶凡让韩卓发布了天杀复仇计划，而此时北洛师门潜伏在全球的核心力量几乎全部在叶氏集团聚集，拜见帝君。当叶凡走进会议大厅的时候，将近上千人异口同声恭敬对叶凡拜见，其中有纵横沙场的旋风战神，有在漂亮国执行任务的北洛师门大师解清若兰，也有罗斯家族的家主罗斯尔德。各位，3年不见，你们风采依旧啊！帝君英明神武。是啊，看到帝君重新恢复，我简直太高兴了。看着北洛师门这些旧部，想到这3年来隐忍，特别是3年前那场惨烈的厮杀，叶凡心中瞬间意难平。当年针对北洛师门的袭击是一场早有预谋的袭击，当时北洛师门大部分力量都派出去执行其他任务去了，师门是力量最为空虚的时候，敌人突然袭击，自然就损失惨重。各位，这次将大家召集起来，是要对大家宣布，北洛师门没有覆灭，我叶凡又站起来了，师尊也没有死。这3年来，我们只是在蓄积力量罢了。从现在开始，我们要深仇，要重建北洛师门，要让北洛师门比之前更强大。而那些让北洛师门流血敌人，我会让他们颤抖的匍匐在地。帝君威武，帝君威武，誓死效忠帝君。3年的蛰伏，北洛师门的这些成员早就憋坏了。少主，你就说我们要干什么？只要才能一声令下，我们绝对不怕死的往前冲。是啊，少主，那些混账居然当中挖掉少主的心脏、肾脏，简直侮辱到极点。每次想到这里，我晚上就睡不着觉。少主，你就告诉我们那些袭击的人是谁，我这就带人去踏平他们的老巢。叶凡伸手让下面众人逐渐平息。当年的袭击计划是分成2部分同时进行的，袭击北洛师门的同时，袭击我云城叶家本部。北洛师门的敌人，我们现在查明的有古武金家、江家，至于其他的，暂时还没有线索。而对叶家动手的，周家我已经灭了，而接下来要灭的就是林家。话语顿了顿，叶凡继续开口道：而且根据我目前调查的线索，袭击我叶家，差点将我叶家灭门的，除了林家之外，大夏皇室也有份啊！叶凡一句话瞬间让现场众人炸锅了。皇室太狗了，叶家镇守边疆这么多年，他们居然勾结外人对付叶家，一定不能放过他们，大不了直接将皇室灭了，叶家取而代之。少主，你就下令吧，北洛师门的这些核心成员忠诚度倒不用担心，而且只要叶凡一声令下，他们是真的会对皇室动手。北洛师门散布在全球上百万门徒，若是一起行动的话，就算不能推翻皇室，那也可以让大夏陷入混乱。虽然叶凡也仇恨皇室，但叶凡却不太看想看到大夏陷入混乱。和皇室的斗争，最后多半还是要坐下来谈的。大家都安静一下，我们复仇不光是打打杀杀，而是要将对方彻底毁灭，从经济、人脉、武力诸多方面。
这是一个庞大而漫长的过程。比如我们对付林家，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由罗斯尔德牵头，和林家进行金融战，将林家经济彻底击垮，然后才是人脉，最后才是武力。所以现在我们人马要分成几个部分。师姐，由你带队重回昆仑北落师门旧址，着手重建北落师门，最好能在2个月之内恢复成之前的样子。好。青若兰幽怨地看了叶凡一眼，本来想着见面之后青若兰要好好蹂躏叶凡一番的，但现在北落师门这么多人都指望着叶凡，都在等待叶凡重镇北落师门，青若兰也就只能将内心的情感暂时压制。韩幽怨，你要将北落师门的情报系统重新恢复并且扩容，现在我希望在24小时之内看到林家控制的那些总督都被查处，后面我需要你不惜一切代价查到当年的真凶，你明白吗？明白，少爷。韩幽月是叶凡当年的贴身侍女之一，也是负责情报系统的头子。北落师门当时遭受袭击之后，毁坏最严重的就是情报系统和暗杀系统。暗杀3队，旋风战神负责对金家和江家外围进行骚扰，试探他们的实力，注意不要和他们正面对战。是。叶凡又安排了一番工作，北落师门天杀复仇计划算是全面启动，所有人都开始重新找到了自己存在价值，都开始为重建北落师门铁血复仇而开始行动。所有人退去，会议大厅里就只剩下了罗斯尔德和欧罗巴那边过来一群财阀大佬，都已经准备好了。下午1点，股市开盘，就要见真章了，有把握吗？叶凡对着罗斯尔德等人询问道。叶凡没有立马杀了林华，就是要留着林华的性命，看着他亲手建立的商业帝国眼睁睁在他手里毁灭。完全没问题，请帝君放心。叶凡点点头，看了看时间，距离下午1点还有一段时间。叶凡对罗斯尔德道，你们先准备一下，我去带个人，你们见见。秋婉现在乃是叶氏集团的总经理，叶凡所认识的这些人脉应该介绍给秋婉认识。从学校将秋婉从那个油腻主任身边救出来，后面给秋婉安排工作，买车买房。秋婉对叶凡说是不心动，那是假的，不然那次秋婉也不会主动对叶凡投怀送抱。特别是叶凡居然在关键时候把持住了，这让秋婉心里对叶凡的印象更好了几分。这段时间秋婉一直在紧张的熟悉工作，但工作之余脑袋里还是会浮现叶凡的身影，若是自己早一点遇到叶凡该多好。秋婉毕竟已经生过了小孩，叶凡那么帅还那么有钱有背景力量，秋婉还是有些自惭形秽的。秋婉刚处理完一堆文件，端着茶杯正在发呆休息，门口突然响起了敲门声，进来。秋婉习惯性的回应了一句，等看到进来的是叶凡的时候，秋婉一脸惊喜的站起来，叶凡，你怎么来了？秋婉快步朝叶凡走了2步，伸开手臂想要抱叶凡，但又有些尴尬，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该抱还是不该抱。叶凡莞尔一笑，不等秋婉反应过来，伸手一把将秋婉搂在怀里，大手还坏坏的在秋婉的臀上摩挲了一下。婉姐，几天不见，瘦喽？啊！秋婉心头被叶凡逗得一颤，嘴里娇嗔一声道：“你坏死了，快松开，会有人看到的。”不过秋婉嘴里虽然在娇嗔，但身体却并没多少过多的动作在内心里。秋婉对叶凡并不排斥。呵呵，那天婉姐推倒我的时候，不怕有人看见吗？叶凡戏谑地看着怀里的秋婉，笑着打趣道。秋婉都被羞得窝在叶凡怀里，不好意思抬头。哎呀，你还说，那天秋婉完全是属于感谢叶凡，又是买车又是买房，还救了女儿，打跑了前夫，解决了那么大的麻烦。秋婉不知道叶凡究竟图他什么，所以性情之下才有了那样的动作。不过现在秋婉对叶凡已经不单纯是感激了。秋婉依偎在叶凡怀里，都已经做好了叶凡欺负自己的准备。若是叶凡想在办公室里的话，自己就随了他的一把。叶凡让秋婉掌控这么大一个公司，其实秋婉也知道叶凡是把自己当作非常信任的人。什么样的人才值得叶凡信任？那自然就是成为他的人。就在秋婉以为叶凡会继续做什么的时候，叶凡却松开了秋婉，帮秋婉整理着凌乱的发丝。婉姐，收拾一下，我带你见几个人。啊！秋婉一时间还没从叶凡那跳脱的思维中反应过来，刚才叶凡还在和自己你侬我侬，转眼就要带自己去见几个人。好。秋婉虽然内心有几分失落，但很快就调整了过来，快速收拾了一下，补了妆，然后跟着叶凡上叶氏集团顶楼。当顶楼会议室打开的时候，秋婉看到会议室里的那些大佬，震惊的嘴巴都惊呆了。叶少，这是罗斯尔德，那边是托马斯，还有艾德蒙。秋婉作为金融科班出身，而且也担任过大集团的高管，自然知道这些国际金融大鳄。只是之前秋婉只是听过和远远看见过他们，但根本没有机会近距离接触。而现在他们就这么活生生站在自己面前。给大家介绍一下，秋婉，我婉姐，也是叶氏集团的掌控人，你们熟悉熟悉。叶凡在对罗斯尔德等人介绍秋婉的时候，并没有松开搂着秋婉小蛮腰的手，
如此亲密的动作，罗斯尔德和托马斯这些老狐狸自然看得清清楚楚。叶凡能让秋婉掌控叶氏集团，还专门将秋婉介绍给他们，这一切都说明秋婉和叶凡的关系肯定非同一般。罗斯尔德小跑了2步，恭敬地朝秋婉伸出手道：“很高兴见到邱小姐，以后还请邱小姐多多指导工作。”罗斯尔德将自己的名片掏出一张，双手递给秋婉道：“邱小姐，这是我的名片，以后有任何事，随时给我打电话。能为邱小姐和叶少效劳，那是我的荣幸。我们也是。”旁边托马斯和艾德蒙等人也没有怠慢，都急忙过来，挨着和秋婉握手，递上自己的名片，一副谦卑的样子。秋婉都震惊的麻木了，这些大佬是谁？那都是在电视上才能看到超级巨佬啊，平时至少都是雄霸一方的强大存在。若是在其他地方遇见，估计他们连自己看都不会多看一眼吧。而现在对自己如此客气，甚至还要讨好的意思，一切肯定都是叶凡功劳。大夏第一家族的叶少居然有这么巨大的手段力量吗？最近秋婉也打听到了一些关于叶凡之前在会所的传说，但几天相处下来，秋婉发现叶凡根本不是外界所传言的那样。我也很高兴见到各位，在金融界我还只是一个小学生，以后还请各位多多提携。秋婉和众人一阵寒暄，叶凡看时间差不多了，这才招呼秋婉离开，对罗斯尔德道：“你们准备一下，准备开始吧。”将秋婉送下楼的时候，叶凡再次叮嘱秋婉道：“我们叶家要和林家全面开战了，你要做好全面接手林家的准备。公司这2天没什么大的变故吧？”秋婉摇摇头，集团一切都好，唯一的变化就是采购部的许超今天早上说自己精神状态不好，提交了辞职信。哦，叶凡嘴角一抽，对于许超的辞职一点都不意外。任何人在不断看到滴血的狗头出现在自己车里、房门上、卧室里、浴室里之后不崩溃才怪。许超的离开也就意味着叶氏集团已经彻底将林家所安插的那些棋子在高层层面全部剔除。叶凡刚将秋婉送走，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是轩宇飞打过来的。前老婆，有什么事吗？这个小妞明明都已经和自己退婚了，反而弄得和没退婚一样，有事没事总黏着自己。我就在叶氏集团楼下，你下来接我。二叔让我带了3000亿过来支援，如果不够还可以再抽调3000亿。轩宇飞的声音无比温柔。二叔说了，只要你用得着，就算是给我的嫁妆。叶凡一阵无语，轩家这次表态倒是非常明确，叶家将来要对付的可不光只是林家，还有皇室，还有背后的神使，以及那些巨无霸古武家族。轩家也是大夏6大豪门之一，叶凡自然没有拒绝的理由。呵呵，现在想着要嫁给我了，告诉你，想要嫁给我可没那么容易的，毕竟当时是你自己主动要退婚的。我知道，所以我会努力追你的。今天的事情结束之后，晚上我请你吃饭，不准拒绝。叶家和林家最后的决战正式开始。首先是从经济上，林家这边请的是拉菲特，林氏集团里拉菲特和他的团队也都做好了准备。林家主，你另外准备的3000亿资金已经到位了吗？到位了。好，那我们正式开始吧。听我命令，将叶氏集团旗下43只股票价格抬高 20%， 全方位收购，市面上有多少货我们要多少货。股票战其实非常简单，无非就是买涨和做空。拉菲特的方法就是最直接的，先大肆收购叶氏集团旗下公司的股票，当股票收购到一定限度之后，再大肆抛售叶氏集团的股票，让叶氏集团股票快速下跌，甚至跌到破产。到那个时候，可以彻底整垮叶氏集团，或者低价买进控股叶氏集团，同时赚取其中的高额差价。这个套路整体看起来没任何问题。林华纵横商场这么多年，自然也知道其中的套路。林家和叶家已经到了最后决战，这个时候拼的其实就是双方的财力。林家收购叶氏集团的股票，要看林家有多少钱，能否收到足够撼动叶家股票价格的股票份额，而叶家则是看是否有足够的财力，在林家抛售股票的时候可以全盘接手，稳定股价，保证让股票不退市不破产。哗啦啦，随着拉菲特的命令，现场几十个操盘手迅速开始高价收购叶氏集团旗下的股票。开始了。拉菲特这边行动的时候，叶氏集团顶楼专门的股票控制室里，罗斯尔德和同伴以及手下团队立马发现了股市上的异常。哼，老狐狸，你这手段也太拙劣了吧，想和我们玩做空这一出，怕是行不通了。罗斯尔德微微一笑，拉菲特这样的手段若是对付一般的集团公司，或许直接就奏效了，可这次罗斯尔德可是带了3万亿的资金储备，就算大夏皇室出手，罗斯尔德都不带虚火的。比收购吗？我们也收购，将股价继续往上推，在林家的基础上再推高 20%， 不过我们收购的数量不要太多，将价格推上去就行。是。